穿越后，你成了无敌于世间的反派魔头，可你却每天躺在棺材里摸鱼摆烂，只为了躲避男女主角的剧情任务。而这具身体的原主前世是一个舔狗，一直疯狂跪舔女主，只是对方毫不领情，反而觉得你非常傻逼。最终因为跪舔的太过分，男主看不下去，将你斩于剑下。醒来后，你感到十分的无语，明明拥有通天的修为，为何偏要去当舔狗呢？正当你感到困惑时，脑海涌入原主前世的记忆，记忆中女主林洛薇家族被血洗，而你刚好路过就吓了她。可对方非但不感谢，反而怀疑是你血洗了他全家，一直想要杀了你报仇，直到你被杀才知道自己并非仇人，而是男主萧云婷的父亲。最狗血的是，女主在知道萧云婷父亲是仇人后，还与男主在一起。这一世我一定要跟这个傻逼林洛薇保持距离，自己自然不会去当什么舔狗。至于男主萧云婷与女主林洛薇，你们慢慢去玩吧。就在此时，脑海之中响起一道机械的声音：恭喜宿主获得摆烂系统，只要摆烂就能够获得奖励，摆烂时间达到一定天数，还可获得额外奖励。卧槽，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正当你沉浸在喜悦中时，庭院外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正在向这边而来。你刚打开房门，就看到一道如同天仙一般的身影出现在你的面前。你眼前一亮，心中暗自想到，这师妹除了脑残，其他方面都十分优秀，难怪当初迷得你神魂颠倒。不过表面上还是笑道：师妹找我有什么事吗？刚要说话的林洛薇直接愣住，这声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关键是你说她脑残，本来对你就没有好脸色，在听到你的心声后，林洛薇的脸色更加冷了下来。方辰，算我求你了，以后别再给我送礼物。闻言，你不由一愣，随后想起前不久确实给了林洛薇一枚圣灵果，既然师妹不喜欢，那就请将圣灵果送回来。林洛薇听后直接愣住，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回答。下一刻，她又听到了你的心声，不要最好，真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脑残的女人，当年就不应该救她，不感激就算了，还联合起萧云婷来杀自己。听到你心声的林洛薇心情十分复杂，她提到的萧云婷是什么人？让她十分困惑的是，竟然能听见你的心声。于是，一气之下扔出一个空间戒指，以前你送我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从今以后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我。对了，那个萧云婷是谁？你并没有理会她，而是直接收下空间戒指，笑着说道：好了，如果林师妹没有其他事的话，恕不远送。说完转身关上了大门。林洛薇全身一震，这还是自己之前认识的那个人吗？如果是以前，林洛薇肯定会高兴，因为她真不想见到你，只不过现在有些失落，仿佛某种珍贵的东西丢失了一般。你看到他离开后总算松了口气，不过有一个问题，他是怎么知道萧云婷的呢？正常情况下，这个时候林洛薇不认识萧云婷才对。你随即问到系统，如果自己对萧云婷动手，是不是就不算摆烂了？其实你对萧云婷非常不爽，并非敌人，而是这个猪脚与其他小说猪脚不同，这个人自私自利，为了利益可以放弃任何东西，比如为了炼制一把神兵利器，用活人献祭可以增强神兵的威力，于是屠杀了无数人，最后嫁祸给了你，导致你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时系统答道，如果宿主对萧云婷动手，算是摆烂终止，无法获得奖励。既然这样，那就继续摆烂吧。此时在一个山洞之中，一名身穿长袍的青年坐在里面，不时地看向远方。师尊，你觉得徒儿这一次会不会成功？一道身影出现在萧云婷的面前。徒儿不是为师打击你的信心，为师觉得你这计谋太过粗糙。宁老开口说道，你将林洛薇引导入凶兽区域，并且引发兽潮对其动手，关键就是这兽潮为何突然暴动起来，而且你恰巧就在这附近，如果有心人细想就会看出问题来。萧云婷自信满满道，师尊你就放心好了，不会出任何差错。而萧云婷的计划很顺利，与此同时摆烂系统奖励到账，由于宿主没有干涉男女主的事情，被系统判定为摆烂，从而获得了奖励。恭喜宿主摆烂成功获得圣级秘法乾坤印诀，有着这秘法，哪怕是面对第7境启明境的强者也不惧怕。随后我在摆烂的期间修为也是突飞猛进，而萧云婷顺利的进入到了天云圣地。按照原本的剧情，你会去打压萧云婷，从而导致她会获得2、3门不错的秘法，可你却躲在庭院中逍遥自在的摆烂。也因为天琴宗之行，让萧云婷快速的成长起来。以前天琴宗是东神域一个极为强大的宗门，因为得罪了一名强者，导致整个宗门被灭，宗门的秘境也消失了，直到现在才出现。作为昔日的强大宗门，就算被灭门，在秘境之中还有遗留的诸多宝物，比如天琴宗的正宗功法擎天诀，这绝对是一门顶级圣级功法。在原本的书中，萧云婷获得了这个擎天诀，导致她前期的时候极为强大，越境杀敌更是家常便饭。可以说，萧云婷前期所向披靡与这个擎天诀有很大的关系。好几次遭遇到强敌，都因为这门擎天诀让萧云婷化险为夷，战而胜之。同时，萧云婷在擎天宗之中还获得了一些天才地宝，其中有一种好像是阴阳神水，其中蕴含着先天阴阳之气，如果将其炼化，可以获得特殊体质，天阳神体或者天阴神体。这2种体质虽然比不上方辰的道体，可是也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体质，不比一般的神体差。不过，想要炼化阴阳神水，必须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阴阳同修。萧云婷也是依靠这段剧情，彻底打开了林洛薇的心扉，这也为萧云婷后期的崛起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萧云婷以后也不会达到那样的高度。还要继续摆烂吗？方辰陷入了沉思，如果继续摆烂的话，后续还能获得更多的奖励。可是如果不摆烂，自己很可能获得原本剧情中萧云婷所得到的天才地宝。如果这样，萧云婷以后想要崛起，那将更加困难。不过萧云婷是天命之人，要是失去这些天才地宝，那后续很可能获得更好的机缘。毕竟人家是书中的主角，主角光环加身，受天命眷顾，遇强则强，遇到压力反而会让他快速成长。如果他将萧云婷的东西抢走了，反而引起天命的补偿，导致萧云婷获得更好的机缘，那就得不偿失了。既然这样，那我就继续摆烂吧，这些事情与我无关，摆烂躺平就好。方辰稍微想了一下，就做出了抉择，只要自己继续摆烂，获得系统奖励，不知道比这阴阳神水、擎天诀好多少。至于后续会不会因为自己摆烂导致剧情走偏，这就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了。
很快，天琴宗出事，引起大陆各大势力的关注。强大如云天圣地也召集高层商讨这件事。主峰圣殿之中，好几道散发着强大气息的人站在大殿之中，这些人都是云天圣地的长老，也是圣地之中的中流砥柱。无论哪一位，都是圣人境修为以上。这一次由圣地3长老主持，除了一些长老外，还有内门的一些天骄，比如方辰、林洛威等年轻一辈的翘首。至于方辰与林洛威的师尊云天圣主，并没有来。这位师尊一向都神出鬼没，经常不在云天圣地之中，圣地的事务都由长老们主持着。3长老坐在首位，一脸平静道：“传闻天琴宗的秘境出事，昔日天琴宗被灭，他们的秘境也隐藏起来，无人知道其具体方位。现如今不知为何突然出事，而且在里面还孕育出了生命，同时里面也存在着大量的机缘。这一次召集大家过来，为的就是商讨天琴宗出事之事。天琴宗秘境突然出现，这有些诡异，或许其中蕴含着很多危险，可是也同样存在着很多机缘。如果能解决这些危险，就可以获得机缘。据说天琴宗的正宗功法擎天诀就在这个秘境之中。简而言之，天琴宗这方秘境突然出事，这十分诡异，其中存在着危险，同样存在着机缘，想要去的直接去报名。3长老把话说完，圣殿之中就热闹起来，大家都在讨论天琴宗出事的事情。一旁的林洛威没有关注这件事，而是看向方辰的方向。方辰一脸平静，坐在那里不闻不问，仿佛这件事完全与他无关一般。天琴宗秘境根本没有危险，里面的人早就死光了。如果有足够的能量支撑，天琴宗秘境也不会出事，怎么可能被这些人发现？不过天琴宗这方秘境确实有很多机缘，尤其是擎天诀，这门正宗之宝居然隐藏在最矮一座峰的断崖绝壁上。天琴宗的人真狗，正宗绝学居然隐藏在毫不起眼最矮的一座峰上，而不是最高峰上。而且这座毫不起眼的最矮山峰也十分古怪，居然存在着阴阳神水。这阴阳神水是萧云霆崛起的关键，萧云霆与林洛威炼化阴阳神水，分别获得了天阳神体与天阴神体，也因为这样让林洛威打开心扉。说起来，这个萧云霆还真是心机深沉，明知道炼化阴阳神水需要相互交融，这家伙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让林洛威一起炼化。林洛威这女人也是脑残，居然不认识阴阳神水，傻傻的与萧云霆一起炼化，从而中招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林洛威听到方辰这些心声，恨得直咬牙，这家伙又在骂他脑残了，还说他不认识阴阳神水。好吧，他承认他的确不认识阴阳神水，不认识阴阳神水又怎么了？试问圣地之中又有多少人认识阴阳神水？他不认识不是很正常吗？等一下，这家伙怎么知道天琴宗那么多事情？就连天琴宗的正宗之宝擎天诀都知道在哪里。林洛威微微皱起了眉头，心中暗自想到，如果刚才他的心声是真的，那说明之前的心声也是真的。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方辰知道这些？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吗？林洛威心中满是疑惑。天琴宗隐藏了上万年，这才出事，里面究竟有什么，估计没有人知道。那方辰是如何知道的呢？莫非他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林洛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中想到，到底是不是这样，等去了天琴宗就知晓了。其实现在林洛威有些相信方辰的话了，就连他能够听到方辰心声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能发生，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想及此，林洛威神情不由复杂起来。如果方辰说的是真的，那岂不是以前都冤枉了他？他不是灭我们林家的凶手，还是救我的恩人。还有，方辰也知道自己是冤枉他了，所以对自己那么排斥。想到这些，林洛威也想明白了，为何这段时间方辰对他不理不睬。这一次，林洛威听到方辰的心声，信息量非常大。如果方辰说的是真的，那么他可以提前前往天琴宗，把擎天诀与阴阳神水收入囊中。尤其是阴阳神水，只要炼化就能获得天阴神体，这是一种顶级体质啊。虽然比不上方辰的先天道体，但是却能够让他极大的提升，弥补自身的缺陷。林洛威的天赋不差，并不是最顶级的天赋，至少比不过那些拥有特殊体质的天才妖孽。如果他拥有天阴神体后，那他就可以极大的缩短与那些顶级天才妖孽之间的差距。想及此，林洛威心中一阵激动，迫不及待想要马上前往天琴宗。与此同时，3长老看向方辰这边，开口问道：“圣子殿下，你要前往天琴宗历练吗？”“不去。”方辰干脆利落地说道。此话一出，也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如果方辰前去，他们就要少获得很多机缘，毕竟有圣子殿下在，大部分机缘都被圣子殿下获得了，为何不去呢？林洛威满脸疑惑。其他人就算了，方辰分明知道天琴宗最重要的2件天才地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去拿回来呢？不错，对于方辰来说，就是去拿。这样的机缘，就算你是圣子，也极为难得呀。去个啥啊？天琴宗秘境看似有很多机缘，实际上也没有几样好东西，而且对我根本没有多少用处。方辰心中暗自吐槽道。林洛威能够听见方辰的心声，直接无语掉了。原来这家伙是看不上这些机缘啊！想来也是，人家可是圣子。擎天诀虽然好，可是天圣地之中同等级的功法秘术也有不少，人家看不上也正常。还有阴阳神水，人家都是先天道体体质了，还要你这阴阳神水干什么？就算你提升到天阳神体或者天阴神体，也比不上人家的先天道体啊！这家伙看不上也是一件好事，免得有人与我竞争。既然这样，那我就将擎天诀与阴阳神水收入囊中了。林洛威在心中暗自做了决定。云天圣地这边很快就确定了前往天琴宗秘境的人选，这些人也快速的在云天圣地大门口集合，然后前往天琴宗秘境。毕竟这种事情快得慢不得，你慢了，或许那些机缘就被别人夺走了。
这次天晴宗之行，萧云婷也报名参加了，同时也被选中了。由于没有方辰的打压，萧云婷在云天圣地之中还默默无闻。不过是林洛威引荐进来的，或许是看在林洛威的面子上，萧云婷也选中了。再怎么说，林洛威也是圣主的得意门徒，在圣地之中地位不低，圣地的人或多或少要给林洛威一些面子。在前往天晴宗秘境的飞船上，萧云婷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人一般。很快，他在不远处就看见一道倩影，急忙赶了过去。林师姐，萧云婷笑着打招呼道。林洛威算是他在云天圣地的唯一背景，再加上他本身就喜欢林洛威，做梦都想将林洛威追到手。小子，你真的胆大，难道就不担心云天圣子记恨你吗？明老一阵无奈道。与自命不凡的萧云婷不同，明老是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对人情世故极为清楚，自然明白狗道乃是所有大道之首。如果领悟了狗道，成为世间强者就只是时间的问题。现阶段不该招惹的敌人绝对不要招惹，尤其是云天圣地圣子这般的存在，一旦招惹了，那后果极为严重。换成其他人，在明知道圣子非常喜欢林洛威的情况下，遇到林洛威就敬而远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家伙却偏要迎难而上。师尊，我有什么怕的？现在我也是云天圣地的弟子，就算圣子地位高，也不可能为了这样的事情与我动手。云天圣地的规矩可不是摆设。萧云婷毫不在意道，就算圣子对他极为不爽，也不可能坏圣地的规矩。在他没有做违背圣地利益的事，也不能对本圣地的弟子动手。他想要对你下手，何须自己动手？明老整个人都不好了，实在是萧云婷太过自负，太自以为是了。方辰那样的地位，完全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里需要自己动手啊？甚至不需要他说，下面的人都会排着队为他动手。还有方辰这样的人是制定规则的人，而不是遵守规则的人，这样更合我意。要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敢对我动手，那将成为我成功路上的垫脚石。萧云婷满脸自信道。明老，这家伙是不是自信过了头？请问现在换徒弟还来得及吗？林洛威看了一眼萧云婷，微微皱起了眉头。什么事？了解的越多，他对萧云婷越是讨厌，现在甚至到了厌恶的程度。萧云婷好像没有想到林洛威是这般反应，有些尴尬道。林师姐，我在云天圣地之中也没有熟人，所以特地前来与你打声招呼。而且我还是林师姐引荐进入圣地的，这一次天晴宗之行，看见你也去了，特意过来感谢你一番。萧云婷想要与林洛威搞好关系，毕竟林洛威在云天圣地之中的地位不低，也算是一大背景了。这个时候过来与林洛威打招呼，也让圣地的其他弟子知道他与林洛威的关系不浅。这样一来，他在圣地之中的地位就能大大提高。跟你不熟？林洛威冷声道。这话一出，周围看过来的目光顿时诧异起来，还以为萧云婷与林洛威关系匪浅，没想到林洛威对萧云婷那么冷漠。很多人在一旁偷偷的笑了起来。此时他们明白，林洛威顶多是看在萧云婷天赋不错的份上，才引荐进入圣地，并没有其他的原因。这萧云婷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真是拎不清轻重。萧云婷此时也尴尬无比，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嘲笑他，不过他也没有感觉错，周围的人确实是满脸嘲讽。好吧，萧云婷强装镇定，尴尬的说了一声，然后转身离开。萧云婷走后，这些弟子也议论起来。以前还以为这个萧云婷与林师姐关系匪浅，没想到是这样。呵呵，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这家伙不知道圣子殿下喜欢林师姐吗？居然还去，这下吃闭门羹了吧？看来林师姐将萧云婷引荐进圣地，只是看中对方的天赋，没有其他。这家伙，圣子殿下都不爱搭理他，让他自生自灭吧。圣子殿下怎么可能搭理这种蝼蚁？你以为圣子殿下跟你没有格局？这些弟子小声的议论起来。如果方辰在这里听到这些话，不知道作何感想，肯定会说一句：你们都误会了，我不是格局大，而是摆烂了。我刚才提醒过你，让你不要去招惹那个林洛威，现在是闭门羹了吧？明老一脸无语道。这个弟子什么方面都很一般，唯独自命不凡，自负过人。林洛威说的话，明老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毕竟两人没有任何关系，况且萧云婷也没有帮到林洛威什么。那一次萧云婷出手相救，其实并没有帮到林洛威，就算萧云婷不出手，人家也可以轻松的解决危机。而且林洛威为人还不错，看在萧云婷出手相救的份上，特意引荐他加入云天圣地，这完全算是人情了，是萧云婷欠林洛威的人情。他也看出来了，林洛威分明不想与萧云婷产生任何关系。萧云婷没有自知之明，却非要往上面凑，有这样的结果也是情理之中。不，师尊，我觉得林师姐是在保护我。我刚才确实非常生气，在想林师姐为何这么对待我。可是在我冷静下来之后，我想明白了，或许林师姐担心我跟她走得太近，会让方辰不爽，从而对我打击报复。师尊，您误会林师姐了，我也误会她了，她是为了保护我才那么做的啊。萧云婷一脸坚定地说道，随即脸上多了一丝笑容，同时也显得自信起来。此时的她仿佛看穿了一切，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明老，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萧云婷的想法怎么这么新奇呢？这已经不是自负的行为，而是在自欺欺人。刚才那样的情形，只要稍微有点脑子，就能觉察到林洛威的不耐烦，那是恨不得一脚将萧云婷给踢开。或许真的可以考虑是否换一个徒弟了。看见一副自视甚高的萧云婷，明老觉得自己想要重塑肉身的想法十分渺茫。没有天赋其实没什么，只要你脚踏实地的努力修炼，把每一个该获得的机缘得到，那就能够成为这世间的强者。可是萧云婷却，如果真的可以再做选择，
那就好了。那个方辰是真的不错，人家贵为云天圣地的圣子，天赋好，背景强，修为高，却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天晴宗秘境之行，这么出风头的机会，人家来了吗？人家没来，而是在圣地之中默默无闻的修炼。明老越想越对这个徒弟不满意，最终只能叹气。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萧云婷的身上。如果有选择，他断然不会选择萧云婷，就算选不到方辰，选择林洛威也好啊。师尊，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有。明老语气无力道，他累了，心很累，想要让自己沉睡。天晴山脉，当年天晴老祖就是在这山脉之中建立宗门，并且命名为天晴宗。虽然天晴宗被灭，可是这条山脉还在，还是被誉为天晴山脉。以前天晴山脉之上万里无人，现如今在天晴山脉上人来人往，汇聚了无数人。这些人前来，自然是因为天晴宗秘境的出世。现在天晴宗秘境还没有出世，可是多方势力已经汇集在天晴山脉上了。就算云天圣地的人来得够早，此时这里已经汇聚了很多人了。一声轰鸣声响起，云天圣地的飞船停在天晴山脉的上空，强大的威压让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云天圣地的人来了，云天圣地的动作还真够快的，这么远都赶过来了。可不是吗？没看见人家坐的飞船吗？那可是圣级飞船啊！还有站在飞船上的那位，应该是云天圣地的五长老吧？传闻这位早已经踏入了第9境圣人境，居然是那位剑仙，在数百年前一人一剑斩杀好几名圣人境强者。人家剑武皇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人如其名，一剑横扫9万里，剑之皇者。这么远我都能感受到无比强大的剑意，仿佛要将我斩碎一般。你是什么修为？人家是剑武皇，什么修为？就算是皇者境都能把你吓死，还好我们隔得远，不然人家散发出来的剑意都能直接把我们斩杀。云天圣地的人出现，立马引起了无数人的围观，不过也只能远远的看着。显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那位剑武皇了。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冰雪仙子林洛威吗？不错，有着天仙一般的美貌，却有冰山一般的气质，让人望而止步。冰雪仙子还是一如既往，真是没有一点改变。这样的女人怎么找得到男人的？娇柔的声音响起，声音之中仿佛蕴含着魔力一般，让人气血翻涌。听到这话，林洛威不由皱起了眉头，神情之中满是厌恶。随即他扭头看去，看见一条漂亮的花船之上站着一位娇柔的女子。女子穿着一身黑色衣裙，五官极为精致，皮肤白皙，看不出任何瑕疵，并且全身上下有着朦胧的光晕，犹如一块色泽艳丽的白玉一般。如果将林洛威比喻成天山雪莲的话，那这名女子就是鲜艳的花朵。两人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美女，只是气质不一样。花梦影，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月下殿的女人，把男人迷得神魂颠倒？林洛威毫不客气地说道。多谢夸奖，你能这么觉得，那是我们月下殿弟子的荣幸。花梦影满脸笑容，笑得花枝招展。她是月下殿这一代的圣女，也是出了名的妩媚娇艳。月下殿与其他宗门不太一样，其他宗门奉行苦修，参悟大道，而月下殿不同，他们参悟的却是阴阳交合之道。绝大部分月下殿的弟子都精通此道，这些人技术娴熟，每一个人都是老手，在这方面他们堪比大师级的存在。或许其他的人觉得月下殿的弟子浪荡不堪，可是月下殿的弟子却不觉得羞耻，反而以此为荣。呵呵，花梦影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看向林梦瑶道：林仙子，你这是怎么了？是病了吗？怎么脸色看起来那么难看呢？还有你家圣子在哪里？你们两人好像一直形影不离，现如今不见你们家圣子，是不是传言是真的？你们家圣子是不是不喜欢你了？对了，你看我这张嘴，不应该叫你家圣子了，很可能是我家圣子。我该说你什么好呢？还真是可惜，像你们圣子这么痴情的人，你都不好好把握机会。如果你们圣子这么痴情于我，我早就答应了，说不定小孩都到处乱跑了。方辰不再追求林洛威，这事情也传了出去。这事情方辰没有表明态度，云天圣地的人也只是猜测，或许是圣子殿下闭关修炼没有时间，圣地的人也只是将这个当成谣言来处理。毕竟圣子之前那么喜欢林洛威，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了。而现在花梦影把这事说出来，倒是让云天圣地的人非常诧异，忍不住看向林洛威。不只是他们好奇，其他势力的人也很好奇，全都看向了林洛威。人嘛，总是喜欢八卦，就算是修行世界的天骄，也喜欢这样的八卦。方辰那可是东神域的绝世天骄，并且对林洛威痴情了那么多年，一直都在追求林洛威，可是都被林洛威拒绝了，让很多人非常诧异。人家可是圣子，要背景有背景，要天赋有天赋，追求同门师妹林洛威，居然失败了。要知道，传闻林洛威没有喜欢的人，这种情况下居然失败了，这怎么不让所有人好奇呢？还有，对于最近的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方辰真的放弃追求了？这跟你何干？林洛威狠狠地瞪了花梦影一眼，这个月下殿的圣女还真够讨厌的。自从她崛起之后，就与花梦影被称之为年轻一辈中的绝代双花，两人各有其特点，不分伯仲。林洛威一直没有理会花梦影，倒是这位花梦影一直与他针锋相对，只要遇见这个女人，绝对会找到她，针尖对麦芒的来几句，这样让林洛威十分烦躁。谁说无关了？自然有关了。当初要不是你们家圣子不那么痴情，那我花梦影就有机会。花梦影笑着说道。呵呵，花梦影，就算你有这个胆子，不见得你们月下殿有这个胆子。林洛威冷笑道。月下殿想要对方辰下手，就算方辰愿意，云天圣地也不会答应，甚至月下殿没这个胆子。方辰是云天圣地的圣子，可是被寄予了厚望，
要是花梦影真的敢那样做，云天圣地会直接灭了月下殿。就算月下殿的实力不弱，可是在云天圣地眼中还是什么都不是。我有什么不敢的？我只是让你们圣子成为我的道侣，又不是让他成为我的炉鼎。况且我那么纯洁，如果你们云天圣地知道，我想也不会说什么。花梦影笑道：呵呵，你纯洁？林洛薇一阵冷笑，月下殿的圣女居然好意思说这样的话，简直贻笑大方。就好比青楼女子说自己纯洁是第一次，试问这话有谁相信？天晴宗秘境要开启了，看见两人还在争吵，五长老见武皇开口说道：这些小辈的事情他不好插手，只不过牵扯到圣子方辰，而且有关云天圣地的颜面，见武皇怎么也要说一句。主要是林洛薇显然说不过这个花梦影，如果继续说下去的话，林洛薇肯定会吃亏。此话一出，各方势力的目光才挪开，落在群山之巅。下一刻，一阵轰鸣声响起，整个天空仿佛被撕裂一般，随即天空中出现一道耀眼的光芒，在光芒之中有着一条通道，在里面出现亭台楼阁，还有祥瑞飞舞，犹如仙境一般。或许是因为里面没人，宽广的疆域显得有些破败。随着通道出现，各方势力也展开了行动。进！随着剑武皇一声令下，云天圣地的弟子纷纷出动。林洛薇立马行动，飞身而起，直接向秘境通道而去。你们别挤我！萧云婷奋力地向通道飞去，想要快一点进入秘境之中，可是由于修为低，好几次被人挤在后面，全都停下。突然间，数名男子拦在了通道的外面，不让这些人进入。这5人全都是第4境天元境，而且还是天元境5重天以上，想要进入天晴宗秘境，先击败我们再说。一名男子狞笑道：李太医，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被拦的众人愤怒地吼道：想要进入天晴宗秘境的人很多，如果慢一步进入，里面的机缘被别人抢光了怎么办？天一门还真是威风，居然敢阻拦我们这么多人。天一门5杰，这5人是5胞胎，心意相通，配合起来实力非凡。混蛋，这5个家伙挡住我们的路，让我们无法第一时间进入秘境。进去晚了，里面的机缘都被那些人给抢光了。被拦在外面的人愤怒不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进入，而他们却进去不了。不过这5杰也不傻，也明白犯众怒的后果，所以只拦住那些实力比他们弱的人，那些实力比他们强的人直接放进去。其实在原本的剧情中，天一门5杰拦住秘境通道，萧云婷愤然出手，直接击败天一门5杰，让其他人进入。这一战，萧云婷也打出了名气。只是原本的剧情中，萧云婷实力强大，就算修为还不高，也能够轻松击败天一门5杰。可是现如今，萧云婷没有被方辰打压，导致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实力明显不足。现在连第4境天元境都没有达到，是第3境神海境9重天。滚开！萧云婷大喝一声，愤怒出手。滚开！一声气爆声响起，硕大的拳头砸了过去，犹如陨石一般。该滚的人是你！李太医冷喝一声，直接一掌拍了出去。一声轰鸣，萧云婷直接被击飞出去，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神海境也敢再次撒野，简直找死！混蛋！被击退的萧云婷愤怒不已，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装逼失败，还真是尴尬。还好认识萧云婷的人不多，也知道他只是云天圣地的普通弟子，而云天圣地的一些弟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并非在嘲笑萧云婷，而是觉得这家伙有些不自量力。你一个神海境9重天的修士，去挑战天一门5杰干什么？我乃云天圣地的弟子。眼看着硬来不行，萧云婷直接把云天圣地的名号搬了出来，准备以势压人。云天圣地名声在外，很多势力见了云天圣地的弟子，多少要给些面子，知道云天圣地的人招惹不得。云天圣地又如何？老子不知道击败了多少云天圣地的弟子。如果你是云天圣地的圣子，我们还可以退避一下，一个小小的普通弟子也敢搬云天圣地的来压我们。天一门5杰完全不给面子。虽然天一门的实力不如云天圣地，可是也是最顶级的实力。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年轻一代交手，老一辈是不会插手的。这么做也是更好的磨砺下一代。哼，如果我们圣子在这里，你们还敢在这里嚣张吗？一名云天圣地的弟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开口说道：嘿嘿，就算你们圣子在这里，也是早就进去了，不可能还在外面。李太医毫不在意道：天一门5杰是出了名的欺软怕硬，就是看在云天圣地没有出色的弟子在外面，这才敢阻拦。而且他们看见各大势力的天骄率先进入了秘境，这才敢站出来。天一门5杰也是人才，直接告诉这些人他们就是欺软怕硬。如果这些人不服气，直接可以来打他们。堵在外面的人听到这话，顿时愤怒不已，可是却无可奈何。尤其是萧云婷，他现在听到云天圣子就一阵烦躁。云天圣子，特么又是云天圣子，怎么哪里都有这个家伙？这家伙也只是仗着自己天赋好，背景好，如果他有这样的天赋与背景，绝对不弱于那个方辰。不过这样的话，萧云婷也只能在心中想想，不敢说出来，因为他也知道方辰不是他现在可以比的。随着时间流逝，2个时辰过去了，由于天一门5杰堵着，很多年轻的弟子没有进入。李太医5人眼看时间差不多了，直接进入秘境，其他人这才跟着进入秘境。萧云婷心中十分憋屈，面对着天一门5杰的打压，居然无可奈何。而且秘境通道打开很久了，他们现在才进入，能够获得的机缘就少了很多。天一门5杰，我记住你们了。萧云婷冷冷地看着这5人的背影，记下了这5人的面貌。另一边，天晴宗秘境开启后，众人纷纷进入，绝大多数人直接去了最高的峰，那里也是主峰。而林洛薇悄无声息地去了毫不起眼的最矮峰，特别还避开了花梦影。
花梦影一直与他作对，要是被他发现，那绝对会阻拦，这样就无法获得擎天诀与阴阳神水。来到最矮的那座峰，林洛威直接来到峰的背面，他看见了一篇经文，整个经文刻在一块巨大的岩壁上，这些经文还散发着光芒，其中道韵弥漫。擎天诀！林洛威双眼一亮，直接盘坐在石壁下方的巨石上，将这些经文全部吸收。这些经文实在太多，而且每一个经文都十分玄妙。不过对于林洛威来说，还是非常轻松的记住了。林洛威记下擎天诀后，直接一掌拍了出去，一声轰鸣声响起，整个经文岩壁被他切割下来，收入到空间戒指之中。擎天诀得到后，接下来就是得到阴阳神水。随即林洛威直接向下方而去，因为他在下方发现了一个山洞，他直接进入山洞，穿过狭长的通道来到最里面。在最里面的密室中，居然有一层结界，在结界之中是黑白两色的气体，这就是阴阳神水。怎么是气体呢？不过很快林洛威就想明白了，因为这些气可以化为水。果不其然，在林洛威打开结界后，直接控制了这些黑白两色的气，最终这些气体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团黑白分明的水。本来水没有颜色，可是这并不是一般的水，而是阴阳神水。如果将阴阳神水吸收，必然可以塑造阴阳神体。可是看见眼前的阴阳神水，林洛威有些不知所措，这要怎么收下这些阴阳神水呢？他可不想在这里炼化阴阳神水。就在此时，一道银铃般的笑声响起。哈，我就知道，跟着姐姐，你绝对没有错。这居然是阴阳神水！林洛威听后，神情不由一僵。这声音的主人赫然是花梦影。花梦影！林洛威咬牙切齿，本以为避开了这个女人，没想到她还是跟来了。花梦影仿佛看出了林洛威的疑惑，不由笑着说道：“姐姐，我发现你一直想要避开我，这么刻意为之，想必跟着你一定有所收获。”果不其然，收获了阴阳神水，这东西可是我们月下殿最想得到之物。说完这话，花梦影双眼不由炙热起来。月下殿修行的是阴阳大道，阴阳神水对他们来说自然是最有用的东西。因为想要完全掌控月下殿的功法及到阴阳诀，必须要阴阳神体才行。上万年以来，月下殿就没有出现过阴阳神体的天骄，所以没有一名弟子能够完美的掌控及到阴阳诀。好姐姐，这阴阳神水根本就不适合你，还是将其给妹妹我吧。花梦影柔声说道，这声音充满了无尽的魅惑之力，让人听后感觉血气翻涌。这样的魅惑之术，完全是男女通杀啊！林洛威感受到这魅惑之术，强行压了下来，冷声道：“痴心妄想，他怎么可能交出阴阳神水呢？”根据方辰的心声，这阴阳神水是他崛起的关键，要是让出这阴阳神水，那就是堵死了他崛起的路。所以林洛威怎么可能答应对方？既然姐姐想要，那我就让给姐姐吧。花梦影笑着说道。听到这话，林洛威愣住了。什么时候这个女人这么大度了？不过姐姐，我可提醒你，想要炼化这阴阳神水，必须是男女交融，一个人可完成不了。如果姐姐在外面随便找一个男人，那你的身子就没有了。如果你们圣子知道这事会怎么想呢？花梦影笑着说道。她可知道林洛威可是冰山雪莲，极为清高，怎么可能随便抓一名男子进行合修呢？还有，他确定林洛威没能力收下阴阳神水，想要收下阴阳神水，需要一些手段，而这些手段知道的人很少，会的人更少了，唯独他们月下殿最精通。还别说这些话确实吓到了林洛威，想到要炼化阴阳神水，必须男女合修，他心里就打退堂鼓。还有，想到方辰知道这件事后，他心中就一阵发慌，显然他不愿意这样。趁此机会，花梦影直接拿出一个玉瓶，然后向空中拍了一掌，一声嗡鸣声响起。林洛威控制的阴阳神水就被花梦影反控，然后直接接出一道印法，将阴阳神水收入玉瓶之中。看姐姐也不愿意，那妹妹就愿为其劳，收下这阴阳神水了。花梦影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在收下阴阳神水之后，快速离开。刚才那些话也只是吓唬林洛威的，无论怎样，他都要获得这阴阳神水，因为阴阳神水对于他或者月下殿太过重要。你！林洛威愤怒不已，刚想要爆发，花梦影就消失不见。自己不够果决啊！林洛威叹了一口气，他并不是没有收下阴阳神水的手段，只是心里面没有这个底气而已。他不确定可以收下阴阳神水。这个时候，花梦影出现，让林洛威犹豫起来，这才给了花梦影机会。可惜了，阴阳神水被那个女人抢走了。林洛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根据方辰的心声，这阴阳神水是他崛起的关键，可是这个关键没有把握住。看来方辰的心声是真的，擎天诀与阴阳神水都在这座最矮峰。这么说来，之前听到的心声也是真的，方辰真的不是我的仇人，而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念头在心中升起，林洛威的心情十分复杂。想到以前对方辰这个恩人的态度，他就无比悔恨。方辰救下他，他却恩将仇报。方辰，我真的误会你了。林洛威有些沮丧，将救命恩人当成仇人，这还真是讽刺。方辰没有说错，他就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想到这些，林洛威的心里被悔恨与愧疚充斥着。不知道方辰是如何知道这些的，不过这些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从此以后，我不能再恩将仇报了，我要弥补之前做的过错。林洛威心中暗自想到。在经历这些事后，林洛威的心发生了改变，他的心思全在摆烂的方辰身上。从此刻开始，他要弥补之前的过错，因为方辰心声中所说的遭遇还没有开始，他还有弥补的机会。如果可以，只要能够保护方辰，就算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不过这之前还需要弄明白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知道萧云婷的父亲到底是谁。林若薇握紧了拳头，双眼之中满是冷意。现在他终于知道真正的仇人是谁，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另一边，该死的天一门五劫，今日之辱，以后让你们百倍尝尝。萧云婷好不容易进入秘境之中，对天一门五劫可谓是恨之入骨。今日对方让他颜面尽失，以后崛起之后必定找这五人报仇。这不是你自找的吗？听到萧云婷的发泄辱骂，明老心中忍不住吐槽道：如果萧云婷可以稳重一些，不强行站出来装逼，就不会颜面尽失了，也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不过这些话明老不会说出来。这些天在萧云婷身上发生了那么多不幸的事，要是他吐槽几句，估计这家伙心态早就崩了，甚至还可能恨上他。为了以后能够重塑肉身，明老还是忍了下来。不过萧云婷的不幸并没有结束，他进入秘境中不久，林若薇就来到他的面前。林师姐，看见林若薇过来，萧云婷脸上总算多了一丝笑容。果不其然，师姐还是爱我的。刚才在外面人多嘴杂，师姐才那么做的。现在进入秘境之中，大家都在寻找机缘，师姐自然没有那么多顾虑。想到这些，萧云婷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起来。明老看见林若薇过来，神情不由凝重起来。这女人身上有杀气，一副想要杀了萧云婷的模样。明老心中暗自想到。下一刻，林若薇手中多了一柄长剑，剑指萧云婷，说：你父亲是谁？现在在哪里？林师姐。萧云婷愣在那里，这完全是措手不及啊！林若薇不是喜欢我吗？怎么会拿剑指着我呢？看着近在咫尺的剑尖，萧云婷明白，如果不好好回答，林若薇会真的杀了他。不过这让萧云婷疑惑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没得罪林若薇啊，还帮助过他。虽然这个帮助没有用，但是也能帮忙啊！赶紧回答我的问题。林若薇不耐烦道。在确定方辰的心声后，林若薇对萧云婷已经产生了杀意。其他的先不说，从方辰心声的内容，这家伙策划救他，后面还对方辰下手，还有阴阳神水的事，都说明萧云婷是一个心思深沉、不择手段之人。恐怖的杀意袭来，萧云婷立马慌乱起来，急忙说道：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是谁啊，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他从小就抛弃了我和母亲。说到那个从没见过的父亲，萧云婷的声音也冷了下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父亲，也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他心中一直恨着那个父亲。什么？林若薇微微皱起了眉头，看萧云婷的样子，好像不像作假。本来他想从萧云婷身上知道对方父亲是谁，看来行不通了。林师姐，你认识我父亲吗？萧云婷仿佛想到了什么，双眼死死地看着林若薇。如果林若薇不认识他父亲，怎么会过来询问呢？我不认识。林若薇说道。如果他知道萧云婷的父亲是谁，怎么可能过来问他呢？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如果不认识我父亲，为何要寻找我父亲呢？萧云婷急忙说道。林师姐，你告诉我，我父亲到底是谁？他心中不一定记恨自己父亲，所以迫切想知道父亲是谁。我不知道。林若薇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现在看来，萧云婷的父亲是谁，估计只有方辰知道了。虽然可以去调查，可是这也需要时间，未必就能调查出萧云婷的父亲是谁。因为连萧云婷自己都不知道，想必这些年萧云婷也调查过。看来只能通过方辰才能知道这个萧云婷的父亲是谁了。只是要怎么去询问方辰呢？如果直接去问的话，那岂不是露馅了？势必会引起方辰的怀疑。林若薇陷入了犹豫，她能够听到方辰的心声，还不想暴露这个能力。就在林若薇犹豫的时候，萧云婷直接离开。林若薇见此也没有理会。本来她是想从萧云婷这里知道对方父亲是谁，连萧云婷自己都不知道，那留下她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总不能在秘境之中杀了他吧？这样无缘无故的斩杀本门弟子是有些不合适。数十里外，萧云婷心有余悸地看着身后的方向，四下张望，好像生怕林若薇突然出现。她感觉到了林若薇的杀意，如果继续待在那里，很可能林若薇真的会出手。她现在的实力很难战胜林若薇，为了保险起见，萧云婷使用自己的底牌快速逃离。师尊，为何林若薇要杀我？萧云婷愤愤不平道。她与林若薇没有仇怨，对方为什么想要杀她呢？况且自己也算是林若薇的半个恩人，很可能与你父亲有关。明老说道。虽然最近萧云婷很让他失望，可是毕竟是他唯一的希望，明老还是不希望他有事，所以明老帮其推测起来。刚才听他说，他好像不认识我父亲啊。萧云婷满脸疑惑道。还有，就算他与我父亲有仇，干嘛来找我呢？他与自己父亲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他与你父亲有仇，那你就是仇人的儿子。而且他又不了解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可能给你好脸色？换成你，你能正常对待吗？明老有些无奈道。萧云婷听后陷入了沉默。如果是他的话，估计会直接出手杀了对方。你现在回云天圣地不太现实，林若薇这段时间估计都会盯着你。你暂时在外面历练吧，等圣地大比的时候再回去。只要你在圣地大比之时大放异彩，成为真传弟子，哪怕是林若薇都对你没办法。真传弟子才是圣地的核心力量，将来的希望，就算是圣子也不能随意出手。明老给萧云婷做出了规划。好，一切听师尊所言。萧云婷虽然自负，可是心中也明白这形势下回云天圣地不明智，要是被林若薇盯上，自己必然危险。林若薇在云天圣地的地位极高，可是如果能在圣地大比之时大放异彩，闯出一些名声，成为真传弟子，那就没有那么忌惮林若薇了。今日之辱，我萧云婷记下了，日后修炼有成，必将百倍偿还。萧云婷心中想到。经过刚才的事，在原著之中的男女主角从此正式决裂，
成了仇人。云天圣地，圣灵峰。叮，恭喜宿主摆烂成功，获得大道至尊骨。方辰脑海之中响起了系统机械的提示声，终于又摆烂成功，获得系统奖励了。方辰舒了一口气，等了那么多天，终于等到系统奖励，应该是天琴宗秘境这段剧情摆烂，从而获得了系统奖励。下一刻，一股庞大的能量涌入体内，无数的神纹在方辰身体周围环绕，然后缓慢地涌入到他的身体之中，最终强化着萧庭的全身骨骼。每一个神纹都蕴含着大道气息，犹如仙人之吟唱，让人心旷神怡，超凡脱俗。神纹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神力，顺着自己的经脉，最终涌入到丹田之中，化为无穷的神力。一声轰鸣是丹田处传来的，好比开天辟地，无尽的神威向周围扩散，甚至还影响到了外界。一股难以言明的神光，神圣无比，在方辰身体周围弥漫，经久不散。启明境八重天，不知过了多久，这一切才停歇下来。方辰没有想到，大道至尊骨的反哺居然这么厉害。在天琴宗秘境还没有开启之前，他还只是启明境二重天。这段时间摆烂，修为快速提升，达到了启明境四重天。现在摆烂成功，获得大道至尊骨，在重塑根骨之时，自己修为直接提升了四重天，达到了启明境八重天。自己这一次跨越了4个小境界。要知道，达到第7境启明境后，每提升1重天都相当的困难。方辰没有想到自己修为提升的那么轻松，这修炼速度简直难以想象。其中居然还有一门秘法。方辰仔细的体会了一番，大道领域法，这是大道至尊骨之中记载的一门顶级秘法。这门秘法居然超越了地级，而是仙级。大道领域法一旦施展，方圆数千里的范围将会成为方辰的领域，领域中的一切都由方辰掌控，时间、空间以及范围中的一切都由方辰控制。方辰犹如这领域之中的主宰一般掌控着一切。不得不说，仙级秘法就是强大。不错不错，方辰忍不住给系统点赞。这大道领域法极为强大，一旦施展，自己就是领域中的主宰，真正的神。这样自己将会立于不败之地，同境界简直无敌，甚至对付高一个境界的强者也能从容应对，除非实力相差太大，否则方辰能够随意碾压。虽然自己只是启明境8重天，但是就算是归虚境的强者，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对手。摆烂真心不错，悠闲自在的将修为提升上去了。方辰心中美滋滋的，阴阳神水算个屁啊！就算先天天阳神体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比自己先天道体差，能比得上大道至尊骨香吗？自己全身的骨骼焕然一新，以后能够达到的高度更高，同时还获得了仙级秘法大道领域法。在天玄世界无尽岁月长河中，出现仙级秘法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就算是云天圣地也没有这样的秘法呀。这大道至尊骨的品阶还不低，在至尊骨之中居然还是绝品。至尊骨也是一种顶级的体质，与他的先天道体被誉为世间最强大的体质之一。拥有这样体质的天骄，先天就拥有神通，这样的神通与自身非常的契合，而且威力巨大，不比地级秘法差。正因为这样，至尊骨才被称之为世间最强大的体质之一。可是大道至尊骨在至尊骨的范畴之中，绝对是最顶级的存在，不是一般至尊骨可以比的。还真是有些可惜，下一个剧情还要等上2-3个月，而且这个剧情影响也没有天琴宗秘境那么大，收获的奖励或许也没有这一次那么大。方辰心中遗憾道，天琴宗秘境后将会迎来圣地大比。圣地大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剧情，萧云亭会在圣地大比的时候大放异彩，一举碾压所有内门弟子，彻底在云天圣地站稳了脚。甚至通过这次圣地大比，让很多人觉得萧云亭不比方辰差，导致方辰的圣子之位逐渐被人质疑。萧云亭也通过这次大比，被誉为东神域最顶级的天骄之一。不知道接下来的圣地大比萧云亭能不能扬名立万？不过就算能扬名立万，与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真的要跳出来的话，我不介意一巴掌将他拍在地上，让他清醒一下。比起原本的剧情，现在的方辰要强大太多。就算萧云亭再妖孽，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完全如同蝼蚁一般的存在。而且越到后面，萧云亭与方辰的差距越大，直到最后萧云亭只能望其项背。况且方辰摆烂后，萧云亭前期失去了很多磨砺自己的机会，导致后续实力没法支撑，无法按照原本的剧情走。没有了实力，天琴宗秘境无法获得足够的魔力，同时也无法获得相应的机遇，不能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实力。这也导致3个月后的圣地大比，萧云亭很难犹如原本剧情一般大放异彩，自然而然无法扬名。其实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这一切与我何干？我要继续摆烂。方辰心中平静道，所谓一时摆烂一时爽，一直摆烂一直爽。就算萧云亭获得再多的机缘，以后都很难超越方辰，除非有逆天大机缘、逆天改命这种。他都获得了戒指老爷爷这样的逆天金手指，还指望获得什么逆天大机缘？在圣灵峰待了那么长时间了，也该出去走动一下。方辰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喃喃自语道，自从穿越到天玄世界，就一直待在圣灵峰，还没有出去走动过。既然来到这个世界，那自然要看一下这个世界的大好河山，体验一下这个世界的风土人情。所以方辰没打算继续待在圣灵峰摆烂，毕竟下一个剧情还要3个月后才开始。想及此，方辰决定出去走走。天蓝洲，这里位于东神域与南滇域的边缘交汇地，是一个极特殊的地带，在这里能够见到不同种族的人。因为是边缘地带，因此这个天蓝洲很乱，经常会发生战斗。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很少有人敢来这里。万灵城，这里是天蓝洲最大的城池，
这个城池以赌石闻名于世，在天玄世界都小有名气。只要想赌石，来这里就对了。方辰之前看原著之时，一直对万灵城的赌石很好奇，既然穿越到这里，自然要过来看看。赌石的乐趣在于，一刀下去，很可能一夜暴富，也很可能倾家荡产。对于此，方辰也想尝试一下。万灵城的街道热闹非凡，很多种族的人在这里行走着，就算是一些妖族之人，也随处可见。方辰隐匿了气息，走在大街上，看着街道周围的景象，十分好奇。穿越到这个世界有1个月了，他一直都在圣灵峰上。差不多逛了1炷香时间，方辰来到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面前。神师阁，这3个大字刻在门口的一块巨石上，上面蕴含着一丝道韵，看来是某一位强者雕刻下来的。方辰走了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在广场上面摆放着很多神石，这些神石上都有着一股力量禁锢起来，神石根本不能穿透。如果神石能够穿透，那就失去了赌石的乐趣了。这块神石极为不错，我看能够开出神晶来。神晶有什么用？还不是一块废石头。怎么可能？老夫的眼光从来没有错，在这万灵城关10数百年，从来没有失手过。别，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废石老祖的名号我知道，10块神石9块有，你偏要选择没有的那一块。哈哈，废石老祖，你怎么又跑出来忽悠人了？周围一阵哈哈大笑，一名灰袍老者满脸通红，不断的反驳着周围人的话。你们懂什么？这只是老夫不屑于选择那些神石而已，那些神石根本没有东西。废石老祖，估计这些神石都没有你嘴硬。众人纷纷笑道。废石老祖在万灵城是一名极为出名的人，数百年来他买下的神石数不胜数，可是能够开出好东西的却屈指可数。最为辉煌的战绩，那就是10块神石有9块是有宝物的，他却偏偏选中了那一块废石。最后还美其名曰选中有宝物的神石有什么本事，把那块废石选出来才是本事。所以这也是废石老祖的由来，同时也被称之为嘴硬老祖。方辰走了过去，站在一旁看热闹。对于这位废石老祖，他倒是很熟悉。在原著中，这位废石老祖的身份极为神秘，直到小说结尾也没有揭晓。当时就有不少读者猜测，这位废石老祖或许是某位隐藏的老怪物，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描述。然而直到小说结束，这位废石老祖的身份都没有揭晓。方辰倒是觉得这位废石老祖可能并没有什么身份，如果有早就揭晓了。当然了，也可能是作者的妄想，挖坑太多，不知道该如何填了。月下殿圣女花梦影来了，还有雪族天骄雪云霄也来了。听闻雪族与月下殿有合作，这2位天骄在一起，看来传言是真的。随即众人的讨论也停了下来，全都看向门口。无论是花梦影还是雪族天骄雪云霄，都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在天玄世界中都是最出名的天骄，可谓是名扬天下。尤其是花梦影，美貌冠绝天下，美貌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者屈指可数，自然引来了无数人的目光。至于雪族天骄雪云霄也不差，也是雪族最顶级的天骄之一，在雪族之中是仅次于圣子的存在。神石阁的门口，2位天骄缓缓向里面走来，男才女貌，让人羡慕不已。雪云霄威武霸气，气度不凡，而花梦影白裙飘飘，超凡脱俗，犹如天仙一般。同时全身上下还弥漫着一股魅惑之力，举手投足之间就让人热血沸腾。2人走了进来，完全犹如神仙眷侣一般。不过仔细观察花梦影，双眼之中隐约有着一丝不耐烦。全是花梦影。方辰看向花梦影，花梦影这个女主角在原著之中可谓是大放异彩，而且对她的设定也非常有趣。花梦影虽然是月下殿的圣女，可是与月下殿其他修士滥情不同，花梦影是一名极为深情的女子，从未有过男女之事。最重要的是，花梦影最开始还喜欢方辰，倒是因为书中的方辰一心追求林洛薇，对林洛薇极为专情，花梦影才放弃了。林洛薇与花梦影2人又不对付，方辰好几次帮助花梦影，可是都差一点让花梦影陨落，直接让花梦影心灰意冷，彻底放弃了方辰。最终被主角萧云婷抓住机会，成为了女主角之一。这还白搭了一身魅惑之躯，就不应该在月下殿成为月下殿的耻辱。身为月下殿的圣女，居然从来没有行过男女之事，这不是耻辱是什么呢？方辰心中暗自想到，估计这个花梦影主打一个反差，在月下殿这个宗门应该滥情才对，在这方面无限沉沦，而她却是月下殿的一股清流，出淤泥而不染。什么？方辰的心声？花梦影不由一愣，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就算对方辰接触不多，可是对于方辰的声音，花梦影还是极为的熟悉。方辰在这里吗？花梦影心中极为高兴，随即猛地一咬牙，心中喃喃自语道：什么白搭了一身魅惑之躯，还月下殿的耻辱？还有这家伙怎么知道自己还没有行过男女之事？反应过来的花梦影心中极为震惊，这可是他最大的秘密，知道的没有几个人，也就他师尊知道。可是方辰是如何知道的呢？难道他在默默的关注我？可是也不应该啊，他不应该知道我还没有行过男女之事才对，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就在花梦影震惊莫名的时候，又听到了来自于方辰的心声。这个花梦影好像喜欢我，可是以前自己一心追求林洛薇，其他女子不屑一顾，现在看来花梦影多香啊，可比林洛薇那座冰山好太多。这家伙倒是有自知之明，终于知道我的好。花梦影心中暗自想到，可是他脸上火辣辣的，不由浮现出一丝红晕。不管是谁，暗恋被发现了，多少会害羞，就算是月下殿的圣女也是一样。这家伙还算有点眼光，知道我比林洛薇那座冰山好。花梦影心中美滋滋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欢喜，那风情万种的样子
让周围的众人一阵神迷。周围众人看向花梦影，双眼都在放光，差点流出口水来了。一旁的雪云霄更是激动不已，心中暗自窃喜。这个花梦影果然被我的英明神武折服了，居然流露出这种少女情怀。他以为花梦影有这样的神情，完全是因为他。别看花梦影是月下殿的圣女，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圣女完全是出淤泥而不染。想要得到花梦影的青睐，那绝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到现在，还从来没有人获得过花梦影的认可。这是我雪云霄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拿下月下殿的这位圣女。雪云霄握紧了拳头，心中暗自想到，他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攻破花梦影芳心的男人。方辰，总算找到你了。众人都被花梦影迷得神魂颠倒，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这样，唯独方辰是一个例外，在人群当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完全是鹤立鸡群。哪怕方辰隐匿了气息，花梦影也找到了方辰。在锁定方辰后，花梦影心中更是欢喜无比，脸上的笑容难以掩饰，直接向方辰走了过去，一步一生莲，魅惑众生。花梦影每走一步，仿佛都踩在众人的心坎上，让他们热血沸腾，直接让这些人按捺不住了。这是什么情况？他怎么向我走来了呢？难道是认出我来了吗？这有些不对劲啊！我已经隐匿气息，对方应该没有察觉才对。方辰心中满是疑惑。花梦影心中冷哼一声，这么多人，就你一个人最淡定，除非他眼瞎看不见。虽然对自己能够听见方辰的心声满是疑惑，可是在他知道方辰的心意后，彻底敞开心扉。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还隐瞒个啥？而且刚才方辰还说他比那个绫罗微香。花梦影满脸笑容，全身上下还有着一丝妩媚，深情地看着方辰，仿佛看着自己的情人一般。这位公子，我初到万灵城，对万灵城的一切都不了解。我见公子对万灵城极为熟悉，不知公子可否带我熟悉一下万灵城呢？花梦影眉开眼笑道。说话之时，他还伸出纤纤玉手，想要去牵方辰。这花梦影是什么情况？我记得花梦影不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怎么第一次见到我就这样了呢？难道是认出我来了？方辰愣在那里，满脸蒙圈。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花梦影为何直接找上自己。他刚才已经隐匿了气息，而且还改变了容貌。别说是花梦影了，就算是归虚境的强者，也休想看清他的真面目。可是这个花梦影却直奔他而来，目的非常的明确。你虽然隐匿了气息，也改变了容貌，可惜我能够听见你的心声，听见你的心声，可以分辨出你来。看见刚才满脸蒙圈，花梦影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起来。他就喜欢看方辰不知所措的模样。这位小姐，你看错了，我对万灵城不熟，你还是找其他人吧。方辰神情不由一僵，开口说道。他拒绝了。这家伙都在想些什么啊？居然拒绝花梦影。原来听见花梦影邀请方辰，很多人的心碎了一地，完全是羡慕嫉妒恨啊，恨不得用口水将方辰淹死。如果是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可是来自于花梦影的邀请，怎么可能拒绝呢？这家伙肯定会后悔的，绝对会。同时，这些人心中那个恨啊，因为花梦影没有邀请他们。很多人看向方辰的目光都带着一丝杀意。如果眼神可以杀人，方辰已经死了千百次了。方辰，你就别在我面前装了，我已经认出你来了。看见方辰直接拒绝，花梦影直接传音道。听到这个传音，方辰愣在原地，居然被认出来了。他不由叹了一口气，满脸疑惑地看向花梦影。你是如何认出我来的？方辰心中满是不解，他伪装的那么好，怎么就他认出来了呢？这不科学啊！秘密。花梦影美滋滋地说道。他心中一阵窃喜，能够听见方辰的心声，可不是他的秘密呢，还是最大的秘密，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更不会告诉方辰。如果告诉方辰，那还怎么玩？方辰，我想你也不想暴露自己圣子的身份吧？花梦影笑着传音道。就算暴露了又怎样？谁能够奈何我？方辰微微皱起了眉头，毫不在意道。他之所以隐匿气息，改变容貌，只是不想引人注意，仅此而已。他只想一个人安心的旅游一番，不想被打扰。如果身份真的被暴露，那也没什么，这对他无足轻重。云天圣地的实力摆在那里，他的实力也摆在那里，他不相信有人那么想不开来找他麻烦。花梦影眼中光芒闪烁，好像方辰说的不无道理。话虽然是这样，不过我看圣子隐匿气息改变容貌，应该也想低调行事吧。如果圣子身份曝光，那引来的麻烦可不少。花梦影再次传音道。你说我现在还不引人注意吗？大家都在看着我。方辰一阵无奈道。现在方辰想要不引人注意都难，周围这些人都向他投来杀人般的目光，这可不能怪我。花梦影笑着说道。在知道方辰的心意后，花梦影是完全放开了，无所顾忌，完全没有原著中遇到方辰那样拘谨。以前花梦影不管面对谁都游刃有余，不过方辰是一个例外。圣女，这位是谁啊？看见花梦影眉开眼笑，含情脉脉，雪云霄完全坐不住了。他刚才还以为花梦影被自己威武霸气折服，还在那里沾沾自喜，现在你就给我搞这一出。他已经把花梦影当成自己的东西，岂能让其他人染指？如果不是要维持自己的风度，他就直接出手了，废了这个方辰。化雪，你可以叫我化雪真人。方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道。此话一出，在场众人不由一愣。化雪，先不谈这个名字的真假，你在雪族雪云霄的面前说错话，就是在挑衅。你取个这样的名字，而且还是在雪族雪云霄的面前，这不是找死吗？果然，在听见这个名字后，雪云霄的脸色猛然一变，一股恐怖的威压散发出来，直接笼罩了整个广场。大胆，小子，倒要看一下
你有什么实力配这个名号？雪云霄强忍着心中的愤怒，恐怖的气息席卷而出，周围的地面都开始皲裂，整个空间都在一阵炸响，仿佛空间都要被撕裂一般。雪兄，何必这么愤怒呢？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我只是名叫化雪，可是没有真正化过雪啊！难道只是一个名字就让你事态不受控制了吗？方辰微眯着双眼，笑着说道：“这完全是在道德绑架。雪云霄这个蠢货喜欢花梦影，为了照顾花梦影的心情，同时也展示自己的绅士风度，肯定会忍下来。如果这个雪云霄忍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直接杀了这个雪云霄，那就真正做到化雪了。你倒是会说化雪对吧？我已经记住你了。”雪云霄深吸一口气道，强压着心中的怒火，眼中满是杀意，似笑非笑地看着方辰。别，雪兄，被你记住可不是一件好事。我也奉劝你一句，最好别记住我，不然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就不好了。方辰意味深长地说道。小小的雪族天骄方辰可不害怕，别说是雪云霄了，就算是雪族的圣子过来，方辰也不惧。尹姑娘，这到底是什么人？雪云霄有些忍不了了，很想发作，可是想到在花梦影面前失风度是一件很不理智的行为，最重要一点，在这个方辰的身上不一定能够占到便宜。与其这样，还不如从花梦影口中得知对方的身份，以后好收拾这个家伙。他不是告诉你了吗？他叫化雪，你可以叫他化雪真人。花梦影眨巴着眼睛，满脸疑惑地看着雪云霄，举手投足都风情万种，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早就听闻雪族的人听力不好，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方辰笑着说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云霄兄，我这里有改善耳力的丹药，不知道你是否需要？”花梦影也笑着问道。这两人一唱一和，仿佛夫妻一般，十分默契。你们？雪云霄的脸色难看下来，就算他再笨，也看得出来，这两人在戏耍他。亏他刚才还觉得花梦影被他的鹦鹉霸气折服，同时自己还要在对方面前保持绅士风度，没想到这两人是一丘之貉。云霄兄，千万别生气啊，别气坏了身体，气坏了身体就真正雪化了。方辰笑呵呵地说道，仿佛完全没有看出雪云霄就要原地爆炸了一般。周围的人见此都震惊不已，这个化雪真人到底是谁？看起来从容不迫，完全不惧怕雪云霄，对方的身份绝对不简单，不然花仙子也不会对他这样，还与雪云霄撕破了脸。雪云霄还真够惨的，被这两人你一言一语挑拨着神经。哈哈，刚才雪云霄有多傲慢，现在就有多凄惨。确实是够凄惨，不过我喜欢看。哈哈，我就喜欢看这家伙气急败坏的模样。虽然他们震惊于方辰挑衅雪云霄，可是他们都不傻，知道这个化雪真人这么做肯定是有所依仗。况且花梦影与这位化雪真人一唱一和，都是以化雪真人为主，花梦影只是附和，这就说明这个化雪真人身份绝不简单。当然了，也有可能是花梦影倾心对方，所以才这样。终究是这些人想象力不够丰富，为什么不是两者都是呢？这是在找死。雪云霄再也忍不了了，直接发作，一掌向方辰拍去。恐怖的气息席卷而出，绽放出一道神光，仿佛实质化一般，蕴含着极强的能量，其中仿佛蕴含着龙吟之声一般。雪族是龙族的后裔，实力极为强悍。第六境，皇者境。之前雪云霄是因为花梦影才这样，为了在花梦影面前展示绅士风度，还可以忍一下。现在花梦影与这个化雪真人一丘之貉，雪云霄再也忍不了了，不自量力。方辰不由叹了一口气，屈指一弹，一道寒光闪过。下一刻，雪云霄的手臂直接被划开，噗嗤一声，鲜血喷涌而出，洒落在空中。你！雪云霄脸上满是震惊，他完全没有想到方辰会这么强大，只是随手一招，他就败了。他们的差距还真是巨大，这让雪云霄心中满是恐惧。周围的人也震惊不已，他们知道方辰极为强大，可是也没有想到对方如此强大。雪云霄在其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我刚才跟你说过，不要记住我，你偏不听。你这样子还真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难道你长辈没有告诉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吗？方辰一本正经地说道。雪云霄脸色苍白如纸，身形快速后退着，眼中也满是愤怒，同时也夹杂着一丝恐惧。对方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的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方辰教训他，完全像是教训小孩一般。话说我的化雪掌法还从来没有化过雪，今天运气不错，先化一个雪再说。方辰笑着说道。随即他一掌拍出，无数神光蜂拥而出，直接封锁了雪云霄的所有退路，让他退无可退。感觉到周围的空间仿佛被封锁了，一股致命的威胁袭来，这让雪云霄心中无比恐惧。对方这是真的想要杀了他，而且从没有在乎他的身份。这位道友，还请留手。就在此时，一名中年人站了出来。化雪真人，他不能死在我们神石阁，要是你想杀他，还请他离开神石阁之后你再动手，或者你等不及了，将他带离神石阁再动手。如果雪云霄死在了神石阁中，那真的就说不清楚了。怎么说，雪云霄也是雪族的天骄，要是死在神石阁，他们多少都有些责任，他们可不想担责任。那就算了，恭喜你，捡回一条命。方辰看向雪云霄，淡然说道。如果不是神石阁的人出手阻拦，雪云霄必死。雪云霄没有说话，站在那里陷入了沉默。如果他不服去顶撞方辰，说不定对方会再次出手，不顾神石阁的阻拦斩杀他。看见神石阁的负责人站出来，方辰一阵无趣，搂着花梦影的腰，看向雪云霄，淡然说道：既然神石阁都这么说了，那就饶你一命，不过下不为例。如果再有下一次，就算天王老子站出来，我也要斩杀你。雪云霄并没有说话，
他害怕自己一开口，反而给了方辰斩杀自己的理由。别人或许不敢那么做，可是刚才箭射方辰的厉害，知道这家没有什么事是不敢的。要是雪云霄再多说一句，很可能就是一具冰凉的尸体。赶紧滚吧，别在这里碍眼。方辰摆了摆手，没有斩杀雪云霄，并不是他仁慈，而是在原本的剧情中，这个雪云霄也是比较重要的人物，算是一个小反派吧。好几次萧云亭装逼都踩在了雪云霄的脸上，如果现在斩杀雪云霄，那岂不是干涉了原本的剧情，自己的摆烂大计就要失败了？他也将会失去一个很不错的奖励。不得不说，雪云霄是一个聪明人，能屈能伸。在知道自己不是方辰的对手后，没有继续作死。从这一点来看，倒不是一个无脑之人。不过方辰不知道的是，正因为这次放过了雪云霄，让对方发愤图强，努力修炼。等到再遇到萧云亭之时，还没有成长起来的萧云亭，数次被雪云霄吊打。听到这话，雪云霄并没有说什么，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一点都没有刚才傲娇的模样。其实他也不傻，能够让高傲无比的花梦影这样，那说明对方的身份一定不简单。身份比他高的，也就是那些圣地了。像这样的存在，他要是死在对方手中，他背后的血族也做不出来什么。因为年轻一辈相争，老一辈是不能插手的，这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且血族也不会为了他去与五大圣地交恶，这样完全得不偿失。他的价值还没有珍贵到让血族这么做的程度。圣子还真是厉害，佩服佩服。花梦影满脸妩媚的声音传来，声音之中充斥着无尽的魅惑。哪怕是方辰，内心之中也一阵触动，还真是魅惑众生啊。方辰心中暗骂了一句，这个花梦影还真是在搞人心态。不过我喜欢。方辰又不是什么圣人，是一个正常男人，对于这些事情自然不会排斥。而且他对于花梦影也是知根知底，深知这个女人看起来浪荡不堪，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这也是花梦影的人设特点，有着巨大的反差。甚至花梦影保守的程度比林洛薇更胜一筹。要是认定一个人，除非彻底让自己死心，否则是不会移情别恋的。在原本的剧情中，就是方辰屡次让花梦影失望，这才让花梦影心碎，从而放弃了方辰。不过就算这样，在方辰陨落的时候，花梦影还是出手相救，只是没有这个能力救下方辰而已。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看起来是正人君子，其实心里面坏透了。我呸！花梦影心中暗自吐槽起来，如果不是自己能够听到方辰的心声，就被这家伙给蒙蔽了。这家伙真不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心里面坏得很。不过对于这些花梦影并没有排斥，反而有些喜欢，估计就是所谓得爱屋及乌。下一刻，花梦影整个身子几乎挤进方辰的身体，眨巴着眼睛，满脸无辜道：圣子殿下，现在奴家有些累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抱着我呢？方辰听后嘴角一阵抽搐，这小妖精还真是很难对付啊。你这么做，请问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难道你没看见周围那些杀人又放火的目光吗？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汇聚在方辰的身上，眼中满是杀气。有很多人更是亮出了自己的神兵利器，开始摩拳擦掌，准备随时动身。小兄弟，你这么做是在犯众怒，宰了这位化雪真人，抢回圣女。小子，拿命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了，我要誓死保护圣女。这些人眼含杀意，目光仿佛要喷出火来。男人我就忍了，可是女人怎么也是这样？方辰心中无力地吐槽道。这个花梦影的魅力还真是强啊，完全是男女通杀。不报。方辰看向花梦影，认真说道：梦影姑娘，男女授受不亲，你还是自己走吧。况且我看你身体还不错，估计斩杀几头妖兽都没有问题。报个毛线啊！身为一名直男，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这男人真狗！花梦影心中不由骂道。刚才心中还一口一个小妖精，还说喜欢他来着，现在就这么一本正经的拒绝了。果然是这个世界上男人最虚伪的东西。不过花梦影也没有继续下去，刚才也只是撒娇而已。而且他也深知这样下去反而会让方辰不喜，有些东西把握一个度就好，眼看着差不多就收。那名神识阁的负责人走了过来，开口说道：梦影姑娘，化雪真人，楼上的拍卖会已经开始了，不知两位可有兴趣？神识阁每隔1年都会举办一场神识拍卖会，里面的神识都是经过神识阁精挑细选。这些神识当中基本上都是有好东西的，不过也有极少数是废石，什么都没有。有好几次都开出了神经以及神玉等诸多宝物，甚至有一次还开出了不老神药，引起多方大势力的争抢。只是这样的拍卖会不是谁都有资格进入的，需要足够的身份地位。本来方辰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可是看见花梦影如此讨好方辰，再加上方辰丝毫不惧怕雪云霄，这已经佐证了方辰的身份。如果没有任何身份，怎么可能敢得罪雪云霄，还敢向对方动手？花梦影并没有说话，而是看向方辰。这次前来本来是因为月下殿与雪族有合作，所以才跟着雪云霄前来。现如今雪云霄被赶走，他又知道方辰这家伙的心意，而且也并没有排斥，所以他将这决定权交给了方辰。看见这一幕，神识阁的负责人更加确信方辰的身份不简单。别看花梦影一副招蜂引蝶的模样，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很多人都知道，根本没有人让花梦影这般，甚至让花梦影靠近多说2句话都做不到。眼前这名男子是一个例外，那就去看看吧。方辰点头说道。本来这次过来就是来神识阁试一下水，既然来了，那怎么可能错过呢？在神识阁的楼上还别有洞天，里面奇珍异宝无数，随地放置的一些东西，如果放在外面都能够引起无数人的争抢。不过在广场的中央放置着好10块神石，这些神石的形状各异，有的高达数百米，犹如一座小山一般，有的却只有拳头那么大。
不过这些神石都是经过特殊材质包裹着，而这些材质可以隔绝神识的探测，就算修为达到圣人境，也无法用神识探测到里面的东西。方辰来到这里的时候，里面已经汇聚了不少人了。不过这些人的身份都不简单，很多都是大势力的代表。花梦影的到来倒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侧目，尤其是花梦影与方辰亲密无间，还挽着方辰的手。传闻花仙子看似放荡不堪，其实高冷无比，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现在看来这不属实啊。有人阴阳怪气地说道。说这话的人是一名身穿白衣的青年，一头白发，皮肤极为白皙。可是与花梦影这种皮肤不同，他的皮肤极为惨白，犹如死人一般，看上去触目惊心。一双眼目更是冰冷无比，没有半点感情。我只是对喜欢的人有所依赖而已。花梦影笑了笑，毫不在意道，虽然月下殿的名声不好，可是月下殿也并非风尘之地，况且蛇族圣子也不要因为昔日奴家拒绝了你，从而针对人家。如果是以前这种冷嘲热讽，花梦影只会忍下来，当作没有听见，毕竟对方的身份不低。蛇族圣子是上古妖族蛇族的传人，对方地位极高，全不亚于那些大圣地的圣子。以前如果遇到这样的人物，花梦影只会强颜欢笑，与其周旋。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身边有方辰，他可不管对方是谁。况且方辰的身份并不比对方差，甚至比对方更胜一筹。哼，看花仙子的样子，是找了一个好依靠啊。蛇族圣子嘲讽道，语气之中带着一丝愤怒，随即目光不由看向方辰，强大的威压散发出来，好像要给方辰一个下马威。花梦影的美貌天下无双，追求者甚多，这位蛇族圣子就是其中之一，只是与其他追求者一样，都被花梦影拒绝了。奈何这位圣子的地位不低，花梦影还是要给对方一点面子。花仙子，看来你的眼光不行啊，居然找了这么一个废物。想到曾经被花梦影拒绝，再看见花梦影与方辰这么亲密，蛇族圣子心中就升起一股怒火，尤其是看见对方好像没有任何背景，这让蛇族圣子更加愤怒起来。花仙子，这位公子是谁？何不跟我们介绍一下呢？说话之人是一名青年，是大周王朝的二皇子。这位二皇子天赋逆天，是一位难得的修炼天才。现在对方十分好奇方辰的身份，花梦影的骄傲他是知道的，那些天骄根本就入不了他的法眼，而对方却与面前的少年那么亲密，试问谁不好奇呢？一名散修，人称外号抓蛇道人。当年父母没文化，加上我们家世代在山中抓蛇为主，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号。方辰一脸憨厚地说道。听到这话，周围众人嘴角明显在抽搐，尤其是那名神识阁的负责人忍不住看向方辰，在楼下还自称化雪真人，这转眼的功夫就变成了抓蛇道人了。不过通过这事，神识阁的负责人更加确定对方的身份不简单，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自身的实力强大，背景也要强大，最起码完全不惧对方。雪族还好说，整体实力不是很强大，可是蛇族圣子就不一样了，人家是上古时期妖族的皇族之一，就算是现在也是最顶级的势力。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哪一圣地的核心弟子？神识阁负责人心中想到，他已经确认方辰是圣地的核心弟子，至于是来自哪五大圣地，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位公子，你还真会开玩笑。二皇子神情一僵，忍不住说道。这人随口就来说自己是抓蛇道人，这不是针对蛇族圣子是什么？有趣有趣。一旁的一名老者笑着说道。虽然不知道方辰的身份，可是方辰这么做倒是深得他心。小子真是狂妄，跪下道歉认错。一名金色长发的男子站了出来，眼中锋芒毕露，死死地盯着方辰，强大的威压直接爆发出来，想要逼迫方辰跪下。此人名叫殷天一，是巨鹰族的天骄，与蛇族圣子关系极好。看见蛇族圣子被欺负，直接站了出来。这个殷天一的威压极为强大，可是在方辰的面前根本没有半点作用。方辰看向对方，淡然笑道：你想要跪下吗？其实我有一个癖好，不太喜欢畜生跪在我面前，不过你执意要给我下跪，我也没有意见。下一刻，一股强大的气息爆发出来，这股气息不知道比刚才对方的威压强大多少。这股气息落在殷天一的身上后，直接将对方庞大的身体压垮，一时之间直接让这个殷天一跪在了方辰面前。小子，你在找死！蛇族圣子满脸愤怒，愤然向方辰出手。方辰瞥了对方一眼，神色淡然，只见他负手而立，身上的气息直接爆发出来，犹如天上的神奇一般，俯视众生。随即周围的众人都感觉到一股极为强烈的压迫感，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位蛇族圣子，还有就是那个巨鹰族的殷天一。两人感觉如坠冰窖，心中升起了一抹恐惧，巨大的威压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一股窒息感袭来，同时他们感觉自己神魂都在颤抖，仿佛随时都可能陨落。启明剑，蛇族圣子终究不是一般人，很快强忍着心中的恐惧，咬着牙支撑着，眼中寒光四射，死死地盯着方辰。他与殷天一都是皇者境的强者，而且还是皇者境后期，距离启明境都不远了，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正常来说，他们面对启明境的强者并没有这么强大的压力，可是唯独这次面对方辰，却感觉到如山岳一般的压力，这让他们感觉自己面对的是归虚境的强者，甚至是圣人境的强者。他们立马明白，面前的人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蛇族圣子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就算相差一个境界，差距也不可能这么大。就算对方是启明境，他也能够接几招，不至于连对方的威压都招架不住，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比起蛇族圣子，殷天一就要凄惨得多，整个身体已经被镇压下去，跪在地上，全身都无法动弹，只能死死地看着方辰。我不喜欢畜生跪在我面前，你们都起来吧。方辰微眯着双眼笑道。
对于这些桀骜不驯的人，方辰向来不喜欢。不过方辰也不是一个找事儿之人，只要对方不来招惹他，他也懒得理会对方。这两人跳出来找事，还蹬鼻子上脸，不敲打一下对方，怎么可以呢？此话一出，殷天一与蛇族圣子眼中充满了怨恨，恨不得上来将方辰斩杀。方辰这是将他们狠狠地踩在脚下，还羞辱了一番。如果不能将方辰斩杀，难解他们心中之恨。不过这么杀了方辰还不解恨，他们还要狠狠地折磨这个家伙一番，然后再杀了他。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动手？殷天一愤怒道：“这些护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见到他被侮辱了吗？居然还在那边观望。今日被侮辱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蛇族圣子。蛇族圣子那可是代表着妖族蛇族的颜面。可是无论他怎么使眼色，对方都没有反应。你想找他们来教训我，可是他们现在都自顾不暇了，怎么可能帮到你？”方辰笑着说道：“如果说找帮手的话，那谁没有呢？方辰是云天圣地的圣子，地位超然，除了是圣子之外，他本身也足够强大，是云天圣地万年以来最妖孽的弟子。由于天赋逆天，自然受到云天圣地的重视，所以方辰的守护者也很不一般。守护方辰之人可是圣人境强者，这样的强者无论在哪一个大势力，那绝对是中流砥柱。这样的强者不会轻易出动，更加不会成为别人的守护者。然而方辰是一个例外，有圣人境强者庇护。由此可见，云天圣地对方辰的重视，可以说云天圣地几乎将所有希望全都放在了方辰一个人身上，就是想他能够突破极限，成为地境强者。想及此，方辰心中不由复杂起来。如果是原著中的方辰没有恋爱，不痴迷于林洛薇，不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他身上，是有机会成为地境强者的。见到蛇族圣子的守护者被镇压，周围都一片哗然，眼中满是震惊。蛇族圣子的地位超然，作为上古妖族的传承者，其守护者也必将不简单，放在天玄世界绝对是顶级强者。然而就是这样的强者居然被镇压了，就这么悄无声息，没有被人发现。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方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是蛇族圣子守护者无法企及的实力。这也代表着两人的实力差距非常大，不然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蛇族圣子各方面全被碾压，能做到这点的大势力绝对不多。而且对方还是人族之人，难道上古孔家的圣子？传闻上古孔家的圣子天赋逆天，是上古孔家10万年来天赋最高之人，有着大帝之资，整个孔家对于他寄予厚望。如果是他的话，那这一切就解释得通了。也有可能是大秦王朝的太子，这一位也是天赋卓绝之辈，拥有大秦祖龙血脉，实力更是强大无比。不过还有一位，你们倒是忘了云天圣地的圣子。你不说，我差点真的忘了。云天圣子虽然没有出世，但是这位圣子的天赋摆在那里，绝对是万中无一的天骄。孔家圣子已经隐世很多年，从来没有出世，无人知晓他的情况。那位大秦王朝太子已经闭关多年，显然不是那位，那么极有可能是云天圣地的圣子。如果是云天圣地的圣子的话，那蛇族圣子这一次是踢到铁板上了。你惹谁不好？你去招惹云天圣地的圣子，那不是找抽吗？其实方辰的身份也不难猜出来，毕竟能各方面碾压蛇族圣子的人也就那几位，再加上对方还是人族，那就更容易猜到了。就在此时，一名白发老者站了出来，向方辰拱手说道：“云天圣子，老夫乃是神石阁的负责人寒山邪。云天圣子殿下，可否给老夫一个薄面，暂时放了这两人？当然了，老夫也不是给他们撑腰，只是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再起事端，无法进行下去。只要圣子殿下愿意暂停此事，那这10块神石，你与花仙子可以随意挑选1块。”寒山邪满脸忐忑地看着方辰，虽然神石阁背后的势力也很大，可是终究无法与方辰相比啊。如果这几人在神石阁出事，也会给神石阁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作为神石阁的负责人，自然首当其冲，放了他们也没问题，让那家伙道歉。说这话的时候，方辰看向那位蛇族圣子，听到这话，寒山邪神情不由一僵，要让蛇族圣子道歉，那还不如杀了他。这些天才妖孽在各大势力地位又高，自然桀骜不驯，想要让他们道歉认错，无比艰难。何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死，蛇族圣子也不可能答应这个要求。不可能，我不可能给他道歉。蛇族圣子毫不犹豫地拒绝道，同时满脸怨毒地看着方辰，杀了我也不可能给他道歉。开什么玩笑，如果真的道歉认错，那他还有什么颜面可言？以后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嘲笑。最为关键的是，如果道歉认错，那岂不是说他屈服于对方？如果真的那么做了，这将成为他心魔，必然影响他修行。这男人还真会照顾人。花梦莹眨巴着眼睛，眼眸之中满是方辰，嘴角不由浮出一丝笑容。有人为自己遮风挡雨，这样的感觉还真不错，不枉费我那么喜欢他。云天圣子，如果你有本事，就杀了我们。殷天一跪在地上，眼中满是杀机，想让他们道歉认错，这绝对不可能。就算杀了他们，也不可能道歉认错，不可能屈服于方辰，因为这不只是道歉的问题，这代表着他们巨阴族的颜面。如果他道歉认错，那巨阴族的颜面何存？以后别人会说他们巨阴族在云天圣地面前就矮了一大截，同时他回到巨阴族也会被惩罚。或许蛇族圣子回去后，因为对方地位很高，惩罚或许会小很多，可是殷天一就不同了。众目睽睽之下，如果屈服于方辰，一旦回去后不死也要脱层皮，所以殷天一宁死也不可能屈服于方辰。看吧，他们就算是死也不屈服。方辰看向寒山邪，摊了摊手说道，并非我不给你们神石阁面子，而是他们不给你面子啊。寒山邪深吸一口气，笑道，
云天圣子殿下，那请你随便吧。事情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他如果继续下去，将会两边都不讨好。他也看出来了，两方势力都没有打算让步，就是蛇族圣子那边做出让步，方辰真的会放过对方吗？按照上古蛇族的习惯，也不可能感谢神石阁，反而会怨恨他们。与其这样，还不如给方辰的面子，至少不得罪一方。还有方辰的地位可比这两个家伙要高，云天圣地数百万年的威名不是没有道理。周围的人自然不会插手，知道这三人惹不起，他们也乐于看这样的热闹。殷天一与蛇族圣子的死活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们如果站出来，那自然是自找麻烦。在场的人都不傻，也不是什么正义之辈，自然乐于站在一旁看热闹。你也是这般态度？方辰看向蛇族圣子，满脸笑容，好像是见到多年未见的朋友一般。当然了，蛇族圣子毫不犹豫地说道。殷天一都跪在地上了，都宁死不屈。他要是屈服在蛇族之中，就再无颜面可言。圣子之位虽然高高在上，但是同样责任重大，因为代表着妖族蛇族的颜面，人可死，颜面自然不能少。如果他是贪生怕死之徒，也不配成为蛇族的圣子。现在屈服于方辰，回到蛇族后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很可能圣子之位都保不住。方辰，我们身后可是两大上古妖族，蛇族圣子也担心方辰不管不顾，直接对他们痛下杀手，所以特意提醒了一句，这也是一种危险。既然不是方辰的对手，那就把他们背后的势力搬出来，希望可以镇压方辰。呵呵，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方辰笑着问道。蛇族圣子哼了一声，并没有说话。你们或许不知道，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的威胁。方辰淡然笑道，你们完全没必要用上古妖族来压我，年轻一代交手，生死自理。就算你们背后的上古妖族想要报复我，也不能插手，这就是规则。任何势力都不能轻易打破，何况你们还没有资格让他们无视规则。方辰可不是刚出茅庐的愣小子，怎么可能被蛇族圣子的话吓到？只要不是老一辈出手，年轻一辈相争，生死自然各看天命，背后的势力不会插手。至少明面上是这样，这些势力最多背后出手，而且还不要被人发现。一旦被发现，那么将会引起两大势力的交战。如果两大势力交战，那影响就大了。尤其是方辰、孔家圣子、秦太子这样被各自大势力寄予厚望的圣子，一旦他们陨落，背后的势力将会不顾一切的让对手付出代价。而这位蛇族圣子还没有这样的资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位蛇族圣子地位还不够。还有就是妖族、蛇族一向都极为冷血，未必会因为这事牵连整个家族。我也不是霸道之人，只要你们跪下道歉认错，我就放你们一马。该怎么选择，看你们个人了。方辰一脸淡然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殷天一毫不犹豫说道，我们是不可能下跪道歉认错的。其实吧，殷天一现在还跪在地上，他说这话多少有些讽刺。蛇族圣子看了一眼殷天一，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对方。你都跪在地上了，说这样的硬话干什么呢？之所以这样，蛇族圣子感觉到方辰真的想要杀了他，而且毫无顾忌。只是殷天一都这么说了，彻底断绝了他屈服之路。因为他一旦屈服，回到蛇族之后，后果是严重的。蛇族是一个极为冷血的家族，任何地位都要看你的实力，一旦屈服，对于蛇族来说将会彻底失去作用，就算你地位再高也是这样。最重要的是，蛇族圣子并不觉得自己圣子之位是不可取代的，不像方辰那般。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们是不可能跪下道歉认错了。蛇族圣子心一狠，死死地看着方辰说道。他也只能赌一把了，赌方辰不敢在这里动手，这又是何必呢？给你们活路，你们不走，偏要选择死路。方辰摇了摇头，难道活着就不好吗？虽然有些耻辱，但终究是活着呀，只有活着才有机会。砰的一声响起，方辰也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直接大手一挥，两人的身体直接炸开，神魂俱灭。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彻底陨落。看见两人陨落，周围的人都震惊不已。蛇族圣子就这样陨落了，还真是世事无常啊！估计没有人会想到蛇族圣子会死在神石阁，而且还如此憋屈的死去。上古妖族蛇族圣子就这样陨落了。听见周围众人的感叹声，方辰淡然说道，只不过是一个圣子而已，妖族蛇族换一个就是，说不定妖族蛇族还会感谢我，这个妖族圣子上不得台面，下一个圣子将会更优秀。这说的是人话吗？众人嘴角一阵抽搐，感觉十分无语。这还要感谢你？别人恨不得杀了你才对。不过想到方辰的身份，好像蛇族未必敢来报复，最起码明面上不敢报复方辰。蛇族圣子之死，这是技不如人，也不能怪别人。毕竟岁月漫长，像这样陨落的天才妖孽不计其数。无论是上古妖族还是人族，都有这样的天骄陨落。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天骄出现，但是能够真正成长起来的天骄却少之又少。还真是一个字，狠！说杀就杀，毫不犹豫。那是绝对的。云天圣子什么身份地位？其他人会惧怕上古妖族蛇族，他可不会怕。蛇族圣子陨落就陨落了，在历史长河之中，这样的圣子陨落也是常见的事。不得不说，这云天圣子还真是强大，蛇族圣子的实力可不弱，最起码也是皇者境的修为。可是面对云天圣子，完全如同蝼蚁一般存在，不堪一击。看来这云天圣子隐藏了修为，之前不是传闻他才突破到皇者境没多久吗？这谁知道呢？这些消息的真假，真的很难分辨出来。云天圣子可以轻松地镇压蛇族圣子，这样的实力完全不亚于一般的圣人境，这还真是一个恐怖的存在。如果不发生意外，将会成为天玄世界最强大的那一批人。云天圣子这是真的拥有大帝之姿啊！殷天一与蛇族圣子眨眼间全都陨落。
在方辰面前甚至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这让人感觉很不真实。尤其是大周皇朝的二皇子这样的天骄，他们自认为自己与方辰没有太大的差距，现在看来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他们与蛇族圣子相差无几，甚至还有些不如蛇族圣子。就算强大的蛇族圣子都被方辰轻松斩杀，他们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换成是他们，结局也是一样。云天圣子，你给我们神石阁带来不小的麻烦啊，接下来的拍卖会你可一定要捧场。寒山邪满脸苦笑道，不管是殷天意还是蛇族圣子，身份都不简单，现如今两人都死在他们神石阁，背后的妖族皇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不会对云天圣地做什么，可是把这气撒在神石阁就不清楚了。不过寒山邪倒是没有太过在意，神石阁能够屹立在天玄世界那么多年，也不是谁都能招惹的，怎么说也是一大势力，就算对方再怎么迁怒他们，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多大影响。没问题。方辰摆了摆手，毫不在意道，反正他过来都是要开几个神石离开。云天圣子，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寒山邪笑了笑，看向众人说道，各位，虽然刚才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不过现如今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拍卖会正式开始。听到这话，众人也随声附和起来。韩副阁主，我们也在等你这句话。寒山邪的口气倒是不小，把这样的大事称之为小插曲，不然呢？难道要说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然后神石拍卖会就不进行了？殷天一与蛇族圣子都已经死了，反正该烦恼的又不是我们，我们只盼望着拍卖会能正常开始，然后拿下一块神石离开。上一次我来可是啥都没有开到，这一次说什么也要开出一点东西来。周围的气氛再次热闹起来，仿佛这些人已经忘了刚才殷天一与蛇族圣子陨落一般，把注意力全都放在接下来的神石拍卖上。随着寒山邪走到中央，也宣布今天的神石拍卖会开始了。今天第一块神石拍卖还是老样子5万灵石起步，每次加价不低于100灵石。随着寒山邪的话音刚落，一道声音响起，5万灵石。方辰直接喊道，之所以喊价，是因为他看这块神石很顺眼，或许能够从里面开出一些东西来。圣子，难道你能看出这块神石的不凡？花梦影看见方辰喊价，不由好奇问道。这喊价除了高以外，还毫不犹豫，仿佛知道里面有好东西一般。不知道，我看这神石很顺眼，或许里面有好东西。方辰毫不在意道，他又不是赌石大师，看不出这块神石的神奇之处，只是他过来就是为了体验赌石的快乐，既然没有手段看穿神石，那就随心拍卖吧。他觉得这块神石还不错，就准备拿下。这块神石就让给圣子了，我看到神石好像也没有奇特之处，也没什么好争的。真的是这般吗？难道你想要与云天圣子一争高下？没有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你废话什么？或许是经历过刚才的事情，众人也极为给方辰面子，无论是看背景还是实力，终究要给对方面子，众人并没有出手抢夺。当然了，这也是这块神石在他们心目中并不重要，觉得不可能开出好东西。看到无人叫价，寒山邪那叫一个无奈，这要换做以前肯定会吸引不少人去争抢，价格肯定会抬得很高。可是现如今方辰在场，无人敢抢夺，导致神石的价格根本起不来。接下来拍卖第二块神石，起拍价8万灵石。寒山邪直接说道。下一刻，方辰的声音再次响起，12万灵石。方辰的声音落下之后，现场就没有其他的声音了，依旧无人竞价。这让寒山邪非常无奈，看向方辰说道，云天圣子，我让你来捧场子，不是让你来砸场子。没有人与之竞价，这拍卖会怎么进行下去呢？寒山邪就很喜欢所有人去争抢一样东西，把价格狠狠地抬上去。现在因为方辰的原因，没有人继续竞价，这也导致方辰能够轻松地获得2块神石，这都是大家给我面子。方辰笑着说道。在斩杀了殷天一与蛇族圣子后，效果相当的好，最起码可以帮他节省很多灵石。虽然他不缺灵石，可是如果能够轻松拿下这些神石，自然最好。后面第3块神石同样的无人竞价，被方辰以16万灵石的价格拍了下来，这让寒山邪快要吐血了。这要是放在以前，这3块神石最低也要拍出上百万灵石啊！现如今，方辰只花费了33万灵石就拍卖下来了，这都是白花花的灵石啊！这让寒山邪心中在滴血，这无疑是抢劫啊！好在方辰拿下这3块神石之后，没有继续竞价，不然剩下的神石估计要以最低的价格全部批发给方辰。拍下3块神石后，方辰也无心继续竞拍，准备把这3块神石拿去开石。云天圣子，要不要我们麾下的师傅帮助你开石？我们神石阁的师傅非常专业，开石已经有数百年，从来没有失手过。寒山邪笑着说道。在神石阁拍下神石后，一般都会让神石阁的师傅帮忙开石。这些老师傅技艺精湛，熟悉各种神石，由他们开石不会出现半点失误，能够完美的将神石剖开。不需要。方辰摆了摆手，他来这里除了体验赌石的乐趣之外，还想亲自开石，这样才更有趣。不同于蓝星的赌石，在蓝星上如果没有精湛的手艺，很有可能导致赌石内部的翡翠价值大跌。可是，在天玄世界的赌石不太一样，神石之中蕴含的东西不一样，包括各种各样的宝物，比如神兵利器、天才地宝、强大秘法、神丹神药等等。至于能开出什么，这就要看自己的运气了。而且开神石的难度其实并不大，方辰也不想交给别人来开。既然自己要体会一下赌石的快乐，那肯定要自己开了。想及此，方辰拿出一块1人高的神石，手指画刀，这样直接一刀切下去。看到这里，周围不少人心惊肉跳。这云天圣子的心也太大了，直接从中一刀切，就不怕把一些天才地宝给破坏了吗？砰的一声，仿佛切到了什么坚硬之物，发出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来。有了，
方辰不由一笑，没有继续切下去，而是大手一掌拍在了神石上面。砰的一声，神石直接炸开，无数碎石四射而出，尘烟四起，在尘烟之中有着光芒在闪烁。当这些尘烟散去，一个巴掌大的硬盘出现在空中，闪烁着光芒，一股恐怖的气息向四周蔓延，犹如一位圣人境强者屹立在此一般，让众人心悸不已。圣级兵器，还是没有损伤的神级兵器，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眼中满是羡慕。圣子真是好运气，第一次开石就开出了圣级兵器。大周皇朝二皇子羡慕道，他在神石阁也混迹了10多年，经过他手上的神石不计其数，历年收获的价值加起来，连方辰这件圣级兵器的一半都没有，这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哎，神石阁有多少年没有出现过圣级兵器同价值的神物了？一名老者看向寒山邪问道。差不多有20-30年了。寒山邪笑着说道。此刻他心中也是高兴不已，方辰能够开出圣级兵器，这对于他们神石阁来说是一件大好事，这是对他们神石阁最好的宣传。一旦有人在他们神石阁开出圣级兵器，将会让很多人心动，到时候会有人源源不断的购买他们神石阁的神石。要是再加上云天圣子这样的名气，购买的人将会更多。这些东西引起的价值远远超过方辰低价购买神石的损失。当然了，方辰能便宜拿下这些神石，也是让寒山邪很心疼的，毕竟这样的价格完全是成本价呀。不过方辰开出神级兵器，这些损失可以很快的弥补回来，甚至不需要以后，现在就可以弥补回来。80万神石。周皇朝二皇子对正在拍的这块神石非常心动，果断的喊出了竞价，想要拿下这块神石。其他人自然不甘示弱，也在竞价。120万灵石。二皇子，对不住了，老夫对这块神石也极为心动，别怪老夫跟你抢夺了。一名老者笑着说道。老先生，那就各凭本事，价高所得。200万灵石。二皇子又叫出了一个价格。要是比灵石，他们这种皇族从来没有怕过别人。看见众人不断争抢，寒山邪心中乐开了花。不错不错，这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吗？刚才方辰的事情立马让这些旁观者蠢蠢欲动，这价格远远超出了寒山邪的预期，甚至随便一枚神石都能够弥补刚才方辰那3块神石的损失。九玄魂印，九玄魂印，这圣级兵器好像有镇压神魂的效果，与魂天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效果比不上魂天印。方辰感知了一下这件圣级神兵，与魂天印差不多，有着镇压神魂与守护神魂的效果。如果遇到敌人的神魂攻击，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的神魂。只是九玄魂印虽然很不错，可是比不上他的魂天印。方辰的魂天印是云天圣地传承下来的，其中蕴含着一些地级材料，只是缺少地境强者的道运而已。若是有地境强者的道运以及道文铭刻，可以变成地级神兵，而九玄魂印却不行。总的来说，九玄魂印的上限完全达不到焚天印的地步。想及此，方辰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即收下九玄魂印。接下来，方辰开了另外2块神石。另外2块神石倒是没有第1块神石那么惊艳，只是一些普通的东西，价值虽然有，不过并不大。在做完这些之后，方辰离开了神石阁。你跟着我干嘛？方辰满脸疑惑的看着花梦影，这个女人怎么还没有离开？难道是赖上自己了？圣子殿下，难道你不喜欢我跟着吗？花梦影眨巴着眼睛撒娇道。你没说错，我的确不喜欢。方辰点头说道。主要是这小妖精跟着太引人注目了，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方辰可不喜欢，这完全不符合他低调出行的观点。真是口是心非，心中喊着自己小妖精，表面上却说不喜欢。花梦影咬牙切齿，心中恶狠狠地想到，这个云天圣子还真是表里不一，如果不是能够听见对方的心声，还真被这家伙给骗了。圣子，虽然你不喜欢人家跟着，可是人家喜欢跟着圣子啊，难道圣子还想赶走人家吗？况且圣子帮人家出头杀了那个蛇族圣子，如果圣子走了，那人家怎么办呢？花梦影故作可怜地说道。好了，方辰一阵无奈，反正现在自己身份已经曝光，他喜欢跟着就跟着吧。就这样，花梦影跟着方辰游玩了一圈万灵城，基本上把万灵城走了一遍，后来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本来方辰想要离开，可是花梦影说要休息。在一处房间中，花梦影看着方辰有些忐忑道，圣子殿下，人家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一下，可以吗？什么事？直接说吧。方辰满脸疑惑道，这个小妖精到底想要干什么？圣子殿下，我想请你帮我修炼，可以吗？说完这话，花梦影直接拿出从林洛威手中抢来的阴阳神水，大手一挥，直接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阴阳神水？等一下，这东西怎么在花梦影的手中？阴阳神水不是应该被萧云婷获得，然后与林洛威炼化的吗？看见这东西，方辰整个人都愣住了。按照原本的剧情，阴阳神水应该是萧云婷与林洛威炼化才对，怎么到了花梦影的手中呢？听见方辰的心声，花梦影也满脸疑惑，这家伙怎么知道这阴阳神水是从林洛威手中抢过来的？而且那个萧云婷又是谁？他从林洛威手中抢过阴阳神水的时候，周围明明没有其他人啊。好了，不讲这些了，正事要紧。花梦影看向方辰，直接说道，圣子殿下，看你的样子也知道这是什么，也知道这东西的作用，我既然来找圣子，想必圣子也知道我的心意。花梦影直接摊牌了，反正方辰也明白自己的心意，也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没必要继续装下去。什么？摊牌了？方辰不由叹了一口气。自从他摆烂后，剧情就发生了偏移。不过方辰并没有拒绝花梦影，花梦影极为痴情，何况还是一个迷死人不偿命的小妖精。试问这种情况，这
正常人怎么能拒绝呢？圣子，你难道不喜欢吗？说话之际，花梦影的身子直接靠在了方辰的身上。下一刻，阴阳神水仿佛受到牵引一般，直接在房间之中弥漫，然后向两人包裹而去，将其围住。轰的一声，剧烈的轰鸣声仿佛对震了一般。阴阳神水化为阴阳之气，在房间之中弥漫，被两人吸收。下一刻，一股无形的力量蔓延而出，将四周屏蔽起来。无论房间之中闹出多大的动静，外面都感受不到，仿佛将房间隔绝起来一般。神秘的力量笼罩整个房间，让人无法察觉。在房间之中，方辰猛然睁开双眼，强大的气息弥漫，白色光芒笼罩。启明镜九重天。方辰收回了气息，喃喃自语道：“在经过阴阳神水的洗礼，他的修为再次突破，已经达到了启明镜九重天，距离归虚境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再加上他拥有诸多秘法以及道体体质，面对圣人境强者也有一战之力。现如今已经超出了年轻一辈的天骄很多，这是年轻天骄无法比的。一旦他踏入归虚境，那将会踏入老一辈的实力范畴，他将有资格与老一辈的强者争锋。真没想到，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方辰看向一旁修炼的花梦影，心中也十分复杂。其实花梦影得到阴阳神水，这确实出乎了他的预料。他本来以为会像原著一般，阴阳神水会被萧云婷获得，然后与林洛微炼化，亦或者萧云婷获得与其他人炼化，怎么也没想到会被花梦影得到，还与他炼化了。难道是因为自己摆烂，导致剧情发生了改变？方辰沉思了片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自己摆烂，导致剧情发生了偏移，可是他心中感觉十分奇怪，好像不完全因为自己的摆烂，还有其他因素。至于是什么，他暂时想不出来。剧情发生了改变就改变吧，反正自己要摆烂，谁也拦不了。方辰毫不在意。当他决定摆烂的时候，这些剧情注定与他无关，他自然也不会在意这些事。要是在意，也不会答应与花梦影一起炼化阴阳神水。其实方辰心中也知道，在接受花梦影那一刻，注定无法获得这一部分的奖励。可是他并不在乎，对于他来说，摆烂这种事情完全由他来掌控，可以选择摆烂，也可以选择不摆烂，大不了失去一份奖励而已。况且花梦影都这样了，作为一个正常男人，怎么可能拒绝呢？比起这事情来，摆烂还是可以放在第二位。失去了阴阳神水，男女主彻底失去了前期崛起的机会，以后想要崛起更加困难。不过两人都是天命之人，或许会有其他的机缘，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对于萧云婷，方辰并不在意，对方到底怎么样，一切与他无关。倒是这个花梦影，以后要考虑一下。方辰心中想到。据他所知，原本剧情中的花梦影处境十分艰难，虽然是月下殿的圣女，可是由于本身行事作风与月下殿格格不入，导致月下殿内部高层对她的态度并不友好。一般的弟子自然尊敬她，但是月下殿的高层不太喜欢她，甚至一开始这位圣女的位置还不是她。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女，是因为花梦影的师尊是一个很浪的老妖女，为了一些目的强行让花梦影成为圣女。这个老妖女让花梦影成为圣女，也没有安什么好心，并不是看在所谓的师徒情分，而是花梦影对她有利用价值。甚至花梦影能在月下殿这个地方保持纯洁之身，跟这个老妖女脱不了干系。在月下殿这样的地方，没有经过双修，不可能成为圣女。花梦影的师尊之所以那么做，是准备将其送给一名强者，得到那名强者的欢心。可以说，花梦影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他师尊的棋子。原著之中，萧云婷能够获得花梦影的欢心，除了花梦影被方辰伤得太厉害，还有一部分是萧云婷英雄救美。对于当时绝望中的花梦影来说，萧云婷的出现犹如白马王子降临一般。既然与花梦影发生了这样的关系，方辰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与此同时，一声轰鸣声响起，花梦影这边的修炼也结束了，气息陡然飙升，直接突破到了皇者境。圣子殿下真是厉害，把人家摧残得够凶的。花梦影躺在方辰怀中，语气轻柔道：“本圣子的清誉就毁在你手中，你这该怎么赔偿我？”方辰笑着问道：“人家无力偿还，只能以身相许了。这辈子估计只能待在圣子殿下身边，当牛做马来偿还。”花梦影笑着说道：“行吧，那本圣子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以后就跟在本圣子身边，保证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你可愿意？”方辰十分大气的说道。花梦影自然愿意，能够跟在方辰的身边，他求之不得。愿意。花梦影一脸害羞的说道。以前对这个事情只能充满幻想，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他自然愿意一辈子都留在方辰的身边。只是他终究是月下殿的圣女，有些事情不是他说了就算。方辰仿佛看出了花梦影的担忧，笑着说道：“你们月下殿愿意最好，不愿意也得愿意。还有那个老妖婆心中想些什么，想必你比我清楚。你要是回去，估计想要再出来就难了。”在原著之中，花梦影早就觉察到师尊在利用他，只是他也没有办法，无法脱离月下殿，所以只能与之周旋。这样做会不会让月下殿与你们云天圣地开战啊？花梦影满脸担忧道。如果他这样做了，那肯定会引起月下殿与云天圣地的矛盾。请问你们月下殿敢吗？你那个师尊可不是省油的灯，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可不会做。方辰淡然说道。月下殿虽然也是顶级的大势力，可是跟云天圣地这样的大势力没法比。可是你们云天圣地会接受我吗？花梦影依旧有些担忧道。他自然想要留在方辰的身边，可是前提是不要给方辰带去麻烦。毕竟她是月下殿的圣女，月下殿的行事作风天下人皆知。虽然她还是纯洁之身，可是又有谁会相信呢？她跟在云天圣子方辰身边，那肯定会给对方带来麻烦，这也是花梦影不想看见的。
你为何觉得我们圣地会不接受你呢？我告诉你，你这是在质疑本圣子的权威。方辰看向花梦影，十分认真地说道：他可是云天圣地这数万年来的唯一希望，他在圣地的地位自然高，不是一般的圣子可以比的。花梦影听后觉得自己多虑了，方辰在云天圣地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圣子殿下这样做，难道就不担心林仙子吃醋吗？花梦影笑道：他有什么醋可吃，心中巴不得自己与他划清界限。方辰一脸不满道：妖族蛇族圣地之中，在一座巨大的楼阁之中摆放着无数盏灯，这些灯燃烧着诡异的火焰，照亮了整个楼阁。这些灯也被称之为命灯，是用一种极为特殊的天才地宝炼制而成，只要注入了生命气息，就能知晓命灯主人的生命特征。命灯越旺盛，那就意味着命灯主人的生命气息越强大，反之就越弱小。一旦命灯熄灭，那就意味着命灯主人陨落了。很多大势力都用命灯来观测重要弟子的生命气息，如果这些重要弟子发生意外，这些大势力也会第一时间知道。在妖族蛇族的命灯阁中，这些命灯都层次分离，越在上面的命灯数量就越少，这也代表着这些命灯的主人在妖族蛇族中的地位越高。在最上面的一个命灯突然熄灭，毫无征兆，直接一下就熄灭了。由于太过突然，看守命灯阁的弟子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在过了好一片刻后，那名弟子才发现最上面的一盏命灯熄灭了。当发现这盏命灯后，那名弟子身体不由一震，推了一下旁边的一名弟子，神色紧张道：那盏命灯是不是圣子殿下的命灯？哪盏？那名弟子下意识地看过去，当看见那盏命灯熄灭后，顿时大惊失色。圣子殿下的命灯熄灭了，代表着圣子殿下陨落。到底是谁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斩杀圣子殿下？这两名弟子立马慌乱起来，圣子殿下陨落，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出事了，大事不好了，我们赶紧汇报给长老。这两名弟子急忙离开了命灯阁。很快，好几名气息强大的身影出现在命灯阁中。二长老，圣子殿下的命灯已经熄灭。一名老者急忙看向蛇族圣子殿下的命灯。下一刻，一声轰鸣声响起，强大的威压席卷而出，让这些弟子感到一阵窒息。圣子殿下去了哪里？这名老者开口问道。圣子殿下在妖族蛇族之中的地位崇高，也关系着蛇族的未来，不容有任何闪失。听闻圣子殿下去了万灵城赌神石，一名弟子回答道。此话一出，好几名长老都皱起了眉头。如果在万灵城的话，多半没有人敢动圣子。可是圣子殿下的命灯熄灭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赶紧去查查到底是谁敢对圣子殿下下手。不管是谁敢对我们圣子殿下下手，都必须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蛇族圣子不能这么白白死了。一名长老冷声说道。不管对于哪个大势力，他们的圣子被人斩杀，都不会善罢甘休。圣子殿下已经陨落，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我们蛇族不能没有圣子，让麾下的年轻弟子都回来进行比试，选出新一代的圣子。另外的一名长老开口说道。其余长老都暗自点头，并没有反驳，仿佛这样的事情已经习惯了。这就是蛇族的特色，哪怕是圣子这才陨落，立马就要选出新的圣子来。在蛇族大殿之中，所有的高层全部聚集在这里，其中自然以古族族长为首。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圣子殿下是死在云天圣子方辰手上，而且还是我们圣子先动手。蛇族三长老开口说道。此话一出，大殿之中立马陷入了沉寂，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如果圣子是死在老一辈手中，亦或者比较弱小的势力手中，他们可以大做文章。可是死在云天圣地云圣子手中，那就不好办了。有没有老一辈的强者插手？蛇族二长老开口问道。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就看有没有老一辈的强者插手了。如果有老一辈的强者插手，他们就有发作的机会，并没有。不管是那个方辰的守护者，还是我们圣子的守护者，都没有出手。还有，不止我们圣子死在那个方辰的手中，还有巨鹰族的阴天一也死在了方辰的手中。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两人都被这个方辰完全镇压，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蛇族三长老开口说道。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云天圣子方辰只不过是皇者境，而且修为境界还比我们圣子低，怎么可能镇压我们圣子？这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云天圣地老一辈强者插手。一名蛇族长老一脸激动道。如果他们圣子与这个云天圣子经过一番大战，然后陨落，他们还能够接受。可是方辰的修为比他们圣子还低，却被镇压了，这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前不久方辰出手过，不过刚入皇者境而已，怎么可能是他们圣子的对手？所以其中有古怪。就算云天圣子的天赋逆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提升那么大，所以他们坚信肯定是那个方辰的守护者出手了。我也觉得这事情不简单，很可能是云天圣地的强者出手干预了。年轻一辈交锋，老一辈却插手云天圣地，这是坏了规矩。不错，既然云天圣地坏规矩，斩杀了我们圣子，必须让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毕竟是我们蛇族圣子，你能让人随意斩杀，不能让圣子白白死了。再分析出云天圣地的老一辈强者很可能出手，蛇族的高层也激动起来。年轻一辈交锋，如果蛇主圣子死了，他们无话可说。可是如果有云天圣地老一辈强者插手，那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三长老，你带一名我们族内的启明境强者过去，试探一下这个方辰的实力。如果方辰无法轻松击败我们族内的启明境强者，那就说明方辰远没有镇压我们圣子的实力，这也说明云天圣地老一辈强者必定插手此事。蛇族族长冷声说道。说话之时，全身弥漫着一股强大的杀意。
蛇族其他高层并没有说话，他们心中也明白，一旦云天圣地老一辈强者插手此事，那就破坏了规矩，必然会引起两大势力的交锋。另外一边，你将这个拿着。方辰将九玄魂印递给花梦影，他已经有魂天印了，九玄魂印对于他的作用并不大，与其留着，还不如送给花梦影防身。多谢公子。花梦影双眼不由一愣，也没有客气，直接收下九玄魂印。他自然知道，以方辰的身份，自然不缺这样的圣级神兵。圣级神兵的价值那可是非常大的，就算是一些大势力，这样的神兵也极少。况且这还是一件守护神魂的神兵，价值难以想象。喜欢就好。方辰捏了捏花梦影的脸蛋，笑着说道：“还别说，花梦影的脸蛋手感还真的很好。圣子殿下，人家的脸蛋都被你捏不好看了。”花梦影满脸幽怨道，不过心中却是美滋滋的，她很喜欢这样的状态，内心之中也无比的向往。对于花梦影来说，倒并不是她所追求的，她所追求的其实就是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然后安安稳稳的过完这一生。然而天不遂人愿，人生总是有着那么多意外，导致花梦影走向一个完全无法让她预料的方向。你这话不是你的身份应该说的话。方辰开口说道，只要达到皇者境，除非神魂受到严重损伤，不然就可以一滴精血重生的。如果神魂受到严重损伤，那需要天材地宝弥补自身的神魂，再通过重塑肉身进行重生。这好像那个明老一样，神魂受到太过严重的损伤，本源几乎快没有了，导致只有一缕残魂存活在戒指空间之中。就这样，两人打情骂俏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这家客栈，准备离开万灵城。轰！一声轰鸣声响起，突然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而来，无尽的光芒向这边来。下一刻，万灵城所有修士的神魂都颤抖，不少人难以抵挡，脸色一阵煞白。咔嚓一声，天空直接出现一条通道，两头庞然大物直接出现，一头巨大无比的巨蟒出现在天空之中，身上还有着金色鳞片，金光闪烁，同时散发出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巨大的瞳孔犹如太阳一般悬挂在苍穹之上，俯瞰着整个万灵城。圣人境，上古妖族蛇族，而且还是一名圣人境强者。另外一边是一头巨鹰，说是巨鹰，可是看起来像是鲲鹏一般，在天空之上翱翔，遮天蔽日，全身上下更是散发出金色光芒，就连这头巨鹰的羽毛都成了金色。上古妖族巨鹰族的圣人境强者，两名圣人境强者来到万灵城，动静极大，在万灵城的上空俯视着这座城池，强大的威压让城池之中的强者无不神魂颤抖。云天圣子在哪里？巨大的声响夹杂着恐怖的威压传到每个人的耳中。云天圣子居然真的在万灵城，看来传闻是真的。蛇族圣子与阴天翼都死在云天圣子的手上，看来这两大妖族皇族这是过来报仇的。不是说双方是年轻一辈的交锋吗？这两大上古妖族的老一辈强者怎么插手此事呢？上古妖族这是越线了，要是云天圣子有什么意外，估计云天圣地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两大妖族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居然对云天圣子动手，难道不怕云天圣地的报复吗？这些家伙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之前的教训吗？不少人都议论起来，看着天空之上的两大强者也是震惊不已。两大妖族皇族的圣人境强者来到万灵城，好像要对云天圣子动手，这让很多人心中震惊不已。年轻一辈的事情，如果有老一辈插手，那性质就不一样了。一旦破坏规矩，那将成为天玄世界中的众矢之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不由让人想起了1万年前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云天圣地大杀四方，一个上古妖族皇族彻底没落，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元气。这也让世间众人知道了云天圣地的强大。我在此。对于这股强大的威压，方辰毫不畏惧，犹如平地一般，踏步向天空走去，看着苍穹之上，目视着两名圣人境强者，淡然说道：“两位圣人境强者联手，这是要为那两个废物报仇吗？不过你们这么做意味着什么？想必二位心中清楚。”方辰身后有守护者，自然不惧怕这两位圣人境强者，同时对方的威压对他没有任何影响。这我们自然清楚，不需要你这个小辈来提醒。今天我们来此，只是为了弄清一件事，就是我们蛇族的圣子以及巨鹰族的天骄阴天翼之死，是不是由你们云天圣地的老一辈强者插手？如果有的话，就算你们是云天圣地，我们两大上古妖族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蛇族圣人境强者目光冷漠地盯着方辰说道。听到这话，方辰不由一愣，随即淡然说道：“两位前辈，你们的口气倒是不小。万年之前，虎妖族也是与你们这样，最终的下场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我希望你们别重蹈覆辙。”巨鹰族的圣人境强者冷哼一声道：“听你的口气，这是害怕了吗？你前不久才突破到皇者境，现如今不过才几个月时间，根本没有杀害蛇族圣子与我们巨鹰族天骄的实力。两位天骄瞬间陨落，多半是你们云天圣地的老一辈强者出手。由于方辰拥有魂天印，就算是圣人境强者也无法看出他的修为，还以为方辰只是皇者境，真是好笑！我要斩杀这两个废物，或许我们圣地的其他强者出手。”方辰冷笑道：“哼，小子，既然你那么自信，我们今日带了族内的2名启明境天骄过来，如果你能够轻松击败他们，那我们蛇族圣子陨落也就认了。就是不知道云天圣子有没有这个胆量。”蛇族圣人境强者沉声说道。听到这话，方辰一脸古怪道：“其他大势力都是把自己族内的天骄保护得好好的，也只有你们两大上古妖族却把自己族内的天骄接连往外送。看来你们这两大上古妖族真是人才济济济啊！天骄多了就直接送，你们也不用谢我，谁叫我那么喜欢斩杀天骄呢？”此话一出，很多人都一阵汗颜，这都还没有开始，就想着斩杀对方的天骄了。
果然他们这些普通人的思维跟不上这些妖孽的思维啊！况且很多人都只是想着击败对方，而这位云天圣子却想着斩杀对方。如果你有这样的实力，我们也认栽。蛇族圣人境强者冷声说道。他还是觉得方辰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想要以这样的方式吓退他们。可是他们岂是那么容易被吓退的？别在那里多费口舌，有不有那个实力，等一下就知道。巨鹰族的圣人境强者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好吧，既然你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送天骄的人头，那我只好满足你们了。方辰淡然说道。你们去会一会这位云天圣子吧。看见方辰答应下来，两名圣人境强者立马派出了族内的天骄，随即两名天骄飞身而起，全身气势大涨，强大的威压席卷而出。这两人的修为都不低，一人是启明境5重天的强者，一名是启明境6重天的强者。或许对云天圣地很是忌惮，没有派出更强的强者来，不然直接派出启明境9重天的强者，这有些太说不过去了。毕竟蛇族圣子与阴天一也只不过是皇者境的修为，也就蛇族圣子强一点，是皇者境8重天的修为，这样的实力堪比一般启明境5、6重天的强者。一名脸色阴柔的男子看一下方辰，一脸倨傲道：云天圣子，我是蛇族。还没有等这人把话说完，方辰直接打断道：不用自我介绍，一个将死之人，我没必要知道。此话一出，这两人的脸黑了下来，全身弥漫着一股杀机，杀气腾腾地看着方辰。万灵城的人也暗自啧舌，云天圣子也太过自信了，甚至可以说是自负，居然不将这两大上古妖族的天骄放在眼中。就算你能斩杀蛇族圣子以及巨鹰族天骄阴天一，那也不值一提，毕竟这两人都只是皇者境的修为。而现如今，这两大上古妖族的天骄都是启明境的修为，自然比蛇族圣子与阴天一强大。既然人家被称之为天骄，那自然比一般启明境5、6重天的强者要强大。就算是启明境9重天的强者对上，也不一定有胜算。神石阁的最顶上，寒山邪摸着下巴，轻声道：云天圣子方辰是不是太过于自信了？这两人的实力都不弱，而且联手可比当初的蛇族圣子与阴天一强大太多。寒山邪旁边的一名老者笑着说道：你这么觉得，那是太小看云天圣子了。这一届的云天圣子可是数万年来天赋最好的一个，无论天赋实力都比以前的圣子强得太多。寒山邪听后，脸上满是震惊，他还是第一次见老祖这么夸赞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评价这么高。很快就知道答案了，这两大上古妖族又要折损2名天骄了。这两大上古妖族还真是愚蠢，云天圣子的身份地位摆在那里，怎么可能会让圣地的其他强者动手？要是云天圣子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可能成为圣子了，也没有资格被称之为云天圣地数万年天赋最好的一位圣子。老者摇了摇头，自顾自地说道，语气之中满是自信，这让寒山邪更加好奇，起来笑着说道：老祖，既然你对这个方辰这么自信，那接下来就有好戏可看了。希望这位云天圣子像您说的那般，别让我失望。老者听后微微皱起了眉头，冷哼一声道：那你可要看仔细了，这个云天圣子很不简单，到时候别什么都没有看出来。与此同时，万灵城周围的强者看向天空，也议论起来，云天圣子是不是太拖大了？不过看他那么自信，多半是有些实力。哈哈，如果云天圣子真有实力，那这两大上古妖族又要损兵折将了。本来之前就损失了2名天骄，现在又让2名天骄去送人头，真是离了一个大谱。这两大妖族也真是奇葩，为何觉得云天圣子没有这个实力，是云天圣地的强者出手呢？如果云天圣子连同辈相争都是惧怕的话，也不配成为云天圣子。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们居然不明白，这估计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者对方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小看云天圣子，那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的。或者正如这些人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两大天骄的陨落，让两大妖族高神无法冷静思考，加上之前盛传方辰才突破到皇者境，怎么可能是皇者境9重天妖族圣子的对手呢？觉得是有蹊跷，然后特意派启明境的天骄过来试探，也是证实他们心中的猜想。如果方辰没有那个实力，两大妖族就会大做文章，然后讨伐云天圣地。当然了，如果方辰有这样的实力，他们又将损失2名天骄。显然在他们心中无法相信方辰有这个实力，不然也不会这么做了。动手！蛇族圣人境强者大声说道。一声令下，这2位天骄积累下来的愤怒直接爆发，随即庞大的气势席卷而出，强大的力量直接向方辰袭杀而去。不自量力！方辰看向气势汹汹的2人，冷声说道。随即他也不再隐藏，启明境9重天的气息直接爆发出来，恐怖的威压席卷而出，一下就覆盖了万灵城。在这股恐怖的气息下，两大妖族天骄的气息就如同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一般，完全不堪一击。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感受到方辰的气息，两大妖族天骄心中震惊不已。说好的皇者境呢？这特么的是启明境啊，还不是一般的启明境，竟然是启明境9重天。如果方辰只是皇者境，他们还可以凭借境界与人数上的优势打败对方。可是如果方辰是启明境9重天，他们没有一点机会。像方辰这样的天才妖孽，几乎在同境界中是无敌的存在，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比的。乾坤印诀，方辰冷哼一声，根本不给对方一点机会，直接一掌拍了出去。下一刻，硕大的手掌出现，仿佛拥有一片天地一般，要将空间都震碎。两大妖族的天骄面对方辰强大的攻击，根本无法抵抗，直接被方辰一掌拍中，如同蝼蚁一般被方辰镇压。住手！看见方辰要斩杀，那2名圣人境强者坐不住了，培养2名天骄不易，
何况这2名天骄已经达到了启明境，如果不出意外，势必会突破到圣人境。如果这样的天骄陨落，对任何一大圣地来说都是一大损失。你们越界了。此时此刻，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声音极为平静，没有任何强大的威压，犹如普通人一般。然而，这道声音却让2名圣人境强者不敢站出来救下2名天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2名天骄被方辰镇压，最后陨落。圣人境中期强者，这样的强者对于任何大势力来说都是战略性的力量，一般都不会轻易动用。可是现如今，这样的强者居然成为了云天圣子的守护者。此时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方辰在云天圣地的地位。2位，你们2大妖族的天骄已经陨落，你们看我有实力斩杀蛇族圣子与阴天一了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们尽管再派天骄过来尝试。我刚才也说了，我最喜欢斩杀天骄。方辰微眯着双眼，看着2名圣人境强者，淡然说道。2名圣人境强者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蛇族的圣人境强者才开口说道：“你有这个实力，是我们搞错了。”到现在，这2名圣人境强者不得不承认下来，方辰的实力已经远超他们的想象。其实，在方辰暴露启明境9重天的时候，他们就明白过了，这2名启明境的天骄绝对不是方辰的对手。而蛇族圣子与阴天一也是被方辰斩杀，因为方辰有这个实力。说完这话，这2名圣人境强者转身就走。2位何必着急着走？这些事可不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我们云天圣地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你们不留下一些东西，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要不，你们2人就把命留下吧。方辰冷声说道。1名启明境修士让2名圣人境强者留下性命，如果是放在以前，那绝对是天大的笑话。可是现在无人敢质疑方辰这句话，因为方辰刚才的所作所为已经震惊到了所有人。还有，作为像方辰这种启明境9重天的顶级天骄，是有实力留下圣人境强者的。请问你想干什么？这2名圣人境强者也自知理亏，态度没有刚才那般强硬，就算心中极为不爽，也不敢对方辰多说什么。方辰可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着云天圣地，他们今日的所作所为本来就理亏。如果自视修为高，压迫方辰，那么将会迎接云天圣地的问候。那个时候，云天圣地将会成为有理的一方，他们自然会吃亏。还有这样的机会，云天圣地怎么可能放过？你们的命也不值钱，不如一人留下2柄圣级兵器吧。当然了，要是你们觉得划不来，也可以留下性命。方辰淡然说道，他的样子像极了与对方有商有量。不行，最多给1件。蛇族圣人境强者开口说道。开什么玩笑？圣级神兵的价值连城，就算他们这种上古妖族，损失1件圣级兵器都极为心疼，何况一下损失2柄。想要锻造1柄圣级神兵没有那么简单，需要的材料先不说，这些材料极为难得，很多还找不到。同时锻造出来的圣级神兵还需要圣人境强者温养，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看来2位觉得圣级神兵重要一些。方辰似笑非笑地看着2人。突然，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蛇族圣人境强者的身体就那么毫无征兆地轰然炸开，庞大的身体就这么炸开，鲜血洒落长空。圣人境强者的鲜血，还是上古妖族，绝对大不之物啊！看见洒落下来的鲜血，万灵城的强者瞪大了双眼，心中一阵狂喜。圣人境强者的鲜血之中蕴含着大量的能量，与一些圣药差不多，绝对是好东西。尤其是上古妖族的鲜血，那自然更加难得。我给。巨鹰族圣人境强者急忙说道。看见这一幕，他也被吓得心惊肉跳。圣人境强者就这么遭到重创了，完全是毫无征兆啊！他可不想像蛇族圣人境强者那般，就那么被重创了。要知道，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巨鹰族圣人境强者害怕方辰动手，急忙将圣级神兵拿出来。1柄金色长剑出现在对方面前，长剑之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这是1柄完美无瑕的圣级神兵。巨鹰族的这名圣人境强者还算懂事，不过我更喜欢你们桀骜不驯的样子。方辰不由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你们要是与蛇族圣子那般，我也有斩杀你们的理由。比起圣级神兵，圣人境强者对上古妖族的意义更大，尤其是他们的精血，每一滴都是至宝。”此话一出，周围看热闹的人嘴角不由一阵抽搐。你还真不把他们当外人，这样的话想想就好，为什么要说出来呢？这一下大家都听见了，你让2大妖族的圣人境强者情何以堪啊！我也愿意给，等下我们妖族蛇族的人会将2柄圣级神兵双手奉上。蛇族那名圣人境强者一脸虚弱道：“剩下的1柄圣级神兵，我们巨鹰族的人稍后也会送过来。”巨鹰族的圣人境强者急忙说道，生怕方辰抓住机会让给他来一下。所谓形势逼人强啊，他们不得不低头。这些圣人境强者就没有骨气吗？答案显然不是。他们这些圣人境强者在各自的势力高高在上，同时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万众瞩目的天骄，在他们内心之中是极为高傲的，看不起其他人的。同时他们也是经过磨难，否则也不可能活到现在。这样的情况自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要是现在不退避，很可能会丢掉性命。那好，我给你们1个时辰的时间，要是1个时辰后你们还不将圣级神兵送过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方辰笑着说道。说实话，他还是想宰了这2个家伙。1个时辰，那不就是在强人所难吗？哈哈，想必对方后悔来这里了，没想到堂堂圣人境强者居然走不了了。云天圣子看似给对方机会，其实真想杀了这2个家伙。不错，这不就是随便找一个借口宰了这2个家伙吗？
事实也是这样，像这样的顶级势力，除非你有镇压的实力，不然还是需要一些理由对其下手。没有理由的话，很可能惹众怒。1个时辰不到，天空中一声嗡鸣，虚空直接被撕裂，从中走了出来2名强者，脸色沉凝。两人身上散发出光芒，看不清对方的容貌，可是从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让万灵城的人喘不过气来。薛长空，你们云天圣地这么做，就不怕惹众怒吗？那名强者闷喝一声，随即大手一挥，2柄圣级兵器直接向这边飞来。这是妖族蛇族的强者，实力深不可测，好像与方辰的守护者很熟悉。今天的事，我们巨鹰族记下了。这2大妖族的强者虽然口气很大，可是他们的强者纷纷都交出了圣级兵器。轰的一声，4柄圣级兵器悬浮在天空上，散发出无比强大的气息，让万灵城无数强者双眼冒光。那可是圣级兵器啊，而且一下还是4柄，只要随便一柄就能够让万灵城掀起一场血雨腥风。还有云天圣子方辰，等我们圣子出世，必当取你的项上人头。巨鹰族的强者冷冷地看着方辰说道：何必要等到以后呢？现在不行吗？我倒是知道你们巨鹰族的圣子并没有闭关，现在有的是时间。怎么，他今天没有来，难道是害怕了吗？方辰笑着说道：开什么玩笑，用这种狠话吓别人就算了，还来吓他，可能吗？方辰岂不知道这些人的心思，不过是想强行挽回一点面子罢了。哼！看见被方辰拆穿，那名强者也没有留下来的意思，带着另外一名圣人境强者离开了。妖族蛇族也是一样，好像知道这位云天圣子伶牙俐齿，如果他们继续下去，根本讨不到任何好处。师尊，我现在已经突破到第4境天元境了，如果这次我能够拿到那位前辈的传承，我将有机会突破到第5境神元境，那我的实力将会有个质的提升。等到2月后圣地大比之时，我必将一鸣惊人，让所有人都记得我萧云亭。在一家客栈中，萧云亭风尘仆仆，一边吃着东西，一边与明老聊着天，阴沉的面容多了几分笑容与从容。显然萧云亭这段时间收获还不错，让他又自信起来。如果那玉石之中的地址是真的，那里拥有启明境强者的传承，足以让你的实力突飞猛进。2个月时间，虽然不能保证你突破到第5境神元境，不过哪怕没有突破到神元境，也能够让你的修为突破到天元境8重天以上。再搭配我给你的秘法，云天圣地没有几个人是你的对手，可是你别掉以轻心，修炼一途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云天圣地这样的大势力内部天骄无数，你能获得机缘，其他的天骄也有可能获得机遇。明老提醒道。自从离开了云天圣地，萧云亭的运气都极好，虽然遇到一些危险，可是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而且每一次都收获巨大。有一点萧云亭一直没有变，那就是自命不凡。可是经历了天琴宗秘境的事情，萧云亭也收敛了很多，没有以前那般急躁了，这让明老十分欣慰，再一次看见了希望。要是萧云亭继续这样下去，以后必定会成为强者，这样他的愿望也能实现了。师尊，你就放心好了，这个道理弟子自然知道，弟子也不是刚出茅庐的愣小子了。萧云亭开口说道。听到这话，明老并没有理会，随意的夸奖了2句。萧云亭自命不凡的性格，自视甚高的脾气，那完全是刻在骨子里面的，要想改变哪有那么容易？除非有一天栽了大跟头，吃了大亏，遇到大挫折，才能够让萧云亭发生改变。就在此时，客栈的人也在议论起来。你们听闻了万灵城的事情吗？这位云天圣子还真是年轻一辈的妖孽啊，一人轻松镇压妖族蛇族圣子与巨鹰族天骄阴天一。我也听说了，听闻这妖族2大天骄在这位云天圣子面前毫无反抗之力，就那样被镇压秒杀。妖族这2位天骄可不简单，是各自势力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怎么可能被一大圣地的圣子镇压秒杀了呢？你不相信都不行，事实就是这样。这2位妖族天骄在云天圣子面前完全不堪一击。云天圣子就那么强大了吗？难怪被誉为云天圣地这数万年来最强天骄。不过我可听闻那位妖族蛇族圣子即将突破到第7境启明境，也就是皇者境巅峰，为何毫无反抗之力？据传这位云天圣子前不久才突破到皇者境，现如今就有镇压秒杀皇者境巅峰强者的实力。要知道蛇族圣子不是一般的天骄，就算只是皇者境巅峰，也能与启明境强者抗衡。而且那位阴天一也不是一般的天骄，两人联手实力更加恐怖，怎么就被镇压秒杀了呢？万灵城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导致天玄世界各处都在议论此事。在听到这些事后，原本在吃饭的萧云亭顿时没了胃口。这些家伙真不是东西，这么搞人心态。明老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萧云亭现在最不想听到有关林洛威与方辰的消息，两人现在都是他的敌人，林洛威差点杀了他，所以直接被他当成了仇人。至于方辰虽然没有接触过，可是他想要获得云天圣地圣子之位，自然将方辰当成了敌人。再加上林洛威与方辰的关系，让他觉得方辰唆使林洛威对他动手。因为这些事情导致萧云亭对方辰怨恨极深。师尊，现在这个方辰的实力如何？我需要多久才能赶上对方？萧云亭沉声说道。看来终究是躲不掉，明老心中一阵无奈。蛇族圣子与阴天一两人的实力不低，作为妖族的顶级天骄方辰能够轻松镇压斩杀，实力最起码也是启明境4重天以上。不知道这个方辰的真实修为几何，如果只是皇者境，那么方辰的战斗力就无法估量了，可以说是同境界无敌。相同境界，你不是他的对手。虽然不想打击萧云亭，可这就是事实，明老也一阵无奈。不过让萧云亭认清现实，总比盲目去送人头要强。如果他的修为是启明境呢？萧云亭继续问道。如果这个方辰修为达到启明境，
这就说明对方修行的速度非常快，想要赶上方辰，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根本就不可能。明老神色复杂的说道。这才几个月时间，就从刚入皇者境踏入了启明境，这样的修炼速度难以想象。就算明老见多识广，也从来没有见过修炼速度这么快的天才妖孽。修炼一途，越到后面修炼速度越慢，想要突破就越难。我相信自己能够超越他。萧云婷握紧了拳头，满脸自信道。这并不是他嘴硬，而是内心之中的想法。他不知为何，心中对自己超越方辰极为自信。听闻这位云天圣子修为已经达到了启明境9重天，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看是。听闻2大妖族的强者觉得自己族内天骄死的蹊跷，就派了2名启明境的天骄与云天圣子交手，然而结果都一样，直接被云天圣子镇压斩杀。通过这次事件，也算是知道了云天圣子的修为已经踏入了启明境9重天，距离归虚境也只有一步之遥了。真没想到云天圣子恐怖如斯，好像这位云天圣子也只有20岁。20岁的时候，我还只是第1境真气境，人家已经启明境9重天了。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人比人气死人。听到周围这些人的议论，萧云婷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片刻，萧云婷才开口问道：“师尊，20岁的启明境9重天强者，这算哪个层次的天才妖孽？”明老听后也陷入了沉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天才妖孽，这些都没办法来评价方辰，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在20来岁就达到了启明境9重天。明老有些犹豫，不知道该如实回答，还是欺骗一下萧云婷。就在明老沉思的时候，萧云婷开口说道：“师尊，我很想听实话。”其实萧云婷也看得出来，领导有时候不太敢说实话，估计害怕打击他的自信心，应该属于少年地骄的级别吧。明老缓缓开口说道。后面还有一句话，少年地骄都比不上他。哪怕没有这一句话，只是简单的少年地骄就足以让萧云婷怀疑人生了。只见萧云婷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彻底把这事情遗忘。不过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让他遗忘呢？明老见此，心中一阵无奈。徒儿，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拥有少年地骄称号的天才不计其数。这些天才如同天上繁星一般璀璨耀眼，可以如同流星一般快速坠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得不说，明老还是有些手段，很快就让萧云婷冷静下来。心中也好奇起来，师尊，这是为什么呢？萧云婷好奇道。很简单，就因为这样的天骄太过耀眼，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于这样的天骄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名扬天下固然是好，可是却容易被人记住针对，尤其是像方辰这样的天骄，能够轻松镇压斩杀2名上古妖族的天骄，注定会被上古妖族给盯上。同时天玄世界的大势力也会盯着方辰，如果有机会肯定会摧毁，因为这样的天骄成长起来，将会是这些大势力的噩梦。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天骄陨落的太多了，当年老夫跟你一样，也只是一个无名之辈。可是最后那个时代的天骄接连陨落，老夫由于低调活了下来，而且还踏入了圣人境，如果不是出了一点意外，老夫或许早就突破到了地境。所以你不要被方辰一时闪耀所困扰，像他这样的天骄，注定会被无数人盯上，稍有不慎就可能陨落。云天圣子虽然天赋背景极高，可是并非无敌的存在，老夫当年就见过2届云天圣地的圣子陨落，曾经的他们就算比不上方辰，可是也相差无几，不过最后都陨落了。明老有些不屑道。不过明老说着自己的经历，这是他值得自豪的事。从一名默默无名的小散修，成为天玄世界的顶尖强者，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哪怕是明老，当时也没想到自己的武道之路会走到那一步。对于此，他心中很是傲气，内心看不起那些所谓的顶级天骄，因为在他看来太过耀眼，不懂低调，那是在自寻死路。师尊说的对。萧云婷点了点头，觉得明老说的有道理，心中的自信油然而生。虽然被天下皆知很好，可是这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你知道万古大帝吗？看见萧云婷这样，明老继续问道。当然知道了。万古大帝从最开始的无名小卒无人知晓，最后越战越勇，击败了所有天骄强者，成为了一代大帝。万古大帝，那可是所有修士心目中的偶像啊！萧云婷急忙说道。万古大帝的名号响彻天玄世界，而且万古大帝也是一名非常特殊的大帝，他没有那些顶级天骄的天赋，甚至还只是一名普通人，却靠着普通之躯，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最终踏入地境。你说那位万古大帝最开始如同方辰那般耀眼，能够达到地境吗？万古大帝直到圣人境巅峰的时候才被人知晓，而且是一朝天下之闻名于天玄世界。对于此，前面的默默无闻都没什么，过程虽然有些艰辛，可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过程再璀璨耀眼，那又有什么用呢？最终还不是走不到最后。看你是想要一个璀璨耀眼的过程，还是想要一个好的结果，你自己选择吧。明老语重心长地说道，声音之中仿佛带着某种魔力一般，震慑心魂。师尊，这还用选吗？当然是选择好的结果了。萧云婷毫不犹豫，他是一个自命不凡、自视甚高的人，心中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那就是成为无上强者。如果有人问他的武道之路想要达到什么程度，萧云婷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地境，甚至成为传说中的仙人。师尊，我知道了，我不会被方辰影响到的。哪怕方辰有着我现在无比羡慕的背景天赋地位，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我比他强，重要的是谁能笑到最后。哪怕我现在碌碌无为，只要我最终成为这个世界上的顶级强者，别人依旧会记得我，而不是记得璀璨一时的方辰。萧云婷一脸笑容，无比自信地说道。你这么想就对了。明老一脸欣慰地说道。
终于将这家伙的心境给拉了回来。虽然这么做让这家伙盲目自信，可是毕竟要比被受打击失去方向要好。师尊，你就放心好了，我必然会达到地境，到时候彻底扬名天下，让无数人敬畏。哪怕经过漫长的岁月，也会有人记得我萧云亭，而不是他方辰。他方辰注定会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之中。萧云亭是越说越自信，仿佛已经看见未来的自己达到了地境一般。师尊相信你，明老附和道，心中却不由叹了一口气。他还有一件事情并没有说，万古大帝纵然非常励志，可那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之中，也只有万古大帝这一位。至于其余的大帝，无不是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绝顶的天赋。大部分的大帝从一开始都是无敌的存在，至少可以碾压同一辈，甚至很多大帝年轻的时候都能够碾压老一辈的强者。徒儿啊，为师还有一些话没说。虽然无数的天骄会陨落，可是还是有很多天才妖孽注定闪耀，成为这个世间的顶级强者。就是不知道方辰是不是如同流星一般璀璨一时，还是如同那些繁星一般闪耀万古。同时也不知道你会一生碌碌无为，从来没有闪耀过，还是如同师尊一般在最后闪耀，最终又暗淡下来。明老心中想到，明老刚才那些话也只是为了鼓励萧云亭，心中其实很不看好萧云亭。实在是没办法，经历了太多，就越能看清一些事情。有些人从一开始注定不平凡，很可能一辈子都不平凡。你想要超越对方，谈何容易？云天圣地上空，巨大的飞船中，众多弟子聚在一起，大部分弟子神情疲倦，不过脸上满是喜色，显然这次天琴宗秘境之行有很大的收获。当然也有人黑着脸，显然收获很少。在飞船的船头上，林若薇黑着脸，全身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让周围的弟子都不敢靠近。花梦影真是该死！林若薇气得直咬牙。自从花梦影抢了他的阴阳神水后，就跑得没有了踪影。无论林若薇怎么寻找，找遍了整个天琴宗秘境，都没有找到花梦影，这让林若薇心中极为郁闷。阴阳神水太过重要，如果拥有天阴神体，那他的修为将会突飞猛进。听方辰的心声，这是他前期的转折点，是他腾飞的关键。现在这个大机缘却被花梦影抢走了，他怎么不气愤呢？没有了这个机缘，失去了天阴神体，那以后想要崛起就更加困难了。花梦影，别让我遇见你！林若薇愤愤不平道。他还从来没有这么讨厌一个人，哪怕是曾经的方辰都没有让林若薇这么讨厌。当初看待方辰，林若薇的心中其实很复杂，有厌恶的成分，可是大部分都是仇恨。毕竟当初认为方辰是他的灭族仇人，仇人其实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砰的一声，飞船直接落在了云天圣地之中，很多弟子纷纷飞身而起，然后回去复命。林若薇也是如此，选择离开。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周围的弟子的议论声让他停了下来。你们听见没有？这次真的出大事了！你们离开圣地，估计还不知道，在不久前，圣子在万灵城斩杀了4名妖族天骄，其中有蛇族圣子与巨鹰族天骄鹰天一，除此之外，还有2大妖族的2名启明境的天骄。蛇族圣子，难道是上古妖族的蛇族吗？蛇族圣子我也听闻过，天赋极高，实力极强，在妖族蛇族之中，地位完全不比我们圣子低啊。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圣子现在已经今非昔比，踏入了启明境9重天，别说一个小小的蛇族圣子了，哪怕是龙族圣子，也未必是我们圣子的对手。启明境9重天，我的天啊，圣子什么时候达到这样的境界了？这还不止呢，听闻圣子还威胁2大上古妖族的圣人境强者，从中获得了4柄圣级神兵，还真是可惜了，没有亲眼见到圣子殿下镇压上古妖族圣人境强者的场景。说实话，这确实很可惜，早知道是这样，那我就不去天琴宗秘境了，在那里啥也没有得到，反而得到了一身狼狈，真是可惜了，当初我也不该去，该去万灵城历练的。斩杀蛇族圣子以及巨鹰族天骄鹰天一，踏入了启明境9重天，威胁2大上古妖族的圣人境强者，得到了4柄神级神兵。什么时候开始，方辰这么厉害了？林若薇心中震惊不已，感觉如梦似幻一般，很不真实。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方辰吗？虽然方辰的天赋与实力有目共睹，还被誉为云天圣地数万年以来最强天骄，可是方辰就算是再天才，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啊！现如今20来岁就踏入了第7境启明境9重天，这还是正常的修炼速度吗？林若薇直接愣住了，哪怕知道方辰是天才妖孽，也没想到会天才妖孽到这种地步。可是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要与他划清界限吗？林若薇满脸自嘲。现如今方辰已经放弃了他，甚至还非常厌恶他。哪怕方辰再怎么天才妖孽，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现在成为了陌生人。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关系，如果是以前的话，他将方辰视为仇人，那么他将一辈子都无法复仇。方辰的天赋太高，不是他能够比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好像也是一件好事。就在此时，周围的议论声并没有停止。估计你们不知道，圣子收服了月下殿的圣女花梦影，成为他的追随者。什么？这是不是真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千真万确，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花梦影现在已经住在了圣灵峰上，这事情怎么可能有假呢？真是不可思议啊！花梦影虽然身处月下殿，可是却从来没有男欢女爱过，甚至还非常的保守。而且花梦影内心高傲无比，哪怕是这些年身在月下殿，那些大势力的圣子都入不了他的眼睛。哈哈，当时我们还在讨论花梦影与林若薇这2名东神域最美的仙子什么时候被人采摘，没想到其中一位被我们圣子采摘了。哈哈，我还在说肯定是林若薇仙子更快被采摘，毕竟圣子殿下那么疯狂的追求她，没想到是这样的。我们圣子那么英俊潇洒，天赋也那么逆天，
月下殿圣女喜欢也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林仙子该怎么办呢？看来传闻有可能是真的，我们圣子殿下真的有可能放弃了林仙子。林仙子这下要难受了，没想到青梅竹马的师兄居然被月下殿的花梦影给抢走了。你们别那么大声，林仙子就在那边，别被他听见了。这些人才看向不远处黑着脸的林洛薇，急忙制止。这不是在找死吗？难道没有看见林洛薇在那边吗？当着人家的面说这样的话，谁受得了啊？然而林洛薇并没有理会这些人，而是直接飞身而起离开了这里。回到住处，林洛薇彻底忍不住了，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直接一掌让一块巨石化为粉碎，发泄着自己的情绪。过了片刻，林洛薇才冷静下来。花梦影，又是花梦影，这女人抢了我的阴阳神水，现在又与方辰在一起，岂不是这阴阳神水已经被他们使用？想及此，林洛薇的脸色煞白，心中在滴血，同时心中升起了一种无力感，十分沮丧，仿佛内心之中某种重要的东西丢失了一般。他以为自己毫不在意，现如今彻底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他后悔之前对方辰那样。主峰之上，二长老，你找我？方辰一脸淡然，走进大殿之中，目光看向不远处的二长老。听闻你收了月下殿的圣女，成为追随者。二长老看向走进来的方辰，开口问道。这位二长老看起来非常年轻，一张脸仿佛没有被岁月侵蚀一般，穿着一身白色长袍，看起来仙风道骨。对方的一头白发，仿佛看透红尘一般。方辰点了点头，说道：我看花梦影的天赋不错，所以就让他成为追随者。而且你们以前催我收一些追随者，这下正如你们所愿。一般来说，那些有名气的天骄麾下都有一群追随者，就算少的也有好几个，唯独方辰一个追随者都没有。主要他习惯了一个人，也不太喜欢有追随者。如果方辰愿意，不知道会有多少追随者主动送上门。之前的方辰都在追求林洛薇，哪有时间收追随者啊？而且之前方辰是专情之人，也不可能收追随者。你收月下殿的圣女成为追随者，这个我们没有任何意见，还巴不得你多收一些追随者。只是月下殿的圣女身份特殊，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别被对方利用了。二长老笑着提醒道。方辰是他们云天圣地的未来，也是他们看着长大。方辰的性格深得他们喜欢，他收下花梦影这样的天骄，这些长老高兴还来不及。只是花梦影的身份特殊，那肯定要慎重一下。二长老，您就放心好了，花梦影虽然是月下殿的圣女，可是她却出淤泥而不染，与月下殿的其他人不一样。月下殿的其他人不好说，可是对于花梦影，方辰还是可以保证的。要说整个小说谁最值得方辰信赖，那必然是花梦影。哪怕自己的那个便宜师尊，都未必有花梦影那么值得信赖。这么说来，谁都可能背叛方辰，唯独花梦影不可能。哪怕原著之中，花梦影数次被方辰伤害，却依旧向着方辰。在原著之中，就算是萧云亭，最终都没有得到花梦影的心。看来你非常的相信他。我记得你们之前好像并没有任何接触吧？要不是我了解你，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被花梦影给控制了。二长老惊讶道：能让方辰说出这样的话，那绝非易事。哪怕是昔日的林洛薇，也不可能啊。这事情我不好说，只要二长老相信我就好。方辰笑道：你这么自信就好。而且你们年轻人的事情还是自己做抉择，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好插手。只不过你收下了花梦影，成为追随者，那林洛薇那边怎么办？听说你已经放弃他了。二长老看向方辰问道。方辰叹了一口气，一脸无奈道：二长老，俗话都说日久生情，水滴还是穿。我当初对林洛薇一心一意，那样追求她，哪怕是石头也开窍了，唯独她还没有任何变化，反而更加厌恶我，我也不知道为何。与其这样，那我还不如放弃，有时候选择也是一件好事，放过自己，同时也放过对方。况且有时候选择比坚持更加重要。如果是缘深的话，估计还会坚持，可是方辰绝不是舔狗。既然追求对方那么久都没有结果，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呢？你能明白这个道理，那自然最好，我们也不会勉强你。还是那句话，你们年轻人的事情自己选择就好。二长老深以为然道，随即脸色不由一变，沉声道：好了，不跟你聊这些事情了，接下来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在万灵城做的一切我们已知晓，并且做得很好，不止帮助我们云天圣地立威，还获得了4柄完好无损的圣级神兵，给我们云天圣地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可是你这么做也极为危险，现如今整个天玄世界彻底出名了，无人不知道你的名字，各方势力都会盯着你不放，以后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些大势力找到机会，一定会对你下手。万灵城的事情，云天圣地自然高兴，不仅扬了云天圣地的威名，同时还获得了4柄圣级神兵。这个我自然明白，况且这样的事情也无法避免，身为云天圣地的圣子，哪怕没有万灵城的事情，也会被很多大势力盯上。与其这样，还不如大胆一点，也让那些天骄妖孽知道，我们云天圣地不是好惹的，想要踩在我们身上不可能。方辰淡然说道。他是云天圣地的圣子，就算是想要低调都不行，所以方辰索性就不低调了。我觉得你还是稳重一点好，我不太喜欢给你压力，可是你要明白，你肩负着我们云天圣地崛起的重任，是我们圣地的未来。二长老叹了口气道，别看云天圣地在天玄世界威望很大，其实现在的云天圣地实力远远比不上从前。如果没有一位顶尖强者出现，云天圣地的地位将会大幅度下滑，会在那些大势力面前没有威望。二长老不用担心，我们圣地一定可以重回巅峰，甚至还可以超越巅峰。方辰一脸自信道。这个我当然相信。二长老点头说道。另外一边，林洛薇回来后就看到花梦影在他的门外，
满脸笑容的看着他。姐姐，我已经等你多时了。花梦影眉开眼笑道。哼，我可不想看见你，赶紧滚吧。林洛微沉着脸说道，直接下达了逐客令。他见谁都可以，唯独最不想见的人就是花梦影。花梦影见此，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起来。姐姐，我有些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得罪姐姐了？姐姐这样子好凶啊！花梦影就是故意的，过来就是想要气一下林洛微，倒不是来炫耀，而是为了给方辰出气，恶心一把林洛微。花梦影，你要是再不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林洛微有些心烦的，越想越觉得气愤，越气愤越烦躁。先不说阴阳神水的事情，想到方辰可能与花梦影在一起，林洛微就觉得烦躁。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如果是以前，林洛微非但不会烦躁，反而会感到高兴，因为方辰再也不用来烦他了。可是现在，他感觉到莫名的烦躁。那你为何要赶我离开？你们认识了那么多年，想必关系非常好吧？花梦影在那里自顾自地说着，也不在乎林洛微能不能承受。林洛微终于忍不住了，全身的气势蜂拥而出，犹如滔滔江河一般连绵不断，周围的空间都一阵震荡，空气之中呼呼作响，像是虚空被撕裂一般。花梦影云淡风轻，伸出芊芊玉手，直接向前轻轻一拍，这庞大的气势直接被他轻松化解下来。你真的炼化了阴阳神水？林洛微咬牙切齿，虽然之前早已猜到，可是现在被证实，心中的震惊依然不小。不错，说起这事，我还要感谢姐姐。如果不是姐姐发现了阴阳神水，我未必就有机会炼化阴阳神水。花梦影笑着说道。说起来，他真的要感谢林洛微，要不是林洛微，他也不会得到阴阳神水，没有阴阳神水，他也不会离开月下殿，同时还会在天琴宗秘境中继续寻找宝物。正是找到了阴阳神水，让花梦影无需再待在天琴宗秘境，从而去了万灵城。如果不去万灵城，自然不会遇见方辰，没有见到方辰，自然也没有现在的事情。不过真的要从源头上说起，还是因为方辰的原因。没有方辰的心声透露，林洛微也不会知道阴阳神水在哪里。林洛微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强行冷静下来，一脸淡漠地看着花梦影。如果你是过来炫耀的，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现在可以离开了。炼化阴阳神水后的花梦影实力突飞猛进，现在林洛微不是他的对手，如果继续打下去，丢人的只会是他林洛微。所以林洛微也懒得再出手，况且如果在圣地之中大打出手，也不是一件好事。这倒不是，这些没什么值得炫耀的。我只是想告诉姐姐，谢谢你的拒绝，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与圣子殿下在一起。看见林洛微冷静下来，花梦影也失去了兴趣，她还是喜欢看失态的林洛微。你这些话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别白费力气了。林洛微冷声道。花梦影笑了笑说道，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是真的想要感谢一番姐姐。当然了，姐姐要是觉得生气，想要找我出气的话，可以来圣灵峰，我在圣灵峰等候姐姐。一边说着话，还一边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圣灵峰的令牌。在看见林洛微神色如常之后，花梦影觉得无趣，就转身离开了。等花梦影离开后，林洛微神情复杂起来，他不由叹了一口气，内心无比苦涩与悔恨。或许当初他聪明一点，知道方辰不是他的仇人，而是他的救命恩人，或许现在站在方辰旁边的就不是花梦影了。这个林洛微与传说中的不一样，在对方心中还是有圣子殿下的，只不过不同于常人的情愫，倒是有些几分后悔的意思。难道是怅然若失？花梦影回到圣灵峰，心中不停想着林洛微的变化。他本以为林洛微会毫不在意，可是事实上并非这样。林洛微极为在乎方辰，特别是知道他与方辰炼化了阴阳神水后，情绪波动很大。这也说明林洛微并非不在意方辰，反而格外在意他，甚至现在还有些后悔。为何会后悔呢？花梦影搞不清楚，难道是因为方辰放弃了他，或者是其他的？弄不明白就不管了，反正我已经帮圣子殿下出气。花梦影想到方辰，脸上就浮现出一丝笑容。他去见林洛微，自然不是去叙旧，单纯的想要气一下林洛微，这样好帮方辰出气。去见林洛微了？方辰看见回来的花梦影，开口问道。不错，圣子殿下心疼林仙子了？花梦影轻声问道。当然没有，只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方辰淡然说道。你做得很不错，我早就想教训这个愚蠢的女人了，空有一副好皮囊，却没有长脑子，居然将我这个恩人当成仇人来看待。如果不是同门师兄妹，早就教训他了。听到这话，花梦影陷入了沉默。我的圣子殿下，你真是表里不一啊！嘴上说的没有必要，心中想的却是要教训林仙子。如果外界的人知道最讨厌林洛微的是方辰，估计会惊掉下巴吧。毕竟无数人都知道，方辰对于林洛微那是一片痴情。男人果然虚伪无比。花梦影心中骂着，表面上却满是笑容。虽然虚伪了一点，不过他心中非常舒服。他就怕方辰还倾心于林洛微，那么他就要难受了。那我下一次就不去见林仙子了。花梦影故作楚楚可怜道。也不用这样，顺其自然吧。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就需要你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无脑的女人。好你个方辰，居然把我当成恶人！花梦影狠狠地瞪了方辰一眼，没好气道：圣子殿下，我要修炼了。那你去修炼吧。方辰毫不在意道。你是真的听不懂吗？花梦影恨得咬牙切齿，沉声道：我要跟你一起修炼。圣灵峰，在花园之中，方辰一如既往地躺在椅子上面晒太阳，这种躺平摆烂的方式真舒服。自从痴迷于躺平摆烂后，方辰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感觉。这种摆烂的方式也让花梦影怀疑人生。自从来到圣灵峰后，他就没有看见方辰修炼过。就算这样，方辰的修为还稳步不停地向上提升着。虽然没有踏入圣人境，
但是花梦影觉得方辰距离突破也越来越近了。如果方辰突破到圣人境，将会迈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他的实力将会更上一层楼。当然了，方辰修为的快速提升，除了摆烂的原因，月下殿的秘法效果也极为不错。阴阳秘法本身就让双方获益。这段时间，方辰每天与花梦影修炼，修为想不提升都难。半个月的时间，花梦影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皇者境3重天，修为提升那么快，让花梦影觉得都有些不真实。就算月下殿的秘法强大，也没有强大到这种地步啊。不过能有这样的提升，除了月下殿的秘法，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天阳神体与天阴神体。这两种体质本身就是阴阳之法的特殊体质，再加上月下殿的秘法，修炼速度自然快了。越是这样，越是让花梦影更加痴迷于修炼，白天晚上都没有停歇过。只不过最近花梦影有些害怕了，担心自己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被摧残了。圣子殿下，圣灵峰的统领囚龙急匆匆地赶来，一脸恭敬地跪在方辰面前。什么事？方辰开口道。林仙子想要见您。不见。方辰毫不犹豫拒绝道。方辰现在都懒得搭理这个无脑的女人，就算看见对方都烦。这囚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忍不住地抬起了头。这要是以前，圣子殿下肯定会迫不及待地见林仙子。看来传闻是真的，圣子跟以前不一样了，再也没有昔日那般喜欢林洛薇。不过囚龙也没有多问，只是转身退了出去。山门口，囚龙急匆匆地赶来，有些无奈道：林仙子，你还是回去吧，圣子殿下今日不想见你。果不其然，他就是不想见我。林洛薇脸上有些失落，在过来的时候他就预料到了这一结果，只是真正听到，心中还是很失落。裘统领，你再帮我禀报一下吧，就说我有要紧的事情要询问圣子殿下，只要这一次过去，我再也不会来麻烦圣子殿下了。林洛薇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放在以前，他转身就走，只是现在他不得不来见方辰，因为只有方辰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也只有方辰知道萧云亭的父亲到底是谁。这些哪怕是萧云亭自己都不知道。为了知道仇人是谁，哪怕自己的处境再难，他也能够忍受。这囚龙一阵犹豫，圣子殿下已经说了不见，他要是再回去，那完全是在找不自在。林仙子，要不改日再来吧，今日圣子殿下不想见你。囚龙无奈道。哪怕他有些于心不忍，囚龙最终还是没有去打扰方辰，毕竟他能看得出来，方辰压根就不想见林洛薇，要是继续那么做，反而会让方辰不高兴。林洛薇见此，张了张嘴，也没有强求，只能落寞的离开。目送着林洛薇离开，囚龙不由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囚龙看来，如果不是林洛薇任性，花梦影的位置必然是林洛薇的，他会受到圣子殿下万般宠爱，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想要见圣子殿下一面都难。林洛薇的决心是难以想象的。接下来的半个月，林洛薇每天都来圣灵峰，坚持不懈，从来没有间断过。他又来了。看见囚龙急匆匆的进来，方辰无奈道：是的，圣子殿下。囚龙点头说道：你让他进来吧。方辰有些无奈，他倒是不想去见林洛薇，可是林洛薇毕竟是他的师妹，而且受到自己那个便宜师尊的宠爱，如果自己这么做，以后师尊回来必然不好交代。很快林洛薇就被带了进来，对着方辰行礼道：方师兄，找我有什么事？方辰连客套都没有，直接问道：我想知道萧云亭的父亲是谁。林洛薇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就直接问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萧云亭父亲是谁我怎么知道呢？我连萧云亭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他父亲是谁呢？方辰满脸疑惑地说道，可是心中不由一紧，这个无脑的女人问萧云亭的父亲干什么？我记得萧云亭的父亲在后面才出来，而且现在萧云亭都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也没有办法知道。可是这个无脑的女人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了呢？方辰心中暗自想到。林洛薇能够听到方辰的心声，微微皱起了眉头，这家伙果然知道。林洛薇深吸了一口气，看来找方辰是对的。是这样的，我查到昔日灭我们林家的人就是那个萧云亭的父亲，可是我没有萧云亭父亲的任何消息，而师兄神通广大，消息灵通，或许知道一些，所以我特意过来询问师兄，而且给予我消息的人告诉我，从师兄这里能得到我想要的答案。林洛薇开口说道。听到这话，方辰微微皱起了眉头，看向林洛薇问道：是谁告诉你这些的？这也太古怪了吧。知道林洛薇仇人消息的人屈指可数，尤其是这个时期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唯有到后面的时候知道的人才会出现，而现在林洛薇居然率先得知了这个消息。难道林洛薇与血魔老祖接触过了？血魔老祖是为数不多的人知道真相之人，当初萧云亭的父亲身份暴露，也是血魔老祖刻意为之。方辰心中暗自想到，在原著中，萧云亭父亲的身份也是通过这个血魔老祖暴露的，因为此人是萧云亭父亲的仇人，两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为了对付萧云亭的父亲，这位血魔老祖运用了很多手段，暴露出萧云亭的父亲是灭了当初林家之人，也是对方的一个手段而已。血魔老祖，林洛薇目光闪烁，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就是一个极有名气的杀人魔头。这个血魔老祖杀人无数，受到各大势力的追杀。不过这个血魔老祖手段很多，在无数次追杀下，竟然还活得好好的。我连萧云亭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他父亲？方辰摇了摇头，不想插手这件事，自然不会说出来。师兄真的不知道吗？当然，我没必要骗你。方辰直接说道，神情有些不耐烦，脸上就差写着你别问了，问了我也不会回答，你可以走了。好的，我知道了，那就打扰师兄了。林洛薇深吸一口气，
知道继续追问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于是转身离开。林洛威走后，方晨陷入了沉思，他为何要一直询问萧云婷的父亲呢？难道知道萧云婷的父亲是他仇人，还是说血魔老祖与他接触了，告诉了他这些信息？方晨不由皱起了眉头，心中满是疑惑。现如今的剧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些超出了他的预料，仿佛从他摆烂开始，剧情就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朝着一个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今日林洛威追问萧云婷父亲是谁，还是当初林洛威不理会萧云婷，从这些都能说明剧情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已经不是原著中原本的剧情了。这或许就是蝴蝶效应吧。只是他为什么要询问呢？如果是血魔老祖的话，必然会第一时间说出来。这也是方晨最大的疑惑。要是林洛威与血魔老祖接触了，那林洛威应该知道萧云婷的父亲是谁才对，也就用不着过来询问他了。因为在原著之中，血魔老祖就是看中林洛威的身份，才特意将这消息传出来。林洛威的身份可不低，作为云天圣地圣主的弟子，在圣地之中的地位仅次于方晨，而且背靠云天圣地，如果有什么事情，云天圣地也不会坐视不管。只是血魔老祖没想到的是，林洛威根本不依赖云天圣地，除了他本身不想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云天圣主常年不在圣地之中，可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哪怕是他的弟子都很难见上一面。那到底是谁呢？是天神姬吗？还是其他人？方晨怎么也想不通，到底是什么人让林洛威过来询问他？原著之中，这个时候的方晨倒是知道萧云婷父亲的身份，也是为了林洛威，方晨一直追查萧云婷父亲的下落。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找林洛威问清楚。方晨心中想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让他很想弄明白。血魔老祖，林洛威回到自己的住处，嘴中喃喃自语。这一次虽然没有得知萧云婷父亲到底是谁，但是知道一个追查的方向。只要找到这个血魔老祖，从对方口中肯定知道萧云婷的父亲是谁。在知道自己仇人的身份后，那他就有机会报仇了。不过想要找到这个血魔老祖，还是很不容易啊。林洛威不由皱起了眉头。血魔老祖那是出了名的难缠，精通各种隐秘气息的方法，在众多大势力的联合追杀下，还能逍遥的活着，可见对方的厉害。还有血魔老祖，那可是一名圣人境的强者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圣人境强者，能够从众多圣人境强者手中逃脱的强者，手段可见一斑。不过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从这个血魔老祖下手。林洛威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仇人的身份虽然不知道，不过倒是有了一个方向，只要找到这个血魔老祖，就极有可能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那天之后，林洛威就没有再去过圣灵峰，这也让方晨可以享受摆烂躺平。随着时间流逝，云天圣地1年1度的圣地大比的日子来临，无论是外门弟子还是内门弟子，都可以参加这次圣地的大比。如果在这次大比之中大放异彩，脱颖而出，那就很可能被内门选中，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在这段时间，经过1年磨砺的弟子摩拳擦掌，等着在圣地大比之中大放异彩，一鸣惊人。由于圣地大比即将来临，圣地也变得热闹起来，弟子们纷纷从各地返回圣地，准备参加这次圣地大比。每天都有无数弟子回来，在这些弟子之中，一位风尘仆仆、神情阴冷的弟子停留在山门前，望着不朽的石碑，喃喃自语道：“我回来了，这次我必然会一鸣惊人，成为圣地之中的核心弟子，从而与方晨一较高下，争夺圣子之位。”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历练，萧云婷遭遇了好几次危机，也获得了巨大的机缘。在这几个月中，他的修为突飞猛进，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攀升着。或许前期的挫折太过巨大，导致萧云婷下定决心拼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从而让自己修为突飞猛进。现在他已经达到了第5境神元境，从第3境直接跨越到第5境，整整提升了2个大境界。这样的速度是萧云婷难以想象的。进步这么快，也并非萧云婷的天赋有多么强大，而是获得的机缘众多。作为气运之子，被上天眷顾，有这样的机缘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师尊，我如果在圣地大比的时候一鸣惊人，你说我要不要告诉圣地的长老，我要挑战方晨的圣子之位？你说那些长老会答应吗？萧云婷开口问道。明老听后心中咯噔一下，这下完蛋了，这家伙的心性一点都没有改变，他觉得好心累。别，这个时候千万别那么做，你与云天圣子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那么做不明智。就算你想那么做，也要等你们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再说。第5境神元境去挑战第7境启明境9重天，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就算你想找死你，别带上我。徒儿，你现在的实力确实不如方晨，暂时还要避其锋芒，等你足够强大的时候再一鸣惊人，击败方晨。虽然以前我对云天圣地不熟，可是这种大势力最主要还是看重实力与天赋。如果你这2方面能够击败方晨，足以取而代之，成为云天圣地的圣子。在漫长岁月之中，圣子被取代的例子数不胜数，你也不必急在一时。明老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他还真的害怕萧云婷过于自信，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告要挑战方晨，取代对方圣子之位。如果那么做，那纯粹是无脑的行为，就算方晨不把他怎么样，他也会成为全圣地的笑柄。他对这个弟子非常了解，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怎么可能忍受别人这般嘲讽？他可以想象，如果萧云婷那么做，必然会与云天圣地诸多弟子交恶，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想要取代方晨，击败方晨，那是必然的，同时也要树立威信。如果在云天圣地有不好的名声，没有高层站出来帮他，就算击败了方晨，也不可能取代圣子的位置，反而会被排斥。作为过来人，明老自然精通人情世故。师尊，我知道了。萧云婷不由叹了一口气，满脸无奈道：“
听出萧云婷声音之中的不甘，这让明老更加无语起来。你明白个屁啊！一直都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这也是这徒弟的心性，他怎么不了解呢？每次都说的好听，可是每次都会忍不住出手。希望你真的知道。明老叹了口气，自从有了这个徒弟之后，他又要当爹又要当妈，感觉自己很累，也让他明白为人父母的难处，尤其是一个极为叛逆的子孙，那就更加困难了。圣地大比也如期举行，云天圣地十分热闹，吸引了不少圣地高层以及圣地核心地址的围观。而这一次圣地大比，萧云婷彻底打出了名气，依靠强大的实力，好几次碾压了对手。其中有好几人在圣地之中很有名气，是圣地很多高层关注弟子。可是面对萧云婷，完全被碾压，几招下来就被击败，这也导致萧云婷的名气突飞猛进。萧云婷打出了名气，是不少长老中意的对象，这些长老都有收下萧云婷为徒的想法。在无比热闹的圣地之中，唯有一处极为清静，那就是圣灵峰。这个地方一如往常的清静，与圣地其他地方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圣灵峰，花梦影来到方辰的面前，好奇道：“圣子殿下，你难道对圣地大比不感兴趣吗？我看有很多人都去了，有一些是长老，还有一些是核心弟子，都在观看讨论这次的圣地大比。而且这次圣地大比出现了好几位难得的天骄，无论天赋与实力都非常不错。这次圣地大比自然也吸引了花梦影，花梦影已经去观看了好几天了。由于本身长得美若天仙，自然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导致不少人连圣地大比都不看了，直接看花梦影。没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些弟子比试吗？”方辰摇了摇头，毫不在意的。这样的比试，方辰早就看腻了。说是给所有弟子一个进入内门的机会，实际上这次是萧云婷的个人表演赛，无论多出彩的天骄都会成为萧云婷的垫脚石。也就是这次，让萧云婷彻底的走进无数核心弟子与长老的视野，甚至在后面萧云婷夺魁后，直接说要取代方辰成为云天圣子圣地的新圣子，随即当众宣布要挑战方辰。对于这些，方辰自然无法忍受，直接迎战。当然了，方辰也拥有自己的骄傲，不想以境界欺负萧云婷，直接压缩境界与萧云婷同一境界对战。不出所料，方辰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同境界完全不是萧云婷的对手。也正是这一次，让方辰在云天圣地的威望开始下滑。同时，萧云婷也在云天圣地之中树立了威信。其实这很不合理，在原著之中，方辰无论是秘法还是体质，都要强过萧云婷，哪怕是同境界对战，萧云婷也不是方辰的对手。可是由于原著中方辰心高气傲，根本就看不起萧云婷，轻敌导致落败。当然了，最大的原因还是萧云婷的主角光环。主角强行装逼，配角那只能被狠狠地踩在脚下，管他合不合理。当初看到这个剧情，方辰还喷了几句，实在是这段剧情太过牵强。如果是他的话，根本不需要同境界对战，直接使用威压镇压对方，足以让萧云婷无法喘息，更别说之后对战的事情了。分明有最好的办法，原著之中的方辰却选择了最差的方法。除此之外，主角的光环太过耀眼，也注定会让方辰输，不然不压缩境界，直接可以镇压萧云婷。你确定不去看？花梦莹美眸转动，眨巴着眼睛，仿佛要看穿方辰的内心一般。确定不去，没什么好看的。方辰毫不犹豫地说道。看个屁啊，他要躺平摆烂。如果去了，自己摆烂的奖励岂不是打水漂了？既然这样，还去看个屁！当然了，他也想镇压一下萧云婷，不过他感觉剧情有所改变，加上他本身已经起名进九重天了，萧云婷就算再笨，估计也不会主动来找他麻烦。以前是第6境皇者境，现在是第7境起名进九重天，萧云婷再怎么愚蠢，也不会来挑战他，这完全是自讨苦吃。不过这也不好说，毕竟在原著之中，萧云婷是以方辰同境界战斗的，后续估计也会那么做。毕竟相同境界的话，方辰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萧云婷也能占据很大的优势。不过现在的方辰，哪怕是同境界迎战，也能轻松拿捏萧云婷。只是为了摆烂的奖励，方辰不愿意那么做而已。因为这么做了，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让萧云婷获得一次磨砺自己的机会。好吧，既然你不去，那我就去了。花梦影确定方辰没有想去的打算，直接说道。经过几天的战斗，也通过层层选拔，圣地大比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日。在这一日，将会决出内门前10的弟子。整个云天圣地都极为热闹，尤其是萧云婷等诸多杀出来的弟子，他们将圣地大比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不只是诸多弟子期待，圣地的长老们也十分期待。大比还没开始，擂台的周围都围满了人，现场极为热闹，无数弟子争先恐后的占据好多位置。这个萧云婷还有点厉害，前不久才只是第3境神海境，几个月之后修为就达到了第5境神元境，而且圣地少有弟子是他的对手，每次对战都能碾压对手，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拿第一。这个萧云婷确实是一匹黑马，可是想要拿第一可没有那么简单。不错，不管是徐卓师兄，还是与萧云婷一样横空出世的东方优，实力都不容小觑，尤其是东方优，至今都无人接住他一招。不错，不出意外，这次大比的第一就在这3人之中产生，就是不知道谁能笑到最后。真想看一看萧云婷与东方优这2个横空出世的天骄正面打一场，看谁更厉害。我觉得东方优要厉害一些，毕竟无人接下他一招。最后一日的比试还没有开始，大家都开始议论起来。此时此刻，广场这边热闹无比，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着这里。随着时间推移，参赛弟子陆续出现，不过大部分弟子脸色都不怎么好看，因为众人议论者唯有萧云婷、东方优、徐卓3人，他们仿佛陪衬一般。
他们心中极为不爽。哼，等一下我会让你们知道，这3个人都不是无敌的存在，我将会笑到最后。一名弟子心中不爽道。不可否认，这3人的表现非常出色，挑不出一点毛病。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一战之力，这样把他们无视掉，完全是不给他们面子。萧云婷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立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萧云婷身穿长袍，脸色平淡地走了过来，在众多弟子的目光下，完全不动声色，仿佛没有看见一般。不过有心细的弟子能够看出，萧云婷身形有些颤抖，目光有着一丝欣喜与激动。显然萧云婷没有表面那么平静。师尊，你看见了吗？我成为了圣地大比的主角，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我。萧云婷无比激动地说道，语气之中掩饰不住狂喜。看见了。明老心中一阵无奈，他的这个弟子表面功夫十分了得，心态也不够好，这样的小场面都有些失态，实在是有些不行啊。这样的小场面根本不需要这么激动才对，而且你又不是唯一的主角，那么激动干嘛呢？果然，下一刻东方优来了，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让萧云婷不再受所有人的注目。尤其是东方优那俊美的脸庞，让萧云婷心中极为不爽。东方优身穿一身白色道袍，俊美的脸上挑不出一点瑕疵，尤其配上他那一副懒洋洋的神态，吸引了无数女弟子的瞩目。这些女弟子仿佛看见自己的白马王子一般，疯狂地呐喊着东方优的名字。有好一些男弟子都在呐喊着，长得帅有什么用，要有真实力才行。萧云婷心中不爽道，帅确实没有任何用处，可是如果又帅又拥有实力，那就恐怖了。明老心中想到，对于修士来说，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样貌没有多大用处。其实修士的颜值都不会差，可是一旦两者皆有，那就不一样了。这让明老想起了昔日的好友，那个人就是太帅了，帅得惊天动地，导致所到之处无数女修士纷纷倾心，甚至还有圣主层次的人物都为之着迷。大家好。东方优笑了笑，笑得极为阳光，让人有一种沐浴春风之感。这个笑容一出，很多女弟子更是尖叫起来。呵呵，帅有啥用？东方优那么受欢迎，一些男修士酸了，老天怎么那么不公平呢？为何给他这么高的颜值，还给他那么逆天的天赋？随着时间推移，3人之中的徐卓最后一个来。不同于萧云婷的淡漠，东方优的俊美，徐卓看起来十分普通，毫不引人注目。不过圣地之中出现了这么一位天骄，徐卓的名气显然也不低，只是受欢迎程度赶不上前面2位而已。很快其余弟子也纷纷到场，主持圣地大比的长老也随之而来。圣地大比决赛开始，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开场白，长老直接宣布比赛开始。很快在广场内就开始了比试。经过半天的比试，徐卓被萧云婷淘汰了，最终只剩下萧云婷与东方优，2人都是这次圣地大比横空出世的天骄。在最后一场比试之中，众人倒极为关注，他们都想知道这2位横空出世的天骄到底谁更胜一筹。在擂台之上，东方优一脸自傲地看着萧云婷，淡然道：刚才你与徐卓师兄比试消耗很大，我不想乘人之危，如果你现在对上我，没有任何机会，我可以给你1个时辰恢复，让你彻底恢复过来再与我比试，这样我也好堂堂正正的打败你。如果是其他人，估计会等自己恢复了再与东方优一战，可是萧云婷是谁？是天命所归之人，妥妥的男主角，这种装逼的时刻怎么可能错过？萧云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更加自傲道：就算刚才的消耗不小，打败你完全足够了。东方优听后脸色立马变了，他好心让萧云婷恢复，这个萧云婷一点都不领情，不领情就算了，还一点不给他面子，他自然不会忍受，都是自命不凡自视甚高的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侮辱？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找死！东方优说完这话，毫不犹豫选择出手。此时东方有全身的气势大涨，磅礴的力量汇聚于手臂之上，双手直接变成龙爪，上面散发出锋利恐怖的气息，仿佛能够撕裂空间一般。幽冥龙爪手，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神通，是一名上古强者观看真龙所悟。如果修炼到大圆满，手臂犹如真龙爪一般锋锐无比，所向披靡，能够撕裂一切。无论任何强大的神兵，还有恐怖的体质，在幽冥龙爪手面前都如同纸糊一般。虽然东方优没有将这门神通修炼到大圆满的境界，可是也拥有了幽冥龙爪手的一丝道韵。龙爪手悍然而出，爪影铺天盖地，仿佛是上古真龙抓出来的一爪一般。磅礴的气息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一阵窒息。哼，雕虫小技而已。萧云婷一脸淡然道，不过眼眸之中有着一丝沉重，显然面对东方优这一神通，他也不轻松。赤水印，萧云婷双手结印，浩瀚的力量蜂拥而出，连绵不断。整个天空仿佛被一片海洋覆盖，晶莹剔透，遮天蔽日，同时仿佛掀起了惊涛骇浪，最终结成一道巨大的手掌，而这手掌晶莹剔透，仿佛用水做的一般。周围的人感觉到一股绝强的威压，压得他们有些喘不过气了。赤水印，这是萧云婷这一次出去历练，在一个强者的洞府之中获得的一门神通，威力无穷无尽，恐怖至极。轰的一声，2大神通碰撞在一起，恐怖的力量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毁天灭地，甚至激发了擂台周围的禁制，禁制的光芒浮现出来，与2大神通的余波碰撞在一起。一阵轰鸣声之后，禁制的光芒暗淡下来，看起来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破碎。这2人的实力都很不错。一名长老见此，笑着点了点头，随即大手一挥，仿佛是向禁制注入了能量一般，原本摇摇欲坠的禁制顷刻间就复苏了，彻底挡住了2大神通的威能，让其不再溢出。
无法影响到擂台外面。这家伙就是圣子殿下一直念叨的萧云亭。对方确实有2下，不过也不至于让圣子殿下这么念叨啊。花梦影在一处楼阁之中观看目光，一直注视着擂台上，看到2人交手，心中满是疑惑。无论是东方优还是萧云亭，虽然天赋都很不错，可是完全也没有资格入方辰的法眼啊。2人这种程度的天骄，甚至连顶级天骄都入不了，更别说圣子圣女这样的级别了，甚至还不如之前死在方辰手中的殷天一。这是让花梦影疑惑的地方。本来他还想来看看这个萧云亭到底有多妖孽，能让方辰这么念叨。现在看来也只有一个念头，就这样的水平，不说别的地方，哪怕是月下殿也有好几个，云天圣地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真传弟子还是核心弟子，那都不会比这2人差，比他们优秀的更是数不胜数。轰的一声，2大神通彻底爆发出来，强大的威能摧枯拉朽，2人脚下的擂台直接炸裂，只剩下一片空地。在这股碰撞的威能下，2人直接被逼迫了出去，只不过东方优看起来更加狼狈一些。你太弱了。萧云亭背负着双手，居高临下的看着东方优说道，要是方辰在的话，肯定会吐槽几句。这丫头还真会装逼啊，几乎任何有机会装逼的地方绝对不会放过，不愧是逼王出身，普天之下没有人比男主更会装逼的了。哼，还没结束。东方优愤怒不已，这次比试让他十分难堪，他自认为自己很会装，不对，自己实力强大，很是自负，可是与萧云亭的自大比起来，他还是觉得自叹不如。萧云亭倨傲的模样让他心中极为不爽，内心之中想要狠狠地踩萧云亭几脚。你输了，比试已经结束。萧云亭背负着双手，一脸平淡，看起来无比的装逼。给我闭嘴！东方优冷哼一声，直接冲了上去。2人又交手在了一起，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又碰撞在一起，整个山峰都在晃动。这还只是静止保护下的情况，要是全力爆发，必然会让现场化为粉碎。一炷香后，东方优被击飞了出去，狠狠地摔在地面上。他双手撑着地面，想要站起来，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力气，直接摔倒在地上。东方优已无战力。这次圣地大比的第一是萧云亭，长老见此也站了出来，宣布了结果。随即几名圣地的人进入里面检查着东方优的伤势。随着长老宣布，现场也沸腾起来，无数人都欢呼了起来。我刚才就说萧云亭能够拿第一，果然拿了第一。接连与2大天骄强者战斗，这个萧云亭确实厉害，难怪当初林仙子会邀请萧云亭加入圣地，原来是看中他的天赋啊。话说回来，圣地大比的时候怎么没有看见林仙子呢？这就不知道了。正常情况下，萧云亭与林仙子的关系不错才对。听闻2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当初在天晴宗秘境之时，林仙子就不让萧云亭靠近，甚至直接告诉萧云亭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那这就奇怪了。就在众人热议之时，众多长老出现，准备给圣地大比前10的天骄发放奖励。除了东方优、徐卓，其余人都特别激动。他们都是淘汰者，也知道自己与这3人相差很大，也就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倒是徐卓与东方优都想要拿第一，如今被萧云亭击败，心中很不甘。奖励颁发后，萧云亭看向武长老，开口说道：“武长老，我有一事不解，不知道长老能不能为我解惑？”说吧，什么事？武长老满脸笑容道，看起来心情倒是很不错，可能是因为圣地之中又出现了几个很不错的天骄，所以萧云亭的询问并没有拒绝。比起武长老，原本极为欣慰的明老心里咯噔一下，心中直呼糟糕，这家伙该不会问那件事情吧？武长老，我们圣地的弟子以后有没有机会成为圣子？如果以后有机会超越圣子，能否取而代之？萧云亭看着武长老，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此话一出，本来还喧闹的广场立马安静下来，大家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云亭，这家伙还真是死性不改。明老暗自叹了口气，果不其然，狗还是改不了吃屎。刚才说过让他别那么做，可是就是不听。明老哪里知道，就算萧云亭听进去了，心性使然，也会不由自主的那么做到。简单来说，听进去归听进去，做还是要那么做。此话一出，周围都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云亭，不过很多人像是看傻子一样，哪怕是武长老也愣了一下，可以想象这对大家的冲击有多大。像这样的圣地长老，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们这样？武长老轻咳一声，率先打破了沉寂。你是想取代圣子之位？不错。萧云亭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你们觉得我是在痴人说梦，可是弟子想知道圣子能不能取代，弟子只是想知道这个事情。毕竟日后如果弟子超越了圣子，却不能取代圣子，将会成为我心中的羁绊。听到这话，武长老神情古怪地看着萧云亭，他没办法理解萧云亭的想法，想要超越方辰，还想要取代圣子之位，这家伙今天出门没有吃药吗？怎么就这么痴心妄想了？不过门内的弟子有这样的想法，终究是好的。毕竟武道一途都是弱肉强食，只要有足够的实力，一切皆有可能。当然可以了。武长老笑着说道，我们云天圣地存在数百万年，圣子之位并非不可取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也有圣子被取代的例子。当然了，前提是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能够成为年轻一辈的强者，才能够取而代之。不管是哪个大势力都是这样，并非定下的传人，以后就非他莫属。就算是那些皇朝定下的太子，也并非不可取代，废太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这些人不够优秀，被取代也是很正常的事。只是这一代的圣子方辰，被誉为数万年来云天圣地的第一天骄，居然有人想要取代他。方辰如今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启明境9重天，直追上一辈的圣人境强者，已经远远把年轻一代甩在身后。
居然有人想要取而代之。很多人神情变得古怪起来。还有就是云天圣地这数十万年以来，并没有圣子被取代的先例，所以这些人觉得圣子是无法取代的。萧云婷听后，神情并没有任何波动，他早就预料到这一切，之所以这么说，也只是找一个借口而已。接下来才是他的目的。萧云婷深吸一口气，双眼之中闪烁着光芒。长老，我可不可以挑战圣子殿下？当然了，我萧云婷无法与圣子相比，只是希望能与圣子殿下切磋一场，希望圣地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什么叫狂妄自大？什么叫不知死活？在场众弟子觉得萧云婷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别说是这些弟子了，就连一旁的五长老也十分无语。这个萧云婷只是夺得了圣地大比第一，没必要这么狂妄自大吧？第5境神元境去挑战第7境启明境9重天的圣子，何必自讨苦吃呢？甚至一些弟子觉得这个萧云婷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确定要挑战圣子？圣子殿下现如今已经达到了启明境9重天，而你现在只是神元境3重天。如果你对上圣子，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算圣子不出手，只需要一点气势都能够斩杀你。五长老最开始觉得这个萧云婷很有志向，可是现在看来，这家伙完全是在无理取闹。神元境去挑战启明境9重天，还是方辰这种天才妖孽，这不是找死吗？要知道，方辰这样的天才妖孽，现在的战力之恐怖，一般的圣人境强者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哼，不自量力！东方幽冷哼一声，脸上满是嘲讽。这萧云婷是不是脑子坏掉了？居然敢去挑战圣子？难道他觉得自己拿下圣地大比第一，就敢小瞧我们圣地的年轻一辈了吗？这家伙真是愚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言不惭的人。天啊，居然让这样的人拿下圣地大比第一，简直就是耻辱啊！之前我还那么支持他，没想到这个萧云婷居然如此之大。很多弟子都一阵无语，他们见过自负的人，没有见过如此自负的人。比起这些内门弟子，那些真传弟子以及核心弟子就坐不住了。这个萧云婷不过刚拿下圣地大比的第一，就去挑战圣子殿下。说起来，圣地大比也只是针对这些内门、外门的弟子，其实那些真传弟子与核心弟子都没有参加。毕竟圣地依靠这样的比试选拔出内门与外门的天骄，从而加以培养。这个萧云婷直接去挑战圣子，那岂不是没把他们这些真传弟子与核心弟子放在眼中，摆明了说他们都是垃圾？想要挑战圣子殿下，先过我这关再说。我乃圣地亲传弟子谭风雨。一名青衣青年走了出来，身上气势骇然。皇者劲5重天，我乃圣地核心弟子张子枫。又是一名青年站了出来，启明境2重天。随即很多真传弟子与核心弟子都站了出来，这些人的修为都不低，都是皇者境以上。在广场之上，一时之间气势骇然，无数神光倾泻而出，璀璨无比，照亮了整个苍穹，给人一种窒息般的压迫感。这让诸多弟子心中无比恐惧。这么强大的气息，萧云婷强行抵挡下来，面不改色道：弟子也知道，现如今弟子面对圣子，完全是以卵击石。弟子请求圣子压缩境界，与我同境界比试。也只有让圣子修为压缩到神元境3重天，这样的比试才公平，这样才能展现出圣子的天赋。传闻圣子是同境界无敌，弟子想知道相同境界之下，我与圣子之间的差距。萧云婷一脸自信地说道。说到最后，更加自信起来，居然无形之中给萧云婷平添了几分气质，哪怕面对强大的威压，丝毫不退让。此时此刻，明老也算明白下来，明白了萧云婷的计划。这小子倒是有些心计。明老满脸欣慰道：前不久，萧云婷获得了一门独特的秘法，可以增强自身5、6倍的战力。当然了，就算这样，同境界当中未必就是方辰的对手。不过萧云婷在赌方辰会轻敌，只要对方轻敌，那萧云婷就有机会。明老自然明白萧云婷的想法，只要萧云婷使用秘法压着方辰的打，必然会让方辰心态发生变化，这就是萧云婷的机会，一举击败方辰，彻底扬名。就算不能击败方辰，只要能够与方辰战斗的不落下风，那萧云婷也将名扬云天圣地。无论是弟子还是长老，将会对他刮目相看，同时也将动摇方辰在云天圣地的地位。不得不说，萧云婷这计划无可挑剔。只要方辰敢应战，他势必会让方辰成为他成功路上的垫脚石。他的这一举动看似不自量力，实际上心机深沉。如果方辰不应战的话，那萧云婷就可以大做文章，说方辰不敢与他一战，是因为压缩境界之后不是他的对手，也算是让萧云婷找到借口。哪怕其他人不在意也没什么，只要有了这个借口，可以让萧云婷进退有序，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吃亏。而且他最大的目的也达到了，在云天圣地彻底出名，也为以后取代方辰的圣子之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你想要让圣子压缩修为，与你同境界比试？五长老深深地看了萧云婷一眼，这个家伙还算有点心机。如果方辰压缩修为的话，萧云婷有点机会，可是并不多。而且五长老觉得萧云婷没有任何机会。要是以前或许还有一点机会，可是现如今方辰的修为突飞猛进，连斩了好几名天骄，尤其是蛇族圣子与巨鹰族的阴天一这样的天骄，而且圣子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直接镇压斩杀。这种情况下，萧云婷没有一点机会。不错，希望长老能够成全。我想同境界下，我与圣子殿下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萧云婷还算聪明，为了与方辰比试，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了，他也可以狂妄地说，同境界向方辰不是他的对手，只是那样做了，很容易引起长老的不满。而且方辰也不会出手，未必人人都会被这些手段给激怒。主要还是他那个秘法，一天只能使用一次，他不想太过狂妄，导致和别的弟子动手，
要是这样，那就不好了。一旦用了这个秘法，再遇到方辰，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萧云婷心中明白，自己与方辰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果方辰压缩修为与他同一境界，那么他可以利用那个强大的秘法，无限拉近他与方辰的差距。这事情我们成全不了你，需要圣子殿下答应。如果是普通弟子，五长老可以直接决定。可是圣子殿下身份不一般，除非圣主出面，不然他们这些长老是没有用的。圣子殿下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他们。而且圣子殿下在圣地中的地位跟这些长老一样，并没有高低之分。那就有请长老联系圣子殿下。萧云婷开口说道。好吧。五长老一阵无奈，在众目睽睽下也不好拒绝。真没想到这个萧云婷是打的这样的算盘。说实话，圣子殿下压缩修为与他一战，这家伙确实有些机会。不过家伙的脸皮也是够厚的，居然让圣子殿下压缩修为与他一战。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想借着圣子殿下的名气，在圣地之中彻底扬名。压缩修为之后，那就有些畏首畏尾，很可能还不适应，还真有可能被这个萧云婷抓住机会。这个萧云婷真够阴的，诡计多端，真的不好对付。不过就算是这样，萧云婷也必然不是圣子殿下的对手。哪怕圣子压缩修为，萧云婷也没有半点机会。圣子的手段数不胜数，随便拿出一个都直接镇压萧云婷。你以为这个萧云婷没考虑到这一点吗？这家伙聪明得很，但圣子殿下答应下来，估计这个家伙又要提要求了。这么说，的确有这种可能，实在是这个萧云婷太阴险狡诈了。听见萧云婷让方辰压缩修为，同境界比试的时候，众弟子都醒悟过来，彻底明白这家伙打的如意算盘，难怪敢公然挑战圣子殿下。让他滚，我没时间。方辰收到五长老的传音，直接拒绝了。萧云婷这家伙打的什么算盘，方辰一清二楚，怎么可能给这家伙装逼的机会？当然了，方辰可以出手，也可以轻松镇压萧云婷，就算压缩修为也是这样。只是这个剧情极为重要，摆烂后的奖励十分丰厚，方辰自然不愿意放弃。而且这个萧云婷说挑战谁就要挑战谁，这个世界又不是围着他转。本圣子是那么随意的人吗？如果今天接受了萧云婷的挑战，那以后其他弟子上门来挑战，自己接不接受呢？还有方辰对这个剧情太熟悉了，不得不说萧云婷很有手段。不过在原著之中，方辰答应后已经彻底陷入萧云婷的阴谋之中，就算是赢了，萧云婷的计谋也能得逞，他也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且方辰大亏特亏，什么都得不到，反而在圣地的威严大大下滑。最恐怖的是，在原著之中，方辰还输了，导致在圣地的威严大幅度下滑，也成为了萧云婷崛起的垫脚石。经过那一战之后，萧云婷的名气大涨，导致不少弟子觉得萧云婷真的可以取代圣子。最终在萧云婷的操作下，还真的取而代之了。当然了，这些剧情只是在原著中，现实中的方辰可不吃这一套。萧云婷，非常遗憾，圣子拒绝了你的挑战。五长老开口说道。对于这一结果，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五长老，难道圣子殿下害怕了吗？萧云婷立马着急起来，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方辰应战。现在方辰根本就不应战，那他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如果方辰不应战，他很可能会沦为圣地的笑柄，圣地高层未必会认可他。住口！五长老神情一冷，冷声道：萧云婷，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觉得圣子殿下堂堂启明境9重天的天骄，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到归虚境，会怕你这样的年轻弟子吗？之所以不迎战，那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圣子没有任何义务要与你比试。况且圣子殿下一天日理万机，哪有时间与人比试切磋？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这般清闲吗？看见萧云婷冥顽不灵，这让五长老与其他长老很不喜欢，狠狠地呵斥起来。本来这次圣地大比早就结束，就因为萧云婷的纠缠，一直在这里浪费时间。萧云婷，别不自量力了，赶紧滚下来吧！还真是不知好歹，圣子殿下凭什么要应战？你以为自己是谁呢？我就说这家伙没安什么好心，还让圣子殿下压缩修为与他一战。圣子殿下有那么无聊吗？就是自己实力强大，当然要直接镇压，谁他妈那么无聊，压缩修为与别人一战？滚下去吧，别在那里丢人现眼！滚下去！很多弟子都大喊了起来。萧云婷说话着实不妥，他以为是自己是谁啊？圣子殿下会怕他？前段时间方辰镇压蛇族圣子以及巨鹰族天骄殷天一，在这些弟子心中自然更加倾向于方辰，岂能让萧云婷这么说圣子殿下？既然圣子殿下不惧怕，那为何不应战？为何又不敢应战？萧云婷继续说道。他也算是豁出去了，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方辰应战。听到这话，众人的脸色变了，看向萧云婷的目光有些厌恶。这个萧云婷还真不知好歹。就在此时，一直在看热闹的花梦影不由站了出来，笑道：圣子殿下事务繁忙不应战，那我应战吧。如果你连我都打不过，那自然没有资格去挑战圣子殿下了。花梦影早就看萧云婷不爽了，这家伙还真是自大，一开口就说要取代方辰，还说方辰怕了，这让花梦影怎么坐得住？花梦影站出来，立马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不过很多弟子都感到意外，虽然很多弟子知道花梦影在圣地之中，可是能够见到她的却极少。月下殿，花梦影。萧云婷在看见花梦影之后，眼中闪过一丝惊艳。作为东神域出名的大美女，尤其花梦影还是勾魂夺魄的那种，自然成为萧云婷想要得到的女人。萧云婷心中早已经下定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收下花梦影这样的绝色美女，让其成为自己的追随者，这样才有成就感。之前追求林若薇的时候失败了，现如今这个花梦影还没有接触过，这一直都是她心中的遗憾。
尤其是在听闻花梦影成为了方辰的追随者后，他更加感到遗憾。我只想圣子挑战。萧云婷猛地一咬牙道：“虽然这个花梦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身份与名气远远赶不上方辰，而且他也害怕自己击败花梦影后，方辰出现了，那就坏事了。毕竟他的秘法一天只能够使用一次，一旦使用秘法击败了花梦影，那就没办法再使用一次，那他再遇到方辰就没有任何机会。哈哈，看来你是怕了。我虽然是圣子殿下的追随者，可是也并非无名之辈。说句不好听的话，偌大的东神域中，能够与我比肩的天骄也屈指可数。如果你连我都无法击败，那么更不可能击败圣子殿下。其他的暂且不说，昔日的蛇族圣子妖孽无比，被誉为蛇族上万年来的第一天骄，最终还不是一个笑话，被圣子镇压而亡。你如今获得圣地大比第一，就有蛇族圣子优秀了。花梦影虽然语气轻柔，可是话语之中带刺，带着讽刺。像萧云婷这样的人，他见多了。不错，我觉得花仙子说的有道理。萧云婷，如果你连花仙子都无法击败，是没资格挑战圣子殿下的。哈哈，你连花仙子都不敢应战，拿什么去挑战圣子殿下？不错，你击败了花仙子，按照圣子殿下的性格，肯定会为花仙子出头，自然就应战了。此时东方优站了出来，突然说道：“他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此时找到机会，自然会发泄出来。你不是想要装逼吗？你不是想要挑战圣子殿下吗？我给你煽风点火，让你去送死。该不会你觉得花仙子不配吧？”一直没有说话的徐卓也开口说了一句，话语之中颇有讽刺的意味。徐卓是一个十分沉稳的人，除非遇到非常恶心的人或者事情，他才会说几句。不得不说，今天萧云婷的所作所为恶心到了他。为何现在选择退缩呢？这是懦夫的表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狂妄自大的人，居然连花仙子也敢轻视。不错，就算圣子殿下也不敢这么轻视花仙子吧。再怎么说，花仙子也是月下殿的圣女，现如今却被一名普通弟子如此轻视。难道他早就猜到圣子殿下不会应战，所以才那么说的？不错，圣子殿下是何等身份，不可能自降身份接受他的挑战，所以他才那么狂妄。他要是有信心打败圣子，那就更有信心打败花梦影，为何就不敢应战呢？看这家伙是在虚张声势。萧云婷选择退缩与沉默，让众多弟子找到借口，全都炮轰他。主要他的所作所为太让人难以理解了。花梦影可不是一般人，在东神域之中绝对是排得上名次的天才妖孽，哪怕在云天圣地之中也找不出几个与之比肩的。如果萧云婷真有这个实力，真有信心击败方辰，那完全不会惧怕花梦影的挑战。我觉得花仙子的想法很不错，如果你能够击败花仙子，那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再去挑战圣子，说不定圣子殿下会答应。毕竟只是圣地大比上面的表现，还不足以吸引圣子殿下的关注。五长老站出来劝说道，他也有些看不惯萧云婷这样的做法。获得圣地大比第一就这么狂妄了吗？直接站出来就要挑战圣子殿下？圣子殿下是谁要挑战就能够挑战的吗？还有，现在有人站了出来，尽管实力与名气都极为不俗，都是年轻一辈的天骄，你却不敢应战了，这让大家觉得萧云婷是在虚张声势。原来你敢这么做，是笃定了圣子殿下不会接受你的挑战。萧云婷见此，脸色也难看下来，只能猛地一咬牙道：“好，我答应你的挑战。”事到如今，他不得不答应下来。要是不答应的话，他刚才做的一切，那将成为笑话。以后想要挑战方辰，更是不可能的事。这样一来，他的一切计划都将落空。别说获得长老们的青睐，估计这些长老也十分讨厌他。以后想要取代方辰的圣子之位，更是痴人说梦。好，五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如果这个萧云婷一直不应战，在这里耗下去，那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很快，两道身影出现在擂台上空，分别是花梦影与萧云婷。应你刚才的要求，我将修为压缩到神元境3重天，不然我没控制好力量，一掌趴死你就不好了。花梦影笑着说道：“毕竟这么做，我没法给云天圣地一个交代，也会给圣地殿下添麻烦。”哼！萧云婷哼了一声，并没有说什么。此时他脸色极为难看，怎么听不出花梦影对他的嘲讽了？比试还要压缩修为，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试问哪一个天骄没有自己的骄傲？就算相差一个大境界，也有信心击败对手，这才是天骄该有的样子。从来没有人要求别人压缩境界与之一战的。当然了，境界相差太大，那肯定不会选择出手，毕竟那是找死的行为。比试开始，五长老直接一声令下，所有弟子的目光都落在花梦影与萧云婷的身上。只见花梦影伸出芊芊玉手，直接在空中结出一道印法，一声轰鸣声响起，一股极为恐怖的神魂之力倾泻而出，犹如滔天巨浪一般，其中夹杂着无上的威能，震慑心魂。花梦影直接用上了神魂攻击之术，这直接打了萧云婷一个措手不及。萧云婷毫不犹豫使用秘法，身上的气势立马暴涨，实力直接提升了5-6倍。然而面对花梦影犹如惊涛骇浪一般的神魂攻击，萧云婷犹如海上的一叶小舟一般，随时都要被大海吞噬。只是一瞬间，强大的神魂攻击就击穿了萧云婷的神魂防御，一下就让她晕了过去。只见天空之中的萧云婷直接下坠，轰然落在了擂台上。事发突然，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才刚开始就结束了。就算花梦影本来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这个萧云婷也太脆皮了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萧云婷这么不堪一击，没想到这一战这么快就结束了。跳梁小丑真没劲。花梦影一下就没有了兴趣，觉得很无趣。看见萧云婷无比自负的样子，还以为有点真本事，
没想到就这。在他看来，萧云婷这么自信，要挑战方辰必有过人之处，肯定有一些底牌能够威胁到方辰，所以才敢说出这样的话。所以花梦影一开始就没有藏着掖着，直接放大招。只是没想到萧云婷这么不堪一击，他本来觉得萧云婷还能抵挡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就倒下了。萧云婷倒在了地上，本来喧闹的广场此时安静下来，针落可闻。很多弟子都愣在原地，满脸惊讶地看着这一切，显然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直接一招就晕了过去，怎么那么脆皮啊？还以为有点实力，没想到只是一个跳梁小丑，就这么一点水平也妄想着挑战圣子殿下。花梦莹冷哼一声，随即转身离开。萧云婷已经被震晕了过去，已经败了，他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这一场吸引无数人关注的比试，就以这种滑稽的方式收场，这完全是自取其辱。圣子殿下岂是他们取代的？东方优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气，这样的机会自然不会错过，直接嘲讽起来。周围的弟子也反应过来，各种难听的话层出不穷。我早就说这个萧云婷是跳梁小丑，果不其然，早知道是这样的，我刚才就离开了，还以为能见证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没想到被花仙子一招秒了。这家伙到底哪来的自信，居然敢说出挑战圣子，还说要取代圣子？本以为又要出一位天骄，没想到出的是跳梁小丑，这事情传出去，我们圣地的名声何在啊？还好这事情发生在我们圣地之中，要是其他地方，那丢的是我们云天圣地的脸面啊！周围的弟子议论纷纷。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不管怎么装逼，肯定会有赞美声，你的所作所为也会被解读为很有个性。可是如果没有实力，那就不是装逼，是真的傻逼了。就好像现在的萧云婷，过了好一会儿而已，萧云婷才迷迷糊糊打醒过来。突然想到比试，萧云婷立马爬了起来，迎来了无数弟子的嘲讽。听到这些嘲讽，萧云婷的脸色煞白，眼中还有一丝愤怒，可是却无力反驳，因为他确实是输了，输得一败涂地，这导致他所做的一切都化为虚无。虽然名气是有了，但是却是臭名昭著，而且沦为所有人眼中的小丑。哎，刚才提醒过你，让你别那样做，这下弄巧成拙了吧？以云天圣子这样地位的人，根本就不会理睬你。明老叹了一口气道，心中既愤怒又无奈，他早就劝过萧云婷不要那么做，对方就是不听。在明老看来，就算萧云婷获得圣地大比第一，成为真传弟子，可是还是与云天圣子的地位还是相差极大。以这种层次的人物来说，是根本不会理会萧云婷的，因为这么做对他根本没有好处。能够成为一大势力的圣子，那绝对不是无脑之人，肯定不会应战，因为无论输赢对他们都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惹来一身骚。哪怕是干净利落的击败对手，别人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要是艰难的赢下来，那就会有人质疑圣子的实力，觉得萧云婷很厉害。要是萧云婷占据上风，那就更不得了了。如果能够赢了，那圣子殿下的威严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以后萧云婷能够再次击败方辰，那么就有可能取代方辰的圣子之位。那也是萧云婷的如意算盘，想借着这次脚踏方辰，在云天圣地扬名，然后走进云天圣地高层的眼中，为下一次打败方辰、取代方辰做准备。他的想法很好，如果方辰接招，那他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如果能够击败，那就大获全胜，不止在云天圣地的地位提高，而且还能获得很多修炼资源。只是可惜了，现在方辰不是原著当中的舔狗，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出手，自然让萧云婷的计划落空。最惨的是与花梦影比试，直接被花梦影给秒杀了，这让原本计划好的装逼，反而被别人装到了，自己却成为了跳梁小丑。萧云婷深吸了一口气，并没有说话，也没有理会明老。现在他只想静静，只想逃离这个糟糕的地方。随着萧云婷离开，五长老也宣布了结果，云天圣地1年1度的圣地大比就这么宣告落幕。虽然圣地大比结束了，但是萧云婷最后做的事情将会传遍整个圣地，他将成为圣地之中的笑话。叮，恭喜宿主摆烂成功，获得归虚境修为，请问宿主是否接受此奖励？方辰脑海之中响起了系统的机械声。原本躺在花园中晒太阳的方辰直接睁开了双眼，眼中闪过一抹喜色。看来圣地大比结束了。为了摆烂，方辰并没有留意圣地大比的事情，可是顶不住圣地大帝的声音太大，几乎传遍了整个云天圣地，导致他多少还是知道一些。花梦影同境界之下居然秒杀了萧云婷，看来花梦影下手还是够狠，完全没有给萧云婷机会，甚至让他使用秘法的机会都没有。虽然没有在现场，可是方辰大概能够推测出一些。经过阴阳神水的洗礼，花梦影各方面的提升都很大，尤其是月下殿的秘法，更是让花梦影迈入了更高的境界，掌握了无上神通。月下殿的秘法其实并不弱，也只是仅次于地级功法。月下殿的秘法是一种神魂方面的秘法，拥有极为强大的神魂。如果对手的神魂不够强大，是很难抵挡下来的。如果对手的神魂足够强大，能够抵挡住月下殿的秘法影响，那对付月下殿的这些弟子就轻松很多。花梦影有阴阳神水的洗礼，加上方辰把9玄魂印送给了他，那他爆发出来的神魂力量是难以想象的。除非有庇护神魂的圣级法器，亦或者自己的神魂足够强大，不然是很难抵挡住花梦影的神魂攻击的。萧云婷自然没有庇护神魂的圣级法器，加上对花梦影并不了解，不知道花梦影有这么大的改变，自然而然没有第一时间使用秘法，直接被花梦影给秒杀了。哪怕他提前使用秘法，估计也难以招架花梦影的攻击。当然了，这么做的话，萧云婷也不至于一招都接不下来，直接晕了过去。既然这样，那就接受吧。方辰深吸一口气，直接选择了这个奖励。本来方辰距离归虚境就不远了，现如今有了这个奖励，必然能够踏入归虚境。
甚至说不定还能突破几个小境界。随着方辰的声音落下，浩瀚的能量直接蜂拥而来，随即一股无与伦比的气息从圣灵峰上爆发，直接覆盖了整个云天圣地。圣灵峰已经成为了灵气风暴的海洋，灵气卷起了惊涛骇浪，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同时，一股恐怖的威压袭来，让人窒息，让圣地的不少弟子都感觉到心悸。这股气息实在是太恐怖了，让那些修为比较低的弟子感到窒息。顷刻间就惊动了圣地的无数强者，众人纷纷看向圣灵峰的方向。还没有走远的五长老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圣地：“恭喜圣子殿下突破到归虚境！20岁的归虚境强者，从古至今又有几人？”五长老无比欣喜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圣地，一股无形的力量蔓延，直接笼罩了云天圣地。无数道纹散开，化为一个庞大的阵法，笼罩了整个圣灵峰。这是五长老为了保护方辰突破，特意设置的阵法。在这个阵法之中，方辰的气息影响不到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也影响不到方辰。在五长老的阵法之下，诸多弟子这才松了一口气，同时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刚才那一股气息太恐怖了，差点真的让他们窒息。他们甚至感觉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圣子殿下又突破了，这修炼速度好生恐怖，这才数月时间，圣子殿下就接连突破2大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妖孽，修行速度真是逆天，而且根基还那么稳。就算放在历史长河，与那些少年大帝相比，也毫不逊色。现如今，圣子殿下已经完全超越了年轻一代，在同辈之中已经无人与之相比。世人都说秦太子与孔圣子，还有我们云天圣子，并称人族3大天骄。现如今，我们圣子殿下已经将其远远甩在身后。在知道方辰突破到归虚境，云天圣地的弟子惊喜无比，惊讶方辰又一次突破了，同时也高兴方辰又突破了。在这些弟子看来，方辰的天赋越高越妖孽，这些弟子在外面历练就越有面子。萧云婷听后直接愣在原地，尤其是听到五长老那句话，就如同重磅炸弹一般，在他脑海之中炸开，让他脑袋嗡嗡作响。他又突破了吗？他与方辰本来就存在极大的差距，现在方辰又一次突破了，远远的将他甩在身后，这让萧云婷甚至怀疑自己真的能够超越方辰，取代他吗？也不为别的，方辰这才20岁，而他也是20岁，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修士，而方辰却成为了归虚境强者，那可是归虚境强者啊！哪怕放在任何一个不朽的大势力，也是最顶级的战力。一般这样的强者，最起码都是好几百岁，唯有少数妖孽能在上百岁的时候达到这个修为，而方辰只不过才20岁就已经达到了。如果再给他几十年的时间，说不定能够无敌于世。师尊，你说我能够超越方辰吗？萧云婷一脸茫然道。在经历了上一次花梦影的打击后，再加上如今方辰突破，让萧云婷备受打击，她那坚不可摧的道心快要崩碎了。现在她也非常迷茫，彻底没有之前那般自负，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看不清未来的道路。当然有机会了，未来谁又说得准呢？他今天如此辉煌，并不代表他以后也这么辉煌。为师见过太多昙花一现的天骄了。明老有些无奈地说道。他很想告诉萧云婷，完全没有机会，让他放弃得了。可是想了一下，这家伙是他的唯一希望，不能让他彻底绝望。要是这家伙自己都绝望了，那他重塑肉身的希望就会破灭。方辰确实是世间难得的天才妖孽，不过也并不代表他能够无敌一世。武道一途，不到最后，任何人都有机会。如果方辰能够达到地境，那时候你才彻底宣告失败。明老沉声说道。师尊，只不过这个方辰太过强大，让我根本就看不到希望。同时与他相比，让我感觉难以望其项背。我只是第5境神元境，而方辰已经达到第8境归虚境，相差了3个大境界，这还怎么追赶啊？况且他的背景强，天赋好，修炼资源也好，无论什么条件都比我强。就算我快速成长，人家也在成长提升啊。萧云婷越说越迷茫，越说心中越是绝望。先不说别的，就现在方辰的境界，萧云婷想要追赶上去，恐怕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运气好一点的话，10来年可以做到。就算他运气好，10年的时间达到归虚境，难道方辰就不突破了吗？以方辰的天赋，10年之后显然不是才初入归虚境，那肯定已经成为了老牌归虚境强者，说不定人家已经突破到圣人境了。越到后面想要突破，并没有那么简单。后面突破并非全靠天赋，还要看个人的悟性。如果悟性不够的话，不能领悟大道，就算天赋再好也是白搭。明老安慰道。师尊，你觉得他的悟性可能差吗？道体体质是最容易领悟大道的体质，拥有先天道体的方辰，他的悟性可能差吗？萧云婷沉声说道。明老，我怎么可能连这个都不知道？如果不是安慰你，我怎么可能这么说？实际上并非明老不看好萧云婷，实在是方辰这样的天才妖孽让明老都感到惊讶。这样的存在犹如天地之间的主角一般，像那些少年大帝一样，让无数绝世天骄绝望。如果与这样的天骄比较，除了绝望还是绝望。当然有机会。明老有气无力地说道。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萧云婷了，越说越不自信起来，因为他心里面也没有底，甚至都认为萧云婷没有一点机会。赶紧离开云天圣地吧，现在的你不适合待在这里，你唯有在外面历练，还是生死之间的历练，才能够激发自己的潜能，快速提升。很多天赋一般的人依靠这种方法超越了绝大多数天骄。当然了，这么做也很危险，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陨落。明老沉声说道。本来他想让萧云婷在云天圣地慢慢发育，可是现如今方辰对他的打击太大，如果不离开这里，那萧云婷很可能就废了。
现在方辰已经成为了萧云亭的心魔，如果不远离方辰，萧云亭将会一蹶不振。明老想让萧云亭赶紧离开云天圣地。圣灵峰上空轰鸣声不断，有着龙吟虎啸之声，同时周围的天气灵气仿佛不要钱的一般涌入圣灵峰。这样的天地异象已经持续10天时间了。圣子殿下突破还没有结束吗？已经10天时间了。归虚境突破非同小可，少则数天，多则数月。曾经我见过一位强者踏入归虚境，持续了将近2个月时间，那段时间方圆千里各种异象层出不穷，无数的神光笼罩，看起来气势如虹。真的需要这么长时间吗？那是当然了，归虚境的突破非同一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踏入那个至高无上的境界。这样看个人造化，想我20岁的时候才第3境，而圣子殿下已经达到了第8境归虚境了，人比人还真是气死人啊！你与圣子殿下这样的天骄比，这不是在找不自在吗？由于天地异象持续时间太久，导致很多弟子都在关注着圣灵峰上的情况，都想知道方辰什么时候突破完成。圣灵峰，方辰身体周围散发着淡淡的神光，全身上下气势比之前不知道强大多少。他身上的气息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已经突破到了归虚境，而且还不是归虚境1重天，是归虚境3重天。可以说，方辰已经踏入了强者的行列，不再是人们口中的年轻天骄，而是一名顶级强者。突然，方辰睁开了双眼，强大的气息直接散发出来。归虚境3重天，方辰满意的点了点头。如果我的太乙领域展开，估计归虚境没人是我的对手吧？哪怕是半步圣人境强者，也不是我的对手。方辰心中想着，太乙领域还有很多高层次秘法，可以让方辰发挥出强大的力量来，尤其是先天道体，还有天阳神体。只不过这个体质已经融入到先天道体之中，增强了他的先天道体。方辰本来就是天骄妖孽，越境杀敌本来就是家常便饭。不过达到归虚境后，想要做到越境杀敌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归虚境的强者，无论是谁，那以前肯定是一代天骄，很少有普通人能够达到这个层次。不过方辰不同，就算踏入归虚境，他的战力依旧不减，在同境界也是无敌的存在。就算面对半步圣人境的强者，方辰也有一定的把握。圣子殿下突破了。很快，5长老带着众多长老来到圣灵峰，这些长老的脸上都挂着淡淡的笑容，一脸好奇地看着方辰，眼中满是欣慰。突破了，突破到归虚境3重天，还行吧？方辰笑道。什么？你还不满足啊？2长老好奇问道。没有，能够踏入归虚境3重天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了，修为境界自然是越高越好。方辰笑道。他也不装，毕竟谁不想突破到更高层次，恨不得一下就突破到地境。众长老听后不由一阵无语，他们的这位圣子殿下很贪心啊，从启明境突破到归虚境，能够一下突破到归虚境3重天，这还不满足？如果是他们，那还不高兴坏了。因为他突破的时候只突破到了归虚境1重天，当时已经很高兴了。圣子殿下，你这有点贪心啊！想当年我刚突破到归虚境也只有1重天，那时高兴了好几天，你现在直接突破到归虚境3重天还不满足？2长老一脸无奈道。不错，我当初突破到归虚境的时候高兴了好几天，差点昭告天下。圣子殿下，你直接突破到归虚境3重天都还不满足，让我们这些人情何以堪啊！圣子殿下，你这样就有些不过分了，太不尊重我们这些老人了。哈哈，估计是我们没有达到圣子殿下那种高度，没法体会圣子殿下这话的含义。这些长老非常高兴，犹如活宝一般在那里调侃起来。你们别把我扯进去，我当初直接突破到归虚境2重天，与你们可不一样。5长老站了出来，与这些人划清了界限。其他长老听后脸立马黑了下来。我知道你当初直接突破到归虚境2重天，这些话你都说了好几百年了，难道还没说腻吗？2长老毫不客气地说道。5长老当初直接突破到归虚境2重天，像这样的情况就算是在云天圣地都极少，导致5长老时不时跳出来在他们面前炫耀，让他们很是心烦。当然没说腻了。5长老脸上满是笑容，缓缓开口说道。你们是没法体会这样的感觉，无法感同身受，要是你们也能跟我一样，就理解圣子殿下了。听到这话，让这些长老恨得直咬牙，恨不得用眼神杀了这家伙。5长老，那直接突破到归虚境3重天，那又有什么感觉呢？这你知道吗？看见这些活宝一般的长老，方辰忍不住说道。此话一出，5长老不由一愣，随即笑道。圣子殿下，虽然我不知道直接突破到归虚境3重天是什么感觉，但是我知道直接突破到归虚境2重天是什么感觉。5长老过分了，这家伙找打，我们揍他。就是看他还嘚瑟上了。其他长老愤愤不平道。随即这些长老直接动手，很快就传来5长老的哀嚎声。这些长老还真像是长不大的孩子。方辰看见这几位长老玩闹，心中不由吐槽道。过了片刻，2长老轻咳了一声道。好了，你们别在那里打闹了，都几百岁的人了，还像个小孩一样，不是让圣子殿下看笑话吗？此话一出，这才让这些玩闹的长老们停了下来。对了，圣子殿下，圣主好像要回来了。如果圣主知道你突破到归虚境3重天，肯定会高兴的。2长老满脸笑容道。这么快就要回来了吗？方辰故作惊讶道。实际上方辰早就知道了，差不多3个月后，他那个便宜师尊云天圣主就会返回天玄界。天意魔域的事情解决了吗？方辰继续问道。
云天圣主之所以没在圣地，是因为天意魔域的封印解除，天玄界很多强者前往天意魔域进行封印，同时也在探索天意魔域。天意魔域，那可是数百万年前域外天魔的根据地。在上古时期，天玄界并没有那么和平，那时候域外天魔到处都是，整个天玄界被域外天魔统治，所有种族沦为域外天魔的奴隶，整个世界生命涂炭，简直就是人间炼狱。那时候，不知道多少生灵成为一个天魔的食物，所有的生灵都处于恐慌之中。现如今100万年过去了，天意魔域的封印松动，对此各大势力强者纷纷出动，都前往天意魔域加强封印。这就不清楚了，这要等圣主回来才知道。希望天意魔域的封印加固了吧。二长老叹了一口气道，虽然他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可是通过古籍对于那个时代的情况他还是很了解的。一旦那些域外天魔解开封印，那绝对是整个天玄界的灾难，天玄界将沦为人间炼狱，这不是二长老愿意看到的。方辰神色平静，不由叹了一口气，因为他清楚封印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因为各大势力强者完全没办法或者没有这个能力。天意魔域的封印那可是地境强者留下来的，那封印的层次太高，不是这些大势力强者能够解决的，就算是云天圣地的圣主也无法解决。既然师尊都要返回来了，那封印的问题肯定解决了。方辰开口说道，不错，我也相信圣主。二长老点了点头道，洞河仙府即将要开启，上次我们人族败得惨烈，这次就要靠你们了。洞河仙府，那是一位上古真仙留下来的秘境，1000年开启一次，只有100岁以内的天骄方可进入里面探寻机缘。上次洞河仙府开启，人族惨败收场，人族没有一人进入前10，这导致人族颜面扫地。这次洞河仙府开启，人族必将重振旗鼓，一雪前耻。尤其是这代人族天骄辈出，天才妖孽太多，除了众所周知的3大天骄，还有众多天骄，这些天骄放在其他时代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存在。可以说这一代的人族天骄是这几千年来最多的一次，所以很多人族强者对这一代的天骄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是二长老，他们在看见方辰这么天才妖孽之后，心中更是期待。上次云天圣地虽然成绩不错，但是终究没有夺魁，现如今方辰出世，必然有机会夺魁。二长老，你们就放心吧。方辰一脸自信道，这次肯定能够镇压万族天骄。在原著之中，方辰在洞河仙府之中发挥不好，导致被万族的天骄踩在了脚下，反而让萧云亭大杀四方，重创了万族的天骄，这也导致方辰的名声与威望急速下滑，也为后续萧云亭取代铺平了道路。萧云亭在洞河仙府之中收获巨大，为日后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方辰肯定要继续摆烂，只是他需要找个合理的理由才可以。洞河仙湖这剧情不错，如果摆烂成功的话，肯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奖励。好，圣子殿下，有你这话我们就放心了。二长老笑着说道，随即拍了拍方辰的肩膀，然后带着众位长老离开。洞河仙府啊，我到底要怎样摆烂呢？长老们走后，方辰躺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摆烂肯定要继续下去，但是又不能让长老们失望，毕竟他们对于这次洞河仙府非常看重，如果故意不去，那就说不过去了。如果去了，要亲眼看着萧云亭装逼，方辰自然不愿意。虽然要继续摆烂，可是也不能给萧云亭装逼的机会啊。先看一下再说吧，如果实在不行，这个剧情就不摆烂了。方辰沉思了片刻，也没想出好的解决办法，索性顺其自然。虽然自己已经成了摆烂圣子，但是总不能为了摆烂而摆烂吧。有时候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大不了少了这一份摆烂奖励，看能否将花梦影给培养出来。如果能将他培养出来，倒是不需要自己动手。方辰心中合计着，如果花梦影成长了起来，可以应付那些天骄，自己是可以继续摆烂的。师尊要回来了吗？方辰脸上多了一丝期待。对于原著之中这位云天圣地的圣主，方辰还是满怀期待的。在原著之中，这位师尊对方辰很好，如果不是他这个师尊陨落的太早，方辰的圣子之位也不会被萧云亭给抢走。云天圣主是一个极为护短的人，要是敢惹到他，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要脱一层皮。如果不是云天圣主陨落的太早，哪怕萧云亭用再多的手段，都不可能得逞。师尊，你就放心好了，这次有我在，绝对没有人可以害你。方辰站了起来，背负着双手，看着圣灵峰下方的云海，喃喃自语道。圣灵峰再一次陷入了平静，方辰每天都悠闲地躺在椅子上，生活十分惬意。虽然以前是一个卷王，不过他还是更喜欢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毕竟所谓的卷，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直接摆烂躺平就能很好的生活，他为什么要去卷呢？恭喜圣子殿下修为再上一层楼，突破到归虚境。花梦影眉开眼笑地走了过来。圣子殿下，你这么天才妖孽，这让奴家以后怎么追赶得上啊？奴家本以为可以追上圣子殿下的脚步，现在差距又一下就拉开了，真是难受。我想普天之下能够与圣子殿下相提并论的天才妖孽，估计已经没有了，全部被你甩在身后了。其实这也不是花梦影吹嘘，而是方辰的修炼速度太快，20岁就达到了归虚境，这样的天才妖孽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没有多少啊。甚至那些地境强者，年轻的时候也未必达到这样的高度。一般在100岁之前能够达到归虚境，那绝对算得上是绝世天骄了。方辰捏了捏花梦影的脸蛋，笑着说道：“这只是归虚境罢了，根本就不算什么。而且你也不能小看天下人，我们这一代的天才妖孽都不容小觑。虽然没有人跟我一样，但是有人在30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归虚境。还有，你也不用羡慕我，有我在，岂能让你落后？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摆烂，方辰准备好好的培养花梦影。其实花梦影的天赋并不差，不然也不会成为月下殿的圣女。何况她炼化了阴阳神水，拥有了天阴神体，
他的天赋更是被激发出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实能够与花梦影相提并论的天骄已经不多了，如果好生培养，就算比不上方辰，也绝对差不了太多，只是归虚境罢了。圣子殿下，也只有您敢这么说。花梦影满脸黑线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做梦都想达到这个境界，很多人穷极一生也无法达到，可是却被方辰说的这么云淡风轻。如果换成其他人突破到归虚境，恨不得昭告天下，让天下的修士都知道，也只有方辰突破到归虚境才这么淡定。在武道修炼一途中，其实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过程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结局。如果不能达到地境，成为一代大帝，那过程再精彩也没有用。寻道子与万古大帝这两位，你到底选哪一个？万古大帝数千年来都只是一位无名小卒，没有人知道他，而最后却逆天而行，成就大道，踏入地境，成为千古大帝，名扬万古。而寻道子前面璀璨耀眼，早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强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却最终败给了万古大帝。如今知道的人少之又少，而万古大帝却无人不知。你说哪一位更好吗？方辰看向花梦影，笑道。虽然20岁踏入归虚境三重天是极为耀眼的存在，但是方辰心中不觉得有什么。对于他来说，不成大帝，一切皆成空。圣子殿下，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云天大帝举例子呢？花梦影并没有回答，而是笑着反问道。云天大帝是人族的一位无上大帝，也是云天圣地的始祖。不同于万古大帝，云天大帝一开始就光彩耀眼，就被称之为绝世天骄，同时期的天骄无人与之相提并论。在云天大帝那一代，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是无敌的存在。在那时代，任何绝世天骄在云天大帝面前都黯然失色，无数天才妖孽道心破碎，成为普通人，就连大帝转世的天骄都封闭神元，躲避云天大帝，以求后世正道。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云天大帝是无数人的噩梦，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皆如此。只要想问鼎至高境界，一旦听到云天大帝，那都会谈之色变。如果可以选择，那当然是选择云天大帝了。不过，我相信我会如同云天大帝一样，可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小看天下天骄。方辰认真说道。方辰也知道这个时代天骄辈出，数不胜数，所以才这么慎重。如果太过自负轻视天下人，那肯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了。同时方辰也知道，很多绝世天骄都还没有问世，现如今闻名于天下的天骄，在后续都会被淹没于凡尘之中，唯有少数的天骄坚持到最后。圣子殿下，你说的30岁归虚境强者到底是哪一位？我可从来没有听闻有谁30岁达到了归虚境的。花梦影好奇地问道。能够做到这程度的其实并不少，现如今就有一个，那就是大秦王朝的秦太子。这位拥有大秦祖龙血脉，天赋极高，也没有辱没大秦祖龙的名号。方辰笑着说道。原来你说的是他。外界传闻他刚突破到启明境没有多久，没想到早已达到了归虚境。这位大秦祖龙秦太子隐藏得更深啊。花梦影颇为意外，不过细想一下也很正常。作为人族3大天骄之一，大秦祖龙秦太子能达到这种程度，好像也不意外。只是这个秦太子隐藏了真实修为，让他感到十分诧异。就在两人谈论之时，裘龙走了进来，恭敬道：圣子殿下，大秦皇朝的秦太子送来了请帖，询问圣子殿下是否参加。这还真是说曹操到啊。什么事？方辰开口问道。回禀圣子殿下，大秦祖龙秦太子要举办一个天骄盛会，因此广邀天下天骄。听说大部分的天骄都已经被邀请了过去，无不是世间的顶级天骄，连万族的天才妖孽都去了不少，有好几位还是上古皇族圣子。而现在秦太子想要邀请圣子前往，估计也想让圣子前去，以增加这次天骄盛会的名气。裘龙开口说道。方辰听后沉思了片刻道：你回复他，我参加。如果是之前，方辰才不会参加这种天骄盛会。不过他突然想起，在大秦王朝范围有几样东西是他想要得到的，那原本是萧云亭的机缘，方辰打算拿过来用在花梦影的身上，这样好让花梦影快速提升。洞河仙府即将开启，方辰没办法不去，那么也只能让花梦影快速成长起来，挡在他的前面横扫了天骄妖孽，这样他或许可以得到摆烂奖励。看来圣子殿下突破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这位大秦祖龙秦太子坐不住了，想探一下你的虚实，看圣子殿下现如今达到怎样的程度了。花梦影笑道。要知道，以前这位大秦祖龙秦太子可从来没有举办这样的天骄盛会，方辰才刚突破到归虚境，对方就举办这样的盛会，还邀请了他，很难不让花梦影联想到这上面来。显然这个天骄盛会是假，对方想要探方辰的虚实才是真。这个天骄盛会未必是针对我一个人。秦太子举办的这个天骄盛会规模盛大，很多天骄都去了，估计秦太子也想知道这些天骄的底细，比如那几位上古皇族的圣子，就是不知道孔家的圣子去不去。如果去的话，那这天骄盛会就热闹了。方辰淡然说道。在人族的3大天骄之中，其中孔家的这位圣子最为神秘，那是很多年都未出世，一直都处于闭关状态，没人知道他的状况。在原著之中，也是到最后面才现。方辰也不知道，因为自己的摆烂，这位孔家圣子会不会提前出世。如果能够提前出世，那就好玩了。中州神土，大秦王朝屹立于此，同时中州神土汇聚了很多大势力，其中有4大不朽的皇朝全部汇聚在中州神土。因为中州神土地理位置特殊，在这里人杰地灵，气运极为旺盛，所以孕育出了那么多王朝。同时所有的不朽王朝也都愿意在这里扎根。在天玄界总共有5大板块，
分别是东神域、西陵神州、南渊神州、北域神州以及中州神土。这5大区域各具特色，不过中州神土的灵气充沛，这里人杰地灵是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由于一些原因，中州神土隐隐成为了天玄界的中心，无数的人族以及万族纷纷汇聚于中州神土。不过也因为这样，中州神土各大势力汇聚，并非一大势力占据这块区域。大秦王朝地灵城，这是大秦王朝的都城。或许是因为天骄盛会要开启的原因，整个地灵城都相当热闹，各大势力的天骄都汇聚在这里。如此浩大的盛会，也让地灵城的无数人议论起来。这次天骄盛会空前盛大，听闻大秦祖龙秦太子广邀天下天骄，连上古皇族的圣子都来了好几个。上古皇族的圣子算什么？要知道，这次云天圣子都参加了，这是不是真的？就是前不久刚踏入归虚境的云天圣子。千真万确，试问这天下还有谁敢冒充云天圣子？云天圣子来了，岂不是人族3大天骄就来了2位？就是不知道孔家的那位圣子来不来，这就不得而知了。孔家圣子一向神秘，很少在世人面前露面，除了前几年出事过一段时间，就再也没有他的踪迹。可能会来这里吧，毕竟这次的天骄盛会规模可不小。如果人族3大天骄齐聚，那就好玩了。人族3大天骄齐聚在这里，这绝对是难得的盛事。这次的天骄盛会的声势浩大，算得上万年以来最隆重的一次盛会。无数天骄齐聚在这里，也吸引了无数人来这里围观，都想观望这些闻名已久的天骄，亦或者想观望这些天骄之间的碰撞。此时，在一处高楼之上，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看着远方，一脸傲然道：“听闻人族3大天骄都拥有大帝之资，今日我倒想看一下这所谓的人族3大天骄有没有传闻中那么厉害。”很快，一旁的一名中年美妇说道：“这些人族的圣子天骄肯定比不上我们的魔子，我们魔子出世必定能够横扫这些所谓的人族天骄。”男子听到这话十分受用，来到中年美妇的面前，笑着说道：“花宗主，你说话还是那么好听。”中年美妇笑了笑，一脸妩媚道：“魔子殿下，我可不是奉承你，而是真心这么认为。”哈哈哈！魔子哈哈大笑起来，并没有说话，随即又坐了下来，喝了一口灵酒。这2人的身份都不简单，中年美妇是现如今月下殿的宗主花妖月，实力强大，是一名圣人境强者。还有花妖月虽然说不上倾国倾城，可是这姿态绝对算得上勾魂夺魄，让人看了无不倾心。当然了，作为月下殿的宗主花妖月，绝对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痴迷于阴阳大道，无法自拔。他痴迷于阴阳大道，并不是为了修炼，而是本性使然。对于他而言，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不管对方的身份如何，是什么种族都不会拒绝。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花妖月的名声并不好，可以说是声名狼藉。当然了，花妖月并不在乎这些，也是因为来者不拒的缘故，导致一些人就算知道会被吸干，也趋之若鹜。至于那位年轻人，是天魔宗的魔子邪慕白。在天玄界没有所谓的正邪之分，只要不是作恶多端、丧尽天良，是没有人管你的。但是唯独天魔宗是一个例外，让人唾弃。因为天魔宗臣服于域外天魔，成为域外天魔的走狗，这一点是让世人不能容忍的。而且天魔宗一直想要彻底解封天翼魔域，把那些域外天魔全部都放出来。因为这些原因，天魔宗在天玄界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存在。花宗主，听闻你的徒弟已经成为了云天圣子的追随者，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天魔宗魔子邪慕白开口问道。邪慕白来此，自然是为了见识这些所谓的天骄，同时还有月下殿的花梦影。慕白殿下，您就放心好了，花梦影对我言听计从，只要我出面，他会立马离开云天圣子。如果慕白殿下想要我们师徒2人服侍，这也并非不可以。花妖月媚眼如丝，还向邪慕白眨了眨眼睛，妙曼的身材在轻纱面前展现的淋漓尽致，让邪慕白体内气血翻涌。尤其是想到这师徒2人服侍的时候，这位天魔宗魔子忍不住的扑了上去。花宗主，记得你刚才说的话，希望你不要食言。我花妖月说话一向一言九鼎，绝对不会食言。既然这样，那就先与花宗主练练手吧。很快，在这楼阁之上就一片迷离。与此同时，一道神光出现在天际，出现在天空之上，俯瞰着地灵城。云天圣子在何处？人族的天骄在何处？赶紧给我滚出来，让我看一下你们人族的天骄到底有什么能耐。此话在天空中响起，顿时引来无数人的目光。不少人心中暗叹：天骄盛会要开始了吗？血族圣子雪景伦，天骄盛会这是要开始了？万族的天骄这是让血族圣子打头阵吗？这位血族圣子的实力可不弱，据说70多岁就踏入了归虚境，现如今已经在归虚境10多年，实力不容小觑。也不知道人族这边该如何应战，我还以为会是人族率先发难，没想到先是万族。等了那么久，天骄盛会总算要开始了。地灵城诸多修士看着天空，等待着后续的发展。天骄盛会从来都不是聚集在一起聊天喝茶，无论何时何地的天骄盛会，战斗一直都是不变的主题。天骄历来都心高气傲，谁都不服谁，想要力压别人一头，那自然实力说了算。尤其是这次的天骄盛会，汇聚了天下一半的天骄，能够邀请的天骄无不是各大势力赫赫有名之辈。这些人在年轻一辈绝对是独领风骚的存在。这次天骄盛会，注定有人如同骄阳一般闪耀，也有人如同流星一般坠落。由于雪景伦的声音很大，直接传遍了整个地灵城，立马被所有人听见。这个雪景伦还真是该死！天魔宗魔子邪慕白抬头看向天空，脸色无比阴沉。他正在干正事，这个雪景伦突然冒出来，吓得他一哆嗦，直接缩了回去。本魔子去会一下他。邪慕白心情很不好，
只想去宰了这个雪景轮。慕白殿下，万万不可！你的身份不能暴露，而且方辰他们都还没有露面，如果冒失露面，很容易暴露身份，这样也会影响我们的计划。花妖月一阵无语，急忙拉住天魔宗魔子，这家伙太心急了，难怪办事情那么快。天骄盛会这才开始，就要暴露自己。虽然天魔宗的秘法非常霸道，可是如果提前出去，也有暴露的风险。天魔宗魔子的身份在地灵城这种地方暴露，那可不是一件好事。怎么说，这里也是大秦王朝的大本营啊。不错，你说的有道理。邪慕白冷静下来，不由点了点头。他们这次过来是为了花梦影，其次才是会一会天下天骄。要是现在跑出去，反而见不到花梦影，还会有暴露的风险。他们之所以来地灵城，也是知道方辰会带花梦影前来，为何不去云天圣地要人呢？那肯定是没有这个胆子。别说他一个天魔宗的魔子了，哪怕是天魔宗的宗主，也不敢去云天圣地要人啊。一旦云天圣地发难，天魔宗宗主也要饮恨于此。东神域的霸主，那绝对不是开玩笑的。至于为何敢来地灵城，那自然是因为他们有自信，全身而退。至于云天圣地，他们就没有这个自信了。这万族的家伙倒是很心急，人都还没有到齐就准备开战了。当初云天圣子宰了蛇族圣子与巨鹰族天骄阴天一，我这个九阳圣地的圣子也不甘下风，今日就宰了这个血族圣子吧。一名青年站了出来，一脸豪迈道。随着声音响起，一道如同骄阳一般的身影出现在天空，身体散发出光芒，仿佛太阳一般金光璀璨。九阳圣子迎战了。传闻九阳圣子拥有九阳圣体，至刚至阳，气血雄厚，就如同太阳一般。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天骄盛会的开场戏，就是血族圣子与九阳圣子之间的对战吗？果然这次天骄盛会不一般。哈哈，如果是以往，这绝对算得上压轴戏了。也只有大秦祖龙秦太子有这个面子，才能邀请来这么多天骄。我看不止这位大秦祖龙秦太子的面子，估计还有云天圣子的面子。要知道，昔日云天圣子斩杀蛇族圣子，导致万族的颜面尽失，让那些万族天骄恨得直咬牙。这一次，不少万族天骄都来了，估计想要找回颜面。该不会这些万族天骄想要击败云天圣子吧？这个玩笑就开大了。这倒是不至于，云天圣子虽然天赋高，20岁就踏入了归虚境，古往今来也找不到几人，可是顶不住那么多万族天骄啊。有很多万族天骄也将近100岁，早已经踏入了归虚境，他们的实力比起云天圣子，估计也差不了多少。人多欺负人少，这还有脸了吗？要是好几轮都没有拿下云天圣子，他们还有脸出手吗？不错，况且他们年纪大了，云天圣子那么多，还好意思出手吗？这倒是没什么，只要相差不到100岁，就算是同一代人。而且以云天圣子的实力，难道还指望那些20出头的万族天骄上去挑战吗？那不是找死吗？这样的同龄人中，有几个人是云天圣子的对手？这样说倒是有道理，同龄人之中还真找不到对手，也只能让万族那些上百岁的天骄上了，看能不能压制住云天圣子。一般来说，只要年龄相差不到100岁，就算是同一代人。比如曾经的蛇族圣子与方辰算是同一代人，只不过方辰太过天才妖孽，20岁左右就达到了归虚境，修炼速度太快，以至于无法将他当成20-30岁的天骄来看待，只能用境界去衡量。就好像现在的血族圣子等人都将近100岁了，大部分都处于归虚境，这些人无不比方辰多修炼7-80年。呵呵，还真是大言不惭，就你也想杀我？雪景伦全身气势大涨，居高临下的看着九阳圣子。你们万族的人嘴都这么硬吗？当初蛇族圣子也是这样，最终还是被云天圣子斩杀。而且你们上古皇族屁都不敢放，还送了4柄圣级神兵赔罪，同时还额外赠送了2名天骄祭天。九阳圣子阴阳怪气道：万灵城的事早就传遍了天玄界，而蛇族与巨鹰族都成为了天下的笑柄，主要2大上古皇族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损失了4名天骄，同时也损失了4柄圣级神兵，已经不能用损失惨重来形容，完全成为了天下的笑话。住口！那是云天圣子阴险狡诈，欺骗了我们。巨鹰族的圣子坐不住了，直接跳了出来。万灵城的事让他们十分愤怒，他本来是不想前来的，可是听闻方辰要来，就特意来了，主要还是想一雪前耻。之前方辰是启明境，要是主动去找方辰，方辰可以拒绝，毕竟境界相差太大。现如今方辰突破到归虚境，同样是归虚境的他，如果提出挑战，要是方辰拒绝的话，那就是害怕了，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柄。这也算是为巨鹰族讨回了颜面。如果对方应战的话，那他绝对要为巨鹰族找回颜面，让方辰付出惨重的代价。哼，那不是你们自己愚蠢吗？这怪得了谁啊？云天圣子也没有欺骗你们啊，那是你们主动找上门来的。不得不说，这位九阳圣子就是一个阴阳人，阴阳怪气起来完全不是人，还有这接伤疤的本事也是无人能及。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一切都是蛇族与巨鹰族自找的，方辰也没有刻意欺骗他们。哈哈，九阳圣子竟说大实话，不错，说得好，人蠢了能怪别人吗？怪不了别人啊，何况云天圣子没有欺骗你们。不错，好像是你们先去招惹云天圣子，还自持自己的身份，觉得能够击败云天圣子，结果却被反杀了，还觉得是云天圣子的守护者出手干预，这才导致你们满盘皆输。这要怪也怪不了人家云天圣子，只能怪你们自己愚蠢。哈，为何我当初就没遇到这样的好事？那可是4柄圣级神兵啊！哈哈，你现在就可以上去学一下云天圣子，只不过需要你有足够的背景，同时要有足够的实力，不然你去就是送财童子了。你倒是提醒了我，2大上古妖族之所以屁都不敢放，也是因为云天圣地的原因，不然以这2大上古妖族的行事作风，肯定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
有强大的背景，有强大的使命，那就是云天圣子；两者皆无，那就将成为尘土。随着九阳圣子的阴阳怪气，帝灵城很多修士都放开了，也阴阳怪气的嘲讽起来。毕竟在帝灵城，人族的修士居多。听到下方的议论，巨鹰族的圣子满脸铁青，全身弥漫着一股杀气，尤其是对那位九阳圣子，恨不得上去直接将其斩杀。要不是这家伙嘴碎，也不至于让他颜面扫地。别那么盯着我，我可不怕，大不了我斩了你这条冰龙，然后再斩一头鹰。九阳圣子丝毫不给面子。不错，血族就是冰龙一族的后裔，算得上上古妖族皇族了。而九阳圣地虽然比不过云天圣地，但是也相差不是太多。同样是大圣地，也不怕这些上古妖族。有本事就动手，没本事就赶紧闭嘴。你先退到一边，让我来斩了这家伙。巨鹰族的圣子彻底坐不住了，直接飞身而起，来到天空说道：如果再不答应的话，必然会沦为所有人的笑柄。滚下去！雪景伦根本就没有看这位巨鹰族的圣子，直接冷声说道：他还没有拿这个九阳圣子出气，岂能让别人拿他出气？况且他们巨鹰族出丑，关他什么鸟事？这事情不是你们自找的吗？在妖族之中，也并非铁板一块，各大势力都有较量，也有针锋相对。其中巨鹰族与血族关系不好，一向都很不对付，因此雪景伦丝毫不给巨鹰族圣子的面子。也并不是血族与巨鹰族是处于同一个层次，而是血族背后站着的是龙族，万族之中最为强大的上古皇族。简单来说，血族背后有大殿，这导致血族除了龙族这个靠山以外，其他的妖族谁都不放在眼中。就因为血族有龙族这个大爹，哪怕巨鹰族与血族有血海深仇，也不敢轻易对血族下杀手。因为两大妖族有仇怨，雪景伦也丝毫不给对方的面子，甚至巴不得九阳圣子多嘲讽对方几句，他也乐得看热闹。巨鹰族圣子阴天笑气的不轻，没有想到雪景伦一点都不给自己面子，强大的气势爆发出来，直接笼罩了雪景伦。你想要与我动手吗？雪景伦丝毫不惧，强大的威压也爆发了出来。轰的一声，两道恐怖的威压碰撞在一起，顿时在空中形成了一道涟漪，仿佛空间都要炸开一般。作为始作俑者的九阳圣子站在一旁更是添油加醋道：雪景伦啊，要是这头鹰敢在我面前这么说话，我早就宰了他。反正你背后有龙族撑腰，怕他一个畜生干嘛？就算真的杀了他，巨鹰族也不敢说什么。雪景伦，你要是一个男人，就宰了这头鹰，别像女人在那里磨叽了。此话一出，众人都一阵汗颜。这家伙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这火上浇油的本事还真是无人能及。不过想来也是，九阳圣子这么做也无可厚非。这两个家伙都想要对付他，那九阳圣子巴不得这两人打起来。此时在一处楼阁之上，一位娇小可爱的女子不由吐了吐舌头说道：这九阳圣子还真是一个神人，三言两语就把自己抽身事外，反而让这两位对付他的妖族圣子快要打起来了。皇兄，这一次你邀请九阳圣子还真明智。在女子的旁边站着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青年背负着双手，身上散发出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同时身上也有着一股帝王的威严之气。九阳圣子虽然性格古怪，可是其他方面都极为优秀，如果不邀请他，这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有了他的加入，这次天骄盛会就没有那么无聊了，平添了几分乐趣。青年开口说道。这位青年也不是别人，正是这次天骄盛会的举办者，大秦祖龙秦太子秦天明，同时也被誉为人族三大天骄之一。至于旁边的女子，来自大秦王朝的公主秦玲珑。秦玲珑笑了笑说道：这也是皇兄的面子大，不然其他人请九阳圣子，不见得对方会来。之前凤凰一族的圣子敖天宇举办天骄盛会，邀请过九阳圣子，可是他并没有去，完全没给敖天宇的面子。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未必能够让这些天骄过来，这其中还有云天圣子的原因。大秦祖龙秦太子秦天明说道。皇兄，这是为什么呢？秦玲珑疑惑道。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要看在云天圣子的面子上吗？难道皇兄的面子还不够大吗？秦天明一脸平静地说道。曾经云天圣子斩杀蛇族圣子，还让两大上古妖族吃瘪，加上前不久对方还突破到归虚境，成为了名满天下的天骄，这自然吸引了各方天骄前来观望，都想着要踩着这位云天圣子上去。而我同样也有这样的想法。秦天明说到这里，目光之中流露出一丝深沉。现在天下的天骄几乎都盯着方辰，都想踩着他上去。秦玲珑听到这话，不由笑了起来。我相信皇兄一定能够击败那个云天圣子。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挥动着小拳头，看起来十分可爱。就在此时，天空之中一阵轰鸣作响，好几辆战车拉着一座华贵的楼阁向这边来，强大的威压出现在天际，让天空轰鸣作响。在战车之中有着一面旗子，旗子上有两个硕大的字云天。看到这一幕，所有人全身不由一震，瞳孔猛然一缩，一股无形的肃杀之气蔓延到天空。云天圣子来了，云天圣子来了！立马就有人惊呼起来。天骄盛会的主角之一总算是来了。这一次的天骄盛会主角并非是大秦祖龙秦太子，而是这位云天圣子方辰。很多天骄都是为方辰而来。一声轰鸣声响起，战车席卷而来，停在了帝灵城的上空。尤其是战车上面的两个字特别显眼，引人注目。云天。此时此刻，帝灵城的所有强者都看向天空，无论是年轻一辈也好，还是老一辈也罢，都被吸引了。哪怕身处帝灵城深处的皇城，大秦帝王也看向天空。对于方辰这样的天才妖孽，无论是谁都很好奇。20岁就踏入了归虚境，这样的天赋在古往今来都极为少见。
哪怕是那些名垂千古的少年大帝，在这个年纪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修为。天才绝世妖孽，少年帝境天骄，天骄之子，任何赞赏与称赞放在方辰的身上都不为过。他总算是来了。秦天明背负着双手，看着天空之上，他的目光好像通过战车后面的亭台楼阁，看见里面的方辰一般，平静的目光之中流露出无尽战意，如同熊熊烈火在燃烧一般。云天圣子来了吗？秦玲珑满是好奇。对于这位名动天玄界的天才妖孽，他心中也十分好奇，并非方辰的名气有多大，主要是来自皇兄的赞美。这个世间能够让皇兄这么称赞的人已经很少了，这个方辰算是一个。他也想知道这个方辰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能够让自己皇兄这样。在帝陵城的一处楼阁之上，天魔宗魔子与花妖月站在一起，通过窗户看着天空，看着天上的亭台楼阁。哼，这个云天圣子的架子倒是挺大的。看见众人翘首以盼，众星捧月的模样，天魔宗魔子心中极为不爽。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他没有彻底出事。要是他出事，那完全没有这个方辰什么事。花妖月对于天魔宗魔子的性格也是非常了解，知道这位魔子只是嫉妒。对于这一点，花妖月心中没有什么波澜。他见过的人太多了，各种性格的人都交往过，所以内心之中毫无波澜。传闻云天圣子英俊潇洒，乃是世间少有的英杰美男，不知道是何种感觉，也不知道我那徒儿交给他没有。花妖月舔了舔嘴唇，一阵心动。就算他来者不拒，可是说要遇到这世间的英杰美男，他还是极为心动的。同样他也在想花梦影的事情，他之所以看中花梦影，而且能让花梦影在月下殿这种地方还保持着完璧之身，这自然是有目的的，只是想将花梦影的第一次献给这位天魔宗的魔子，从天魔宗那里换取更多的利益。至于他这个徒弟本身，他其实并不在意。如果不是花梦影有利用价值，花妖月根本不会在乎这个徒弟。随着亭台楼阁停下，方辰与花梦影走了出来，停留在半空之中。两人都气度不凡，有着超凡脱俗的气质，犹如天上的仙人一般，豁然是一对神仙眷侣，让人看了都为之惊叹。面对众人的目光，方辰一脸淡然道：“各位不用这样看着我，本圣子可不是仙女，而且今天的主角是秦太子，不知道秦太子在哪里？今日本圣子也是受邀而来，他才是今天天骄盛会的主角。”此话一出，很多人都笑了起来。哈哈，云天圣子虽然不是仙女，可是比仙女更加吸引人，更加万众瞩目，几乎帝陵城的人都在看你。哈哈，秦太子可不是主角，圣子心里没数啊。今天不知道多少天骄是为你而来，这倒是实话。尤其是几大上古皇族的天骄们，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云天圣子而来，都想要找回颜面，一雪前耻。哈哈，这一次我看他们又要失望了。云天圣子赶来，自然信心十足。这些上古皇族的天骄要是跳出来，多半会走蛇族圣子的老路。对了，大秦祖龙秦太子在哪里？现如今云天圣子都来了，他怎么还没有现身呢？方辰的话让帝陵城立马热闹起来，这也让原本沉默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云天圣子说笑了，虽然天骄盛会是我举办的，可是谁不知道大部分天骄都是为你而来，说你是这次天骄盛会的主角，一点都没有错。秦天明从楼阁之中走了出来，气度不凡，犹如一尊帝王一般高高在上，让人无不惊叹。这就是人族三大天骄之一，大秦祖龙秦太子秦天明。果不其然，如同传闻一样，已经有着几分帝王的气息，就如同大秦祖龙将士一般，有着睥睨天下的气势。哪怕他面对云天圣子这样的绝世天骄，也同样不落下风。既然各位天骄已经到了，那就到下面的楼阁之中落座吧，本座已经给各位安排好了。秦天明淡然说道。就在此时，在天空之中有着一道怒笑声传来：“方辰，站出来受死！”殷天笑怒吼一声，一双如同铜铃一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方辰，眼中杀意滔天。他今天前来，自然是为了一雪前耻。曾经方辰带给他们巨婴族的耻辱，今天要让对方10倍偿还。我先来斩了他。雪族雪景伦也站了出来道：“他与方辰没有矛盾，只是想要击败方辰罢了。现在的方辰成为无数天骄眼中的香饽饽，都想要击败方辰成名。尤其是妖族的这些天骄们，都想踩着方辰一战成名。滚一边去！我先挑战的，懂不懂先来后到？”殷天笑愤怒道。他早就看这个雪景伦不爽了，多次与他作对，这一次怎么可能相让？管你是谁，我想挑战就挑战。雪景伦丝毫不给面子，无比嚣张道：“要不你们两个先打一场，打赢之后再跟我打。”方辰本来想要下去，看见这两人争吵，不由停下来笑道。九阳圣子见此也开口附和道：“不错，这个提议很好。你们都想挑战云天圣子，只有打赢了才有这个资格。我刚才已经提醒过你们了，可惜你们两个家伙迟迟不肯动手。”说错话的时候，九阳圣子还一脸惋惜：“你还是没有变，跟以前一样，还是搅屎棍。”方辰看了一眼九阳圣子，这家伙与一般的天骄不同，想象力天马行空，做事情从来不怕把事情搞大，无论何时都喜欢添油加醋，生怕这些人不把事情搞大。说起来，这家伙也是一个反派，与方辰关系还不错。在原著之中，因为这家伙是搅屎棍，好几次与萧云亭结仇，最终被萧云亭斩杀。你才是搅屎棍，我九阳圣子这么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怎么可能是搅屎棍呢？九阳圣子不满道：“这家伙会不会说话呢？一开口就说他是搅屎棍，这样礼貌吗？而且这事情他还在帮方辰呢，还有他也在帮大家，让大家看起来更起劲。不然以这些人的性格，半天都打不起来，那还不无聊死。”方辰没有理会对方，随之向楼阁之中而去。他也懒得理会这些人。虽然说天骄盛会肯定是要打架的，
可是怎么说也是过来参加盛会，要打架也是后面才打。何况这些人还不值得他出手，这完全没趣。你还不是没变，跟以前一样无趣。看见方辰不理他，九阳圣子也感到无趣，随之也进入了楼阁之中。其余人看见方辰都进去了，自然也跟着进去。很快就只剩下雪族圣子雪景伦与巨鹰族圣子殷天啸，两人大眼瞪小眼，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只是很快他们就发现所有人都离开了，他们都冷哼一声，然后也跟着进入楼阁之中。方辰进去之后，一名娇小的萝莉向他眨巴着眼睛：“你就是云天圣子方辰？看来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还不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秦玲珑一边打量着方辰，一边失望地说道：“这是恋爱脑秦玲珑，应该是这女人了。秦天明就这么一个妹妹，而且看起来蠢萌得很，不是看起来蠢，是真的蠢。虽然长得可爱，看起来是天生的小萝莉，只是可惜脑子不好使。后面为了萧云婷，还害了秦天明，差点导致秦天明根基被毁。就算这样，秦天明的修为也难以有进步。也就秦天明宠爱这个妹妹，要是我是秦天明，有这么一个蠢货妹妹，估计会立马杀了祭天。这样的妹妹不祭天，难道还留着过年？”方辰微微皱起了眉头，心中想到，对于这位秦玲珑，他并不陌，因为秦玲珑也算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女主，是一个极为蠢萌的萝莉。当然，现在年龄并不大，看起来还比较小，不过后续哪怕年纪大了，为了维持在萧云婷心中的印象，还特意没有长大，这让方辰十分无语。这个秦玲珑妥妥是一个恋爱脑，自从喜欢上了萧云婷后，所有事情都以萧云婷为主，本来脑子就少，他还恋爱脑，彻底没脑子了。为此还坑了秦天明好几次，有一次差点让秦天明断送了根基。哪怕这样，秦天明也没有太过怪罪秦玲珑，也就秦天明宠爱这个妹妹，什么惩罚都没有给。要是方辰的话，估计早就不要了。请问这样的坑货妹妹还能要吗？留着难道嫌命长吗？秦玲珑听到这些声音，脑袋嗡嗡作响，瞪大了双眼，心中一阵恼怒。恋爱脑？什么是恋爱脑？而且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去害我的皇兄呢？不错，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萧云婷，这家伙完全是在污蔑。可是为什么我能够听到这家伙的心声呢？秦玲珑心中满是疑惑。一旁的花梦莹美眸流转，对于方辰的心声，她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听到方辰的心声后，花梦莹目光闪烁，看来并非她一个人能听见方辰的心声。难道这个秦玲珑也是这本书的女主角之一？在接触方辰那么久后，听了方辰那么多心声，花梦莹也了解了一个大概。一开始，花梦莹觉得这个事情太匪夷所思了，觉得完全是在扯淡。可是后面的所有事情都印证了方辰的心声，方辰好像知道剧情该如何发展一般，这让花梦莹觉得十分新奇。她觉得跟着方辰实在是太明智了。既然秦玲珑能够听见方辰的心声，这代表着她也是女主，这是不是说林洛薇也能听见方辰的心声？也就是说，林洛薇早就知道方辰在心中骂她是一个无脑的女人。想到这些，花梦影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感觉这一切太好玩了。如果林洛薇一开始就知道方辰的心声，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也难怪林洛薇不理会萧云婷了，原来是这个原因。想明白这些，花梦影觉得有些事情豁然开朗。看见秦玲珑好像要开口，花梦影正打算制止。就在这个时候，秦天明走了出来，开口说道：“方辰，这位是我的妹妹秦玲珑，年纪小不懂事，说话也不严谨，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你见谅。”秦天明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对于自己这个妹妹也是知根知底，所以特意站出来提醒。没什么，这小孩挺可爱的。方辰笑了笑，还摸了摸秦玲珑的脑袋。熊孩子一个，大家都懂。只是这个秦玲珑不是一般的熊孩子，以后这个秦天明就要遭罪了。不过还是离这个熊孩子远一点，虽然没有为恶的心思，可是熊孩子的做法让人厌恶，让人不可理喻。谁是熊孩子了？你把话说清楚。秦玲珑的心态快要炸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敢这么说，说他是恋爱脑就算了，还说他是熊孩子，这摆明是在羞辱他。他都快气炸了，如果不是皇兄在这里，他就一口咬在这个方辰的身上，一口咬死他。此时秦玲珑愤怒不已，很想打人。对于秦玲珑的神情变化，方辰毫不在意，不过心中也暗自点头，熊孩子就是这般。看到方辰还想再说他熊孩子，秦玲珑立马忍不住了，他站出来就要说话，突然花梦莹走了出来，满脸笑容道：“玲珑公主，很高兴认识你，我叫花梦莹，不知道你听闻过没？”听到这话，秦玲珑一脸傲娇地看着花梦莹，哼了一声道：“前不久已成为方辰的追随者，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因为方辰的缘故，秦玲珑也没给花梦影好脸色。听到这话，花梦影直接传音道：“小公主，看来你也能够听到圣子殿下的心声，我与你一样，也能够听见圣子殿下的心声。”花梦影也是经过思考，直接与秦玲珑摊牌。他们两人传音也是不想让外人听见，尤其不想让方辰听见。方辰与秦天明在聊天，倒是没有理会这两人。你是说，刚才那个是他的心声？秦玲珑瞪大了双眼，这个时候好像也反应过来。趁着这个机会，花梦影带着秦玲珑来到一边。不错，刚才是圣子殿下的心声，也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说到这里，花梦影陷入了沉思，她在想要不要向秦玲珑摊牌。可是想到秦玲珑与秦天明的关系，要是说出去，必然会给方辰带来麻烦。可是为何我能够听见他的心声呢？秦玲珑好奇地问道。他这才反应过来，刚才方辰说他的坏话，原来是对方的心里话。哼，这个方辰还真是可恶，居然在心里说他是这样的人，说他什么恋爱脑，是熊孩子，还说他坑自己皇兄，
这家伙还真够恶心的。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吧。而且我们家圣子殿下还知晓未来，这事情我已经验证过了。如果公主不相信，以后可以跟随着我们家圣子殿下，然后就清楚了。而且圣子殿下说的也没有错，如果没有圣子殿下干涉，你日后会遇见一个叫萧云婷的人，然后被他牵扯，从而还会导致你皇兄出事。花梦影心念电转，打算给秦玲珑心中埋下一颗种子，也算是给秦玲珑提个醒，以后不要与萧云婷有瓜葛，同时也不要与方辰交恶。他也知道方辰对萧云婷十分厌恶，可是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出手干涉，甚至不能出手。可是他可以啊，他要让萧云婷后续可能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导致全面崩盘。谁让萧云婷在未来想要斩杀圣子殿下呢？既然敢动他的男人，那他花梦影怎么可能放过？那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秦玲珑虽然蠢，可是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人，不可能因为花梦影的三言两语就相信了他的话。我知道你的顾虑，换成是我也会有同样的顾虑。如果你想以后帮助自己的皇兄，不妨暂时相信我的话，跟在圣子殿下身边一段时间，反正你能听到他的心声，我相信你能够分辨出事情的真假，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坏处。而且圣子殿下没必要陷害你，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没有仇怨，再加上大秦王朝与云天圣地的关系摆在那里，我与圣子殿下没有理由害你。而且圣子殿下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也希望公主殿下能够保密。花梦影看向秦玲珑，认真说道。听到这话，秦玲珑陷入了沉思，随即点了点头，好，我暂时相信你。花梦影见此，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在他知道秦玲珑也能听到方辰心声后，就猜到方辰的心声触发条件，然后心中也有了打算，准备联手其他的女主角开始对萧云婷下手。当然了，并非是无脑联手，至少林洛薇还要观望，他暂时不会去拉拢对方。很快，诸多天骄都落座，此时偌大的楼阁之中坐满了人，随便站起来一位都是名震一方的天骄，无论背景天赋，那绝对是没话说。既然各位都到了，那什么时候开打？难道我们这么多人坐在这里讲到喝茶聊天？殷天笑极为不爽，早就想要打架了。他可不是来讲到喝茶聊天的，而是来挑战方辰，一雪前耻的。我也这么认为，如果要开打，那就赶紧打，打完好回家。雪景伦开口说道。虽然他与殷天笑不对付，但是在这一点上目的是一致的。不错，什么时候开打？虎族圣子虎秋柏也站起来说道。他早就来到这里，只不过不同于其他人，略微低调了一些，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已经到了。哼，难道人族天骄不敢战了，只想邀请我们讲到喝茶聊天？如果是这样，那也太没趣了，还不如早点回家。一名穿着红色衣裙的女子，有着一头红发，站起来说道。这位是朱雀圣女，身材极为火爆，皮肤白皙，双眼之中仿佛有火焰一般，摄人心魄。只是坐在那里，周围的就一阵炙热。在场的天骄，如果论颜值的话，估计也只有花梦影能够与之相比。朱雀圣女是上古皇族朱雀一族的圣女，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仙女。只不过由于性格太过火爆，就算有很多仰慕者，也不敢靠近。也因为这个原因，朱雀圣女身边没有追求者。比起你们来，我更按捺不住，更想动手，早就想揍你们这帮畜生了。九阳圣子不开口则已，一开口绝对拉仇恨。轰的一声，强大的威压直接散开。你们别用杀人又放火的目光看着我，要开战就来，别以为我们人族天骄就怕你们。九阳圣子面不改色，看向这些妖族天骄，一脸挑衅道。这些人族天骄满脸黑线，这个九阳圣子真的如传闻一般，就是一个搅屎棍。有他在，怎么可能安稳？既然各位都没有聊天喝茶讲到的想法，那就开始吧。天骄盛会开始后，你们自行去找寻对手吧。秦天明站起来开口说道。本来这次天骄盛会就是要打架，并非喝茶聊天讲到的。既然这些人按捺不住，那就开打吧。这也是秦天明心中的想法。举办这次天骄盛会，就是要把这些天骄汇聚于此，然后了解这些天骄的实力，为以后横扫这些天骄做准备。他也想复刻曾经的大秦祖龙大帝，可以横扫同时代的天骄，做到同辈无敌。很快，数十名天骄直接站了起来，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坐在那里的方辰。显然，他们想要挑战的目标就是方辰。方辰看见这些人的目光，不由笑了起来。你们这么的天骄，挑战我一个人也很无趣。要不这样，既然要挑战，那就整点彩头。人族与妖族各出5人对战，一方赢3场或3场以上即为获胜。输的一方每个人拿出价值1亿灵石的物品给赢的一方。你们看怎么样？方辰看向这些人笑道。其实方辰就算迎战，所有人也不惧怕，只是那么做太没意思了。既然各方天骄都来了，还不如来一场人族与妖族的比试，这样才有意思。如果能够让对方出点血，那就更有意思了。我没意见，只是方辰，结束之后我要与你一战。秦天明目光炙热地看着方辰说道。说他最想与谁一战，那自然是方辰。那好，方辰自然没有意见，点头答应。我也没有意见，我们这边可以随便派出一个人来。九阳圣子笑着说道，丝毫不给妖族天骄的面子。好，我们也没有意见。妖族天骄相视了一眼，也都点头道。他们也看出来了，方辰根本就无意迎战这么多人，与其这样，还不如答应下来，正好也让人族那边出点血。要是单个的比试，他们或许可能输，可是这点人比试，他们还是极有自信的。他们这边有好几个圣子在场，每一个都是天才妖孽，怎么也能赢下3场。如果5场比赛赢下3场，那就胜券在握了。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确定出战人员，然后比试。方辰开口说道。随即人族与妖族这边商议起来。方辰、秦天明、
九阳圣子这三人自然当仁不让。除此之外，还多了2名人族天骄，其中1人是天云宗高小良，另外1人是宋家天骄宋缺。很快，人族这边的5人就定了下来，5人当中全都是归虚境的强者，每个人都是名震一方的天骄。至于妖族这边4大圣子占了4个，至于剩下的1个位置不是给别人，而是给凤凰一族的圣子敖天宇。可以说，此次妖族这边出动了好几名天骄，数量比人族还要多，5名圣子在场，这是以往都没有的事情。天空中一阵嗡嗡作响，一个巨大的擂台悬浮在空中，上面道纹弥漫，阵纹笼罩了整个天空。这是大秦王朝特意设立的擂台，哪怕是圣人境强者也无法将其破坏，这足以让这些天骄在其中全力战斗。不是需要5个人吗？你们还有1个人呢？该不会你们如此自信，觉得4个人就已经足够了？九阳圣子淡然笑道。还有1人等下就来。殷天啸冷声说道。他对这个九阳圣子极为不爽，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看这家伙欠揍。我们最后1个人选，等下你们就知道了。而且九阳圣子，你赶紧滚过来受死，本圣子今天必斩你！殷天啸愤怒地咆哮道。说完这话，下一刻就进入了擂台之中，站在其中俯视着不远处的九阳圣子。这一次，他代表着妖族这边出战，他自己清楚有敖天宇在，自己根本不可能对上方辰。既然这样，那还不如找1个人出气。九阳圣子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家伙嘴那么碎，早就让他极为不爽了。来了，你别那么着急，见过主动送上门找揍的，没见过这么着急送上门找揍的。既然你那么迫不及待，那我就成全你。九阳圣子从来没有怕过人，嘴巴也没有饶过人。很快，2人都出现在擂台之中，也没有多废话，直接开打。哪怕是九阳圣子也是这样，虽然这家伙嘴巴有些贱，可是对战殷天啸还是极为重视。毕竟能够成为巨婴族的圣子，那肯定有些本事。云天圣子，你觉得他们谁会获胜？秦天明看向身边的方辰问道。九阳圣子，这家伙虽然贱兮兮的，可是还是有点实力。那个殷天啸不是他的对手。方辰看着擂台上的战斗，淡然说道。我觉得那个殷天啸更厉害一点，不过还是希望九阳圣子获胜。秦天明淡然笑道。方辰也不觉得意外，如果不是自己知道剧情，也会这么觉得。因为各方面，这个殷天啸都占据优势。不过方辰知道，九阳圣子深藏不露，手上的底牌有很多，想要击败他可没有那么容易。至少这个殷天啸没办法击败他。此时在虚空之中，一道声音响起：老东西，你家圣子必输无疑。随即好几道身影出现，这些人都是这些圣子的守护者。像圣子这样的天骄，出行肯定有守护者，不然一位圣子陨落，对于任何势力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尤其是妖族这边，这些守护者都极为强大，为的就是保护他们的圣子安全。毕竟地灵城这样的地方，那是人族的地盘。巨婴族的强者听后，顿时冷哼一声，神情无比的冰冷，看着九阳圣地那边的强者，冷声道：哼，希望等下你还能这么自信，等下你们家的圣子被斩杀，别恼羞成怒。他对自家圣子殷天啸还是非常自信的，打败那个九阳圣子完全绰绰有余。这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等下离别恼羞成怒就好。九阳圣地的强者笑着说道。他对自家圣子的实力自然清楚，在归虚境能够打败自家圣子的天骄屈指可数，至少这个殷天啸不行。这一局殷天啸稳了，必然能够打败那个九阳圣子。等下5局的比试结果也是一样，肯定我们妖族获胜。哈哈，真不知道那个云天圣子是怎么想的，居然提出5局3胜，这不是让我们赢吗？估计他觉得他们那边有3人，必定能击败我们这边的3个人。秦天明确实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方辰与九阳圣子那是完全没有机会。妖族的强者都出现，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表面上看，他们的实力比人族强很多，5名圣子出战，人族那边也就3位圣子而已。除此之外，最后还有敖天宇出手，人族这边将无人与之抗衡。对于这一点，他们是非常自信的，哪怕秦天明与方辰出手都完全不行。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才开始，我们这边赢3局完全够了。高小良如果击败你们这边1个人，到时候你们别震惊，看来我们宋家没有出事，让你们轻视我们宋家。妖族的强者自信满满，让人族的强者极为不满，尤其是高小良与宋缺背后的势力。虽然表面上两者确实不如对手，可是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况且不交手也不知道深浅。妖族这边冷笑应对，自然看不起这2大势力的天骄，仿佛已经看见他们落败了一般。此时擂台上无数神光爆发，各种道法层出不穷碰撞在一起，恐怖的威能彻底爆发，让坚固的擂台都在颤抖，阵纹也浮现出来。殷天啸，你就这么一点实力吗？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就你这点实力也想去挑战方辰？九阳圣子一边抵挡着殷天啸的攻击，一边嘲讽起来。听到这话，殷天啸的脸色难看下来，冷哼一声道：你这是在找死，今天看我怎么斩杀你的。随后殷天啸直接化为一头大鹰，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身上的羽毛更是颤动起来，每一根羽毛就犹如长剑一般，爆发出一阵剑鸣声。这是巨鹰族的神通，威力强大，每一根羽毛都犹如长剑一般，锋芒毕露，无人可以抵挡。一声轰鸣响起，漫天剑雨落下，一下就向九阳圣子而去，无数的羽化长剑将整个擂台都覆盖。呵呵，就你还想来斩杀我，做梦去吧！九阳圣体，九阳圣子冷喝一声，身上爆发出一道金光，这道金光直接在周围形成了一道金防护罩，上面道纹密布。一时之间，九阳圣子被金光笼罩，仿佛在天空中发光的太阳一般，金光璀璨，睥睨天下。轰！九阳圣子一拳砸了出去，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
满天的箭雨根本无法穿透他的防御，直接被九阳圣子一拳轰飞。随后九阳圣子飞身而出，直接向殷天啸而去，又是一拳轰出，直接轰在了殷天啸的身上。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殷天啸身上的防御犹如纸糊一般直接破碎。一时之间，殷天啸的身体居然无法承受这一拳，直接炸开，红色鲜血挥洒长空，无数箭雨落在擂台之上。最终只剩下殷天啸无比惊恐的神魂，就那么惊恐地看着九阳圣子。他怎么也没想到九阳圣子居然如此厉害。九阳圣子绝对是一个狠人，看见殷天啸只剩下一缕神魂，直接痛下杀手。他不管对方是不是上古皇族，不管对方在各自圣地的地位如何，既然敢放话来斩杀他，那么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你敢？住手！看见九阳圣子痛下杀手，上古妖族那边除了血族之外，纷纷的呵斥起来。上古妖族的天骄此时也坐不住了，虽然殷天啸输了，让他们面子上过不去，但是并不代表他们能亲眼看着殷天啸死在九阳圣子的手上，这是在打他们上古妖族的脸啊！突然虚空一声轰鸣，空间直接炸开，一个巨大的手掌从虚空之中探出来，恐怖的气息席卷而来，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震惊。咔嚓一声，在巨大的手掌面前，擂台的阵法直接分崩离析，彻底破碎。随即这只大手抓起殷天啸神魂离开，在离开之时，一抹神光爆发出来，向九阳圣子那边斩杀而去。这老畜生完全是不要脸了！大秦王朝的强者们，这老畜生敢在帝陵城撒野，你们也不表示吗？一道无比苍老的声音响起，随即那道袭杀向九阳圣子的神光停了下来，在空中轰然炸开，犹如烟花一般在夜空之中璀璨夺目，根本就无法威胁到九阳圣子。九阳圣子一脸淡然，仿佛早就预料到一般。不少人微微皱起了眉头，这个九阳圣子心性不是一般的沉稳啊，危险就在面前，却面不改色，没有丝毫的慌乱，这样的心性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不愧是九阳圣子，不少人脸上露出了赞赏之色，这是多少人想要达到的心性与实力啊！这些老畜生居然不要脸，公然插手年轻人的比试。九阳圣子骂骂咧咧道，虽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了。为了击败殷天啸，他动用了全部的实力，体内的灵力已经彻底消耗殆尽，连一丝力气都用不出来了。刚才神光袭来，他心中慌乱无比，生怕圣地的守护者出手慢了，自己就挂了。还好圣地的强者出手及时，这些家伙绝对是故意的，以他的实力，想要阻止轻而易举，秘法都不用，肯定是故意想要吓我。九阳圣子暗自嘀咕道，他对于自家的守护者性格太清楚了，完全就是为老不尊，自己现在的性格或多或少跟他有关。实在抱歉，刚才只是意外，没有控制好力量。巨鹰族的强者站出来解释道，他们自然不会承认刚才是故意那么做的，要是这样，肯定会被人族那边的强者针对。无论是九阳圣地还是大秦王朝，绝对不会这样算了。尤其是大秦王朝，这里是他们的地盘，要是九阳圣子在这里出事，而且还死在他们这些老一辈强者手中，肯定不会善罢甘休，那他们巨鹰族就麻烦了。所以巨鹰族的强者站出来，轻飘飘地解释了一句，想要糊弄过去。就算刚才不是故意的，那你们的做法也有问题。紫阳真人就还一招回去吧，你殷正风不能抵挡，否则你们巨鹰族所有人的性命都留在这里吧。大秦王朝的帝皇秦皇开口说道，语气之中充满了霸道以及毋庸置疑，直接给这件事盖棺定论，不管对方同不同意。不行，这怎么行呢？巨鹰族的强者开口说道，一件这么小的事情承受这么大的惩罚，面子上自然过不去。当然了，你们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双方打一场，谁赢了谁就有理。秦皇直接开口说道，而且殷正风这么反驳他，那是不给他面子啊。此话一出，巨鹰族那边陷入了沉默。既然没有意见，那就这样处理吧。秦皇果断道。见此情形，众人也没有多说什么。紫阳真人也没有留手，直接施展一道神通，然后重创了殷正风。对方身体直接炸开，鲜血洒在空中，就算身体恢复过来，脸色也极为苍白，显然受到了重创。竟然没有杀了他，紫阳真人有些不满道。在场众人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紫阳真人还真的下了杀手。就算紫阳这么想，大秦王朝秦皇也不想了。虽然不惧怕巨鹰族，可是大秦王朝也不想无缘无故去招惹一个上古妖族的皇族。如果那样，就算是大秦王朝也很麻烦。随后九阳圣子缓缓地来到擂台之上，立马迎来帝陵城无数修士的欢呼声。九阳圣子真是厉害，打败了巨鹰族的圣子，壮我人族之威。我就说了，那个巨鹰族的圣子殷天啸不是九阳圣子的对手，如果不是巨鹰族的强者出手，那个殷天啸早就陨落了。哈哈，接下来这些妖族天骄还嚣不嚣张？现如今他们已经败了一场，看见这些妖族强者吃瘪，就是一个字，爽。这场比赛我们胜利了，那接下来的比试就稳了。不错，我最担心的还是九阳圣子这场比试，后面云天圣子与秦太子大概率无人是他们的对手，至于其余两人可能会落败，其实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对上的都是妖族皇族的绝世天才妖孽，会落败也是很正常的事。你也别小瞧了天云宗的天骄高小良，还有宋家天骄宋缺，这两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天骄妖孽，实力都极为不弱。如果是这样，那秦太子与云天圣子的压力就要小很多。随着九阳圣子的获胜，人族这边的人全都激动起来，已经能看到胜利的天平向他们倾斜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九阳圣子能够胜出，后续秦天明与方辰都是必胜之局。他们相信这些妖族圣子也不是两人的对手。比起人族的激动与兴奋，妖族那边仿佛吃了翔一般，脸色极为难看。
倒不是他们没有获胜的机会，只是觉得必胜之局居然落败了，让他们有些沮丧。殷天笑这个废物，居然只有这点实力，被九阳圣子一招给秒了。雪景伦冷哼一声，满脸嘲讽道：“他本来就与殷天笑不对付，他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嘲笑对方的机会。当然了，也是因为殷天笑不争气，哪怕与殷天笑关系不好，在面对人族的时候，他们还是同仇敌忾，希望能够赢下这局比试。其实这也不怪殷天笑，九阳圣子终究是圣地的圣子，并不比我们差，他获得胜利也很正常。”白虎圣子虎丘柏开口说道，他反倒是看得很开，主要两者的身份地位相差不大，而且实力也在伯仲之间，谁赢谁输都有可能。殷天笑输了也是很正常的事，只是最开始大家更加看好殷天笑而已。这也是他殷天笑废物，如果换成是我，必定获胜。雪景伦冷笑道，虽然雪族并非上古妖族皇族，但是却是龙族后裔，有着龙族做靠山，几乎跟上古皇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都不给那些上古皇族的面子。闭嘴吧！虎丘柏冷哼一声道，强大的威压散发出来，直接施展在雪景伦的身上。这家伙很烦人，嘴巴跟九阳圣子差不多，只是九阳圣子是对外人，这个家伙却对自己人。这家伙该不是对方派过来搞人心态的吧？你……雪景伦脸色难看起来，正准备说些什么，可是还是忍了下来。混蛋，你要是再敢废话，老子今天就宰了你！别用龙族来压我，别人怕龙族，老子虎丘柏不怕。虎丘柏一脸不耐烦道，虎族算是为数不多不惧怕龙族的上古妖族，就算实力比不上龙族，也相差不是很多。加上虎族本来就好战，根本就不惧怕龙族，导致龙族也会给虎族一些面子。看见这一幕，雪景伦只好闭上了嘴。他又不傻，知道虎丘柏可是说到做到，要是自己再废话，这家伙还真敢动手。就算把他杀了，龙族也不会多说什么，毕竟他们雪族也只是龙族的后裔，并没有纯正的龙族血脉。愚蠢的家伙！朱雀圣女冷哼一声，她早就看不惯这个雪景伦了，没有实力反而拿着龙族的荣耀，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这样的家伙完全是欠收拾。雪景伦见朱雀圣女这样，气得不轻，可是又不敢反驳，因为朱雀圣女又是他惹不起的存在。九阳圣子回到人族这边坐下来休息，见此，天云宗的天骄高小良站了起来，第二局比试就让我去吧。现在第一局比赛结束，自然要开始第二局了。由于方辰与秦天明在，他们也不打算搞什么策略，不然秦天明第二局，方辰第三局，那上古妖族就没得玩了，直接宣布落败。方辰无所谓，无论是谁他都能获胜，而秦天明也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他自然不会第二轮就出战，因为他觉得第二轮妖族那边应该是雪景伦出战，而雪景伦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中，要出手也要是虎族圣子虎丘柏与朱雀圣女这样的天骄，这样才配得上他的身份。那你要小心一些，或许对方为了保证第二局获胜，会派出更强的天骄出来。方辰提醒道，虽然这些人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作为临时的队友，方辰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句。好的，多谢。天云宗天骄高小良应了一声，随即就去了擂台。而妖族那边走出来的却是朱雀圣女。之所以是朱雀圣女，是妖族这边想要获得这一局比试的胜利，提升一下妖族这边的士气。除此之外，他们觉得人族这边会乘胜追击，派出方辰或者秦天明出战。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方辰与秦天明他们并没有出战。原因之一是两人比较骄傲，不屑那么做。还有一个原因是高小良与宋缺想要参与进来，他们已经做好了失败的打算，哪怕知道会输，他们都要下场去体验一番，想知道与这些妖族圣子之间的差距。像这样的机会，他们自然不会错过。怎么会是你？朱雀圣女看见高小良的时候，不由皱起了眉头，显然对高小良的出战极为不满。她还以为是秦天明或者方辰，我出手完全足够了，如果我能够击败你们，就不需要他们出手了。虽然高小良自知不是这位朱雀圣女的对手，但是气势上绝对不能弱，何况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自信的，觉得自己未必就不是朱雀圣女的对手。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找死！朱雀圣女冷哼一声，下一刻全身火焰升腾，眼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一般，随即双手结印，一道恐怖的火焰直接向高小良袭杀而去。朱雀神火56，朱雀神火，这也是朱雀一族的特有神通。朱雀神火的威力惊人，如果不注意，就算是圣人境强者不小心也会被朱雀神火灼伤，一些实力比较弱的人很可能连神魂都会被朱雀神火燃烧。还有，对于神魂有着极大的杀伤力，靠着这样的能力，朱雀神火可谓是无比强大。除外，朱雀神火还拥有浴火重生的能力，哪怕将朱雀一族全部灭了，他们都有一丝浴火重生的机会。也因为这样的能力，导致朱雀一族极难斩杀，也十分难缠。天云宗的高小良自知不是朱雀圣女的对手，可是并没有放弃，体内的灵力喷涌而出，无尽的神纹在身体周围出现，最终凝聚出一道巨大的印法。这道印法周围有着细密的符文，这也是天云宗的绝学天云大日印法，其中已经有了一丝大道的力量，威力极为强大。一阵轰鸣声响起，两人的攻击碰撞在了一起，火焰与这道印法纠缠在一起，无论这道印法爆发出怎样强大的力量，都无法镇压这股朱雀神火，反而朱雀神火在不停的燃烧，将这道印法蚕食殆尽。就在此时，朱雀圣女不知道何时出现在高小良的面前，然后一掌向对方脑袋拍去，一声嗡鸣声响起，高小良的额头上爆发出一道紫色光芒，直接向朱雀圣女射去。雕虫小技！朱雀圣女冷哼一声，
眼中有金色火焰在升腾，随即散发出无穷无尽的威严，犹如大地降临一般。一道金色的光芒从眼睛之中射出，与高小良爆发出来的紫色光芒碰撞在一起。下一刻，紫色光芒直接湮灭，金色光芒直接向高小良射去，贯穿了对方的脑袋。随后，高小良的身体直接炸开，只剩下绝望无助的神魂。不过朱雀圣女倒是没有痛下杀手，不是她不想，而是没有这个必要。在这个地方，人族强者众多，如果斩杀对方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况且，就算她痛下杀手，这个高小强背后的天云宗强者也会出手救下对方。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免得惹下不必要的麻烦。高小良与朱雀圣女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天云宗的强者神情复杂地看着擂台方向说道：“其实他们早就看出来高小良不是朱雀圣女的对手，可是心中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要是高小良能够打败朱雀圣女，必然可以借此产生蜕变，这也是他的机缘。可惜两者的差距还是太大。没什么好可惜的，输给我们朱雀族的圣女，那是理所当然的事。难道你觉得他还能获胜？”朱雀族的强者淡然说道。对于这样的结果，他们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要是高小良能击败朱雀圣女，那就奇怪了。很显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也绝对不会发生。要是方辰在这边的话，肯定会插上一句，那是因为高小良不是主角。如果换成是萧云婷，那这场比试肯定会爆发，或者直接逆袭打败朱雀圣女，让朱雀圣女无比的震惊，从此记住了萧云婷，然后发生一系列的事，导致朱雀圣女向萧云婷倾心，最终加入萧云婷的后宫。高小良的落败让周围也安静下来。虽然对高小良不抱什么希望，可是看到高小良输得这么彻底，人族这边的脸色也极为难看。毕竟大家都不想落败，虽然早有预料，内心之中还是有些无法接受。就好比第一场九阳圣子的获胜，让妖族那边无比吃瘪一样。现如今妖族那边赢了，自然不会忘记反驳回去，对人族这边一阵冷嘲热讽。听得人族这边有些恼怒，随即也反驳了回去，很快就嘴上大战起来。各位，让大家失望了，我失败了。我也意识到我与那个朱雀圣女的差距还很大。高小良摇了摇头，一脸无奈道：“败就败吧，又不是没有失败过，以后找机会赢回来就是了。”方辰笑着安慰道：“云天圣子，你也失败过吗？”听到方辰的安慰，高小良心情也好了一些，看向方辰好奇问道：“云天圣子的名声在外，在天玄界可是极为响亮啊，难道像云天圣子这样的天才妖孽也失败过？如果是这样，自己失败又有什么呢？”“这个倒没有。”方辰一脸平淡道。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看向方辰的神情变得古怪起来。“你没失败过，说个屁啊！”高小良与宋缺满脸黑线，尤其是高小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个云天圣子该不会是故意的吧？不过这句话倒是拉近了众人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没有之前那般生分。“抱歉，我就不该好奇问你一句，这是我自找的。”高小良再次摇了摇头，一脸无奈道。宋缺也笑了起来，开口说道：“哈哈，我觉得云天圣子一定是故意的。”“这真没有。”方辰眨巴着眼睛，笑着说道：“曾经有一位前辈谆谆教导过我，就是让我以后遇到任何失败都不要灰心。”听到这话，高小良无奈道：“估计这位前辈做梦都没想到，你从来没有败过，哪怕是现在也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吧。”方辰摊了摊手说道。九阳圣子此时也睁开了双眼，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开口说道：“别人说我是搅屎棍，说话嘴贱，我倒是觉得我算不上第一。如果云天圣子说第二的话，我绝对不敢说第一。在这上面，小弟我甘拜下风，自知不如。”“别啊，其他方面可以比一下，比嘴贱还是算了。”方辰嘴角一阵抽搐，这可比不上九阳圣子。这家伙长得是浓眉大眼，而且名字听起来很像主角，极为正派，性格却恰恰相反，嘴巴贱的一比啊，哪怕是自己人，有时候都想揍这个家伙。这个我赞同。我也赞同。我也赞同。其余几人都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哪怕一直默不作声的秦天明也忍不住开口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嘴巴更贱的人。你看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绝对不冤枉你。”方辰摊了摊手，表示所有人都这么觉得。那是你们所有人对我有偏见，整个天玄界我都知道，我只是一个爱说实话的好人。九阳圣子强行为自己辩解道：“你觉得这是我们对你的偏见？你倒是可以询问一下帝灵城的这些修士，10个之中要是有一个人认同你的观点，我可以给你一把圣级神兵，如果没有，你给我一把圣级神兵，不知道你敢不敢赌？”看见九阳圣子脸都不要了，方辰准备来一次狠的，让这家伙知难而退。算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从来不赌。虽然笑归笑，闹归闹，九阳圣子对自己还是很清楚的。如果答应下来，自己做不是在送圣级神兵吗？好了，接下来该我出场了，不知道这次的对手是谁，希望不要遇到虎族圣子虎丘柏吧。要是虎丘柏的话，我一点胜算都没有；要是雪景伦的话，我倒是还有希望。宋家天骄宋缺开口说道。随即众人一阵玩笑，大家也算熟络过来，聊天的时候也会开一些玩笑，加上这种与妖族对抗的气氛很不错，自然而然就将众人联系在一块。应该是雪族圣子雪景伦吧，这家伙是那群人之中最弱的一个，别看境界高，其实战力就那样。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家伙，虽然境界低了好几重天，在大战了几十回合后，这家伙居然跑路了。九阳圣子摇了摇头，满脸不屑道：“之前雪景伦跑出来要邀请人族这边的天骄，他之所以前去，也就是因为要揍雪景伦。还有这家伙居然半路跑路，让九阳圣子十分不爽。同样都是圣子，你怎么能这么怂呢？那我争取拿下这局比试。”宋缺深吸一口气道：“他们这样的天骄，面对一般人还行，
要是面对圣子这种级别的天骄，还是有些差距。尤其是那些古老圣地的圣子，他们之间的差距就不是一星半点。当然了，同样都是圣地的圣子也有强弱之分，比如雪景伦就是这样，或者曾经的花梦莹也是这样。虽然都是圣子圣女，可是因为背景不一样，导致他们的实力也不一样。当然了，现在的花梦莹又不一样了，有了阴阳神水，让她拥有天阴神体，实力天赋大幅度提升，同境界的圣女都未必是她的对手。雪景伦自然也是这样，怎么说背靠着龙族这样的存在，在雪族的资源也不会太差。你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放手去搏就好，也不要在乎失败，后面就交给我与秦天明吧。你只管尽情的享受这场比试，争取在这场比试之中有所领悟就好。方辰笑着安慰道，他自然能看出宋缺的紧张，可能是因为压力大的原因，所以才那么紧张。可是这样的战斗越紧张反而对自己越不利，这样交手起来畏首畏尾，无法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与其这样，还不如没有任何压力放手一搏。你去吧，尽情发挥就好，这场比赛也无关紧要，后面2场由我们收尾。秦天明的脸上难得露出笑容，笑着说道。周围众人看见这一丝笑容都无比诧异，哪怕是秦玲珑也是这样，他都极少见到秦天明笑。皇兄，你居然笑了！秦玲珑一脸震惊地说道。我没笑，你看错了。秦天明见此脸色沉了下来。你就是笑了，我根本没有看错。我的好皇兄，你为何就不承认呢？秦玲珑继续笑道。我再说一遍，我真没笑。秦天明一阵无奈，同时也有些恼怒，只是笑了一下罢了，何必那么大惊小怪呢？刚才分明就笑了。秦玲珑嘟囔着嘴，一脸委屈道。刚才他分明就看见皇兄笑了，可是为何皇兄打死就不承认呢？好吧，我笑了，这下总降了吧？看见秦玲珑委屈的样子，秦天明一脸无奈道。看见这一幕，方辰忍不住想要笑。这位冷面修罗秦天明，也只有秦玲珑这个恋爱脑能治。在原著之中，秦天明极为天才妖孽，而且心性冷漠，手段高明，因为常年表情冷漠，再加上杀人如麻，就有了一个冷面修罗的称号。而且秦天明对谁都是这副神情，哪怕是自己父亲秦皇也是这样，让很多人都觉得秦天明是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动物。在秦玲珑面前，秦天明才有一丝神情。这个该死的方辰又在心中说我坏话了，我才不是恋爱脑，你才是恋爱脑，你们全家都是恋爱脑。秦玲珑心中一阵委屈，他又没有对方辰做什么，可是这个家伙在心中总说他的坏话，说他是恋爱脑，之前还说他是熊孩子，这实在是让他有些受不了。可是恋爱脑到底是什么？不过听这家伙的口气，一定是骂人的话，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其实听不懂才是让秦玲珑最烦的事，虽然知道这是坏话，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好像分明知道别人在骂人，可是不知道别人到底在骂你什么，这让他既生气又无奈。人族这边欢声笑语，而妖族这边气氛就紧张起来。你上吧。虎族圣子虎秋柏瞥了雪景伦一眼，淡然说道。雪景伦也没有废话，直接起身走向擂台。在他们眼中，秦天明是最难缠的，那个方辰还好对付一些，毕竟刚突破到归虚境没有多久，哪怕再天才妖孽战力也难以施展出来。当他看到是宋缺上场后，雪景伦心中乐开了花，只要不是秦天明谁都行，只是一个宋缺他能够随便拿捏。雪景伦来到擂台上，看见对面上来的宋缺，满脸不屑道，如果我是你的话，就立马认输。雪景伦是一个极为高傲甚至很自负的人，或者说他欺软怕硬，要是遇上背景强大实力比他强的天骄，他会默不作声，甚至忍气吞声。就好比虎族圣子虎秋柏一样，各方面都比他强，这样只会让他忍气吞声。可是一旦遇到各方面比他差，他就迫不及待想要上去羞辱一番对方，从而表现一下自己。我为何要直接认输呢？宋缺一阵无语，开口说道，你们妖族这边5人之中，就你实力最弱，要是遇到你我都直接认输了，那还不如不参加。面对你我都要认输，那以后我还怎么在江湖上行走？宋缺完全不知道这个雪景伦到底哪来的自信，居然让他主动认输。你以为你是虎族圣子虎秋柏那样的天骄啊？就算是那样的天骄，他都不可能认输，何况你是雪景伦，不知所谓，你这是在找死。雪景伦脸色立马冷了下来，全身弥漫着一股杀意。他好心让对方主动认输，免受皮肉之苦，这家伙居然不买账，还那么阴阳怪气，实在是找死。我说的是实话，难道有什么错吗？宋缺摊了摊手，一脸无奈。这不是你的错，难道还是我的错吗？雪景伦心中极为不满，冷哼一声道，废话真多，今天我就让你住嘴。雪景伦怒吼一声，直接伸开了双手，背后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凝聚出来，犹如真龙一般，强大的威压顿时散开。宋缺微微皱起了眉头，随即取出长剑，身体周围剑光闪烁，滔天的剑意直接席卷而出，每一次剑意之中都蕴含着杀机，仿佛要斩尽苍穹一般。砰的一声，两大神通直接碰撞了在一起，恐怖的爆炸声向周围散开，就连擂台周围的阵法都一阵摇晃，仿佛随时都要破碎一般。不过很快阵法光芒大放，阵法之上有道纹浮现，很快整个擂台又恢复过来。双方大战一触即发，打得极为激烈，两人的实力不分伯仲，打得难分难舍。宋老头，你们家族的这位天骄还是有两下子，能与我们家圣子打得难分难舍不落下风，算是一个好苗子，不过终究还是要败了。血族强者一脸倨傲道，仿佛对方早已经看见了结果，置诸在握。宋家的强者听后一阵无语，这个血族的强者跟那个雪景伦一样，都不知道客气是什么，他们为何在宋家面前就那么有优越感吗？请问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觉得雪景伦就必胜无疑了呢？宋家强者冷声说道。特喵的，那些上古妖族不敢对你们说什么，那是因为你抱了龙族的大腿，龙族在妖族之中威势逆天，他们宋家可不吃这套。想要在他们宋家面前耀武扬威，做梦去吧。那自然是我们雪族的圣子更加强大了，你也不用觉得丢人，输在我们家圣子的手上，这是很正常的事。雪族强者冷笑道。别，千万别，真要输了，那才是丢人。我们宋家天骄输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输给你们雪族圣子。宋家强者急忙说道。你这是何意？当然是字面意思了，请问你们这些畜生，难道连话都听不懂了？宋家强者毫不客气道。谁不知道你们雪族圣子是妖族天骄之中最弱的一个，也是他们当中最有可能输的一个，要是输给你们家圣子，那该多丢脸啊。这些雪族的人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他说的足够明白了。对了，这些妖族严格说来并不是人，这就真相大白了。哈，宋老鬼说话向来不留情面，就是那么明明白白。要是把这个老家伙说哭了，该怎么办呢？又要找他龙爹去了，你们可要承受他们龙爹的怒火呀。紫阳真人阴阳怪气的说道。我还怕了他们不成？来就来，谁怕谁呢？那些上古妖族怕他龙爹，我们宋家人可不怕。宋家强者毫不在乎道。面对这两名人族强者的阴阳怪气与嘲讽，雪族强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倒是上古皇族那边的强者没有说话，全当没有看见，因为他们对于雪族也极为不爽，背靠着龙族，一直在妖族这边以势压人，不把其他妖族放在眼中。如果雪族没有龙族做靠山，就雪族这样的行事作风，妖族之中很多大势力都会对雪族下手，尤其是那些上古皇族，估计早就忍不住了。在他们心中，雪族比那些人类要可恶得多。一阵轰鸣声响起，经过一阵激战，战斗也落下了帷幕。结局出乎人的预料，谁都没有想到宋缺与雪景伦同时倒在了擂台上，也都晕了过去。所以这一局居然以平局收场。这个结局对于人族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不输就好。倒是妖族这边，这些天骄仿佛吃了翔一般，脸色极为难看。早就说了，就是一个废物，连这样的人类天骄都无法击败，还是雪族的圣子，说出去真是丢妖族的脸。虎族圣子虎丘百一声破骂道。在他们看来，天云宗高小良与宋家宋缺完全是送分的，这两局拿下是非常轻松的。结果没想到雪族圣子与宋家的宋缺战成了平局，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虎丘百都想问候雪族圣子祖宗18代，废物成这番模样，也不知道高傲个啥。雪族果然废物，老的不行，小的也不行。朱雀圣女毫不客气地骂道，而且连同雪族一起骂了。朱雀圣女，你这么说就过分了。雪族强者站了出来，冷声说道。哼，你说过分了，我到底哪里过分了？老家伙，闭上你的臭嘴巴，这里没你说话的资格。要是再说话，信不信老娘直接宰了你这条臭虫？不等朱雀圣女说话，朱雀族的强者就站了出来，冷声说道，丝毫不给雪族强者的面子。你，雪族强者被气得不轻，可是面对朱雀族这个女人，想要说的狠话硬生生的咽了下去。说你是废物，你还不服气，一句狠话都不敢说，不是废物是什么？朱雀族的强者好像骂得并不过瘾，再一次骂道。听到这话，人族这边全都面面相觑，感觉到一阵古怪，为何妖族那边就起内讧了呢？而且雪族强者还不敢顶嘴。哈，这老家伙自然不敢顶嘴。上一代的人族天骄与妖族天骄对战，就是因为雪族这个老家伙跟他们家圣子一样，中看不中用，导致妖族那边输了重要的一场比赛，从而全盘皆输。要不是背后有龙族这座大靠山，这老家伙估计早就陨落了。话说回来，这个雪族的老家伙还是他们雪族上一代的圣子，看来废物传承下来的一代也是废物。紫阳真人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听到这话，众人也算明白过来，尤其是人族这边的天骄，居然还能听见这样的心意，也难怪这老家伙不敢反驳，原来是这个原因。接下来第4局的比赛也开始了。这一局是重头戏，秦太子秦天明对上了虎族圣子虎丘百。这两人都是天玄界数一数二的天骄，尤其是秦天明，那可是人族3大天骄之一。由于这两人的实力都相差不多，两人最后谁胜谁负还不得而知。两人从一开始都打得难分难舍，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强踢，谁也没有占到便宜。就这样，两人战斗了2个时辰，最后以平局收场。就这样，4局比试1胜1负2平局，也就是回到同一起跑线。所以到底是人族获胜还是妖族获胜，就看第5局的比试了。第4局的结果一出，妖族那边就激动了。在他们看来，第5局不用比试了，必定是他们妖族获胜，这次人族那边必败无疑。虎丘百的声音虽然虚弱，可是话语之中满是激动，因为接下来第5局比试，他们妖族这边出战的是凤凰族的圣子敖天宇，方辰这一局必输。随即在虚空之中，一头火凤凰从空中出现，巨大无比，全身都燃烧着火焰，仿佛要将无尽的虚空给燃烧殆尽一般。下一刻，这头火凤凰直接化为一个人，是一名英俊的青年，背负着双手，俯瞰着众生。看到这道身影，众人的脸色不由大变。凤凰族圣子敖天宇是妖族最强大的天骄之一，对方的名气甚至还在人族3大天骄之上，甚至被誉为可以镇压人族3大天骄的超级天才妖孽。凤凰真火形成的凤凰出现在天空之上，炙热的高温席卷而来，将虚空都燃烧的扭曲起来。更加恐怖的是，强大的威压席卷而来，覆盖了整个地灵城，甚至方圆数万里的生灵都感受到一股极为强大的压迫感，
仿佛身上背了一座山岳一般。一声轰鸣响起，强大的气势蜂拥而来，一时之间，在凤凰的头上出现一道伟岸的身影，仿佛高高在上的仙人俯瞰着众生一般，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息，让人喘不过气来。甚至那些修为比较弱小的修士，直接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镇压得站不起来。看见来人，在场所有人都脸色大变，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面前的青年乃是如今天玄界年轻一代的最强天骄，凤凰族的圣子敖天宇，年仅24岁就踏入了归虚境。在踏入归虚境那一年，一人面对好几名归虚境8重天与9重天的强者直接碾压，一身的实力恐怖至极。在前不久，更是斩杀了一名准圣人境强者，而且在方辰之前，他就是10万年来最年轻的归虚境的绝世天骄，年仅24岁就踏入了归虚境。可以这么说，如果方辰没有出现，他或许被誉为10万年来的第一天骄。现如今方辰的出世，让这位第一天骄要打一个问号了。也就龙族那位圣子能够力压他一头，只是凭借着修为。只是龙族圣子比敖天宇大好几十岁，多修炼了几十年，只能从修为上压制敖天宇。难怪妖族那边那么自信，原来连敖天宇都出动了。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为何虎丘柏第4局上场，原来最后一局由敖天宇出战。早就应该想到，不然高傲的虎丘柏怎么可能第4局出战呢？能够让虎丘柏做出这样让步的，在妖族之中也只有龙族圣子与敖天宇了。其实吧，比起龙族的那位圣子，敖天宇还是要弱一点。不过现在可不好说，云天圣子与敖天宇的天资相差不多，而敖天宇比云天圣子早踏入归虚境好几年，这个时间对于一般人不算啥，可是对于像这样的绝世天骄来说，就是天差之别。云天圣子想要获胜，几率很小。不过现在我们人族这边也只能依靠云天圣子了。如果再给云天圣子成长几年，或许真的能与这位敖天宇一较高下，只是现在很悬。人族这边众人都皱起了眉头，不由叹了一口气。不是他们不看好方辰，而是很难去看好。换成妖族其他圣子，他们还有一些自信，可是唯独敖天宇与龙族圣子这两位，他们没有一点自信。这两位是妖族上古皇族的绝世天骄，天赋实力手段都无可挑剔，甚至两人一出世，直接把人族年轻一代的天骄全都压制住了。哪怕是3大天骄之一的秦天明，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或许那位神秘无比的孔家圣子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可是战胜这两位的希望都不大。至于方辰，论天赋不比对方差，只是修炼的时间不长，这点非常吃亏。人族，你们就认输吧，你们没有任何机会。哈哈，他们还觉得云天圣子能够赢，简直贻笑大方。敖天宇圣子那可是能够镇压一个时代的绝世天骄，年轻一辈怎么可能有人是他的对手？我之前说过，我们妖族怎么可能输？在年轻一辈中，我们妖族天骄横扫人族天骄，以为这是开玩笑的吗？哈哈，人族那边刚才不是还在笑吗？怎么现在笑不出来了呢？哈哈，我就喜欢人族那边桀骜不驯的样子，你们现在不说话的样子很不习惯。有敖天宇在，妖族这边很有底气，自然毫不客气地嘲讽着人族。尤其是之前人族好几次挑衅与嘲讽，已经让他们无比憋屈。特别是雪景轮战成平局，更是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没想到这个雪族圣子这么废物，居然连人族普通势力的天骄都无法战胜。更重要的是，这个宋缺很可能还不是宋家最强天骄，在宋家已知的天骄中，就有2-3个排在宋缺的前面。雪景轮与宋缺战成平手，他们觉得很没面子。要是雪景轮与宋家的圣子战成平手，他们还没有那么难受。所以之前对于人族的嘲讽，他们也无力反驳。现在敖天宇来了，给了他们十足的底气与自信。人族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继续嚣张啊！你就是那个方辰。敖天宇站在火凤凰的头上，居高临下俯瞰着方辰，就好比一位高高在上的上位者看着一名下位者一般，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这让方辰很不舒服，这家伙太能装了吧？他都怀疑这个敖天宇是故意这样出场的，不然为何之前不出现，偏偏挑这个时候出现？这不是装逼是什么？我很不喜欢别人居高临下跟我说话，如果想要好好说人话，那请下来。方辰满脸笑容，笑得十分灿烂，让人看了极为舒服，仿佛沐浴春风一般。只是众人没有这样的感觉，反而觉得这是笑里藏刀。如果我不下来呢？敖天宇背负着双手，居高临下的看着方辰，他倒想看一下这个方辰到底有什么能耐。对方被誉为最强天骄，20岁就达到了归虚境，比他的年纪还要早，这让敖天宇很不舒服。这也是为何他会参加这次天骄盛会的原因，显然是为了方辰而来。之所以这样，也是刻意为之，想要给方辰一个下马威。其实我非常不喜欢你们这类人，好好的跟你们说话吧，你们就是不听，为了展现自己所谓的威严，往往把别人的话当作耳边风，这让我很无语。有时候我真的不想对你们动手。说到这里，方辰一阵无奈，随即继续说道：不过有时候我又喜欢你们这样的人，喜欢你们失败后难以置信的样子，同时也喜欢你们失败后气急败坏的样子。在方辰说话之时，一股恐怖的力量蔓延而出，无声无息，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哪怕是在虚空之中的强者都没有觉察到这股力量。等他们觉察到之时，这股力量彻底爆发了出来，在敖天宇所在的位置彻底炸开，凤凰真火形成的凤凰就那么轰然炸开，仿佛在虚空之中突然出现一只手，将这头神火凤凰彻底捏碎。由于太过突然，敖天宇都没有想到，等他觉察到的时候，这股强大的力量已经彻底爆发了出来，一股无形的力量轰然炸开，脚下的凤凰直接破碎。他虽然不至于与神火凤凰一样，可是也被弄得极为狼狈，
全身上下也被炸得破烂不堪。虽然没有受伤，可是看起来却极为狼狈。方辰已经出现在半空之中，一股白色的光芒爆发出来，形成一头真龙环绕在他的身体周围。强大的威压蔓延而出，一股恐怖的气息出现，犹如无上的帝王，又像是降临凡尘的仙人一般，睥睨天下。两人的身份地位仿佛颠倒过来，敖天宇看起来极为狼狈，而方辰的气势不凡，有着君临天下的气势。现在满意了吧？方辰看着下方的敖天宇，笑着说道。他很不喜欢这个装逼的家伙，敖天宇也好，萧云婷也罢，还有那个雪景伦也是这样，内心高傲无比，自命不凡，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高高在上。这也是这本书的特色，亦或者很多书都是这样。只不过有些书中比较生硬，有些书中比较自然。此时周围都安静下来，死一般的安静，只留下方辰平淡的话：哈哈，善恶有报，也只有云天圣子能够降服对方。干得漂亮，早就看不惯他高在上的模样。高小良与宋缺心中一阵舒畅，开怀大笑起来。敖天宇自恃是年轻一辈的第一天骄，就傲慢无比，让人很不喜欢。尤其是妖族那边还嚣张无比，比试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庆祝起来。如果打起来他们占优势，这些妖族天骄庆祝还能理解，可是最后一场还没有开始，这些家伙就庆祝起来，这也太过分了。这个云天圣子这么强大吗？秦玲珑张大了张嘴，像是看见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或许是第一印象不好的原因，一直看不惯方辰，偶尔在心中还暗骂几句方辰。加上他觉得自己皇兄才是人族3大天骄之首，也是人族的最强天骄，自然而然没有把这个方辰放在心中。可是方辰首次出手，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居然能够让敖天宇吃亏，这是一般天骄不可能做到的事，就算是他的皇兄也无法做到，就算是我也不可能这么轻易让敖天宇吃亏。秦天明目光深邃，神情有些僵硬，话语有些冰冷，好像好久都没有说话一样。秦天明不像一般的天骄，自命不凡，自视甚高，不将天下天骄放在眼中。其实他心中一片清明，时刻都保持着冷静。如果其他天骄比他强，他会主动承认，绝对不会嘴硬不敢承认。这一点就碾压了很多天骄。皇兄，就连你都这么认为？秦玲珑听到这话，心中更加震惊起来。他可知道，皇兄从来都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很难从他的口中听到称赞，更别说是称赞别人，说自己不如别人的话。只是他不知道，以前的秦天明之所以这样，那是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确实得不到他的认可，并非是他骄傲。难道这个方辰真的这般厉害？就算他很厉害，也是一个在别人背后说坏话的小人。想到方辰在背后说他是恋爱脑，还说他是熊孩子，秦玲珑就气得不行。只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这些想法，内心对方辰更加好奇起来。站在一旁的花梦影一直都在观察着周围的情况，看见秦玲珑神色的变化，最终眼中流露出好奇之时，忍不住笑了。玲珑公主，如果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产生好奇，那很致命，尤其是这个男人还非常优秀，很容易让自己沦陷的。花梦影心中暗自想到，他之所以会沦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看来这个凤凰族的圣子敖天宇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不错，还不是被云天圣子给炸了下来。哈哈，说起这个云天圣子那番话，实在太对我胃口了，真希望他加入我们九阳圣地。紫阳真人直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紫阳，你真是什么都敢说，真不怕死。天云宗的强者开口说道。难道这家伙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护着方辰？我为何要怕呢？难道你不想云天圣子加入你们天云宗吗？不行，回去后我要跟圣主好好说说，争取把方辰从云天圣地挖过来，大不了让我们圣地多一个圣子，就算云天圣子加入，我想我们的圣子也不会介意。紫阳真人说着，双眼不由亮了起来。他越说越激动，恨不得马上行动起来。听到这话，不管是人族强者还是妖族强者，神情都古怪起来。这个紫阳真人还真不怕死，难道这家伙不知道云天圣的是谁来了吗？随即一道森寒的剑光出现在紫阳真人的面前。看到这道剑光，紫阳真人一阵头皮发麻，全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一股致命的威胁袭来，他感觉全身一片冰凉，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一般。紫阳真人强忍着内心的恐惧，吞咽了一口口水，一脸僵硬道：寒月剑仙，我刚刚开个玩笑，你别介意。你我认识那么多年，想必也知道我这个人喜欢开玩笑。哈哈哈！紫阳真人急忙解释起来，为了掩饰尴尬，还大笑了几声，实则内心之中在哭爹骂娘。这一次，云天圣地怎么让这个女人来守护方辰啊？之前不是那个剑武皇吗？云天圣地对这个方辰待遇也太好了一点吧？就算是圣子，也不至于这样吧？而且寒月剑仙李寒月居然还答应了。紫阳真人无比尴尬，因为口无遮拦，导致被寒月剑仙压制，被教训了好些年。这完全是他的噩梦啊！终于有人可以治一下这个老家伙了。天云宗强者喃喃自语道：这个天下能够治紫阳真人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就算是九阳圣地的圣主，对这个紫阳真人都无可奈何。可是寒月剑仙李寒月不同，完全是紫阳真人的噩梦。你们这些家伙明知道寒月剑仙来了，可是为什么就不告诉我呢？紫阳真人恶狠狠地看着周围人族的强者，心中满是愤怒与憋屈。如果早知道寒月剑仙李寒月来了，他也不会说那些话。我们以为你知道，这下轮到人族的强者无语了。这么熟悉凌厉的剑气，你居然没有感受到？知道个屁啊！要是知道，我怎么敢在寒月剑仙面前说这样的话？还想把人家圣地的圣子给挖过来，这不是找抽吗？紫阳真人心中大骂着，同时在下方的敖天宇深吸一口气，
看着上方的方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也不觉得尴尬，淡然说道：“云天圣子，没想到你还有几分实力，不枉费我特意赶过来。这样都没有生气，难道不应该黑着脸放几句狠话出来吗？”方辰摸着自己的下巴，满脸疑惑，好奇问道：“我让你丢了面子，你不应该像雪景伦那样的废物气急败坏，说几句狠话吗？这才是你们妖族上古皇族天骄应有的行事作风吧？”听到这话，不少人都看向雪景伦，想看雪景伦如何回应。怎么说，方辰这是指名道姓在骂雪景伦是废物。出人预料，雪景伦什么都没有说，仿佛没听到这话一般，这让很多人感到一阵遗憾，忍不住骂了一句：“这家伙就是欺软怕硬。”敖天宇一阵无语，开口说道：“你要是骂我废物，可以直接骂，不用那么拐弯抹角。”“没有，怎么可能呢？你不是被誉为妖族第一天骄吗？我称赞你还来不及，怎么可能骂你呢？你看我这么忠厚老实，岂会像九阳圣子那般？”方辰一本正经地说着，身体周围有神光环绕，倒是让他平添了几分圣洁气息。“我又怎么了？我一向忠厚老实，天下人皆知，岂会与你一样？”九阳圣子十分不满，大声吼道。帝灵城的很多修士，不管是妖族还是人族，都满脸黑线。九阳圣子说这话，难道就不脸红吗？你将我比喻成雪景伦，还将我们妖族天骄说成像他一般，这不仅在骂我，还把我们整个妖族都骂了。敖天宇神情十分淡定，脸色也无比平静，仿佛说着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丝毫不像雪景伦那般直接张口就开骂，有着极强的优越感。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雪景伦，感受着众人的目光，雪景伦的脸色难看下来。只是面前这两人，不管是谁，都是他招惹不起的人，这让雪景伦心中极为难受。想要发作，可是又没有这个胆子，而且这两人几乎是指着他的鼻子在骂，这让他十分无奈。这种感觉让雪景伦十分难受，心中无比的愤怒，仿佛有着一座小火山一般，快要爆发了。云天圣子，你将我们妖族天骄与雪景伦这样的废物相提并论，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朱雀圣女也坐不住了，一脸不满地看着方辰。本来他们就十分厌恶雪景伦，对此人没有好脸色，现如今方辰又将他们与雪景伦这样的废物相提并论，他们怎么受得了？看来你们对雪景伦的意见颇大啊。我承认是我存在偏见，下一次说话一定会注意。方辰笑着说道。能没有偏见吗？雪景伦这样的性格本来就让人厌恶，无论是妖族还是人族都厌恶这样的人。现在方辰把他们与雪景伦比较，怎么可能不让他们发作？好了，我们不说这个，还是要给人家留点面子。雪景伦，现在想起我了，刚才你们干嘛去了？刚才你们说话可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啊。所有人都没有理会雪景伦，目光全都看向擂台，因为大家知道这两位年轻一辈的最强天骄要开始比试了。在擂台周围，阵法亮了起来，直接把整个擂台笼罩起来。在擂台之上，方辰与敖天宇两人的气息正在攀升，强大的威压席卷而出，覆盖了整个擂台，仿佛要把擂台给压垮。不是我自大，如果是同境界的话，你还有几分胜算，可是现在的你没有任何机会。敖天宇看向对面的方辰，淡然说道。这并非他自大，而是事实。方辰只不过是归虚境3重天，而他已经达到了归虚境7重天。虽然两人都是同一境界，可是都是同级别的天骄，天赋相差不多，境界相差4重天，那这差距就大了。既然这样，为了公平，凤凰圣子倒是可以将修为境界压缩到与我同境界战斗，这样的话，我输了也没有任何理由。凤凰圣子要是赢了，也没有人说你胜之不武，也不会有人说要是处于同境界就能击败你。你看我这个建议怎么样？方辰看向敖天宇，笑着说道。虽然这个敖天宇跟其他人不同，可是因为背景的缘故，心中还是极为骄傲的。可是方辰不同，他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些。这还别说，萧云婷那家伙的损招还挺恶心人的。方辰心中想到，这一招他也是跟萧云婷学的，别说还非常的好用。敖天宇听到这话，脸色不由一变，随即恢复了正常，笑着说道：“真没想到，云天圣子还真无耻。”敖天宇都无语了，同为最顶级的天骄，这个云天圣子丝毫没有那些天骄的行事作风。传闻不是说云天圣子极为爱惜自己的颜面吗？今日看来，怎么一点颜面都不要了呢？哈哈，我这是跟九阳圣子学的，还别说挺好用的。方辰直接把锅甩给了九阳圣子，栽赃陷害，绝对是栽赃陷害。九阳圣子与紫阳真人几乎异口同声说道。九阳圣子气得直跳脚，要是方辰真的因为自己变成这样，他也认了，甚至心中还会感到高兴。可是这些根本与他无关啊，他与方辰接触的不多，而且他性格转变后没有见过方辰啊，这还是数年以来第一次看见方辰，怎么可能是因为他让方辰变成这样？分明是方辰自己的原因。这家伙还真是无耻，居然栽赃陷害我！九阳圣子气得直咬牙，一直以来都是他栽赃陷害别人，何时轮到别人污蔑他了？尤其是看到高小良、宋缺还有秦天明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九阳圣子气得快要吐血了。妹妹，一定要记住，以后离这家伙远一点，此人绝对不能处。秦天明看向秦玲珑提醒道。他心中知道妹妹内心纯洁善良，犹如一张白纸，没有经历过人心的险恶，不想秦玲珑变成九阳圣子这样的无耻之徒。想到秦玲珑要是变成像九阳圣子这样的人，秦天明就感觉生无可恋。不行，绝对不能让自己妹妹成为这样的人。另外一边，紫阳真人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一道熟悉的剑光再次袭来，在他面前出现，还好他反应得快，及时向后退了好几步，躲开了这道剑光。显然，寒月剑仙李寒月觉得是他的原因。寒月剑仙，误会，这真的是误会。
紫阳真人神情僵硬，一脸尴尬道：“以后还是让族内的弟子离九阳圣子远一点。”不错，连云天圣子都被你们污染了，太恐怖了。就是这个九阳圣子，该不会天生毒体吧？实在是太毒了。可惜了，云天圣子多好的青年才俊，现如今变成这样。各大势力的强者不由议论起来，哪怕是妖族的上古皇族强者也是这样。对于紫阳真人满是警惕，这让紫阳真人十分无语。凤凰圣子，看你的样子是答应了。方辰看向敖天宇，眼中光芒闪烁。当然不答应，修为比你高，这是我天生的优势，我怎么可能放弃？何况他人的话也影响不到我。敖天宇一脸淡然道。换成是其他人，或许会被方辰击到，可是敖天宇的心性非同常人，根本不会受方辰的话影响。可以说，敖天宇什么都好，就是喜欢装逼，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缺点了。这样就好，我还真担心你压缩修为，与我同境界战斗。要是你压缩修为，我再击败你，肯定有人觉得是你让着我。就算我战胜了你，别人也会我使用阴招，不是光明正大的击败你。方辰松了一口气，一副庆幸的样子，这让敖天宇有些无语。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无耻之人？好了，我们就不要废话了，直接比试吧。敖天宇懒得理会方辰，只想击败他。话音刚落，整个擂台就剧烈抖动起来，擂台周围的阵法也启动。不过在两人的爆发下，阵法仿佛随时都要破碎一般。乾坤印诀，方辰的气息爆发出来，身体周围光芒闪烁，看起来神圣无比，充斥着无尽的威严。恐怖的威压席卷出，透过了擂台的阵法蔓延到周围，这让无数人感觉到一股窒息的压迫感。同时方辰认真起来，神情看起来无比冷漠，让人心悸。此时的方辰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云天圣子形象，强大又冷静，仿佛天塌下来都不会眨一下眉头。方辰伸出双手，结出一道古老的印法，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随即一道强大的印法出现，上面有着细密的道纹，直接向敖天宇袭杀而去。破给我！敖天宇的脸色极为平静，没有半点的慌乱，口中也念念有词。下一刻，强大的印法直接在空中炸开，方辰的乾坤印法也被敖天宇给破掉。接我一招，凤舞九天！敖天宇双眼之中闪烁着金光，无形的神魂之力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最终凝聚出一道巨大的凤凰，携带着强大的威压，直接向方辰袭杀而去。这是凤凰族的无上神通，凤舞九天，也是天玄界名列前茅的神通秘术。这凤舞九天不止威力强大，同时还能够攻击人的神魂。面对敖天宇这一招凤舞九天，方辰并没有退缩，反而向前冲去，仿佛没有感觉到凤舞九天的强大一般。他身体就这么横冲直撞了过去。一声轰鸣，方辰的身体周围浮现出古老的符文，背上出现了大道的痕迹，仿佛在怒吼，眉宇之间还多了一丝金光，一道古老的大印浮现了出来。砰的一声，古老的大印散发出一阵光芒，一道强大的力量出现，将凤舞九天给挡了下来。魂天印！敖天宇看见自己的强大神通不起作用，并没有感觉到意外。云天圣子要是没有这样的手段，那就不叫云天圣子了。下一刻，方辰握紧了拳头，在拳头之上光芒闪烁，随即一拳砸了出去。这一拳犹如坠落的流星一般，携带着强大的力量向对方砸去。咔嚓一声，强大的力量让虚空都无法承受，直接炸开。这是之前都没有发生的事情，之前哪怕是秦天明他们，也只是让阵法颤抖，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而现在，擂台周围的阵法仿佛真的承受不住了。果然是绝世天骄，这一拳已经达到了圣人境的级别。不错，估计一般的圣人境强者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虎丘柏应该庆幸方辰是第5场出场，要是第4场的话，虎丘柏必输无疑。真不知道这些天骄想个什么，居然想与方辰一战。要不是敖天宇来了，整个妖族天骄都要被横扫。难怪方辰被称之为云天圣地数万年来的第一天骄，是云天圣地崛起的希望。这样的天才妖孽确实有这样的殊荣。这些强者满脸震惊道：方辰爆发出来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看似归虚境3重天，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圣人境的级别。而且他们随手一击都有圣人境的实力，这还不是全力爆发的情况下。如果全力爆发的话，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很难想象。两人的攻击再次碰撞了起来，敖天宇并没有退缩，嘴角反而浮现出一丝笑容，眼中战意升腾。他的拳印强大无比，在空中仿佛有凤凰的鸣叫一般，拳印奔涌而出，仿佛一头火凤凰袭杀而去。轰的一声，两人的拳印碰撞在一起，爆发出强大的威势。咔嚓一声，擂台周围的阵法再也承受不住了，直接炸开。阵法也挡不住两人攻击所产生的余波，这还不是正面攻击阵法，而是两人对战产生的余波攻击阵法，就让阵法直接破碎。如果两人直接攻击阵法，估计这个阵法难以挡下，他们随便一击。很快，10几道力量直接向这边袭来，将阵法再次激活，同时向阵法之中注入能量。这里强者众多，大家一起出手维持这个阵法，让阵法变得更加强大，不至于影响到外面观战之人。这里其他的不多，就是强者众多。不说大秦王朝的强者，就是各大势力的强者都有10-20位。一声轰鸣，然后尘烟四起，随即两人散开。无论是方辰还是敖天宇，看起来都有些狼狈，嘴角都有鲜血流出来。不过两人眼中满是战意。继续，敖天宇不再像以前那么冷静，反而斗志昂扬起来，声音也拔高了几分。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敖天宇太过天才妖孽，同境界之中根本找不到对手，甚至可以说从出生以来，敖天宇都没有找到一名合适的对手。人族也好，妖族也罢，
在同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这也让敖天宇极为孤独。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是这个道理。他一直都想在同龄人之中找到一名实力相近的对手，能够让他感受到压力，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这样的人。龙族的那位圣子倒是很不错，只是他从没有跟龙族圣子交过手，甚至见都没有见过，这让敖天宇十分遗憾。现如今听到方辰的出事，他觉得方辰也是一个不错的对手，所以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最开始他觉得方辰很可能也不行，没想到交手之后，这个方辰是真的强大，自己高出对方好几个小境界，可是却能够与自己战成平手，至少现目前是这样，这已经证明了方辰的强大。斗转星移，敖天宇双手接出一道印法，随即在天空之中就有无数星辰在闪烁，化为一条星河在其手中旋转，最后成为一个轮盘。轮盘一出现，如同星河倒灌倾泻而下，满天星辰坠落，无尽的威压掀起了惊涛骇浪，整个虚空出现一阵涟漪，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来。轮盘继续转动，虚空直接炸裂，天空都开始坍塌，仿佛灭世了一般。看见这一幕，众人心中一片骇然。众人相隔虚空那么远，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神通的强大，就算远远观望，都让他们一阵心悸。这绝非归虚境强者拥有的实力，甚至一些圣人境强者都要颤抖。无极神道，方辰伸出了一根手指，在虚空中猛然一点，砰的一声，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整个虚空直接坍塌，符文浮现了出来，像是整个天地露出了本来面目一般。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之下，就算是斗转星移也随之坍塌，根本就没办法抗衡。一时之间，星辰坠落，星河也暗淡下来，整个宇宙陷入了一片黑暗，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光亮。一阵轰鸣声响起，下一刻，天空之中出现了炙热的神光，在不停的闪烁，虚空也在恢复原本的模样，犹如天地毁灭之后的复苏，不停的在演变。方辰与敖天宇两人的手段层出不穷，同时手段尽出，各种神通仿佛不要钱一般，直接拿了出来。每一种神通都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力量，哪怕是相隔无尽虚空，也让地灵城诸多强者感到心悸。这还是用阵法隔绝后的情况，要是两人就在地灵城战斗，估计整个地灵城都要遭殃。这两人太强大了。九阳圣子愣愣地看着这一切，喃喃自语道：越是看这两人的战斗，他越是心悸。他的心情从一开始的震惊到现在已经麻木了。哪怕同样是圣子，九阳圣子不得不承认自己与云天圣子的差距很大，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哪怕与敖天宇相比也是这样，两人的实力已经完全超越了归虚境，已经达到了圣人境，而且一举一动都携带着强大的力量，让九阳圣子觉得自己要是对上这两个天才妖孽，必败无疑。估计在对方的手上撑不了几招，与这样的妖孽处于同一时代，真让人绝望啊。高小良深吸一口气，开口说道。来之前他还自信满满，觉得自己也算是一方天才，与这些顶级天骄的差距应该不是很大，以后绝对有赶上他们的机会。直到这次比试开始，他的信心开始被摧毁。直到方辰与敖天宇两人交手，他的自信心完全没有了。此时心中满是绝望，因为这差距太大，完全不是努力可以追赶上的。这样的差距让他十分无力，就仿佛是在降维打击，让他心中升起了一阵无力感。宋缺拍了拍高小良的肩膀，有些无奈道：也不用那么绝望，有些人是我们用尽一生都无法追赶上的，也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只要明白这一点，一切就豁然开朗了。而且就算无法成为地境强者，也并没有遗憾，只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身的极限就好了。试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一代大帝呢？所以我们都要想开一些，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以后修炼起来也更加容易一些。听到宋缺的话，高小良暗淡的眼中逐渐多了一丝亮光。你这家伙怎么听起来深有体会的样子，好像很懂。九阳圣子看向宋缺，好奇问道。这个宋缺也太明白了一点，这说话的口气完全像是过来人啊。宋缺叹了一口气道：你如果出生在我们宋家，常年遭受这样的镇压，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追赶上别人，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了。宋缺之所以很懂这些，是因为宋家这一代极为出色，在他前面常年有3名天骄压着他，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追赶上他们。这也让宋缺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既然追赶不上那些天骄，那就顺其自然吧。你这么说，我确实无法感同身受。我在九阳圣地一向都是镇压别人，年轻一代没有人是我的对手。九阳圣子笑着说道。宋缺深吸了一口气，没好气道：你这家伙很不会聊天，真想把你舌头剪了，让你说不出话来。这样没有用，我还可以让其长出来。九阳圣子笑着说道。听到这话，宋轩都快崩溃了，直接向九阳圣子打出一拳，然而被对方很轻松的接住了。九阳圣子似笑非笑道：你这家伙火气还真够大，我又没有招惹你，你向我动手干什么？宋缺整个人都快疯了，他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厚脸无耻之人，也没有遇到这么讨厌的人。与九阳圣子在一起，那是一种煎熬，仿佛处于刀山火海之中。哈哈哈！看见两人这样，高小良在一旁大笑了起来，哪怕是秦天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别的不说，有九阳圣子在，就不缺乏乐趣。前提是不被九阳圣子针对，如果被对方针对，那是很难受的。看来有句话说的不错，恶人自有恶人磨，看来只有云天圣子可以治他。高小良笑道，能让九阳圣子吃瘪之人，也只有方辰了。你这话我不敢苟同，谁也治不了，我就算是云天圣子也不行。九阳圣子一脸不满道。那行，我已经用影像石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等下就给云天圣子看。高小良拿着一块影像石，笑着说道。把影像石给我。九阳圣子一下就慌了。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这事开玩笑，真不能让云天圣子知道啊！按照云天圣子的性格，知道这事情后，指不定以后怎么来恶心他。反正他对云天圣子无可奈何，打又打不过这家伙，背景又比不过人家，嘴还说不过人家，这能怎么办呢？比起人族这边的欢乐，妖族那边就要沉寂得多，压抑的气氛笼罩在周围，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就连敖天宇都无法打败方辰，这个方辰还真的强。这个云天圣子的强大，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朱雀圣女神情凝重道：“来之前，她都做好了吊打方辰的准备，谁知道这个方辰居然那么强大。让她庆幸的是，好在之前没有遇上方辰，而是遇上了其他人，不然败的那个人就是她了。如果在这种比试中输了，那绝对会脸面尽失，从此抬不起头来。虽然说输给方辰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只是一想到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以及自信满满的心情，就无地自容。来之前，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击败方辰，甚至做到碾压。可是结果，就连妖族第一天教敖天宇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拿下方辰，这完全是在打他们的脸啊！不知道敖天宇能否击败方辰？如果连敖天宇都无法击败方辰，也就只有龙族那位圣子了。龙族那位圣子差不多有10来年没有出世了，不知道现在修为几何，达到了何种程度，也不知道是不是云天圣子的对手。其实虎丘百心中也没有底，现在方辰展现出来的实力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他心中感觉到一阵无力。如果换成是他，根本连一点机会都没有。而且敖天宇算得上妖族这边年轻一代的最强天骄之一，如果连敖天宇都输了，那只能依靠龙族那位圣子了。只是龙族那位圣子10来年都没有出世，无人知晓他的修为境界，可能已经远超方辰，也有可能远远不如方辰。你们说的全是废话，要是换成敖青龙大哥出手，小小的方辰还不是随手拿捏？听到虎丘柏的话，雪景伦一脸不满道：“这都还不能确定。方辰虽然十分强大，可是能够与敖青龙相比吗？敖青龙可是龙族的圣子啊，曾经是妖族的第一天骄，只是10来年前就隐世不出，所以没有人知道敖青龙现在的实力达到何种程度。无知者无畏。”虎丘柏瞥了雪景伦一眼，冷声道：“他知道雪景伦维护自己的主子，所以也懒得理会这家伙。这家伙的实力天赋各方面都垃圾，眼界也同样差。就算稍微有一点眼力劲，就能够看出今日方辰与敖天宇之间的战斗有多恐怖。”擂台之上，敖天宇与方辰依旧在战斗着，两人一时之间斗得难分难舍，不相上下。想要打败你，真的很艰难。敖天宇深吸一口气，眼中战意升腾。说实话，方辰的实力已经远超他的想象，虽然自己一直渴望寻找对手，可是太过强大，也让敖天宇感到十分难缠。当然了，更多的是激动。他好不容易找到实力相近的对手，怎么不激动呢？要是那么容易被你击败，岂不是说我们云天圣地的强者眼界差吗？我可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怎么说我都是被他们寄予厚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以我注定要横扫一切，镇压一切。方辰冷声说道，眼眸之中浮现出一道金光，胸膛处一块骨骼浮现出来，散发出古老的符文，玄奥无比的道纹蔓延出来，从骨骼上蔓延到了全身。大道至尊骨，大道领域法，这是方辰最大的底牌，也是最后的底牌。敖天宇不同于其他人，如果不动用大道至尊骨的力量，不使用大道领域法，是很难战胜对方。如果不这样，哪怕这场战斗持续再长时间，也很难分出胜负。这也是我想说的话。我将化为太阳，照耀天地一切，俯瞰着众生。敖天宇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战意，同时身上一股金色的火焰出现，顷刻间化为一头巨大无比的凤凰，金色的火焰笼罩全身，它就像一轮太阳一般，高高在上，永不熄灭。一时之间，就连敖天宇也化身为一头火凤凰，盘踞在天空之上，犹如太阳一般照耀着世间的一切，俯瞰着芸芸众生。同时，方辰大道至尊骨的力量彻底爆发出来，洁白的光芒涌现，笼罩着自己的全身，让其看起来超凡脱俗，仿佛这个世间的仙人一般，拥有着不朽的道域，仿佛他就是高高在上的仙人，屹立于这个天地之间。下一刻，大道领域法彻底展现了出来，太乙领域直接笼罩了方圆数十里，这方圆数十里的空间完全由他掌控。不错，太乙领域就是方辰从大道领域法之中领悟出来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之中，方辰就是主宰。这股力量十分强大，仿佛超越了这个世间的一切力量一般，凌驾在这些力量之上。下一刻，方辰轻轻拍出一掌，随即敖天宇的身体仿佛被束缚了，在这个领域之中根本无法移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方辰这一掌袭来。下一刻，敖天宇的身体直接炸开，甚至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随着金色凤凰炸开，敖天宇也恢复了人形，整个人的身体四分五裂，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的方辰，眼中满是骇然以及难以置信。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败了，而且败得毫无征兆，甚至他都没有感觉到任何强大的能量波动，就这样被撕裂、被碾压，同时也被镇压了。这让他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力感，就好像与方辰不是同一级别的强者，完全是在降维打击。随即虚空轰然炸开，一道光芒出现，然后卷起敖天宇远去。显然这是凤凰族的强者出手了。没意思。方辰站在虚空之中，一脸淡然。随着敖天宇的离开，周围的气氛也变得凝固起来，寂静无声。过了好一片刻，满天的欢呼声才响彻云霄。胜利了！云天圣子战胜了敖天宇！云天圣子万岁！云天圣子太强大了！敖天宇又怎么样？还不是败给了云天圣子？这才是真正的人族第一天骄，或者可以说是天玄界的第一天骄，就连敖天宇都不是他的对手。
现如今天玄界又有谁能够与之争锋呢？实在是太恐怖了，这样的实力与天赋，以后的成就绝对难以想象。好在我们人族的天骄不错，刚才谁说敖天宇必胜的，给老子赶紧站出来，我忍你很久了。那边的妖族，你们好什么？老子可一直记得你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实在是太爽了。帝灵城的无数修士欢呼起来。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战斗不只是围观群众，也与之荣辱与共。人族的获胜让他们激动不已，同时也觉得脸上有光。如果他们输了，那必定会被妖族的修士嘲笑。特别是敖天宇的出现，让这些妖族修士直接庆祝起来，让他们憋了一肚子气，却无力反驳，因为他们心中实在没底。可是现在方辰获胜，彻底让他们扬眉吐气。数万年时间，云天圣地终于迎来了一位天才妖孽出世。不过云天圣地要当心了，小心云天圣子半路夭折。越是这样的天才妖孽，越容易半路夭折。这样的天才妖孽，就算古往今来也没有几个。妖族的强者纷纷议论起来。人族的获胜让他们心里面很不舒服，忍不住威胁起来。可惜他们找错了对象。很好，我已经记住你们了。如果云天圣子有任何闪失，云天圣地必然率先灭了各位所在的势力。你们最好庆幸云天圣子不要出事。一道无比清冷的声音响起，声音之中满是杀机。就算声音无影无形，也让在场的强者感觉到很有压力。此时此刻，他们才想起方辰的守护者是寒月剑仙，这个曾经的人族杀神，手中不知道沾染了多少妖族强者的鲜血。此时他们已经后悔说这样的话了，为何要当着这位的面说呢？如果当着云天圣地其他强者还好，或许威胁几句，或许对方不会说什么。可是这位李寒月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如果方辰真的出什么事，对方会第一时间杀了他们的。不过话已经说出去，覆水难收，加上他们也不可能表现得那么害怕李寒月，要是传出去，他们还要不要颜面？是不是我们说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倒是希望以后寒月剑仙能够说到做到。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就算敖天宇输了，妖族还有龙族的圣者敖青龙，等敖青龙出世，肯定可以直接镇压方辰。妖族强者冷声说道。现在他们也只有把敖青龙搬出来挽回颜面，这位曾经天玄界的第一天骄，唯有他才可以镇压方辰。都到现在了，还在嘴硬。敖青龙多少年没有出世了，况且曾经敖天宇多次和敖青龙交手，好几次还不敢出现，他连敖天宇都没有自信击败，何况是云天圣子了。你们要是觉得敖青龙能够击败云天圣子，还是尽早打消这种念头吧。紫阳真人站了出来，冷笑道。身处这样的场合，就是他发挥的时候。而且妖族的强者输不起，还不如嘴硬的模样，让紫阳真人很是烦躁。特么的，都输了还嘴硬干什么？承认别人的强大就有那么难吗？真的没有半点格局。这样的人，紫阳真人还真看不起。紫阳老怪，希望你以后也这么自信。一名妖族的强者冷笑道。随后几人转身离开，看着这几人的离开，紫阳真人急忙提醒道：道友，还请留步，留下一点东西再走。难道你们妖族是输不起吗？随即无数光芒闪烁，那是灵石与各种修炼的资源，这也是当初作为赌注之物。云天圣子，你这才20岁啊，就这么天才妖孽，你让我们老家伙该怎么活啊？看见方辰下来，九阳圣子一脸无奈道。他们这些人的年龄放在修行界并不算大，可是放在世俗界，基本上可以当方辰爷爷了。九阳圣子很难想象，方辰才20岁就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要是到他们这个年纪，那还怎么了得？说不定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圣人境。这要是放在以前，不到100岁的圣人境，那是难以想象的。可是现在放在方辰的身上，好像也就那么一回事。对于修行之人来说，修为越高，想要突破就越困难，尤其是踏入了归虚境，数年或者数十年都很难提升一重天。到了圣人境，那就更加困难了，有的人上千年都无法突破，甚至一生都卡在那里。你完全可以选择不活了。你要是不介意，我还可以送你一程。方辰笑着说道。他怎么听不出来，这个九阳圣子完全是在恶心他？不至于，不至于。九阳圣子急忙摆手道。不过九阳圣子提起这事，倒是让方辰想起了原著中的一些事。在原著之中，方辰就是吃了这个年纪的亏。在各大势力传人处于100岁的时候，方辰才20出头，这相差了几十年的修行时间。要是修行时间一样，方辰绝对不止皇者境。不过就算是这样，后面方辰在经历磨难，修为也快速提升上去，差不多用了10多年的时间，直接追上了九阳圣子这些人。正当方辰意气风发之时，萧云亭出现，使用一些阴谋，彻底断绝了方辰的希望。不然，作为云天圣地数万年的第一天骄，方辰在原著之中绝对没有那么凄惨。年纪、命运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方辰远远落后九阳圣子这一批天骄。就算现在方辰达到了归虚境，看起来好像与他们差不多，可是只要知晓方辰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个年纪踏入这样的境界，还能镇压年轻一代的天骄，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他们都无法想象。要是方辰再多修炼几十年，那就更加无法想象了。这些妖族应该庆幸云天圣子才20岁，不然今日就不是这样的局面了。高小良开口说道。在知道方辰的真实年龄之后，心中更是感慨万千。有着这样的天才妖孽在前面，就仿佛一座大山一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们还要战斗吗？方辰看向秦天明问道。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现在根本不是你的对手。等我以后修为有所精进了，再来找你切磋。秦天明看了刚才的一战，自然不傻。在见识了方辰的实力之后，他不想上去挨揍。现在的他暂时还不是方辰的对手。那好吧。方辰点了点头，也没有强求，他能不出手尽量不出手。
随着战斗的结束，各方势力都纷纷离开，秦天明主持天骄盛会也结束了。由于妖族与人族的对战十分精彩，加上最后方辰与敖天宇一战，让所有人看得极为过瘾。像这样的天骄对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而且以后估计也很难见到。在结束后，众人纷纷离开，秦天明也离开，仿佛这一次天骄盛会备受打击一般，找地方闭关修炼去了。倒是秦玲珑一直跟着方辰不放，这一点让方辰颇为头痛。这个恋爱脑秦玲珑怎么老是跟着我啊？怎么像一个跟屁虫一般？方辰心中无奈道，他是一点不想让这个秦玲珑跟着，不想与之扯上任何关系，最担心被这个恋爱脑秦玲珑坑。要知道在原著之中，秦天明被这个妹妹秦玲珑坑惨了，他可不想跟秦玲珑扯上关系，被这丫头坑。恋爱脑秦玲珑很上头，专门坑人。秦天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本来未来极为光明，可是因为恋爱脑秦玲珑的原因，导致修行落下，最后被同时代的天骄甩在身后。这个家伙又在说我坏话了，简直可恶！我要是能够打赢他就好了，一定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可惜打不过，就算是皇兄也打不过。听到方辰的心声，秦玲珑一阵无奈，很想上去暴揍方辰一顿，可惜实力不允许，自己皇兄都不是对方的对手，他自然也不是。真要动手，被教训的绝对是他。圣子殿下真毒舌，就算是九阳圣子也要避让。花梦影在心中笑道，不过他倒是没有表现出来，而是看向方辰问道，圣子殿下，我们现在去哪里？他们在地灵城待了大半个月，该逛的也都逛完了，我们去冰火海那边逛一下吧。方辰开口说道。冰火海是中州神土一个极为有名的地方，出名的原因是这个海一边是冰川，而另外一边有一座火山，常年火焰滔天，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出现在这里，很有意思。方辰之所以想要去这里，那是因为冰火海里面有一个古老的传承，而这个传承恰好是和花梦影，这也是方辰特意来中州神土的原因。魔子殿下，他们已经离开了地灵城。花妖月看向一旁的邪慕白，开口说道，在地灵城他们自然不敢行动，这里强者众多，一旦敢冒出来，那自然会承受沉重的打击。本来他们准备现身，可是看到天骄盛会之后，魔子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要挑战这些天骄，可是看到这些天骄的实力后，这位魔子立马认怂了。尤其是方辰与敖天宇一战，让魔子彻底陷入了沉默。那我们跟去。邪慕白已经没有之前那般桀骜不驯，甚至还有些兴致缺缺。因为天骄盛会的原因，方辰也没有大张旗鼓的赶过去，主要这样太引人注目。所以方辰一行人隐藏了身份，向冰火海而去。只是还没有走多远，拦路的人就到了。云天圣子，还请等一下。花妖月直接站了出来，挡在了众人的面前。师尊，你怎么在这里？花梦影在看见花妖月后，脸色猛然大变。有什么事情吗？方辰微微皱起了眉头。对于花妖月，他可没有好印象，甚至极度厌恶这个女人。圣子殿下，梦莹始终是我们月下殿的圣女，还请圣子殿下放她离开，让她回我们月下殿，继承月下殿的传承。花妖月自然知道方辰的身份不简单，加上还有寒月剑仙李寒月守护，所以说话十分客气。如果我不答应呢？方辰淡然说道。这个花妖月打的什么算盘，方辰怎么会不知道？而且他早就打算处理掉花妖月，正好这个女人主动送上门来。云天圣子，这可由不得你。就在此时，邪慕白走了过来，而且在对方身后还有一名老者也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对于邪慕白来说，花梦影极为的重要，这关乎他以后的修炼，自然要将花梦影得到，哪怕是得罪了云天圣子也在所不惜。况且天魔宗本来就人人喊杀，多一个敌人也没什么。韩老魔，你的胆子不小啊，居然敢现身。方辰一脸诧异道。他知道花妖月与天魔宗勾结，只是没有想到对方胆子这么大，敢在他们面前冒出来。这个花妖月是打算连月下殿都舍弃了。云天圣子，老夫为何不敢现身呢？天玄界地域辽阔，任我韩老魔逍遥，况且我若是出现，谁还敢杀我？又有谁敢拦我？韩老魔露出了一丝笑容，一脸自信道。当然了，他敢这么自信，自然有所依仗。韩老魔是一名圣人境强者，放在天玄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强者，加上他精通的手段众多，想要杀他没有那么容易。他话音刚落，一道剑光突然出现，没有任何征兆，当剑光出现就爆发出强大的威压，以快若闪电的速度向韩老魔袭杀而去。面对如此强大的剑意，韩老魔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掌心之中浮现出一个骷髅头，然后悬浮在空中。砰的一声，这个骷髅头爆发出黑色的光芒，充满了阴森恐怖与邪意，随即与这道剑光碰撞在了一起。这次碰撞，天空直接破碎，就连大地都皲裂开来，方圆数万里的事物全部化为粉碎。寒月剑仙的剑意一如既往的锋利。不过老夫这一次过来，不是与寒月剑仙切磋的，只是想要带走花梦影。花梦影是月下殿的圣女，现如今月下殿需要花梦影回去继承传承，还请寒月剑仙能够成全。韩老魔一边说着，一边酝酿着气势，身上的气势也在节节攀升。想必寒月剑仙也不想云天圣子陨落吧？就算寒月剑仙实力强大，老夫也能抵挡住你一会儿。可是云天圣子又如何抵挡得住花妖月殿主呢？只是归虚境的云天圣子，可不是花妖月殿主的对手。韩老魔笑着说道，他一副蜘蛛在握的模样，言语之中不无威胁的意思。花梦影听后，身子不由一颤，深吸一口气道：“圣子殿下，要不我跟他们走吧？”“为什么要走呢？”方辰瞪了花梦影一眼，开口说道：“有我在这里，谁也带不走你。云天圣子，这并不是你愿不愿意的事，今天我们必须带走花梦影。”花妖月踏出一步，圣人境强者的威压直接施展了出来。
他的修为并不差，是一名圣人境强者。就算方辰在妖孽，在圣人境强者面前还是太过弱小，毕竟他只是归虚境3重天，与圣人境相差了一个大境界。只是威压就让他感觉到强大的压迫，如果不是先天道体支撑，或许他早已经倒下了。花妖月看见方辰依然站立在那里，有些惊讶。他的威压足以让归虚境，甚至一些圣人境初期的强者瘫倒在地上。这个方辰依然站在那里，抵挡住了他的威压，着实让他有些震惊。只要云天圣子不愿意，谁也不能强迫。就在此时，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随之一道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直接向花妖月拍去。下一刻，一道无比强大的气息袭来，如渊如海，比花妖月的气势更加强大。擎天霸，你怎么可能在这里？花妖月脸色大变，男子的出现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看来本地太久没有出事了，世人都把我给忘了。来本地的皇帝的认识，却没有人认识本地。就在此时，又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浩瀚的威压席卷而来，让天空都一阵嗡鸣作响。秦皇，这下不止花妖月愣住了，就连韩老魔也愣住了。这次来的不只有大秦王朝的王爷，就连大秦王朝的陛下都来了。韩老魔见此，一阵头皮发麻。要是只有一个寒月剑仙，他还能应对，哪怕打不过对方，也能拖延时间。可是现如今大秦王朝的王爷秦天霸来了，甚至连大秦王朝的秦皇都来了，这让他无比的震惊。这次你们太过自大，本来以为你们离开帝陵城要过段时间才会现身，没想到你们这么迫不及待，一离开帝陵城没多久就跳了出来。不得不说，你们没有把大秦王朝放在眼中。方辰冷笑道，他知道剧情的发展，早就知道花妖月为了讨好天魔宗魔子，要将花梦影强行带走。当然了，单凭花妖月一个人肯定办不到，自然要借助天魔宗的力量。天魔宗的魔子实力不行，心性也差，肯定会迫不及待，必然会让天魔宗的强者出手。花梦影在云天圣地，他们自然不敢来。在帝陵城强者众多，他们也不敢来，那么必然会在他们离开帝陵城后，然后出现将花梦影带走。只是方辰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家伙的胆子这么大，还在大秦王朝的疆域就迫不及待想要出手，这是真不将大秦王朝放在眼中啊！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出手。不止花妖月震惊，就连韩老魔也被震惊到了。他们的计划十分隐秘，也只有他们几人知道。这个云天圣子是如何知道的？这个并不重要，几位应该想想该如何离开吧。好了，可以动手了。方辰淡然说道。话音刚落，三人几乎同时出手。花妖月与韩老魔被三人联手带入到天空之上。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强者，一旦在外面出手，整个大秦王朝估计就要遭殃。想要走，可能吗？方辰看见天魔宗魔子想要跑路，直接冷哼一声，随即一手抓出，直接将天魔宗魔子抓住。邪木白在方辰的手中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就如同小鸡一般被方辰抓在手中。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为什么我在你面前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曾经你与敖青天一战，并没有这样的实力。邪木白无比震惊道，就算他的实力比不上方辰，差距也不至于那么大。怎么说，他也是天魔宗的魔子，论实力与天赋，与那些妖族中的上古皇族圣子差不多。就算有些差距，也不至于在方辰的手中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可是事实却是在方辰的面前，他犹如蝼蚁一般，没有半点反抗能力，仿佛对方随手都能将他捏死一般。要知道，他是一名归虚境8重天的天骄，而方辰只不过归虚境3重天，就算天赋上比不上方辰，也不至于这样啊。为何你会觉得我当时使用了全力？方辰一脸古怪地看着邪木白，在与敖天宇一战的时候，他连先天道体都没有使用。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不想表现得太过夸张。除外，他也是难得遇到一个不错的对手，也想体验一番与同时代天骄的战斗。如果直接碾压对方，那就太没意思了。不过最大的原因，方辰还是想要保留一些底牌。要是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那就危险了。你一直都在保存实力，面对敖天宇，你也能够隐藏实力？邪木白直接傻眼了。方辰对上的人，那可是妖族第一天骄妖孽敖天宇啊！就算再天玄界，也是最强大的天骄之一。面对这样的天才妖孽，居然还能隐藏实力，这让邪木白感觉头皮发炸，顿时被吓到了。这样都可以隐藏自己的实力，那么方辰的真实实力到底有多强大？邪木白感觉自己脑袋短路，失去了思考能力。你在帝陵城之时没有跳出来，倒是超乎了我的预料。方辰抓住邪木白，神情冷漠，这让邪木白全身都在颤抖。想必你从一开始就猜到我会来帝陵城吧？听到这话，邪木白瞳孔猛然一缩，感觉全身一片冰凉。他怎么也没想到，方辰连这个都猜到了，那未免太恐怖了一点吧？还是说方辰有什么特殊情报能知道这些？不过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报，他们早就在帝陵城之死被抓了。以你的心性，必然会迫不及待地前往帝陵城，在帝陵城天骄盛会上亮相，借此机会将我踩在脚下。不过或许你看了我与敖天宇一战，心中畏惧，没有这个勇气跳出来。你说我说的对吗？还有一个原因，就算你跳出来，也不能横扫这些天骄，反而会被这些天骄踩在脚下，所以你不敢现身。方辰的眼眸深处仿佛看穿了邪木白的内心一般，邪木白的所有想法全部暴露在方辰的面前。邪木白陷入了沉默，因为方辰所说的都是事实。你知道你为何能成为天魔宗的魔子吗？方辰再次问道。听到这话，邪木白眼眸之中闪过一丝光芒，很不服气道：你觉得我们有资格成为天魔宗的魔子吗？就算我比不上你，
就算我今日要死在你的手中，你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我。我能够成为天魔宗的魔子，自然是因为我的天赋。我是天魔宗年轻一代天赋最高的人，是天魔宗的第一天骄，这是邪慕白的唯一骄傲。他不允许方辰以此来羞辱他。看来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没脑子。方辰摇了摇头，满脸不屑道：之前你在天魔宗的地位，你比我更清楚，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天魔宗弟子，这样的弟子一抓一大把，完全毫不起眼。突然你爆发出了惊人的天赋，甚至机缘不断，好几次遇到了不错的大机缘，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你该不会觉得是你的资质觉醒了吧？听到这话，邪慕白陷入了沉默。他想起之前确实如同方辰说的那样，在天魔宗本来是一名极其普通的弟子，却突然天赋就来了，成为宗门的天骄妖孽，修为更是蹭蹭蹭的往上涨。那段时间气运更是逆天，机缘不断，随便到哪里都能遇到不错的机缘。当时他也被这种喜悦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之人。现如今冷静下来，却发现这些事情透露出一丝怪异，很不对劲。你想要表达什么？邪慕白抬头看向方辰，沉声道：这个方辰究竟知道一些什么？为何现在要告诉他这些？说实话，我看你很惨，才跟你说这些，临死前告诉你真相，让你也能死得瞑目。你只不过是他人的妻子罢了，之所以天赋一下就有了，不过是融合了极阳魔灵。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你的体质极为适合融合极阳魔灵，从而让你拥有极阳魔体。天魔宗之所以派出韩老魔保护你，哪怕不惜得罪云天圣地，也要将花梦影带走，只是因为花梦影拥有天阴神体，如果与你交融，两种特殊的体质很可能融合在一起，变成阴阳圣体。阴阳圣体极为强大，如果能够得到阴阳圣体，以后达到大成将能掌控阴阳大道。只是你早就被人下了嫁衣神咒，只要你得到阴阳圣体，立刻就会触发嫁衣神咒，将会彻底成为别人的嫁衣。简而言之，你一直都是别人手上的棋子，忙活这一切都是为别人做嫁衣而已。方辰有些怜悯地看着邪慕白，这个邪慕白在原著之中是一个极为悲惨的人物，一生都被人算计着，一生都成为别人的棋子，一生努力只是为别人做嫁衣，可惜直到生死，这家伙也不知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成为他人的棋子？邪慕白歇斯底里地大喊道。方辰这些话其中蕴含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带给他心灵的冲击也太大，几乎颠覆了邪慕白的认知，仿佛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笑话，这是邪慕白无法接受的。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随着方辰一掌拍出，对于邪慕白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一声轰鸣，邪慕白的身体在空中直接炸开。几乎同时，方辰拿出了一个通体黝黑的玉瓶，不知用何种材质锻造而成，玉瓶上面还有细密的符文，玉瓶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直接将周围的能量吸收。很快在玉瓶之中散发出金色的光芒，极为耀眼，同时也散发出一股极阳气息。极阳魔灵，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生物，而这种神物诞生同样极为罕见，必须是至阳体质或者阴阳圣体陨落才有可能分离出来。如果能够获得极阳魔灵，那就可能成就至阳体质或者阴阳圣体。圣子殿下，你刚刚说的极阳魔灵是怎么一回事？花梦莹脸色有些苍白，她从来不知道自己体内还有这样的东西。你知道为何花妖月这种人在月下殿力排众议，让你成为圣女吗？方辰没有回答，反而问道：你是说我与天魔宗的邪慕白一样？花梦影不由一愣，随即脸色煞白道：他之前还感到奇怪，以花妖月的为人，为何对他那么好？原来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如同他之前猜测一般，这个花妖月确实不怀好心，这就难怪了。花梦影喃喃自语道，他的脸色极为难看，虽然早就猜测到，可是毕竟与花妖月师徒一场，而且多年相处，花妖月对他还算照顾，所以花梦影对花妖月还是有感情的。虽然这种感情十分复杂，你也别多想，只要有我在，其他人没法算计你。方辰看向花梦影，笑着说道。说起来，在原著中有一些人物是极其悲惨的，一生都被别人算计。花梦影点了点头，像是找到了靠山一般，温柔地靠在方辰的怀中。对于他来说，方辰就是自己的精神支撑，也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圣子殿下，我要怎么配合才能帮助圣子殿下获得阴阳圣体呢？花梦影开口问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帮助方辰获得阴阳圣体。方辰听后满脸古怪道：你为何觉得我需要阴阳圣体呢？我已经有先天道体了，难道先天道体不香吗？就算我成就了阴阳圣体，对先天道体的加成也不是很大，那我为什么要浪费这样的神物成就阴阳圣体呢？听到这话，花梦影愣住了。仔细一想，方辰说的不无道理，确实是这样，先天道体比阴阳圣体强大多了，而且就算成就了阴阳圣体，对先天道体的加成都不是很大，没必要这么做。可是为什么圣子殿下要大费周章获得极阳魔灵呢？不错，与其说邪慕白在蹲方辰，还不如说方辰在等邪慕白送上门来。之前花梦影不知道方辰这么做是为什么，现在他明白了，就是等着邪慕白把极阳魔灵主动送上门来。方辰不需要阴阳圣体，那他获得极阳魔灵干什么呢？随即花梦影不由一震，难道圣子殿下是为了自己？想到这些，花梦影的俏脸立马红了起来。看你样子已经猜到了，这个极阳魔灵是为你准备。不过想要融合极阳魔灵成就阴阳圣体，可没有那么简单，还需要一些必要条件。等我们到了冰火海，那就有这样的条件了。方辰笑着说道。有先天道体这么强大的上古体质，方辰不需要其他的体质，主要阴阳圣体对他的作用并不大，所以这个极阳魔灵是给花梦影准备的，让他成就阴阳圣体。
虽然花梦影现在有天阴神体，可是体质终究差了一些，毕竟只是神体，与圣体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能够让花梦影成就阴阳圣体，那他以后的武道就能达到更高的层次。阴阳圣体作为最强大的几个上古体质之一，强大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样，天魔宗也不会费尽心思想要得到阴阳圣体。天魔宗又有几个人可以想到，天魔宗的宗主居然就是萧云亭的父亲？在原著之中，如果没有我的参与，日后萧云亭与萧云亭的父亲将会成为正道与魔道的领军人物。说起这些，还真是讽刺。方辰心中一阵冷笑，天魔宗宗主之子居然成为了云天圣地的圣主，日后掌控着各方正道势力，特别是人族这边以他马首是瞻，这着实让人感到讽刺。最可笑的一点，萧云亭能成为云天圣地圣主，也有天魔宗宗主魔尊萧重楼的一臂之力，这也是萧云亭暗许的。让人可笑的是，表面上萧云亭将萧重楼视为仇人，可是暗地里两人还有合作，而且关系紧密。真没想到天魔宗宗主萧重楼居然是萧云亭的父亲，这个魔尊萧重楼就是林洛威苦苦寻找的灭族仇人吗？花梦影心中震惊无比，他一直都非常好奇萧云亭的父亲到底是谁，没有想到这个萧云亭的身份这么大，其父亲居然是魔尊萧重楼。让花梦影奇怪的是，为什么方辰没有对萧云亭动手呢？想必圣子殿下另有计划，不然以圣子殿下的性格，早就对这个萧云亭动手了，不会让这个萧云亭活到现在。花梦影心中想到，与方辰相处了一段时间，他自然知道方辰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反而是一个果决的人。可是花梦影并不知道的是，方辰之所以没有出手，是因为萧云亭留着还有用处，他还需要萧云亭继续推动剧情走下去，这样他才能够摆烂。剧情都还没有走完，如何能宰了这家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萧云亭是天命之子，气运加深，方辰可以通过摆烂剥夺他的气运之力，让他的气运慢慢的消减。当萧云亭不被上天眷顾，就是他陨落之时。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方辰现在不会理会萧云亭。2个时辰后，众人回来，那个韩老魔真是狡猾，这样都能逃走。秦天霸抱怨了起来。对于这一点，方辰倒是不觉得意外。韩老魔要是那么容易斩杀，也不配叫韩老魔了。哪怕有寒月剑仙李寒月与秦皇联手，想要斩杀韩老魔也没有那么容易。像这样的老魔底牌众多，想要斩杀谈何容易，必须要一些手段才行。这个月下店店主花妖月倒是被抓住了，云天圣子想要如何处置？秦天霸直接将花妖月扔到方辰的面前，开口问道。此时花妖月极为狼狈，一身修为全部都被封印住了，完全失去了力量。直接除掉吧，留着他也没有用处。以韩老魔的行事作风，肯定早就给他下了禁制，就算再怎么盘问，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只要透露有关天魔宗的信息，估计禁制就会触动，他也是死。现在韩老魔逃跑了，天魔宗肯定知道，花妖月自然会被他们遗弃，不可能从他身上获得有用信息。方辰淡然说道。花妖月留着没有半点用处，要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也不全是，至少他的一身修为还不错。圣人境的实力在各大势力绝对是顶尖存在，只是花妖月是一个定时炸弹，要想让他作为自己势力的一部分，显然不太现实。下一刻，一道剑意袭来，直接将花梦影斩杀，神魂俱灭。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没想到李寒月毫不犹豫出手。花梦影看见花妖月死在自己面前，心中有一丝畅快，同时也有些伤感，这种感觉有些难以言明。寒月剑仙的剑意是越来越强大了。秦天霸缩了一下脖子，开口说道。他也尝试过雪月剑仙的剑意，那次差点被对方一剑给宰了。现在过去那么多年，雪月剑仙的剑意更加强大，甚至秦天霸感觉李寒月好像已经达到了某种层次的极限，要是跨过这个极限，将会踏入一个难以想象的境界。我们还是让韩老魔那家伙给跑了，实在有些可惜。其他人倒是解决了，我们也算帮了圣子殿下一个小忙。其他没什么，朕只有一个不请之请，请圣子殿下带一带我这个女儿。虽然不知道我这女儿为何要跟着你，倒是希望圣子殿下可以给我一个薄面，让我这个女儿跟着你一段时间，之后托人送回我们帝陵城即可。大秦帝王秦皇看向方辰说道。这次秦皇出手对付韩老魔，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秦玲珑。在帝陵城，秦玲珑一直跟着方辰，可是方辰一直都拒绝。看见方辰这样，秦玲珑直接跑去求父亲秦皇，正好方辰需要有人出手，就答应了秦皇这个请求。可是作为条件让秦皇出手一次，方辰一阵无奈，他实在不想带着秦玲珑，可是现如今已经达成了协议，大秦王朝这边帮了他一个大忙，不得不答应下来。秦皇请放心，我会保护好秦玲珑的。方辰开口说道。这话那我就放心了，而且还有寒月剑仙在，我就更放心了。秦皇笑着说道，随即大手一挥，秦玲珑直接来到方辰的身边。只是此时秦玲珑的眼神有些不对劲，恶狠狠地看着方辰，然后一口咬在了方辰的手臂上。你这家伙居然敢嫌弃我，我咬死你！秦玲珑恶狠狠地说道。方辰见此，下意识地看向秦皇与秦天霸的方向，两人嘴角一阵抽搐，直接扭头看向其他方向，全当没有看见。主要这事情有些丢脸。云天圣子殿下，我女儿就拜托你了。哈，云圣子殿下，我这乖侄女儿就拜托你照顾了。两人一人丢下一句话，然后直接消失在原地，仿佛生怕送不出去一般，跑得比兔子还快。方辰捏了捏秦玲珑的脸蛋，没好气道：你看吧，你父王生怕把你送不出去，送出去后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说你是不是一个熊孩子，是不是一个祸害？听到这话，秦玲珑气得直跺脚，才是熊孩子，你才是祸害。另外一边，
秦皇与秦天霸离开后，秦天霸开口说道：“皇兄，你就那么放心将玲珑交给那个方辰？这有何不放心呢？这位云天圣子不是大奸大恶之人，玲珑留在他身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况且玲珑常年久居地灵城，内心太单纯，是应该出去走动一下，历练一下了，不然以后恐怕会被人欺负。这位云天圣子有手段，有实力，有谋略，跟在他身边，玲珑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听到秦皇对方辰的评价那么高，秦天霸也十分诧异：“皇兄，你是不是太高看了这位云天圣子？”秦皇摇了摇头说道：“这位云天圣子被云天圣帝称之为数万年来的第一天骄，对其寄予厚望，尤其是天骄盛会上力压众天骄，就连敖天宇都不是其对手。以后这个方辰成就不可限量，很有可能踏入那个至高无上的境界。他身边有寒月剑仙在，也能保证玲珑的安全。那位寒月剑仙与云天圣子一样，都是喜欢藏拙之人，我们可不能被他们给骗了。这次就算没有我们，他们估计也能够轻松应对。云天圣子之所以让我们出手，未必不是找会与我们搭上关系。既然别人都这么给面子，我们自然不能落下面子。”大秦王朝秦皇目光深邃，仿佛看透一切，掌握一切一般。听到秦皇的分析，秦天霸全身猛然一震。原本他没在意这件事，可是没想到这其中却有那么多深意。最开始他也只是觉得云天圣子无法解决这个麻烦，所以找他们帮忙，可是现在看来却不是这样，看似在找他们帮忙，其实在与他们搭上关系。皇兄，你说这是云天圣帝的想法，还是云天圣子的想法？秦天霸满脸震惊道：“从云天圣子的所作所为，能够看出对方肯定有大动作，只是不知道策划这一切的是云天圣帝的人，还是这位云天圣子。我看这应该是云天圣子的想法。这代的云天圣帝不同以往，绝对不能轻视，以后必将成大事，或许还能够重现10万年以前云天圣帝的辉煌。”秦皇开口说道。听到这话，秦天霸陷入了沉默。10万年前的云天圣帝，那绝对是天玄界最强的势力之一，俯瞰整个天玄界各大势力，并且各大势力都云天圣帝马首是瞻。只是昔日的辉煌不复存在，现在的云天圣帝已经没落了。不过就算这样，云天圣帝在天玄界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势力。其实就如同大秦秦皇所想，方辰确实想要借这个机会与大秦王朝搭上关系，因为之后他急需顶级大势力相助，显然大秦王朝是一个极为不错的选择。大秦王朝作为一个古老的王朝，底蕴深厚，如果有这样的王朝相助，那以后方辰就要轻松很多。寒月剑仙的体质等不了太久了。方辰下意识地看向虚空之中，目光闪烁。李寒月无论是在云天圣地还是在天玄界，绝对都是顶级的强者，现如今已经达到了圣人境9重天，距离无上帝境也只有一步之遥。可是方辰知道，李寒月在以前经历过一场大战，中了一种古老的诅咒。这种古老的诅咒十分厉害，哪怕是云天圣地都束手无策。这种诅咒对于平常人没什么，可是对于像李寒月这样的顶级强者却非常糟糕，因为动用的力量越强大，诅咒的效果就越好。而这种诅咒能蚕食自身的灵魂，也就是李寒月动手一次，对自己的神魂影响很大。如果彻底爆发，神魂将会被彻底蚕食殆尽，甚至会让他陨落。因为这事情，李寒月一直以来都没怎么动用自身的力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寒月成为了方辰的守护者，这也是为何方辰要让大秦皇朝的人相助的原因。如果不这样，一旦李寒月使用自身的力量，很容易遭受到反噬，方辰自然不愿意看到。在原著中，天翼魔域、天魔宗、顶级世家上官家以及妖族蛇族这4大顶级势力联手，能够解决李寒月身上的诅咒。这也让他师尊带领着李寒月与诸多强者前往天翼魔域寻找解决诅咒的办法。可是那一战，云天圣地损失惨重，云天圣主、李寒月以及多位长老都接连陨落，只留下几位长老逃了出来，其中一位长老还是叛徒，早已经归顺了天魔宗。因为这次的事情，天翼魔域封印彻底打开，导致天玄界陷入了漫长的混乱之中。这次我必然会阻止。方辰深吸了一口气，心中暗自想到，这算是他心中的一个郁结吧。原著之中的方辰背景各方面都没得说，正常来说不会太差。可是因为这一段剧情，导致方辰大受打击，荒废了修炼，最终被萧云亭取代。而后又因为被取代后内心失衡，一心想要复仇，却被小人利用，导致最后陨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著之中的方辰十分凄惨。本来有着所有人羡慕的开端，却因为是舔狗，还有各种其他原因导致心态失去了平衡，最终以这样的悲剧收场。只是秦玲珑后面与萧云亭搭上了关系，只是一次英雄救美，就让自己沦陷了。如果没有秦玲珑这层关系，天魔宗也不能入侵大秦王朝。这还真是恋爱害人，恋爱脑害人啊！大秦王朝还真是悲哀，遇到了这么一位公主。想到这里，方辰下意识地看向秦玲珑，眼中满是怜悯，还不停地摇了摇头。看见方辰的一举一动，秦玲珑整个人都快气炸了。听到方辰的心声，秦玲珑最开始对云天圣地与方辰的处境充满了同情，心中也有些难过。可是随着听到方辰这些心里话，心中的同情与难过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愤怒。这家伙又在骂我恋爱脑了，我秦玲珑怎么可能因为一个毫不相识的人救了我，就爱上对方了呢？这家伙把我秦玲珑当什么了？他到底对我有多大的偏见，才会有这样的心里话？秦玲珑恶狠狠地瞪了方辰一眼，恨得咬牙切齿。他现在恨不得跑到方辰面前当面对质，一字一句地告诉这家伙，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很想告诉方辰，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是，一想到花梦影之前的话，还有一些自己所听到的事情需要验证，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时秦玲珑心中也无比紧张，心中不由在想，难道自己真的会变成这样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秦玲珑不停地摇着脑袋，只是方辰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他对这一切表示怀疑。不行，我还需要验证一段时间。如果方辰有这样的能力，那我绝对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不能让黄修宇父王为了我葬送了大清王朝。秦玲珑内心之中做出了重大决定，目光也变得坚定起来。不知不觉中，秦玲珑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其实在原著之中，秦玲珑之所以成为恋爱脑，那是因为被大清王朝保护得太好，涉世未深，加上喜欢看一些爱情故事，对于故事之中的情节很是向往。当萧云亭做出小说中类似的事情后，直接让秦玲珑倾心。当然了，不可能只是因为英雄救美就俘获了秦玲珑的芳心。在后续的情节中，他还与萧云亭朝夕相处，所谓日久生情，这也是秦玲珑沦陷的关键。只是现在有方辰这些话洗脑，让秦玲珑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他本来就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剧情之中的状况也只是他涉世未深。当他经历了人心的险恶，有了平常人没有的洗礼后，秦玲珑就成长起来。没有他人的干预，方辰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冰火海附近。整个冰河海无比辽阔，一眼望不到边，整个冰火海不知道有多大，反正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有修士想要抵达冰火海的另外一边，想要横渡冰火海，可是都没有成功。曾经有一位圣人境强者也想尝试，只是他踏入冰火海之后，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由于冰火海的环境特殊，可以诞生出很多天才地宝，因为这些天才地宝都极为珍贵，从而导致无数人想要去冰火海中寻宝。来的人多了，久而久之，在冰火海附近就有了城池，甚至还有好几个宗门。虽然不是什么大势力，但是在中州神土也算是不错的势力了。火焰城，这是位于冰火海附近的大城池，周围由火阳宗掌控。而此时，方辰一行人来到火焰城，随便找了一家客栈住下。长途跋涉，虽然方辰不觉得有什么，可是秦玲珑累了。毕竟秦玲珑只有14、15岁。方辰，你可知道在冰火海的最深处到底有什么吗？在客栈吃饭的时候，秦玲珑看向方辰，好奇地问道：“在冰火海最深处到底有什么？”其实这一直都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秦玲珑也一直想知道，不过没有人为他解惑。而现在，方辰既然知晓那么多事，或许知道冰火海最深处的秘密。你问这个干嘛？方辰瞥了一眼秦玲珑，开口问道：“纯属好奇。传闻里学识通古今，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或许你知道冰火海最深处到底有什么？”秦玲珑为了从方辰口中知道这些，也不管不顾，开始夸起了方辰，能夸的全部都夸了。可惜方辰压根就不吃这一套。你都说是传闻了，我告诉你，传闻不属实。方辰淡然说道。方辰，你真的不知道吗？秦玲珑歪着脑袋问道。其实心中一阵抓狂，方辰这么不负责任的回答实在是欠揍，他真想过去狠狠地揍方辰一顿。你想知道这些，为何不问你父亲呢？你们大秦王朝距离冰火海最近，最了解冰火海的应该是你们大秦王朝吧？方辰一脸古怪地说道。冰火海在后面的剧情之中出场的频率还是很高的。方辰自然知道，虽然现在没几个人知道，可是大秦王朝是一个例外。大秦王朝是唯一知道冰河海最深处到底有什么的存在。之所以那么清楚，是因为大秦王朝得罪过冰火海的最深处。你这是啥意思啊？我要是知道，问你干什么？秦玲珑愤愤不平道。他就是不知道才来问这个家伙，要是知道还问个屁啊！你很想知道？方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笑着问道。当然想知道了。秦玲珑一阵抓狂。这个方辰绝对是故意的。如果他不想知道，问他这个问题干嘛了？又不是吃饱撑着。那里是禁区。方辰笑了笑，一脸玩味道：“我不方便告诉你里面到底有什么。如果你很想知道，可以现在回去问你父皇。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一定知道。而且他那么宠你，肯定会告诉你的。”听到这话，秦玲珑更加抓狂起来。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故意挑起自己的兴趣，然后又不告诉自己，还让他回去问他父皇，这是摆明了想要甩开他。哼哼，你想的倒是美，怎么可能让你得逞？秦玲珑深吸一口气，强压住心中的不差，问道：“是与荒古之地一样的禁区吗？”差不多吧，比荒古之地还要严重一些。这地方很不简单。方辰意味深长地说道：“如果出事，整个天玄界都要震动。这地方这么恐怖吗？”秦玲珑心中震惊不已。要知道，荒古之地那是一个闻言色变的地方，没想到这个冰火海的最深处居然还要恐怖。荒古之地，就算是圣人境强者也不敢深入其中，甚至曾经的地境强者进入其中也改变不了什么。久而久之，荒古之地被誉为天玄界最恐怖之地。如果你想要寻死的话，去这里准没有错。基本上是有进无出，进去之后必死无疑。只是秦玲珑没想到，冰火海最深处居然比这个荒古之地还要恐怖。其实我很想知道，你刚才为何那么肯定地说我们大秦王朝知道呢？那你肯定知道我们大秦王朝与冰火海最深处有什么联系？秦玲珑说到这里，猛地一咬牙道：“如果你可以告诉我原因，那我以后可以答应你2个条件。”不够，3个。方辰说道。好，成交。秦玲珑想了一下，直接答应下来。之所以答应，也是想通过这个事验证方辰的能力是不是真的。不过你必须要保密才行，还必须发誓。方辰开口说道，因为知道这事情的人并不多，而且要是传出去，对我影响也大。你先发誓，我再告诉你。这也算是大秦王朝的心秘了。如果传出去，的确会给他带来麻烦。虽然这麻烦并不大，但是现在
能够避免还是避免为好。方辰可不喜欢麻烦找上门来。那好，我立誓，我秦玲珑对天道起誓，如果接下来方辰所说的话，要是我秦玲珑说出去，武道停滞不前，修炼遭反噬，而且神魂俱灭，不得好死。秦玲珑也是果断之人，直接发起了毒誓。这样的誓言，没有人敢违背，哪怕是地境强者，也不敢违背这样的誓言。曾经有一名地境强者，因为违背了誓言，从而陨落，下场如同他誓言那般，极为凄惨。不愧是大秦王朝的公主，够果断。方辰说道。哼哼，或许从来没有听过方辰的夸奖，秦玲珑不由得一起来。一旁的花梦影看见两人这样，心中一阵无语，尤其是对于自家圣子殿下更是无语，同时心中也很好奇，自家圣子殿下要怎么玩弄秦玲珑呢？其实吧，这位小公主人挺不错的。很快三人就吃完饭回到了房间，方辰施展了一个隔音结界，这才开口说道，其实吧，这是你们大秦王朝最大的秘密，你可知道你们大秦王朝为何每一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都陨落了吗？方辰目光深邃，意味深长道，为什么呢？难道与冰火海有关？秦玲珑自然不傻，立马就联想到了，其实大秦王朝的嫡系后代每一代人都会有很多陨落，只不过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哪怕是秦灵瑶也不知道。其实这是大秦王朝后裔一直以来都想知道的事情。其实这是来自于一位强者的诅咒。曾经你们先祖大秦祖龙大帝去过冰火海深处一趟，差点将整个冰火海给扫平了，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最终没有成功，这也让这位强者对于你们大秦王朝恨之入骨。只是因为当年被大秦祖龙大帝伤得太深，这位强者不能离开冰火海，所以无法对你们大秦王朝下手，不过却对你们大秦祖龙大帝施加了诅咒，诅咒祖龙大帝后代全部陨落。因为你们祖龙大帝拥有神兵庇护，导致诅咒的威力下降了一半，所以你们大秦王朝的后代每一代都有一半的人陨落。听到方辰的讲述，秦玲珑瞪大了双眼，满脸难以置信，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大秦王朝这样的心意。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秦玲珑深吸了一口气，死死地盯着方辰问道。方辰这番话对他的心灵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他还是第一次知道他们大秦王朝每一代有一半的人陨落，居然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没办法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以后询问你父王就知道了。而且你哥秦天明也有这样的诅咒，之所以没有陨落，是为他有神兵守护，而且神兵从不离身，所以没有受到诅咒的影响。方辰再次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这是秦玲珑没有想到的，甚至他刚才还有一些庆幸自己与皇兄没有受到这样的诅咒，现如今却听到自己哥哥秦天明也有这样的诅咒，秦玲珑立马就慌了。那要怎么解除这个诅咒呢？秦玲珑脸色难看道，他与秦天明关系极好，自然不想看见自己皇兄出事。其实只需要有地级神兵守护就好，最多10年就能够解除诅咒。方辰淡然说道。其实想要解除这个诅咒没有那么困难，也没有想的那么简单，需要把大秦祖龙大帝的地级神兵带在身边，通过神兵的力量化解诅咒。只有耗费的时间很长，而且还因人而异，有的人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有的人只需要10来年的时间，而秦天明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过他已经将地级神兵带在身边很久了，最多还需要10年就能化解。不过秦天明在这期间会遭遇劫难，就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如果秦玲珑不是恋爱脑，不与萧云亭有关联，倒是可以免除很多劫难。不然按照原本的剧情，秦天明最终差点陨落，修为也停滞不前，断送了自己的武道之路。说起秦玲珑古灵精怪，好几次让秦天明身处险境，一次还可以原谅，好几次就不能原谅了。关键是秦玲珑还没有任何觉悟，而且都是因为萧云亭的原因。现在看来，恋爱脑秦玲珑真的接触不得，极为恐怖，以后真要离这个女人远一点。方辰心中想到。看见方辰满脸嫌弃自己的样子，秦玲珑气得快要吐血，一阵抓狂。虽然他年纪比较小，可是并不傻，就算你心里面嫌弃，能不能稍微伪装一下，全部都表现在脸上，真以为他看不出来吗？不过听到方辰的心声，秦玲珑心中也算松了一口气，只要最终皇兄没事就好。不过最终影响到了皇兄的武道之路，他心中还是很难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萧云亭的缘故，这个萧云亭绝对不能原谅。以后遇到这个萧云亭，有多远滚多远。你这个灾星，居然间接害了我皇兄，真不是个东西。不行，等我回到大秦王朝，让下面的人去找一下这个萧云亭，一定要把这个混蛋给宰了。秦玲珑在心中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秦玲珑也是一个果断之人，加上之前与这个萧云亭没有任何接触，又知道萧云亭的原因，导致自己的皇兄数次遇险，还葬送了武道之路，这直接让秦玲珑记恨上了萧云亭。哪怕两人没有任何矛盾，可是因为后续可能发生的事，让秦玲珑心中对这个萧云亭产生了杀意。在他看来，这个萧云亭绝不能留。回到大秦皇朝之后，一定要询问自己父亲，验证一下方辰所说的。秦玲珑心中想到。此时他的大脑也活跃起来，在思考着后续的计划。或许因为方辰新生的原因，也或许是因为方辰数次骂他是恋爱脑与熊孩子的缘故，导致涉世未深的秦玲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他的心智也逐渐成熟起来。这也是方辰没想到的事。几天后，依旧是那个客栈。我们不是要去冰火海吗？为什么还不出发呢？秦玲珑看向方辰，满脸疑惑道：这家伙不是要去冰火海吗？现在在火焰城待了10来天了，怎么还不出发呢？那么着急，冰火海之中的东西还没有出现。方辰躺在椅子上，吹着海风，晒着太阳，吃着花梦影递过来的水果，惬意无比。
也并非他不想过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传承秘境在哪里。这个传承秘境在剧情之中也就随便一提，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他只知道这段时间有一个传承秘境要出世，然后吸引了无数人，最终一个幸运者获得了这个传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快速崛起。不过方辰并不需要里面的传承，而是秘境中的一些特殊天材地宝。这宝物可以让花梦影完美的融合天阴神体与激阳魔灵，虽然可以用其他的宝物代替，可是就要前往天魔宗才可以。只是天魔宗一向神秘，也只有天魔宗的高层才知道位置。秦玲珑见此一阵无奈，他知道方辰有特殊能力，知晓未来发生的事，所以他也没有继续问。我倒想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到现在秦玲珑还表示怀疑，所以他需要一些事来辨别真伪。同时一道光芒穿过火焰城，有人大喊了起来。火焰海出现了一名圣人境强者的传承秘境，火阳宗想要独占这个秘境，现在正在火焰海那边大开杀戒，想要隐瞒秘境的出现。现在我把这消息传出来，希望各位道友前去争夺机缘，不要让火焰宗独吞这个秘境。我们一定要。那名男子话还没有说完，一道剑光闪过，那人直接被斩杀。过了片刻，数道身影出现，脸色极为难看。各位道友，别听这人胡说八道，如果真有这样的秘境现世，火阳宗自然愿意让所有人进去探索机缘。这人之所以陷害我们火阳宗，是因为他在火焰海内斩杀火阳宗的弟子，现如今被我们火阳宗追杀。这名火阳宗的弟子解释道。秘境出现了。方辰直接站了起来，带着秦玲珑与花梦影直接化为一道流光，向火焰海那边而去。道友，请留步。看见方辰三人要进入火焰海，火阳宗的人脸色不由一变，急忙阻止。甚至火阳宗的一名弟子眼中还露出了冷厉之色，手中的飞剑直接飞了起来，剑意也爆发了出来，狂暴的剑意直接向方辰斩杀而去。这一道剑意声势浩大，强大无比。启明境的修士也敢来拦我，胆子真大，不知死活。方辰冷哼一声，声音之中夹杂着强大的威压，直接凭借威压，火阳宗这几人直接在空中炸开，瞬间陨落。启明境的修士在他面前如同蝼蚁一般，而且这些人如果不对他动手，方辰是懒得理会他们。既然对方早死，方辰只能成全他们。还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方辰直接消失在原地，向火焰海而去。没过多久，火焰城就热闹起来，不少修士直接向火焰海而去。火阳宗的人还真以为我们傻。不错，他们刚才的话骗傻子还可以，骗我们不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火阳宗完全不用这么大费周章。看来火焰海那边是真的有圣人境强者的秘境现世，这样的大机缘绝对不能错过。如果能够在秘境之中获得传承，绝对可以一飞冲天，快速崛起。估计火阳宗的人也没想到，这人的实力如此的强大，只是凭借威压就将这几人斩杀，对方至少也是归虚境的强者。火焰城还真是卧虎藏龙，很多修士都前往火焰海那边一探究竟。不管这消息是不是真的，都值得他们前去冒险。万一是真的吗？那名男子临死前的话足以让所有人心动。圣人境强者的传承秘境啊，如果得到，真的能够做到鱼跃龙门，一飞冲天。尤其是那些没有宗门的散修，本身就没有背景，一直以来为了一些修炼资源，都过着在刀尖上舔血的生活。这么大一个机缘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怎么可能不激动呢？至少所谓的火阳宗，他们丝毫不在乎。只要能够拿到这个圣人境的传承，然后快速崛起，怎么可能怕一个火阳宗？冰火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火焰海，而另外一部分是冰海。在火焰海这边，环境极为恶劣，下方全是由岩浆形成的海洋，看起来触目惊心。岩浆的温度极高，任何东西掉下去都会立马融化。这个地方修为低一点的修士完全不敢来，因为需要长时间在天空之中飞行，同时还需要与周围的恶劣环境做斗争。唯有达到第4境天元境，才勉强有能力横跨这里，可是也不能持续太长时间。第5境神元境的修士倒是可以在这里畅通无阻的行走，由灵气形成的护罩可以抵御外界的恶劣环境。这就是冰火海中的火焰海。果然如同传闻中的一样，秦玲珑来到火焰海上空，看着四周的情况，满脸好奇起来。他还是第一次来到火焰海，对于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好奇。这里可不是一般人能待的地方，如果玲珑公主想要下去体验一番，我倒是可以送你下去。方辰笑着道。不去不去。秦玲珑急忙说道。开什么玩笑，他现在修为还低，要是自己在这里瞎逛，那纯粹是找罪受。难得来到这里，如果不想去体验一番，那就太可惜了。方辰笑着说道。听到方辰的笑声，秦玲珑立马就明白过来，这一次又被方辰给捉弄了。方辰，等我回到地灵城，一定会告诉我父王，你一路上都在欺负我。秦玲珑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一路上，他不知道被方辰捉弄了多少次，心中憋着一股怒火，无处释放。玲珑公主向父母告状的小孩可不是好孩子呀，如果这事情传出去，会被人笑话的。方辰笑着道。反正我不管，我就要被人笑话就笑话吧，反正这一路上我被你笑得够多了。秦玲珑毫不在乎地说道。他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什么都不管了，一定要找自己的父王告状，一定要让父王好好的惩治一下这个方辰。好吧，那我以后不捉弄你了，这样行吧？方辰看见秦玲珑这样，也不好意思再继续捉弄他。看吧，一个单纯善良的孩子被捉弄成这个样子了。虽然秦玲珑向秦皇告状，秦皇也不会对他做什么，但终究有些不好。你发誓，做出保证。秦玲珑鼻子抽了抽说道。他一副要哭的模样，终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好吧，我向你保证，这下行了吧？
方辰笑着说道：“好，希望以后你说到做到，别再捉弄我了。”秦玲珑鼻子抽了抽，破涕而笑。在他心中，这是第一次让方辰吃瘪，心里面无比的畅快。好，不捉弄你了。方辰答应下了。原著之中，秦玲珑倒是没有对方辰做什么，所以方辰对秦玲珑也不反感。之所以捉弄秦玲珑，也只是因为秦玲珑在原本的剧情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加上现在还是小孩，方辰就忍不住想要捉弄一下。秦玲珑终究只是一个孩子，被圣子殿下几句话就忽悠了。而且这位玲珑公主人还不错，不是那种刁蛮任性的人。一路上，花梦影都在观察秦玲珑，对于秦玲珑的印象倒是很不错。况且他与秦玲珑现在是盟友，对于这位盟友秦玲珑自然要多关心一下。圣人境强者的传承秘境现世闹出的动静很大，至少在火焰城这边动静极大，这让很多修士都前往火焰海。一时之间，火焰海这边就热闹起来。方辰没有任何停留，直接来到火焰海这边，很快就看见秘境现世的天地异象。由于秘境现世没有多久，加上火阳宗想要独占这个秘境，导致在秘境的入口位置汇聚了很多人。道友，还请留步，这里是我们火阳宗的地方，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如果不想再次陨落，还请赶紧离开。一名火阳宗的长老释放出自己强大的气息，眼中满是冷色。这名火阳宗的长老实力不弱，已经达到了归虚境，想要独占这个秘境，也得看你们有不有这个实力。如果没有这个实力，就别想独吞这个秘境。75，方辰自然不会理会火阳宗的人。开什么玩笑？在火焰海这边有秘境现世，你说这个秘境是你火阳宗的，这不是开玩笑吗？况且这个秘境还不是你火阳宗最先发现的。小子，你在找死！这名火阳宗的长老脸色彻底冷了下来，直接出手一剑向方辰斩去。几乎同时，旁边的几名火阳宗弟子也纷纷向方辰出手。乾坤印诀，方辰双手结印，一道印法袭杀了过去。火阳宗的人还没反应过来，直接被这道印法斩杀。不管是那名归虚境的长老，还是启明境的弟子，都毫无抵抗之力，如同蝼蚁一般被斩杀。干什么不好？为何选择找死？秦玲珑看见这几人被斩杀，忍不住吐槽道：“挑衅谁不好，去挑衅方辰干什么？这家伙就是一个杀神。况且你实力不如人家，背景也不如人家，跳出来找死干什么？”然而火阳宗的人也有话要说，他们哪知道对方是云天圣地的圣子啊？他们要是知道最近名扬天玄界的云天圣子就在他们面前，他们怎么敢这么嚣张？斩杀了这几名火阳宗的弟子，方辰没有丝毫停留，直接冲入秘境之中。秘境之中，这里别有洞天，蓝天白云，大地辽阔，有着数不尽的群山连绵不绝，而且群山之中树木茂盛，景色宜人，同时还不时传来一些鸟兽的咆哮声。与其说这里是一个秘境，还不如说是一方世界。进入到里面，方辰没时间欣赏这里的环境，直接向群山之中冲去。很快，方辰就来到一处山顶。这座山与其他山有所不同，整个山头光秃秃的，没有茂密的植被，只有一块巨大的岩石。跟其他的山比起来，这里贫瘠无比。方辰仿佛知道一切一般，直接一掌击碎了这块巨石。一时之间，光芒四射，一道光柱冲天起。方辰仿佛早就知道，直接大手一抓，轻松把光柱之中的东西抓住。你抓到的东西是什么？秦玲珑看向方辰问道。花梦影也满心好奇，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而且方辰第一时间赶到这里，显然是知道这里有这个东西。这是万灵星源，只有那些进化失败的生灵才可能诞生这样的生物。这万灵星源极为特殊，拥有最纯粹的本源，如果将其炼化，无论是修为或体质都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且还能提升自己的悟性。不过这东西最大的用处还是融合多种本源之物。梦影，你先将万灵星源炼化，然后再去炼化极阳魔灵。你本来就是天阴神体，在万灵星源的作用下，足以让极阳魔灵与你的天阴神体完全融合，从而变成阴阳圣体。方辰看向花梦影说道。这也是方辰来冰火海的原因，就是要得到万灵星源。听到这些，花梦影也明白过来，原来这万灵星源是他将极阳魔灵完全与自己天阴神体融合的关键之物。想到这些，花梦影脸上露出了激动之色，眼中满是期待。花梦影在方辰身边待了那么长时间，他的压力很大，他害怕自己实力太差，给方辰拖后腿。在他心中，其实也想自己有实力帮助方辰。这就是万灵星源吗？他怎么知道这里有万灵星源？他一进入秘境之中，就直接来到这边，显然早就知道这里有万灵星源。秦玲珑眨巴着眼睛，满脸好奇地看着方辰。难道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现在的秦玲珑已经不是将信将疑，而是几乎相信了方辰。主要方辰的所作所为太过匪夷所思，仿佛早就知道一切。他来到这个秘境不是来寻宝探险，而是直接来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目的非常明确。方辰，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有万灵星源的？而且进入秘境之中，你没有去其他地方，而是直接来到这里。秦玲珑如同平常一样，一脸憨憨地问道。我修炼了时间大道，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方辰笑着说道。看见憨憨的秦玲珑，他又忍不住捉弄起来。他保证过不再捉弄秦灵瑶，除非自己忍不住。哼，不说算了。秦玲珑也知道方辰是在捉弄他，也没有当一回事，好像已经习惯了。随即方辰直接布置了一个阵法，将整个山顶覆盖这个阵法。这个阵法就连归虚境的强者也无法打破，足以保护花梦影的安全。况且方辰还在这里，自然不需要担心其他人前来打扰。花梦影在其中炼化着万灵星源，方辰与秦玲珑在旁边给花梦影护法，等着花梦影完成阴阳圣体。方辰，
你能不能一个人在这里守着？我想出去逛一下。秦玲珑看向方辰说道。他一直在这里站着很是无聊，况且他第一次进入这样的秘境，对这个秘境也充满好奇，想要出去看看。不行，你必须待在这里，给梦影护法。还有，你一个第3境神海境的小修士，想要一个人在这秘境之中乱逛，是嫌自己的命长吗？方辰毫不犹豫地拒绝道。秦玲珑现在还小，就算出身于大秦王朝这样的大势力，接触修炼的时间也不长，修为自然没有多高。而进入这个秘境的修士，至少都是第5境神元境，一个小小的第3境小修士在这里到处乱逛，那不是嫌命长吗？我父王给了我护身法宝，除了你这种妖孽外，一般的归虚境强者休想伤我分毫。秦玲珑十分不服气道。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前，自然考虑过安全的问题。以他第3境的修为，在这个秘境中一个人乱逛，确定嫌命长。不过他不是一般人，作为大秦王朝的公主，秦玲珑深受秦皇的宠爱，加上这又是第一次出来历练，秦皇自然给了他一大堆护身法宝。就这些法宝，硬生生砸出来，都能砸死不少人。你要是掉一根毫毛，你父王估计都饶不了我。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可是我现在是你的监护人，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方辰一脸无奈道。他可不能让秦玲珑有任何损伤，要是有损伤，那怎么给秦皇交代？秦玲珑想了一下，觉得方辰说的不无道理，随即他眼珠子转动了几下，退而求其次道：要不我就在周围转几圈，就在这周围，保证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况且你修为那么高，如果我有什么状况，你能第一时间发现。况且寒月剑仙就在附近，我想没有人敢动我，除非有人嫌命长。如果不说通方辰，他想出去逛一下还真不行。方辰，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吗？只要让我出去逛逛，回去后我肯定在父王面前给你美颜。为了出去，秦玲珑居然撒起娇了。看见秦玲珑撒娇，还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方辰有些于心不忍。去吧，就在这附近，不能跑远了。就在这方圆10里吧，要是你敢跑远了，我直接把你抓回来。方辰有些无奈道。只要秦玲珑距离他不是很远，就算发生任何事情，方辰都能第一时间赶到。甚至可以说，在这个秘境之中，他都足以保护秦玲珑。方辰大道领域法中的太乙领域，完全可以覆盖这个秘境，瞬息之间就可以到达这个秘境之中的任何地方。只是一般情况下，方辰不想使用，毕竟施展大道领域法中的太乙领域对他的消耗巨大，同时这也是他强有力的底牌，不到关键时候不会使用。没问题。秦玲珑欣喜不已，随即化为一道流光离开了这里。方辰看着秦玲珑离开的方向，不由叹了一口气。如果秦天明知道我就这样放他妹妹一个人出去，多半会找我拼命。不过让他一个人在这秘境中历练一下也好，让他知道人心的险恶，不然随便就被那个萧云亭给拐跑了。希望这次历练能够让秦玲珑有所改变。如果是之前，方辰绝对不会搭理秦玲珑，肯定会一直摆烂下去。只是现在他已经被牵扯进来了，自然与之前有所不同。况且现在也不是摆烂剧情，后续遇到摆烂剧情，他会回归正常，到时候不再理会这个秦玲珑就好，自己同样可以获得摆烂奖励。秦玲珑离开后，如同关在鸟笼之中的鸟儿，飞出鸟笼那一刻，感觉整片天空都是他的。他一脸好奇地看着周围的情况。以前他在地灵城的时候很少出门，自然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事，这也导致他对外界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奇。这是千年雪莲吗？看来我的运气真的很不错。很快，秦玲珑就看见下面有一株雪白的莲花。千年雪莲是很不错的天材地宝，因为生长的条件极为特殊，导致千年雪莲在市面上极少见。不过对于秦玲珑来说，这并不算很珍贵的东西。在大秦王朝的藏宝阁中，千年雪莲有很多，甚至有一些已经达到了万年。要是放在地灵城，他压根都不会看一眼。可是如今不同，他第一次来秘境中历练，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东西，心中的成就感不言而喻。秦玲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冲了下去，将这株千年雪莲采摘下来。谁说我一个人不能单独出来历练的？麻烦把脑袋伸过来，我现在不是历练成功了吗？而且还获得了一株千年雪莲。秦玲珑的心中美滋滋的，说不出的成就感。这里是我们火阳宗的地盘，你是如何进来的？就在此时，一道呵斥声传来，接下来一道身影出现，一名身穿火阳宗道袍的男子出现在秦玲珑的面前，目光冰冷无比。当这名男子看见秦玲珑手中的千年雪莲之时，眼中露出了一丝贪婪，下一刻他就皱起了眉头。你一个小小的神海境小修士，是怎么混进秘境中的？秘境的入口早已被他们火阳宗的人守着，而里面的人已经被他们除掉，所以这里不应该有除了他们火阳宗以外的修士。如果对方实力强大，还说得过去，关键是秦玲珑只是第3境神海境的小屁孩，你管我是怎么进来的？对这个火阳宗的弟子，秦玲珑可没有好脸色。这个人一上来就盯着他手中的千年雪莲，而且还露出了贪婪的神情，绝对不是什么好鸟。火阳宗的那名弟子冷哼一声，直接拔出了长剑，冷声道：把你手上的千年雪莲拿过来，告诉我你是如何混进来的，否则别怪我对你动手。这名火阳宗弟子并没有选择立马出手，因为他感觉秦玲珑出现在这里实在是太奇怪了。一个第3境神海境的小修士居然能进入秘境之中，这简直匪夷所思。他一个人肯定是不可能进来的，那么就是说对方是有人带他进来的，在对方的背后绝对有强者守护，所以他没有第一时间出手，主要还是想试探一下秦玲珑背后有没有强者守护。你只不过是第5境神元境，我为何要跟你说？而且我凭什么要告诉你这些？秦玲珑毫不客气道。他拿方辰没办法，拿一个第5境神元境的小修士还没办法。他是谁啊？他可是堂堂大秦王朝的公主，
岂能容忍这样的小修士在他面前哇哇叫？对方是神渊境又如何？就一定比自己强吗？可是这名火阳宗的弟子心里面又是一个版本，只不过是第5境神元境，你一个小小的神海境，而且才突破到这个境界没多久，难道我不比你强吗？这名火阳宗弟子在心中破口大骂。可是秦玲珑越是这样，他越不敢动手，一脸警惕地看着周围，生怕周围有强者。如果是一般神海境小修士，绝对不敢对他这样说话。秦玲珑敢这样说话，必然有所依仗，那对方背后肯定有强者，不然也不可能进入到逆境之中。想及此，他拿出一块玉石，然后捏碎，直接开始摇人。摇完人后，他死死地盯着秦玲珑，尤其是盯着秦玲珑手中的千年雪莲，同时不让他离开。这个家伙倒是谨慎，在远处看见这一切的方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要是换成别人，或许在看见千年雪莲之时，又看见秦玲珑修为低下，估计会第一时间上去抢夺。这名火阳宗弟子有点东西，但是不多。对方没有第一时间动手，而是选择摇人。你不能离开这里。看见秦玲珑要走，这名火阳宗弟子立马拦住了去路。虽然不敢动手，可是他也不能让秦玲珑离开。我为何不能离开这里？你凭什么拦住我的去路？那个方辰就算了，连你也拦我。秦玲珑仿佛被人踩住了尾巴，直接气炸了。原本在方辰那里受了一肚子气，此时又在这里生气，秦玲珑忍不了了。此时他一脸愤怒地看着这名火阳宗的弟子，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你的背后果然有人。那人听到方辰的名字后，顿时一脸恍然。此时秦玲珑也没有犹豫，直接甩出一个剑符。以正常的实力，秦玲珑绝不是这名火阳宗弟子的对手，毕竟他刚踏入神海境，而对方是神元境，差了2个大境界。可是顶不住秦玲珑家底丰厚啊！轰的一声，剑符飞了出去，光芒闪烁，一道强大的剑气斩向那名火阳宗弟子，直接将对方淹没其中。归虚境，这名火阳宗的弟子直接愣住了，随便甩出一个剑符，居然都达到了归虚境的威能。这个小女孩什么来头？她这么有钱吗？强大的剑气爆发出来，将那边夷为平地，周围一切化为粉碎。这名火阳宗的弟子没反应过来就被斩杀，他就这样死了。看见尸骨全无的火阳宗弟子，秦玲珑脸色苍白。她终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之前从来没有杀过人，这也算是她第一次杀人，心中有些无法承受。她并没有想杀了那名火阳宗弟子，刚才在气愤之下，下意识地扔出了一个剑符，没想到就把那人给斩杀了。秦玲珑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虽然刚才还有些无法承受，可是毕竟是从大秦王朝出来的，虽然从小没有杀过人，可是也耳濡目染，很快就适应过来。这也不能怪我呀，就算我不杀了这家伙，这家伙也会杀了我。秦玲珑心中暗自想到。在对方发现他的时候，还一脸贪婪地看着他手中的千年雪莲，秦玲珑就知道对方绝对会对他动手。之所以没有动手，可能是有些顾虑，至于是什么顾虑，秦玲珑并不清楚。而且这个火阳宗弟子刚才的举动，秦玲珑看在眼中，这家伙分明是在摇人。想到等会儿很可能一群人来抓他，秦玲珑就有些后悔了。早知道是这样，早应该动手。在这个地方杀人夺宝是常事，如果有半点犹豫，很可能死的人就是自己。这边的轰鸣声也引来不少人的关注。在一座古老的大殿面前，一名老者猛然抬头看向远方，喃喃自语道：难道有人混进来了吗？这也不太可能，外面有4长老镇守，谁能进来呢？不过有弟子传信，加上那边有轰鸣声，很可能有人混进来了。不行，现在正是打开传承大殿的关键时期，即将要获得传承，不能让这些人来打扰。想到这些，这名老者看向旁边的几名弟子，吩咐道：有人混了进来，你们2人去秘境入口处看看，其他人去那边看看。要是发现有人混进，直接出手斩杀，绝对不能有人打扰我们打开传承大殿。老者所指的方向就是刚才爆炸声传来的方向。老者升天的10多名弟子纷纷点头，随后分2个方向而去，希望来人的实力不要太强，能等到宗主与老祖赶到这里。突然出现这样的意外，让老者感到一阵头痛。4长老那边没有了信息，现在秘境中又出现轰鸣声，这代表着4长老很可能遇难，而能闯过4长老这关，代表着对方的实力足够强大，至少也是一名归虚境的强者。而且不知道对方来了几人。这边的爆炸声自然吸引了火阳宗的人关注。在秦玲珑离开没有多久，火阳宗的弟子就来到了这边，很快就被他们发现。发现一名神海境小修士，不是我们火阳宗的人，按长老命令直接斩杀。发现秦玲珑之后，这些人没有犹豫，直接行动。好烦人，怎么又有人来了？秦玲珑一脸无语，刚才斩杀了一个人，现在又来了一群人。既然这样，那我就斩了你们。秦玲珑直接拿出2张剑符，然后扔了过去。剑符在空中化为2柄巨大的剑，剑气纵横，爆发出强大的气势，直接向这些火阳宗的弟子袭杀而去。最重要的是，在这剑气之中还夹杂着强大的剑意。当拥有剑意之后，随便的剑招威力就会以几何倍增加。下一刻，一阵阵轰鸣声响起，几名火阳宗弟子直接被剑气所笼罩，然后饮恨西北。甚至这些火阳宗弟子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斩杀了。估计他们到死都没有明白，就这么死在了一名小小神海境小修士手上，而且还是群灭。这一次斩杀几人，有了之前的经验，秦玲珑就要淡定很多。随后，一群修士来到这边，秘境入口镇守的火阳宗弟子被方辰斩杀，导致无人阻拦，大批的修士进入秘境，这也使得秘境之中的修士多了起来，同时混乱一片。火阳宗的那名长老愤怒不已，到底是谁杀了4长老等人，
别被我碰到，不然必将你们千刀万剐。这名长老都快气炸了，他们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没想到守在秘境入口的4长老被杀了。只要4长老在秘境入口守着，等宗主他们到来，那这个秘境的所有东西都是他们火阳宗的了。现如今4长老陨落，导致大量修士进来，他们也不可能独吞这个秘境了。同时，秘境的平静也被打破，不时传来打斗之声或者爆炸的轰鸣声。显然，这些修士在激烈的争抢宝物。如果发现机缘，很难不让这些修士不疯狂。尤其是那些散修，遇到这样的大机缘，自然无比疯狂。这也使得秘境之中战斗不断，哪怕是方辰也经常听见轰鸣声。在这个秘境之中，一个消息也不胫而走。在秘境中有一个极为恐怖的小女孩，只有神海境，可是却有用不完的宝物，随便拿出来一个就有堪比归虚境强者的全力一击。只要遇到这个小女孩，跑慢了命就没有了。如果想要上去杀人夺宝，无疑是上去送死。由于秦玲珑娇小的身材以及神海境的修为，导致被很多修士盯上，这让很多有想法的修士尸骨无存。尤其是他有用不完的剑符，让无数修士闻风丧胆。依靠这些剑符，秦玲珑是这秘境之中横着走的存在。这群混蛋！我一个小女孩的东西，你们都要来抢，连小女孩都不放过，太过分了！我斩死你们！秦玲珑再次拿出几张剑符，然后扔了出去。剑符化为强大的剑气，其中夹杂着剑意，直接向那些修士斩杀而去。每一剑都有堪比归虚境强者的全力一击，方圆数十里都被夷为平地。虽然秦玲珑手段很多，让无数修士闻风丧胆，可是也让很多不要命的人盯上。实在是秦玲珑太富有了，各种符篆都堪比归虚境强者的全力一击，而且对方还不要钱的扔出来。像这样的人身上的宝物应该很多，如果能够夺得对方身上的宝物，那就发财了。对于此，秦玲珑成为一些人眼中的目标。当然了，有些人也知道秦玲珑敢在这秘境之中横行无阻，那背后肯定有强者跟随，而且能拿出这么的剑符来，背景绝对不会差。盯上这样的人完全是找死，所以很多修士遇到秦玲珑都退避三舍。可是总有一些不怕死的人想要杀了秦玲珑，获得对方身上的宝物。这些混蛋怎么越杀越多啊？秦玲珑看着不断过来的修士，不由皱起了眉头。他都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可是这些人仿佛飞蛾扑火一般，死了一批又一批上来，完全是越杀越多。而且很多人在他背后隐藏起来，显然想要偷袭他。他本来以为依靠这些剑符可以劝退这些家伙，没想到适得其反，还敢来。看见好几个飞来的修士，秦玲珑下意识想要扔出符纂，可是他这才发现符纂已经用完了，没有符纂了。秦玲珑脸色猛然一变，下一刻他心念一动，一尊宝塔出现在他面前，随即宝塔光芒大放，直接将他覆盖。无数攻击落在宝塔上面，完全不起作用，根本无法撼动这尊宝塔。他身上的符纂已经用完，我们一起动手，破了他的防御。一起动手！看见秦玲珑身上的符纂用完，又拿出一件防御神兵，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修士立马现身。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符纂这么用，迟早有用完的一天。等对方符纂用完，那就彻底失去斩杀他们的手段。知道秦玲珑符纂用完，这些修士直接施展出自己强大的手段，一时之间轰鸣声不断。不过秦玲珑面前这尊宝塔十分强大，很轻松地挡下了所有人的攻击。大家都别慌，这神兵就算再坚固，也终有破碎的一天。只要我们联手攻击，必然能打破这神兵的防御，到时候自然能够斩杀他，获得他身上的宝物。我要为我道侣报仇！他杀了我师妹，我要报仇！他杀了我师尊，我要杀了他！杀了他！众人的声音响起，这些人仿佛打了鸡血一般。不少人嘴角一抽，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是杀人夺宝的人，为什么要装作复仇呢？什么道侣？什么师妹？什么师尊？如果真有，他们知道后一定会谢谢你。秦玲珑整个人都骂了，没想到这么多人找他报仇。听他们说的，估计有上百人。他有杀了那么多人吗？方辰，你还不出来吗？秦玲珑一脸焦急地说道。没有了符纂，他就没有了强大的攻击手段，完全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他有些后悔，早知道这样符纂就省着一点用。以前他身上从来不缺这东西，也不知道节约为何物。他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有用完的一天。现如今外面的人太多，而且修为境界又比他高，如果大家都是神海境，他还是有能力对付的。我不能坐以待毙，如果被他们这样攻击，这件防御神兵迟早会被他们攻破。想及此，秦玲珑神情冷漠下来，手中出现一柄长剑。他直接举起长剑，然后向那些修士斩去。两柄半步圣级神兵，这小女孩到底什么背景？周围的修士被吓了一大跳，有着无数强大的符纂，符纂能爆发出归虚境强者全力一击，现在又拿出2件强大的神兵，这小女孩身上到底有多少宝物啊？尤其是2件半步圣级神兵，其价值难以想象。像这种级别的神兵，他们只是听过，从来没有见过。杀了他！这2件半步圣级神兵就是我们的了，说不定他身上还有其他法宝。人都是贪婪的，在面对这种级别的神兵之时，周围的人彻底陷入了疯狂。在这个秘境之中，也不一定能够寻找到这种级别的神兵，而这个小女孩身上就有2件这种级别的神兵，所以这些修士立马疯狂起来。无数的攻击落在了宝塔的防御上，让整个宝塔都颤抖起来。看见无数攻击向自己而来，也让秦玲珑心态发生了改变，一股恐惧出现在心中。不过他很快战胜了这股恐惧，甚至有些激动，他的眼中充满着渴望。在危险降临之时，人心里生出恐惧也是很正常的，唯有少数人面对危险还能够保持冷静，
秦玲珑算是这样的少数人。感受着宝塔的颤抖，秦玲珑越来越激动，连心中恐惧都一扫而空，仿佛这些才是他想要的。他犹如冲出牢笼的小鸟，终于可以在广阔的天空翱翔。哼，别以为我好欺负！秦玲珑低喝一声，那把长剑光芒绽放，爆发出强大的剑气，然后一剑斩了出去。就算他只是神海境，可是有神兵在手，居然让秦玲珑的战力不俗。一些神海境的修士直接被这一剑斩杀。面对数百修士的围攻，秦玲珑竟然还能斩杀不少人。让我来！突然，一道怒吼声响起，恐怖的气息散开，这是启明境强者的气息。一道掌印从天而降，遮天蔽日，仿佛能够镇压一切。轰的一声，宝塔终于坚持不住了，防御罩轰然破碎，整个宝塔的光芒也暗淡下来。随着宝塔的防御被破，秦玲珑也彻底暴露在这些修士面前。无数双不怀好意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秦玲珑，杀机四起。那名启明境强者再次动手，直接一掌向秦玲珑拍去。面对对方强大的攻击，秦玲珑嘴角不由浮现出一丝冷笑，居然没有一点惊慌。这显然不是一般小女孩能够做到的。不少修士看见这一幕，心中猛然一动。这个小女孩究竟是什么背景？启明境强者居然都无法让她动容，就算是他们，也没有秦玲珑这般淡定啊！下一刻，他们就明白过来，一声轰鸣声响起，毫无征兆地，那名启明境强者居然在空中直接炸开，神魂都被撕裂，彻底陨落。下一刻，无数的气浪席卷而出，周围的人群被轰然炸开，像是连锁反应一般，短短几秒时间，周围的无数修士接连陨落，毫无征兆，没有任何意外。原本喧闹的环境立马安静下来，像是定格在这一瞬间一般。无数鲜血挥洒长空，下方的土地都被鲜血染红。在天空之上，秦玲珑站在那里，身上弥漫着一股恐怖的煞气，让人无比心悸。在不远处观望的修士看到这一幕，直接被吓破了胆，立马调转身形逃离了这里。刚才的场景带给他们心灵的冲击太大，数百名修士啊，最强的还是启明境强者，居然在顷刻间被斩杀。这小女孩爆发出的强大力量，让所有人都心悸。这群混蛋被贪婪蒙蔽了心，这个小女孩敢在秘境之中横行无阻的行走，背后肯定有强者保护。这些家伙还敢对她下手，那种强大的符纂仿佛不要钱的扔出去，背景绝对不简单，在背后肯定有强者守护。想杀这样的人，那不是在找死吗？有些修士满脸冷笑，这也是少数的修士在面对一个第三境神海境的小女孩，对方身上还有那么多宝物，这些修士不心动，那绝对是假的。一些人还是明白，一名神海境的修士敢在秘境中单独行走，那背景绝不简单，背后肯定有强者守护。要是动这样的人，那完全是找死的行为。很快，秦玲珑就回到方辰那里，战斗了那么久，他也有些累了。一个人历练，感觉怎么样？方辰看见回来的秦玲珑，开口问道。还可以，非常的刺激。说到这个事，秦玲珑就十分激动。这次历练完全给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这让秦玲珑的眼界开阔了很多。尤其是宝塔破碎那时，秦玲珑心经不断在提升。就是有些累，我要休息一下。梦莹姐姐结束的时候跟我说一声。秦玲珑一边说着，一边打了一个哈欠，抱着方辰的大腿就睡了。这还是小孩心性啊！不过秦皇还是要感谢我，有了这次历练，秦玲珑估计不会与原著一样了吧？不论心性与心态都有很大的提升。方辰心中暗自想到。其实方辰不喜欢秦玲珑跟原著一般恋爱脑的样子，完全被人支配，如果那样就太糟糕了。突然不远处光芒闪烁，一黑一白的两道光芒冲天起，照亮了照片空间。有宝物现世了，动静不小，究竟是什么宝物出世了？半部圣级神兵，或者是圣级神兵，有没有可能是圣人境强者的传承呢？赶紧过去争抢机缘，如果能够抢到这个大机缘，那就飞黄腾达了。那边的动静太大，立马成为秘境的焦点，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以为是天大的机缘来了。几乎绝大多数修士都向那边赶去。方辰见此，直接飞身而起，来到半空之中，布置了一个特殊的法阵，将整个区域笼罩。现在是花梦影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被人打扰，很可能前功尽弃。他自然不能让这些人打扰到花梦影。很快，第一批人就赶到了，第一时间就被前面的光柱吸引。可是很快就看到不远处的方辰和其旁边的秦玲珑。对于秦玲珑，很多修士都记忆犹新。这可是一个小女魔头啊！别看她只有神海境的修为，可是手段与法宝众多，不知道多少人死在她的手中。如果你把她当成普通的神海境小女孩，那就大错特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旁边的那个人，我看不透他的修为境界，我也看不透。混蛋，不能抢了啊！当众多修士想要去感知方辰的修为之时，却发现根本就感知不了。这个方辰如同浩瀚星空一般，深不可测。在他面前，这些修士感觉自己就是蝼蚁。你们上吧，我放弃了。刚才数百修士，其中不乏启明境的强者，都被那个小女孩斩杀。你们想死就自己上。不错，那小女孩都这么恐怖了，她身边这个男子实力应该不差。有人立马打起了退堂鼓。很多人之前准备去围攻秦灵瑶，刚赶到就看见数百修士全部陨落，立马转身逃走，这才保住了小命。这样的人不是他们能够抵抗的。此话一出，众人纷纷停了下来，不敢向前，生怕靠近一些就被对方斩杀。不过还是有不怕死的。你们不敢上，老子上！等下老子抢到宝物，你们别眼红！一名壮汉怒吼一声，直接向方辰那边冲去。那名壮汉刚一冲出去，身体毫无征兆的在空中炸开，神魂俱灭，眨眼间就这么陨落了。
看到这一幕，原本蠢蠢欲动的修士直接停了下来。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不得不让他们清醒过来。这哪里是杀人夺宝啊，完全是去送命。不错，再好的神兵也要有命使用才行。你们继续上吧，我告辞了。有一些修士直接转身就走，实在是没办法，前面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眼前，要是还执迷不悟，那小命都要搭进去。而且那个人实力不弱，是第6境皇者劲武重天的修士，放在他们之中算得上修为很高的人了。然而在对方面前却如同蝼蚁一般，直接被镇压而亡。他们可以想象得到对方的实力有多强大。很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逃跑，这边的人也少了下来。当然也有心有不甘的人没有离开，眼巴巴地看着冲天而起的黑白双色光柱，还有不远处的方辰，心中无比渴望，想要冲过去抢夺宝物。可是理智又告诉他们，不能冲过去，冲过去就是送死。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让他们进退两难，冲也不是，退也不是。随着时间流逝，这边的人也越来越少。自从那名皇者劲武重天的修士陨落之后，就没有人再敢冲过去。一声轰鸣响起，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而来，伴随着呼啸声，虚空仿佛要炸裂一般。一道身影也慢慢浮现出来，火阳宗宗主，他终于来了。他可是半步圣人境强者呀，不知道火阳宗宗主能不能斩杀那个人。很多人都认出了来人的身份，正是火阳宗宗主，是一名半步圣人境强者，实力无比强大，在冰火海这一带绝对算得上是顶级强者了。火阳宗宗主来了吗？方辰仿佛早有预料，没有半点波澜。火阳宗率先占领了这里，火阳宗宗主如果不来，那才奇怪，居然看不透他的修为境界。火阳宗宗主看向方辰的方向，不由皱起了眉头。他居然看不透方辰的修为境界，这让他极为诧异。或许对方拥有屏蔽感知的神兵，也或许对方的修为远在他之上，也只有这2种情况才会让他无法感知到对方的修为境界。如果是前面一种，那还好应对；如果是后面一种的话，那他今日很可能就会陨落于此。这代表着对方最起码是一名圣人境强者，是真正的圣人境强者。我们火阳宗的4长老，是不是你杀害的？火阳宗宗主目光死死地盯着方辰，全身气势散发出来，强大的气势向方辰覆盖而去。这也是试探，他想要知道对方能否抵挡住自己的威压。如果能够抵挡的话，就代表对方的实力强大；如果不能，也就代表着对方的实力不如自己。想必你说的那人是挡在秘境入口的那家伙吧？如果你说的是他，那就是我斩杀的。方辰一脸平静道，没有丝毫遮掩，直接承认了下来。面对火阳宗宗主的气息，他一点都不受影响。我的气势威压对他不起作用，还有他竟然主动承认下来，这也说明对方完全不怕他。火阳宗宗主不由皱起了眉头，随即陷入了沉思，思考着如何处理这件事。宗门的长老与弟子都死在对方的手上，作为宗门的宗主，那肯定不能坐视不理。可是方底气十足，而且他无法看透对方的修为，这让他为难起来。如果对方是一名圣人境强者，他现在贸然出手，很可能被对方斩杀。他经过无数年的修炼，好不容易达到这个境界，可不想这么陨落。火阳宗宗主为什么还不动手呢？对方主动承认了，居然还能忍下去，看来火阳宗宗主极为忌惮对方。不错，不然按照火阳宗宗主的性格，早就动手了。那人到底是什么境界？居然能让火阳宗宗主忌惮成这样？周围围观的修士都震惊不已。经常混迹在冰火海这一带的修士都知道，火阳宗宗主是一个暴脾气、残暴无比，居然面对这样的情况也能忍受。要知道，火阳宗宗主出了名的脾气差，只要有人惹到他们火阳宗，这位宗主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然而火阳宗的长老与弟子被斩杀，他居然忍了下来。还好我刚才没有冲过去，不然死无葬身之地。很多人一脸庆幸道，连火阳宗宗主都这样，那么对方的实力绝对强得离谱。要是他们刚才没忍住冲过去，估计早就被对方斩杀。这个火阳宗宗主倒是挺慎重的。方辰有些诧异，他还以为对方知道后会急匆匆出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对方根本就没有动手，好像对他有所忌惮。过了片刻，火阳宗宗主还是没有出手，不过也没有转身离开，目光阴晴不定，说明对方还在思考，还在犹豫。差不多过了2炷香时间，一股强大的气势袭来，一名强者出现，是一名白发的老者。这名老者出现之后，立马吸引了周围围观之人的注意。火阳老祖看见老者出现，火阳宗宗主称呼道：“怎么还没有动手？我听闻此人斩杀了我们不少宗门弟子。”火阳老祖皱起了眉头，对火阳宗宗主迟迟没有动手极为不满，因为死去的4长老是他的嫡系后代，如今仇人就在面前，火阳宗宗主居然还没有动手，反而在这里傻站着。我看不透这人的修为境界。火阳宗宗主目光闪烁，老实说道：“我怀疑对方的修为达到了圣人境，像这样的圣人境强者，就算我们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火阳老祖听后直接骂道：“愚蠢！如果他是圣人境强者，我们怎么可能感知不到对方的气息？你也不是没见过圣人境强者，圣人境强者独有的气息，也只有踏入这个境界的强者才拥有。如果对方真是圣人境修为，就算再怎么隐藏，我们也能够感知到，除非对方是圣人境后期以上。”说到这里，火阳老祖一阵冷笑道：“圣人境后期强者何等的稀少，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如果对方真的是圣人境后期强者，那只能怪我们运气差，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可惜。”火阳宗宗主听后在心中破口大骂起来：“你当然不会在意，你本来大限将至，没几年可活了，老子还有大把的寿命，甚至还能活2、3千年。
这个老不死的本来就大限将至，没几年可活，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可是你死没什么，别拉着老子垫背啊！你不敢对他动手。火阳老祖看出了火阳宗宗主的心思，这家伙看似脾气火爆，其实极为慎重，怕死，除非有必杀的把握，否则绝对不会动手。现如今没有绝对把握，才没有动手。不错，我不敢。火阳宗宗主老实说道。你听到这话，差点把火阳老祖气出老血。这家伙居然一点都不掩饰，他这一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怂的人，偏偏这么怂的人还是他们火阳宗的宗主。早知道这样，就让你师弟来当这个宗主。火阳老祖冷哼一声，早知道这个家伙这么怂，当初就应该扶持其他人上位。当年的事现在说出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当初你们选择我也是没有选择，而且我成为宗主之后对你们也不薄，答应你们的事情全都做到了。还有，如果不是我当宗主，当年你能在争斗之中活下来。火阳宗宗主看向火阳老祖道，我知道你大限将至，你想要寻找一些天材地宝延长自己的寿命，这一点我从不反对，反而很支持。想要这样的天材地宝，你可以自己去寻找，就算动用宗门的力量也行。不过这件事我个人不会帮你的，就算你要陨落了，我也不会搭上自己的命去救你。火阳宗宗主一边说着，一边转身离去。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跟方辰耗着，一边把自己给耗死了。胆小又慎重，这是火阳宗宗主的特点，这是刻在他骨子里面的东西。面对比自己弱小的对手，直接使用雷霆手段斩杀。如果遇到不可战胜的对手，会毫不犹豫的认怂，命比什么都重要。现在的情况，就算与火阳老祖联手，他也没有一点胜算，所以他不可能出手。这个老不死的上去尝试一番也是好事，可以知道对方实力的深浅。如果实力很一般，他会出手，然后上去分一杯羹。如果对方实力强大，那就转身离去，绝对离得远远的。真怂！火阳老祖瞥了火阳宗一眼，气急败坏道：他没见过这么怂、这么胆小怕死之人，也不知道这家伙怎么修炼到这般境界的。如果我像你嫡系后代那般鲁莽，什么都不怕，估计跟他一样早就死了。我现在的地位与实力都是狗出来的，你也不用这样骂我，你活不了多久了。而且面前的情况对你来说是一个机缘，说不定能够延长你的寿命，只是看你有没有胆子去搏一搏。火阳宗宗主冷笑道，显然他是在激这个火阳老祖，同时也在告诉对方这是他的一次机缘。如果选择退缩，那以后很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缘了。如果选择上，很可能就获得一次大好的机缘，让自己延长寿命。火阳老祖听后脸色难看至极，这还被这个怂货给教育上了。天底下所有人都可以说他，唯独这个怂货没资格这么说他，没资格在我面前说教。还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你是想让老夫试探对方的深浅。火阳老祖目光冰冷道，不错，我是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已经撕破脸了，火阳宗宗主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直接在对方面前承认下来。反正火阳老祖也奈何不了他，打也打不过他，整个宗门又被他掌控，可以说各方面都碾压这位大限将至的火阳老祖，所以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如果火阳老祖比他强大，他才不敢这么说。欺软怕硬一直都是他的行事作风，别让我找到机会，如果找到机会，火阳宗宗主的位置就要换人了。火阳老祖恶狠狠地说道，他现在恨不得宰了这个火阳宗宗主，甚至比宰了方辰还要强烈。可是火阳宗宗主刚才的一些话说的也是事实，他没有选择。想及此，火阳老祖深吸了一口气，直接向方辰那边冲去，全身强大的气势直接爆发出来。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击，一柄长剑出现在手中，剑上散发出通天的剑意。太乙神剑是一件圣级神兵，只是方辰很少使用。圣级神兵，火阳老祖瞳孔猛然一缩，面对滔天的剑意，他满脸震惊。就算是圣级神兵又怎么样？火阳老祖怒吼一声，身上飞出一尊大鼎，大鼎之上浮现出古老的符文，神光笼罩，气势骇然。轰！一声轰鸣声响起，方辰展出一剑，与火阳老祖的大鼎碰撞在一起，爆发出强大的轰鸣声。太乙神剑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这大鼎犹如豆腐一般，直接支离破碎。噗嗤一声，火阳老祖喷出一口老血，显然是受了重创。不过这一剑的剑势不减，滔天的剑意继续斩了过去，直接吞没了火阳老祖。突然间，在无尽的剑意之中，一道火焰爆发出来，火阳老祖直接冲了出来，一掌拍向方辰。太吵了，睡觉都被吵醒了。正在睡觉的秦玲珑皱起了眉头，一脸不耐地说道：外面的动静把他吵醒，影响到他睡觉了。方辰听后不由笑了起来，能够接住我一剑倒是有些实力，不过你打扰到他睡觉，这个不可原谅，那就付出生命的代价吧。话音一落，方辰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势来，归虚境三重天。感知到方辰的修为境界，火阳老祖瞪大了双眼，脸上满是不可思议。只是归虚境三重天居然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一声轰鸣，方辰激活了先天道体，硕大的拳头直接砸了过去。这一拳夹杂着大道的威压，没有强大的声势，就那么朴实无华。只是一拳空间仿佛撕裂一般，连同火阳老祖的身体直接炸开，也只有神魂幸存了下来。怂货，他只是归虚境三重天，你现在还不出手，等到何时？火阳老祖一脸着急，朝着火阳宗宗主那边怒吼道。他完全无法理解，对方只是一名归虚境三重天的修士，为何火阳宗宗主还不敢出手？他如果出手，他们联手一定可以斩杀对方。你想死，为什么还想拉着我？面对一名归虚境三重天的修士，你都毫无抵抗之力，你觉得我加入进来又能起什么作用？
何况对方还如此轻松。你要找死，那就去死吧，别拉着我。火阳宗宗主不耐烦道，随即转身离开，声音渐行渐远。你到底是什么人？就算今日你要杀我，也请让我死得明白。火阳老祖绝望地大吼道。如果死在圣人境强者的手中，他也认了。可是偏偏死在一个修为境界不如他的修士手中，他就有些不能接受了。对方只是归虚境3重天，却能镇压他这个半步圣人境的强者。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人。说实话，我更喜欢你死不瞑目。方辰根本没有理会对方，直接一拳砸了过去。恐怖的力量直接落在了对方的神魂上面，直接让这位火阳老祖形神俱灭。火阳老祖晕！随着火阳老祖陨落，周围围观的修士急忙转身离开，也让方辰这边恢复了平静。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天骄妖孽？只是归虚境3重天就斩杀了半步圣人境的火阳老祖，而且还是这么轻松镇杀。不知道，绝对不是冰火海附近一带的天骄，应该是来自于某个大势力。说了等于没说，这样的天才妖孽不是来自于某个大势力，谁还能培养出来？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前不久的天骄盛会，在天骄盛会上，云天圣子不是与敖天宇大战了一场吗？好像云天圣子就是归虚境3重天的修为。你是说这位就是云天圣子？不错，能够镇杀半步圣人境的火阳老祖，也只有像云天圣子这样的天骄妖孽才能够做到。哈哈，那这个火阳老祖也太倒霉了，居然遇到云天圣子。火阳老祖死得不冤，死在云天圣子的手上也是他的荣耀。我刚才还觉得火阳宗宗主太怂了，现在看来对方怂一点没有错，不然白白搭上一条命。不错，其实火阳宗宗主身上的特点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现在看来，这位火阳宗宗主暴躁的脾气很可能是伪装出来的。众多修士议论起来，火阳宗2位半步圣人境强者一死一怂，让他们感慨万千。方辰的身影重新落在山顶之巅，下一刻，他的脑海之中就响起一道机械的声音：叮，恭喜宿主摆烂，成功获得洛河大帝的传承。方辰猛然一惊，这让本来在睡觉的秦玲珑都被惊醒了过来。秦玲珑揉了揉眼睛，迷迷糊糊地说道：方辰，这是怎么了？又有敌人过来吗？没有。方辰强忍着心中的激动，笑道：你继续睡觉吧。秦玲珑应了一声，随即趴在方辰的腿上又睡了起来。真是没想到，这样也能摆烂成功。难道是我没有干预秘境中的传承吗？方辰一脸懵圈，本来获得万灵心源，他做好不摆烂的准备，加上这只是一个小剧情，他也没有在意，心想这样的小剧情就算摆烂成功，系统的奖励也不会太好。谁知道居然还摆烂成功了，同时还获得了一位大地境强者的传承，这是方辰怎么也没想到的。看来摆烂成功与否，不是看一个剧情参不参与，而是看这个剧情中的一些特定东西是否干预。发现这一点，方辰欣喜若狂。如果是这样，以后他就有更多的选择。在一些剧情之中，只要不去干预一些重要的东西就好。就好比这个圣人境的传承秘境，只要不去干预这个传承，就算是摆烂成功，他可以去这个传承秘境之中获得一些其他的东西。洛河大帝的传承，也不知道这个传承之中有些什么。方辰沉思了一下，直接接受这个洛河大帝的传承。下一刻，他的脑海之中就多了很多信息：洛河地经、洛河神通18篇章、洛河阵法篇章、洛河古玄经。洛河大帝的传承居然那么多，就算是神通秘术都有好几十种，每种都是洛河大帝钻研一生的结晶。其中还有洛河大帝领悟了一生的大道，不只有洛河大帝本来的洛河大道，还有其他好几个大道。而这些大道的领悟也凝聚出了很多神通，全都记载在洛河神通18篇章之中。同时传承之中还有对炼丹、炼器、阵法方面的领悟。洛河地经是洛河大帝的根基所在，而洛河神通18篇章是洛河大帝把自己实力完全展现出来的关键。18神通之一海纳百川，能够全方面提升自身的实力，提升程度可以高达10倍，无论是对自己肉身还是对自己的神魂都能够提升10倍。真没想到洛河大帝居然还有这样的神通。方辰整理了脑海之中的信息，顿时震惊不已。这神通海浪百川，绝对难以想象，像这种提升战力的神通极为少见，涉及了很多大道，并非你想提升那么多就能够提升那么多的。想要创造这么强大的神通，需要对大道的领悟极高，此外还需要通天的悟性以及一些不可多得的机缘。像萧云亭就有一门秘术可以提升自身5倍战力，只是这样的秘术有着很大的限制，在修为达到归虚境后，效果会大幅度减弱，只能提升自身的2倍实力。达到圣人境后，提升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还有萧云亭这个秘术只能提升肉身的强度，其他方面都无法提升。神通海纳百川就不同了，那可是全方面的提升，让自己的实力增强10倍，那是一个怎样的恐怖存在啊！这洛河大帝也太猛了。方辰目光闪烁，心中无比震惊。这海纳百川让他想到一门强大的神通，那也是一位地境强者所创，能无限提升自身8倍的战力。不过有一定限制作用，需要经过触发才可以启用神通，而且使用后将会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虚弱期。海纳百川完全没有这样的副作用，只要方辰想要提升就可以立马提升，除外后遗症也不算很大，只是自身灵力消耗巨大，只需要一些补充灵力的丹药即可。可以说海纳百川全方面吊打萧云亭的秘法，同时也吊打那位地境强者创造出来的神通。那名地境强者的传承也是无数修士找寻的目标，只是到现在都没有人找到那位地境强者的传承。方辰倒是知道那传承在什么地方，
这也是以后萧云亭的机缘，萧云亭也是依靠这个神通，这才能在后续的剧情中跃进斩杀强者。真没想到这一次的收获那么大，获得了万灵心源，让花梦影成就阴阳圣体，同时自己还获得了洛河大帝的传承。方辰心中感慨万千。不说其他的，就这个海纳百川神通，方辰就很满足。还不说洛河大帝的其他传承了，在洛河神通18篇章中，除了海纳百川以外，还有10几种神通威力，或许比不上海纳百川，可是也是不可多得的神通秘法，威力巨大。圣人境强者的传承算个屁，我有大帝的传承。方辰心中美美的想到，这个洛河大帝的传承算是意外之喜。本来他打算等花梦影出关，再去把这个圣人境强者的传承拿到手，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而且系统说他摆烂成功，还获得了奖励，也就意味着那个传承已经被人得到。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去了，大不了以后找一个机缘给花梦影就是。就在此时，一阵轰鸣声传来，是从花梦影的方向而来。只见黑白双色的光芒出现，笼罩了整个秘境。花梦影花了2天的时间，总算是融合结束了。突然光芒散开，花梦影绝美的身影出现。此时此刻，花梦影身上散发出一股圣洁的气息，犹如天上的仙子一般，超凡脱俗，可远观不可亵玩焉。要说以前的花梦影勾人心魄，一举一动都让人血脉奋张，那么现在的花梦影将是完美无瑕的神韵，气质高贵，仿佛天上的仙女。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气质。此时就连漆黑如墨的头发都变成了黑白双色，并没有让花梦影颜值降低，反而增加了几分魅力，让人看了更加的心动。圣子殿下！花梦影缓缓地睁开双眼，眼中光芒闪烁，看见面前的方辰，顿时欣喜若狂。随即他直接站了起来，一下扑进方辰的怀中，这也导致原本抱着方辰大腿睡觉的秦玲珑直接被撞飞了出去。啊，好痛啊！秦玲珑捂住自己的脑袋，忍不住一声痛哭。成就了阴阳圣体，感觉怎么样？方辰抱着花梦影笑道：感觉很好，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花梦影好像温顺的小猫咪一般，缩在方辰的怀中，随即抬起头，满脸笑容，有着说不出来的魅力，勾人心魂。还是跟以前一样，一举一动都让人血脉奋张，何况花梦影还是这种神态，这还真是祸国殃民的主啊！如果放在古代，绝对会让无数君王成为昏君，天天与花梦影腻歪在一起，不理朝政。现如今，我觉得跟妖族之中的上古皇族圣子差不多，或许还可以击败他们。花梦影一脸自信道：阴阳圣体作为一种顶级的上古体质，无论是资质还是实力，都是极为强大的。要是同等境界之下，花梦影并不比那些上古皇族的圣子差。现在你需要把修为境界提升到归虚境，你现如今只是第6境皇者境，如何跟那些上古皇族的圣子一较高下呢？方辰忍不住笑道：那些上古皇族的圣子基本上都是第8境归虚境，花梦影相差了2个大境界。何况那些上古皇族的圣子，天赋资质都是天玄界最顶尖的天才妖孽，同龄人之中也是最强大的存在。天赋资质并不比现在的花梦影差，想要击败这样的天骄妖孽，可没有那么容易。这个我当然知道，不过只要我将修为境界提升到归虚境，必然能够打败他们，到时候我就可以帮到圣子殿下了。花梦影一脸自信，满脸欣喜道：虽然很多人说天赋资质不能代表一切，但是往往天赋资质越好的人，武道之路才能走得更远。像万古大帝那样的存在，终究只是极少数。或许可以像萧云亭那样，成为天命之子，受上天眷顾。然而天命之子，受上天眷顾，本来就是最好的天赋。好，那我相信你。方辰笑着说道。现在的花梦影已经达到了皇者境9重天，距离启明境也不远了。不过想要达到归虚境，也没有那么容易，还有极长的一段路要走。梦影姐姐成功了吗？看见花梦影后，秦梦瑶急忙爬起来跑了过来。不同于方辰，秦梦瑶与花梦影的关系很不错，哪怕相处的时间不长，现在早已经成了姐妹了。已经成功了，以后我就有实力保护玲珑了。花梦影松开了方辰，过去抱着秦玲珑笑道：好啊好啊，哈哈，梦影姐姐变强大了，可以帮玲珑揍方辰这个坏蛋了。秦玲珑高兴地跳了起来。玲珑，换一个人吧。花梦影笑了笑说道：以后姐姐变成了强者，如果你皇兄敢欺负你，我帮你揍你皇兄。先不说他是不是方辰的对手，就算他打得过方辰，也不会揍方辰啊。这个玲珑想些什么呢？可是我皇兄从来不会欺负我。秦玲珑嘟囔着嘴说道。那姐姐就无能为力了。花梦影看了看手说道：好了，你别再逗他了，他不去欺骗秦天明就很不错了。他在大秦王朝被称之为刁蛮公主，大秦王朝有谁敢欺负他？方辰笑着说道。秦玲珑是大秦皇室之中最小的公主，受到秦皇的万千宠爱，无论是同龄人还是长辈，都极为宠溺秦玲珑，无人敢去欺负秦玲珑。要是有人敢的话，那面对的就不只是秦天明的怒火，还要面对秦皇等人的怒火。我哪里刁蛮了？那我才不是刁蛮公主。秦玲珑嘟囔着嘴，立马反驳道。随即他看向花梦影，认真问道：姐姐，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那谁可以揍方辰这家伙呢？他只想揍方辰一顿，发泄一下心中的恶气。然而皇兄做不到，自己这位花梦影姐姐也做不到。倒是他父王可以，可是辈分摆在那里，也不好意思叫父王去教训方辰。要是真出手，父王还丢不起那个人。要不这样，玲珑妹妹，你努力修炼，让自己强大起来，然后去教训圣子殿下。那个时候我可以帮你。看见愁眉苦脸的秦玲珑，花梦影忍不住说道。听到这话，秦玲珑觉得可以，双眼不由亮了起来。姐姐，这个办法好，等我实力强大起来，再与梦影姐姐联手，
肯定可以狠狠地揍方辰一顿。秦玲珑一边说着，还一边瞪大了双眼看着方辰，只是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任何威胁。等你变强大，我等的花都谢了。方辰看了秦玲珑一眼，心中忍不住吐槽道：他是怎么认为他实力变强大了，我的实力不会更强大？冰城，这是位于冰火海的另外一座城池，与火焰城差不多，都背靠冰火海，只是这边背靠的是冰火海的另外一半冰海。而在滨海附近有一方大势力，名叫冰雪宗。由于冰城靠近滨海这边，所以常年气温都很低，一年很多时候这边都白雪皑皑。一家客栈之中，萧云婷满脸疲倦，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自从圣地大比后，他一直都在外面历练，提升自己的实力，只想有一天能够超过方辰，从而将他踩在脚下。虽然他与方辰还不认识，但是他感觉冥冥之中就是与这个方辰不对付。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练，萧云婷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现如今，他已经踏入第5境神元境8重天，修为提升的速度难以想象，就算是明老也是震惊不已。这修为提升的速度太快了，哪怕是那些绝世天骄都没有这么快的速度。当然了，萧云婷能提升那么快，也是因为无数次生死间的磨练，加上诸多机缘才成长到这一步。这让明老心中十分震惊。他这个弟子别的不说，气运那是真的好，无论去哪里都能有极大的收获，就是辛苦了一点，危险了一点，不过他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又是那个方辰。萧云婷听见周围人的议论，疲惫的身形立马一紧。这段时间他随便去哪里都能听到有人在议论方辰，这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无论他做什么，只要来到有人的地方，必然能听见有人在议论方辰。这让萧云婷内心掀起了波澜，忍不住愤怒起来。怎么哪里都有这个家伙，到底凭什么？萧云婷心中极不舒服，同时也极为不爽，可是又无可奈何。你们听说了吗？火焰宗的老祖被人斩杀了，听说斩杀他的人是一名归虚境3重天的年轻人。早就已经听说了，听闻那名归虚境3重天的年轻人是云天圣地的圣子，是不是真的？云天圣子也去了冰火海？应该没有错，归虚境3重天能够斩杀半部圣人境的火阳老祖，应该没有几个天骄可以做到。而且那位年轻人出手游刃有余，没几招就将火阳老祖震杀。归虚境3重天轻松斩杀半部圣人境强者，这也太离谱了。不然对方怎么称之为天才妖孽呢？既然被称之为妖孽，岂能用正常人的眼光去看待？我觉得那些所谓的天骄也无法理解这件事情吧。这倒也是，这么说我们都差不多，岂不是我们跟那些天骄差不多？这么说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一群修士在那里聊着，方辰也在冰火海这边，而且还斩杀了一名半部圣人境强者。萧云婷的神情凝固下来，心情极为复杂，震惊的同时心中也满是绝望。我现在杀一名皇者境修士都很费劲，现如今他已经可以震杀半部圣人境强者了，如果再过数十年，他岂不是连圣人境强者都能斩杀？萧云婷忍不住想到，如果方辰不发生意外，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个云天圣子确实是云天圣地数万年来的第一天骄妖孽，这个年纪哪怕是那些少年大帝都未必能够做到。明老见多识广，开口说道，对于方辰的妖孽程度还是让他极为震惊。他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有这样的天骄妖孽，归虚境3重天斩杀半部圣人境强者，而且还是轻松震杀，这到底是什么妖孽？师尊，你说我还能超越这个方辰吗？萧云婷心中一阵绝望道。在方辰皇者境的时候，他还是极为自信的，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够超越方辰。可是现在方辰的消息不断，已经达到了归虚境3重天，而且归虚境3重天就能够震杀半部圣人境强者。想到这些，他的心中越来越无力，因为他与方辰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已经看不到追赶上方辰的希望了。同时就在萧云婷无比绝望之时，一名儒雅的中年男子坐在了他的对面。这名中年男子长得倒是与萧云婷有几分相似。你很想超越方辰？中年男子开口道。萧云婷听后立马警惕起来，看着面前的中年男子冷声道，你是什么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萧重楼，是你的父亲。儒雅中年男子笑着说道。轰！萧云婷直接站起来，释放出自身的气势，面前的桌子直接碎裂，随即手中出现一把长剑，一剑斩向萧重楼。可是下一刻，萧重楼伸出2指，直接把长剑夹住，砰的一声，无坚不摧的神剑就断成几截，火气倒是不小。中年男子脸上依旧挂着笑容。萧云婷见此，瞳孔猛然一缩身体，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这也是他多年以来在生死间历练养成的习惯。然而周围好像被一种特殊的结界封锁，让萧云婷无法再退后，也无法向前。不要浪费力气，你是破不了的，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无法从这里离开。萧重楼一脸淡然地说道。你想要干什么？萧云婷深吸一口气，快速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重楼。你别把人都想得这么坏，毕竟我是你的父亲，多年没有见，只是想要找你聊一下，或许可以给你一点帮助。还不等萧重楼把话说完，萧云婷直接打断。我没有父亲，我父亲在20多年前已经死了，在他抛弃我与我母亲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萧云婷一脸冰冷，眼中满是怨恨。他从未见过萧重楼，因为在母亲怀了他的时候，萧重楼就已经抛弃了他们。因为没有父亲，萧云婷童年过得极为凄惨，经常被人欺负，还被人骂是野种。久而久之，萧云婷恨上了那位素未谋面的父亲。有一点你搞错了，你母亲从来不是我的妻子，我萧重楼也从来没有妻子。我跟你母亲也只是你情我愿，只是露水鸳鸯一夜情，
我也并不知道她怀了你。萧重楼皱起了眉头，他很不喜欢萧云婷说他抛弃妻子，因为萧云婷的母亲并不是他的妻子，他也是听到萧云婷名声大噪后，看到萧云婷的面容跟他有几分相似，这才查到萧云婷是他的儿子。他膝下无子无女，知道萧云婷是他儿子后，立马赶了过来。当然了，也并非萧重楼多疼爱他这个儿子，而是萧云婷对他还有用。听闻你在云天圣地被云天之羞辱，你想不想将云天圣子踩在脚下？你如果想的话，我可以帮助你。萧重楼并没有说太多的话，直接开门见山。听到这话，萧云婷陷入了沉默。他一直以为萧重楼都是一个抛弃妻子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与自己母亲竟然只是露水鸳鸯一夜情。我不相信你说的话。萧云婷心中备受打击，她无法相信母亲在骗她，而且母亲小时候分明跟她说过很多有关萧重楼的事，怎么可能是露水鸳鸯一夜情呢？我没有必要骗你，我堂堂圣人境9重天强者，没必要抛弃一个凡尘女子，况且她怀了我的儿子，就算我不喜欢你的母亲，也会看在你的份上给予你们援助，至少会将你们带回去，也不至于让你们那么凄惨。萧重楼沉声说道。说完这话，强大的威压散发出来，轰的一声，萧云婷承受不住这股威压，直接跪在了地上，根本动弹不了。不过比起身体的压力，心里面的冲击更让她痛苦。原来她一直坚持的事居然是假的，原来母亲一直都在骗她。我问你，想不想把云天圣子踩踏在脚下？如果你想，我必将尽全力帮助你；如果你不想，我也不会勉强你。萧云婷收起了气势，一脸淡然地看着萧云婷，等着萧云婷做出选择。此时此刻，萧云婷心中无比的挣扎，想到童年的凄惨遭遇，这让他没办法答应萧重楼。可是云天圣子的强大又摆在眼前，不是他能够追赶上的。如果依靠他自己的努力，估计这辈子都无法将方辰踩在脚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答应萧重楼提供的帮助，他就有机会超越云天圣子。云天圣子身后有一个云天圣地，资源无数，而且天赋也极高，就算是妖族的上古皇族也不敢说能将云天圣子踩在脚下。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可以将云天圣子踩在脚下？就算你是一名圣人境9重天强者，可是与上古皇族比起来，圣人境9重天强者又算得了什么呢？萧云婷沉思了片刻，认真说道。虽然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这番话也算是做出了选择。萧重楼也明白这一点，索性没有再问，也算是给萧云婷一个面子。云天圣地与那些上古皇族又算得了什么呢？萧重楼满脸不屑道。只要我想，你超越云天圣子那是必然的事。这是托天魔功，是一名强大的地境强者所创，你只要修炼这门功法，别说超越云天圣子，哪怕成为世间的顶级强者也不在话下。萧云婷听后冷声道，既然这门功法这么强大，为何没见你成为这世间最顶级的强者？他也不是那么好骗。如果萧重楼口中的功法有那么逆天，他早就称霸天玄界了，何必在这里浪费口舌？萧云婷仿佛早就猜到，淡然笑道：你不用这样来讽刺我，这一门功法并非想学就可以学。如果我能够学这门功法，什么云天圣地，什么上古皇族，早已经被我踩在脚下。萧云婷听后阴阳怪气道：既然你都没办法学会，那为何就认为我能学会呢？难道你觉得我的天赋比你好？你是堂堂圣人境9重天的强者，我只不过是皇者境。萧云婷自然不傻，如果这托天魔功真的有那么厉害，也不可能就这样给他。你能否学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是你的机会，也是唯一超过云天圣子的机会，这就要看你直接放弃，还是想要去尝试。你是云天圣地的弟子，想必比我更加清楚云天圣子的强大。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天赋，云天圣地只会把所有资源都给云天圣子，而不是把资源给你。你如果按照以前的步骤来修炼，恐怕这一辈子都无法超越云天圣子。听到这话，萧云婷陷入了沉默，显然这是事实。云天圣子的修为比他高，而且天赋还比他好，想要超越云天圣子，把他踩在脚下，基本上不可能。你在努力的修炼，难道人家就躺平摆烂了吗？如果方辰知道萧云婷的想法，一定会说一句：我就是躺平摆烂了。不过我躺平摆烂就能获得奖励，你说气不气人？这托天魔功我就放在你那里，你如果甘心一辈子活在云天圣子的阴影中，就不用尝试，直接把这托天魔功给烧了。如果你想要超越云天圣子，那为何不尝试一下呢？就算最终失败了，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萧重楼的声音渐行渐远，整个人也消失不见。在萧重楼离开之后，周围恢复了正常。萧云婷震惊地发现自己面前的一切都没有损伤，就连面前的桌子也毫发无损，这代表着刚才的一切并非真实，而是幻想。可是桌上放着一本古老破旧的书，这无不证明刚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师尊，刚才那个萧重楼真是圣人境9重天的强者吗？萧云婷开口问道。什么萧重楼？什么圣人境9重天的强者？明老满脸疑惑。萧云婷见此，心中一片骇然，就连明老都没有发现吗？他犹豫了片刻，将刚才的事情告诉了明老。你说萧重楼是你父亲吗？明老带着颤音问道。听到这话，萧云婷满是疑惑。听明老的口吻，好像认识萧重楼，同时还带着一丝恐惧。想不认识萧重楼都难。天魔宗听过吗？明老开口问道。当然了，普天之下谁不知道天魔宗啊？那可是天玄界人人喊打喊杀的存在，只要一出现就会遭受各大势力的联合打击。师尊，你问这个干嘛？萧云婷开口说道。你可知道天魔宗的宗主就是这个萧重楼，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踏入了圣人境9重天，昔日在中州神土大杀四方，手上沾满了无数强者的鲜血，难怪我没有察觉到
原来是他啊！明老不由叹了一口气，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便宜徒弟居然是萧重楼的儿子。萧重楼如此厉害？萧云亭无比惊讶道。这么看来，刚才萧重楼说的应该是真的。当然了，在几千年前他就天下无敌了，现在几千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强。以后你不要将自己的身份暴露出去，如果暴露，你无法在天玄界立足，会成为人人喊打喊杀的过街老鼠，最终只能去天魔宗。明老提醒道。他深知各大势力对天魔宗的憎恨，如果萧云亭身份暴露，那将会引起各大势力的联合追杀，尤其是萧云亭的身份将会成为引出天魔宗的诱饵，不管是哪种情况，萧云亭的下场都极惨。师尊，这个我明白。萧云亭看着手中的托天魔功，神情复杂道。明老所说的这些他自然知道，他现在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他需要考虑的是现在的选择，究竟修不修炼这托天魔功。如果不修炼，就彻底无法将方辰踩在脚下，如果修炼的话还有机会，虽然这个机会也很渺茫，总比没有要好。师尊，你知道托天魔功吗？萧云亭知道师尊学识渊博，了解的东西非常多，倒是可以通过师尊了解更多有关托天魔功的事，辨别萧重楼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托天魔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呢？明老满脸疑惑地问道。萧重楼给了我一部功法，就是这个托天魔功。萧云亭开口说道。什么？萧重楼把托天魔功给你了？看来他真是你父亲，居然把这种逆天的功法都给了你。明老满脸震惊，继续说道。托天魔功是一门极为恐怖的功法，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不过这门功法有一个极为恐怖的特点，那就是可以无限吞噬他人的天赋，从而提升自己的天赋。就算是一名凡夫俗子，一旦吞噬别人的天赋足够多，那也能够成为绝世天骄。只是这门功法有一个弊端，由于这样的能力太过惨绝人寰，不被世人容许，所以被称之为魔功，而且跟魔道差不多，是人人喊打喊杀的存在，只要暴露出去，必然会成为过街老鼠。不过这种独有的特性导致无数人都想得到，都想逆天改命。听到这，萧云亭眼中散发出炙热的光芒。打败方辰，把他踩在脚下，这已经成为了萧云亭的执念。特别是当初圣地大比之时，他点名道姓要挑战方辰，可是方辰并没有出现，导致他在圣地大比的时候丢尽了颜面，让萧云亭彻底见上了方辰。他觉得方辰这是看不起他。对于此，萧云亭心中发过誓，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要将方辰狠狠地踩在脚下，让他感受一下被人瞧不起的滋味。这的确是你唯一的机会，我也允许你修炼这门功法，可是有一个条件，一旦你吞噬其他人的本源，那么就要休息一段时间，也只有将别人的本源完全转化成你的本源，才能继续修炼这门功法。这也是托天魔功的一个弊端，需要一定的时间彻底吸收别人的本源，不然会在自己体内残留他人的气息，一般人无法察觉到，但是知道这门功法的人很容易察觉到，尤其是那些大势力的强者，很容易发现这一点。一旦被人发现，那么你将与整个天玄界为敌，这里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处，到时候你只能与你父亲一样，沦为魔道中人。明老沉声说道。放心吧，师尊，我会记住的。我在没有绝对实力前，没有实力把方辰踩在脚下之前，我都不会暴露的。萧云亭深吸一口气道。托天魔功的利弊他已经了解清楚，自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既然这样，那接下来你就不要回云天圣地了，通过托天魔功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等以后回到云天圣地，给所有人一个惊喜，让他们知道云天圣地并非只有云天圣子这个天才妖孽，人族之中也并非云天圣子是最妖孽的天才，而你也将成为云天圣地的新圣子，彻底的取代方辰，以后也将成为云天圣地的圣主。明老越说越激动，好像已经看到萧云亭将方辰踩在脚下，看到他成为云天圣地的圣主了，同时也看到他重塑肉身的希望。师尊，怎么看起来你比我还要兴奋啊？萧云亭一阵无语道。他这个当事人都还没有明老那么激动。我不是看到我徒儿有一个大好的前程，高兴吗？而且我也看到自己很快就要重塑肉身了，所以才那么激动。明老笑道。萧云亭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开口道：师尊，你就放心吧，这些我都会一一实现的。以后我一定帮助你重塑肉身，甚至让你比以前更加厉害。而且我也会将云天圣子踩在脚下，让他永远不得翻身。萧云亭无比激动地说道。他越说越激动，跟刚才明老一样，仿佛已经看见了美好的未来。火焰城，方辰刚回到客栈准备休息，就听见脑海之中传来一道机械的声音：定，恭喜宿主摆烂成功，获得仙灵道果一枚。仙灵道果？听到这声音，方辰全身一震，脸上满是震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奖励太丰厚了，那可是仙灵道果呀！修炼到了极致，从而迈入仙道之时，领悟了法则，就会凝聚出仙灵道果。这也是仙人的大道，也是一切力量的本源所在。一枚仙灵道果代表着一位仙人，可是炼化一枚仙灵道果，那肯定不能成仙，不过却会让你的武道之路畅通无阻。以后你必然会迈入仙人境，只是境界也会定格在仙人境，这就是上限了，无法再往前一步。居然是仙灵道果！方辰心中无比震惊。仙灵道果虽然有一定弊端，只要炼化，那你的上限就只是仙人境了，而且将会无法再提升，除非能找到同等法则层次更高的道果。如若不然，那一生就止步于仙人境，无法再做提升。对于那些追求大道的天才妖孽，这是无法接受的。可是对于那些普通人，这仙灵道果绝对是天下最好的天地灵物。可是仙人境啊，请问这世间又有几人能够达到这种无上的境界？只要把方辰得到仙灵道果的消息放出去，估计天玄界的大势力都会来追杀他，从他手上获得仙灵道果。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地境就是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是最高境界。一旦知道能踏入仙人境后，必然会让无数人疯狂。这天下地境强者都没有多少，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何况是地境之上的仙人境了。这仙灵道果对我没用，不过将会成为我手中的一张王牌，这可是直通仙人境的门票啊！方辰拥有系统，只要继续摆烂，以后踏入地境是迟早的事，甚至还能达到仙人境，所以他没有必要自断武道前途，就算要炼化仙灵道果，也等以后自己无法突破到仙人境后才炼化。不过倒是可以使用仙灵道果之中的一部分力量，这样倒是没什么弊端，这也算是方辰的底牌之一。没想到又摆烂成功了，到底是什么剧情摆烂成功了呢？方辰想了一下，熟知原著剧情的他立马就知道是什么剧情摆烂成功了。看来萧云亭与他父亲萧重楼已经见面了，这个萧云亭估计得到了托天魔功，这也是原著之中萧云亭人生的转折点。自从得到托天魔功之后，他就快速崛起，一飞冲天，以极为恐怖的速度成长起来，短短数年时间几乎镇压了所有的天骄。方辰并没有干涉这个剧情，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剧情摆烂成功后获得这么丰厚的奖励，这是方辰万万没有想到的。萧云亭，方辰心中想笑，真要感谢你啊！托天魔功。秦玲珑与花梦影听到方辰的心声后，直接被吓了一大跳，尤其是秦玲珑，脸上满是震惊。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或者说一些大势力的弟子都不陌生，各大势力都会告诉门下的弟子一些强大的功法，托天魔功就在其列。秦玲珑自然对这个都很了解，只是他没有想到托天魔功居然出现了，还被萧云亭获得。要知道，这托天魔功已经数万年没有出现了，如果各大势力不是像必修课一样传播，他们估计都不知道。你们什么表情？这是怎么了？方辰看向秦玲珑与花梦影，神情颇为古怪，这两人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这样的神情他见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他心中想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两女神情就很古怪。没事没事，只是想到了一些恐怖的事。秦玲珑笑着说道。我也没事。花梦影眨巴着眼睛说道，心中暗自想到，不能让圣子殿下看出来啊，不能让他知道我们能听到他的心声。没事就好，那我们准备回去吧，正好将秦玲珑送回大秦王朝。方辰看了秦玲珑一眼，淡然说道。接下来方辰将秦玲珑送回了大秦王朝，然后带着花梦影回了云天圣地。回到云天圣地，他专门找了一间灵气浓郁的房间，而且没有人打扰。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闭关修炼，而是想要验证一些事情。这一次出行，秦玲珑与花梦影经常古怪的神情，让方辰想到了一些事情。才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与林洛薇谈话之时，对方的神情颇为古怪，有委屈也有愤怒，神态仿佛能够听见有人在骂他一般。还有初次见到花梦影之时，隐匿了气息，花梦影居然一眼就认出了他。而且花梦影不同于原著之中那般羞涩，直接找上了他，这一直是方辰疑惑的地方。还有一路上秦玲珑的神态变化，更是让方辰感觉到古怪。无论是林洛薇还是花梦影，甚至秦玲珑，这三人时常都透露着古怪。尤其是花梦影，要知道自己当初去神石阁，那可是隐匿了气息，做了伪装，就算是圣人境强者也认不出来。可是花梦影一眼就认出来了。最开始方辰还觉得这是花梦影的特殊能力，可是与花梦影相处了那么久，方辰知道花梦影没有这样的能力。从这段时间对他们神情的观察，仿佛他们三人能听见我的心声一般，而且好像只有女主才能够听见我的心声。方辰回想这段时间的种种，立马想到了问题的关键，尤其是之前心中盘算萧云亭与他父亲萧重楼见面的事，想到托天魔功的时候，两人的神情变化极大，脸上颇为震惊，同样也颇为怪异，神情极为古怪，就好像知道他心中所想，能听见他的心声一般。对于此，在返回云天圣地后，方辰第一时间就来到这里，为的就是不让他们听见他的心声。系统，我的心声是否能被别人听见？方辰盘膝而坐，脑海之中询问着系统。现在他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这些东西单凭猜测，暂时还无法辨别真伪，也不好去验证。可是毕竟系统的能力强，或许知道一些呢。可以，因为宿主并不是这世界的人，导致被天道设下限制，这是任何穿越者都有的限制，每一种限制都不同。而宿主的限制是能够被人听见心声。不过由于系统力量压制，也只有几位女主能够听见。系统很快做出了回应。听到这些，方辰心中猛然一紧，难怪了，原来这三个女人能够听见他的心声，那岂不是自己骂林洛薇是无脑的女人，骂秦玲珑是恋爱脑，熊孩子这些都被这两个女人听到了，自己心声被别人听见，还是骂人的话，这让方辰有一种社死的感觉。难怪林洛薇与萧云亭划清界限，原来是听到自己的心声。这也难怪林洛薇那么讨厌萧云亭，换作是他的话，估计早就宰了这个家伙。这也难怪林洛薇之前来询问他萧云亭的父亲到底是谁，当时他还疑惑林洛薇怎么会问这个问题，还在想是不是血魔老祖提前透露的消息，原来是这个原因。萧云亭的父亲也是后面剧情才出现，前面根本就没有出现，原来是林洛薇听到了他的心声。系统，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方辰在脑海之中问道。想到他的心声被别人听见，他就一阵尴尬，毕竟那是他的心里话，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自己心里面骂人还被当事人听见，这多尴尬啊！宿主，这是天道设下的限制，无法消除掉，而且一旦消除将会引起天道的重新限制与惩罚，到时候更加严重。不过系统可以帮助宿主控制心声，可以控制心声能不能被他们听见，哪些能听见，哪些不能听见。系统解答道。就这，
方辰摇了摇头，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声也好，让这3个女人知道对方辰有利的，而不是什么心声都让他们听见。而且方辰还想到其他用途，这也算是一个摆烂技能。心声可以让他们知道一些不方便说出来的内容，他们打乱原本剧情不怪我，我也算是不干预剧情，也能获得摆烂奖励。就好比之前花梦影获得了阴阳神水一般，林洛薇绝对是听到他的心声才去寻找阴阳神水，而花梦影也是跟随林洛薇，从而抢夺了阴阳神水。一时之间，方辰也想通了一些与原著不一样的剧情。原来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这3位女主能够听见他的心声。有趣有趣，他们能够听见我的心声，那我岂不是可以干预萧云婷的事情了？可以通过心声让他们知道一些事情，从而去干预萧云婷。这样一来，我也能够摆烂，从而获得摆烂奖励。想到这些，方辰的嘴角勾勒出一丝弧度。这样一来，那他岂不是随便玩这个萧云婷了？不过好像也不行，再怎么说，萧云婷也是天命之子，剧情走向暂时还需要他去推动，而且剧情摆烂获得的奖励还是非常丰厚的，暂时不能宰了这家伙，可以留着让他继续摆烂，从而获得摆烂奖励。尊敬的宿主，已经设定好了，宿主可以随意操控心声内容被人听见。系统机械的声音在脑海之中响起，总算是搞定了，好在我提前发现了，不然到后面指不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事。方辰总算松了一口气，虽然现在的情况在他的掌控之中，可是后续如果他没有控制心声的能力，很多事情都可能传出去。何况原著之中的女主每一个都不一样，只要有一个对萧云婷死心塌地，那就完了。原著之中有一个对萧云婷死心塌地，很早就这样了，可以为了萧云婷做任何事情。要是被那女人听到心声，那就真的完了。好在方辰提前发现了这一点。至于林洛薇、秦玲珑、花梦影这3人，暂时还没有什么事。林洛薇、花梦影对萧云婷根本就不感冒。至于秦玲珑的变化，方辰也看在眼中，也知道他选择了萧云婷，导致大秦王朝的灭亡，也知道萧云婷的身份，必然不可能再喜欢萧云婷，反而极为厌恶萧云婷。或许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得知大秦王朝追杀萧云婷的事。而且秦玲珑也知道萧云婷得到了托天魔功，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告诉秦皇？应该不会吧，知道萧云的父亲是谁，一旦这个消息传出，必然会让大秦王朝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过也不好说，要是真传出去，萧云婷的处境估计会更加艰难。萧婷心中想到，修炼托天魔功，这是天玄界各大势力都不允许的。一旦这事情曝光出去，萧云婷在天玄界将无容身之地，只能去天魔宗。大秦王朝皇宫之中，秦玲珑回来之后就找到了秦皇。父王，有件事我想问你。秦皇听后放下手中的奏折，脸上露出了笑容。玲珑，什么事？说吧。对于这个女儿，秦皇非常宠爱。父王，我听闻冰火海最深处是一个禁区，这是真的吗？秦玲珑眨巴着眼睛，一脸憨憨地问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秦皇微微皱起了眉头，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在火焰城的一家客栈里面听那些修士说的，说冰火海的最深处是一个禁区，里面存在着大恐怖。由于之前发过誓，秦玲珑自然不会说这话是方辰说的，所以他只好说是道听途说的。不过他也只是想要通过禁区与大恐怖这2个词验证一些东西。显然他成功了。看见父王一闪而逝的神情，就明白方辰说的很可能是真的。秦皇深吸一口气，开口说道，这的确是真的，本来想等成年后再告诉你，没想到你已经听说了。秦皇放下手中的奏折，然后起身走向窗户，看向外面说道，冰火海最深处确实是一个禁区，而且这与我们大周王朝有关系。曾经我们大秦的祖龙大帝彻底将冰火海平定，可是因为一些事情并没有成功，至于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唯有先祖祖龙大帝才知道。虽然没有完全平定，可是冰火海最深处也受到了重创，经过无数年都没有恢复。因为这事，我们大秦王朝被诅咒，每一代将会有一半的人陨落。你的运气比较好，并没有在这其中。秦皇扭头看向秦玲珑说道，父王，居然还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没有办法解除这个诅咒吗？秦玲珑故作震惊道，这事情他早就知道，不过为了不让父王怀疑，他才装作这么震惊，暂时还没有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想要解除这个诅咒，唯有地境强者才可以。如果你与你的皇兄有一人达到地境，或许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努力了。秦皇看着秦玲珑，满脸慈祥道，不安，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秦玲珑挥动着小拳头，一脸认真道，我当然相信你们。秦皇点了点头道。秦玲珑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躺在床上，脑海之中浮现出曾经方辰所说的话，真没想到他说的居然是真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方辰说的话居然与父王说的完全一致，没有一点偏差，而且方辰说的更详细。难道方辰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难道这家伙真的精通时间大道？既然方辰早就知道这些，可为何不对萧云婷下手了呢？为什么还要留着萧云婷对他不闻不问呢？秦玲珑心中满是疑惑。既然方辰早就知道萧云婷的身份，为什么不直接对他下手，除掉这个家伙，以绝后患呢？最重要的是，以方辰的身份地位，斩杀萧云婷那非常简单啊。虽然萧云婷的身份不简单，但是比起方辰来还是差了很多。秦玲珑想的自然简单，他并不知道萧云婷是天命之子，受上天眷顾。如果方辰真对他下手，就算方辰可以碾压萧云婷，也会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杀掉对方，同时还会让萧云婷获得天大的机遇，然后快速提升。这也是为何方辰从来没有动萧云婷的原因。就算打压这家伙的事，
一点都没有做，因为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还不如对他不管不顾，自己安心摆烂。其实这才是方辰最明智的做法。托天魔功，还是算了吧，这事以后让方辰自己说出去吧。要是我说出去，估计影响会很大。秦玲珑心中暗自想到，他之前想过要不要告诉父王，萧云婷修炼了托天魔功，不过想了一下，现如今萧云婷才获得托天魔功，要是这消息传出去，天魔宗必然会注意到大秦王朝。大秦王朝倒是不怕天魔宗，只是这样会给大秦王朝带来无尽的麻烦。秦玲珑也就没有那么做，而且这样做了，不就说明自己能听见方辰的心声吗？想及此，秦玲珑就没有说出去。不知道这个方辰对我的印象改观了没有？还觉得自己是恋爱脑、熊孩子吗？还像以前一样那么讨厌我吗？秦玲珑不由叹了一口气，秀眉紧蹙。他现在极为在意方辰对他的印象，不知为什么心中就是这么在意。或许是方辰提醒过他，让他不再做一些对大秦王朝与皇兄不利的事情，也或许是当初濒临死亡之时，方辰出手相救，让他感到极为震惊。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与方辰分开后，秦玲珑对方辰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整个心都无法平静。自从冰火海回来后，方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圣灵峰，一直待在圣灵峰上修行，至今2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方辰的修为境界也踏入了归虚境7重天，哪怕没有修炼，凭借着摆烂的奖励，修为也是蹭蹭蹭往上涨。此时此刻，在云天圣地主峰大殿之中，云天圣地正在召开大会。东神域那边有一座准地墓即将出世，这可不是小事，各大势力都非常重视，而且吸引了无数修士前去。皇者境以下的修士就不用去了，以免白白丢掉性命。二长老如同往常一般，主持着会议的召开，将这消息传达下去。其实也不需要他做什么，因为大殿之中的人早已知道了这个消息。圣子殿下，这一次你去不去？我就不去了。我要是去，不是我们云天圣地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吗？而且也不好跟门下的弟子争抢机缘。方辰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别人不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个圣人境巅峰强者的墓穴里面的东西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而且是圣人境巅峰强者的墓穴，吸引了众多强者前去，圣人境层次的强者都被惊动了，导致引起了大混战，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他要是前去，指不定会被多少人针对，尤其是那些上古皇族。当然了，要是里面的东西足够好，方辰还会考虑。可是里面就那么2样能看上眼的，而且还那么多人去争抢，他自然难得跑这一趟，还不如在圣地之中摆烂，获得丰厚的摆烂奖励。好，二长老也没有勉强，圣子殿下有着很高的主动性，如果他不愿意，也没有人强求，除非圣主出面。然而圣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自然无人命令方辰。对了，二长老，林师妹呢？方辰看了一圈，发现没有看见林洛薇的身影，不由好奇问道。在原著中，林洛薇也去了圣人境巅峰强者的墓穴，而且收获颇丰。正常来说，他应该是在圣地才对。传闻林洛薇离开圣地去找寻一个人，到现在还没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有知道的长老开口道，也不知道他要去找谁。不知道，没听他说过，估计是出去历练了吧，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我想也是。弟子们与长老都议论了起来。林洛薇一向独来独往，经常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回到圣地，这对众人来说都很正常。他应该是去找血魔老祖了，只是要想找到血魔老祖，谈何容易啊！方辰摇了摇头，血魔老祖要是那么容易找的话，早就被正道人士给斩杀了，不会至今还逍遥法外。算了，他身边的守护者也极为强大，应该没事。方辰只是觉得林洛薇没有在云天圣地之中，只是感到好奇，并没有过多在意。因为林洛薇的守护者的实力也极为不弱，就算没有达到寒月剑仙李寒月这种层次，但也是圣人境的强者，足以保护林洛薇的安全。而血魔老祖的实力又不是很强，林洛薇也不需要怕他，他身边的守护者完全可以应对。方辰回到圣灵峰，看见花梦影在弄一些花草，神情十分认真，这算是花梦影为数不多的爱好了。梦影，云天圣地弟子马上要去探寻圣人境巅峰强者的墓穴，你要不要去？方辰看向花梦影问道。不去不去。花梦影扭过头来，认真说道。他能听见方辰的心声，知道这个所谓的圣人境巅峰强者的墓穴里面的好东西并不多，去了收获也没多少。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圣灵峰上修炼。你真的不去吗？方辰故作沉思，有些为难地问道。圣子殿下想要去吗？花梦影仿佛看出了什么，不由问道。这倒不是。方辰表面上这样说，其实心中在想，圣人境巅峰强者墓穴倒是没什么东西能够吸引我的，不过这个墓穴出现的城池有一个小女孩很不错，我记得现在应该在海里城当乞丐，她拥有无双剑心体质，如果将其带回，日后加以培养，定能成为顶尖强者。而且这小女孩也是女主之一，日后还是萧云婷的左膀右臂，不知道要不要前去。花梦影听见方辰的心声，眼珠子转动了起来，随即开口说道：圣子殿下，我突然又想去了，一直待在圣灵峰修炼也十分无聊，我想出去走动一下。听见这小女孩还与萧云婷有关，而且天赋还好，花梦影不由心动起来，只要能够阻碍萧云婷的步伐，她就愿意做。还有，如果将这个小女孩带回来，那在圣灵峰上她就有一个同伴了，同时还能削弱萧云婷的势力，这何乐而不为呢？那好，你等下就跟着长老们一同前去，不过一定要小心谨慎，虽然你现在的实力很不错，已经达到了启明境，可是千万不要小瞧天下的天骄，而且这次圣人境巅峰强者墓穴声势极大，必然会吸引众多天骄前去。方辰嘱咐道。我会注意的。花梦影点了点头道。随即花梦影就跟着云天圣地的长老们
前往圣人境强者的墓穴。到了墓穴的入口，花梦影并没有进入，而是离开，朝着其他方向而去。对于这一点，众人都有些惊讶，不过也没有在意。海里城，由于近段时间圣人境巅峰强者墓穴出事，整个城池显得热闹无比。以前难得一见的强者，今日在此随处可见。别说神元境、皇者境的修士了，就连启明境的修士也有很多。这也导致掌控海里城的几个小家族都小心翼翼。由于自身的实力太弱，对于一些修士在海里城肆无忌惮，他们都不敢说什么，因为随便招惹一个人，很可能都是顶尖强者，随手都可以灭了他们。乞丐还是小女孩？此时花梦影的神识覆盖了整座海里城，不断的寻找着方辰新生之中的小女孩乞丐。由于处于修行世界，乞丐的数量还是很少的。很快，花梦影就锁定了一名小女孩，并且亲自过去查看。无双剑心体质那可是极为罕见，如果有这种体质的人，对于剑道的领悟那是超乎常人的。这样的体质，花梦影稍微一试探就能试探出来。海里城中的乞丐并不多，小女孩乞丐更是少。城中小女孩乞丐也只有4个人，前面的花梦影看了一眼，都是普通的体质，没有任何独特的地方。那剩下的一个小女孩，就是她要找的人。很快，花梦影就来到一处破旧的老房子里面，发现了那个小女孩。只是现在的小女孩处境极为不好，有几个成年人正围在小女孩的周围。刘管事，这就是我们找的好苗子。你看她的脸蛋与身材，绝对是一个好苗子，以后肯定长得美若天仙。只要刘管事你们好生培养，日后必然能成为花魁。而且这个小乞丐没有任何背景，没有父母，在这个海里城已经好几年了，拿下他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一名贼眉鼠眼的男子说道。那名刘管事穿着锦衣华服，长得肥头大耳，根本就没有看那名贼眉鼠眼的男子，径直向小女孩走去。看着小女孩的脸蛋，满意的点了点头。你运气倒是不错，找到了这么一个好苗子。等下我会让人给你100灵石。听到这话，那名贼眉鼠眼的男子顿时大喜，不断的感激道：多谢刘管事。对于他们来说，100灵石已经非常多了，能够让他们用很久了。你们放开我，为什么要抓我？小女孩不停地挣扎着，没有一般乞丐那般畏畏缩缩，一双眼中仿佛迸发利剑一般，不停地扫视着周围的人。小丫头，性子够野啊，不错不错，这样的丫头训练起来才有趣。刘管事的脸上满是猥琐的笑容，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轰的一声，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而来，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就突然炸开。不过这些鲜血都没有沾染到小女孩的身上，而且看见这一幕，小女孩并没有任何惊慌，仿佛已经习以为常了。心性很不错。花梦影走了出来，她的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一股圣洁的气息。好漂亮啊！不得不说，花梦影是男女通杀的主，哪怕是小女孩也是这样，直接就沦陷了。想不想跟姐姐一样强大？花梦影看向小女孩，大手一挥，周围的血渍污垢全部一扫而空，同时也是一瞬间，原本脏兮兮邋遢的小女孩直接变得一尘不染，白皙的皮肤还有一点红晕，一双眼睛犹如星辰一般，精致的面容仿佛是上天雕刻出来的一般，没有半点瑕疵，就算年纪还小，也能够看出倾国倾城的面容，颜值丝毫不在花梦影之下，或者说以后有可能比花梦影更胜一筹。我想，小女孩十分渴望，下意识的点头道：对了，你叫什么名字？花梦影开口问道。叶无双。小女孩玲珑剔透的声音响起，目光坚定的看着花梦影。好，那今后就跟着姐姐了，我帮你变得像我一样强大，甚至还有可能超过我。花梦影摸着叶无双的脑袋，温和的说道。好。叶无双直接抱着花梦影的腿，一直以来他都无依无靠，锻炼出了他坚韧的性格，可是如今突然有了依靠，也让他沉沦。突然一道身影拦住了花梦影的去路，淡然看着他说道：放下这小女孩，她与我有缘。来人正是萧云亭，其实他比花梦影更早来到这里，也看到几个人在欺负叶无双，只是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他本身就是一个生性薄凉之人，自然不会理会这样的事情。可是经过明老的提醒，他才知道这小女孩是无双剑心体质，于是立马调转过来，谁知道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个小女孩已经被花梦影收下了。看见花梦影妩媚的脸蛋，萧云亭就想起昔日内门大比的耻辱，立马将花梦影拦住。加上花梦影与方辰的关系，萧云亭自然不能这么放过花梦影。最重要的是，现如今他已经修炼了托天魔功，修为突飞猛进，自然心态膨胀了起来。看见仇人就在眼前，哪有不报仇的道理？你说他与你有缘，说说看，怎么就有缘了？可是为什么我比你早遇见他呢？花梦影自然不惧萧云亭，自然不会给萧云亭好脸色。你说有缘就有缘了吗？这世界上还没有这么霸道的人。虽然萧云亭确实与叶无双有缘，可是被他抢先了一步，那这个有缘人自然是他了。我比你更早遇见他。花梦影笑着说道。萧云亭皱起了眉头，身上的气势不断的攀升。皇者境3重天，短短2个月时间，他的修为就突飞猛进，从神元境8重天突破到皇者境3重天。如果是这样，你出现晚了一步，代表你与他无缘。何况你就算想要带他走，也得问问人家愿不愿意。无双，你说是不是？花梦影突然看向叶无双问道。叶无双点了点头，满脸敌意的看着萧云亭。听到这话，萧云亭身上的气势爆发，新仇旧恨加起来，此时他彻底爆发出来。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今天一定要带他离开，你别在这里捣乱，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萧云亭怒吼一声，直接一掌向花梦影拍去。花梦影冷哼一声，
伸出芊芊玉手，直接一掌也拍了。一声轰鸣，两人的攻击碰撞在了一起，在空中炸开。可是下一刻，花梦影的攻击就接踵而来，萧云婷躲避不及，直接被击飞了出去。被击飞的萧云婷满脸震惊地看着花梦影，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她无法相信自己居然还不是花梦影的对手，这怎么可能呢？现在她的实力就算是启明境的强者也能够斩杀，居然还打不过花梦影。要知道，她修炼了托天魔功之后，实力大涨，修为也突破到了皇者境。这种情况下，居然还不是花梦影的对手，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就你那点修为，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花梦影毫不客气道，丝毫不掩饰对萧云婷的厌恶，同时强大的威压也席卷而出。启明境二重天，强大的压迫感席卷而来，压迫的萧云婷喘不过气来。现如今，花梦影也是一位顶级的天骄了，加上成就了阴阳圣体，一身实力更是恐怖。就算是那些上古皇族的圣子来了，他也丝毫不惧，更别说萧云婷了。哪怕对方的修为与实力有长进，可是两者的差距也不小。花梦影再次一掌向萧云婷镇压而去，萧云婷身上出现一道光芒，化为一座宝塔，急忙用神兵抵挡这一击。咔嚓一声，宝塔在这一掌的面前完全不起作用，直接被摧毁。逃！明老的声音在萧云婷脑海之中响起。原本还想拼命的萧云婷下意识地停了下来，下一刻，这一掌直接击在了他的身上，他狂吐一口鲜血，也借着这一击的力量，他也成功逃遁。不知道逃了多久，萧云婷看见花梦影没有追来，这才停了下来。不过脸色一片煞白，嘴角还有鲜血，看起来极为凄惨。为何就算是方辰身边的追随者也那么强大？萧云婷瘫坐在地上，一脸恨意的垂着地，眼中满是愤怒与不甘。方辰他暂时不去招惹，因为差距太大。至于花梦影，萧云婷从来没有放在眼中，觉得现在他的实力足以随便镇压花梦影。谁知道遇到花梦影，居然被对方吊打，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还被这个女人给重伤了。什么时候他这么强大了？现在打不过方辰他就认了，居然连对方身边的追随者都打不过，实在是太憋屈了。要知道他已经修炼了托天魔功，实力突飞猛进，居然连方辰身边的追随者都打不过。你不用沮丧，你如果能打败花梦影，那就奇怪了。明老开口说道。师尊，就连你也看不起徒儿吗？萧云婷双眼通红，这段时间的打击让他心里极为扭曲。哎，你可知道花梦影现在是什么体质？明老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知什么原因，他现在已经是阴阳圣体体质了，那可是圣体之中的一种啊。这种强大的体质也造就了他强大的实力，在同辈天骄之中，很少人能够与之媲美。可以说他完全达到了那些上古皇族圣子一样的级别，甚至比那些圣子还要强。你才修炼托天魔功没有多久，着急什么呢？你越是着急，心境就越差，这样很容易导致你修炼托天魔功走火入魔。毕竟托天魔功是魔道最为顶级的功法，这门功法很容易影响你的心境。如果自己的心境太差，很可能会沉沦在其中，到时候你将会彻底失去理智，成为真正的魔。如果你成魔，那会被所有正道人士联手围攻。你又拿什么去击败方辰呢？明老现在也不怪着萧云婷，萧云婷的心境太差，只是吞噬了几名修士的本源修为有所长进，居然就膨胀起来，再也没有之前的小心谨慎。要是以前，萧云婷肯定会立马询问他的意见，然后再过去，不会这么鲁莽的冲上去。对于此，明老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萧云婷，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萧云婷很可能会彻底沉沦。说实话，为了让自己重塑肉身，明老真不容易，真是又当爹又当妈，没有哪个师尊有他这样尽心尽力。萧云婷不时的搞一些意外出来，这让明老极为无奈。明老的提醒逐渐让萧云婷恢复了冷静。他现在真的有那么强大？既然已经拥有了阴阳圣体，为什么还要成为方辰的追随者呢？萧云婷满脸疑惑。拥有着这么强大的体质，同时拥有这么惊天的天赋，那些大势力不是随便挑吗？找一个大势力成为圣女，难道不香吗？为何偏偏成为方辰的追随者呢？徒儿，你是真看不明白吗？花梦影哪里是方辰的追随者，他完全是方辰的道侣啊！道侣你懂不懂？之所以当追随者，估计是因为花梦影在进入云天圣地之时名声不太好，要是做正常的道侣，云天圣地的高层未必会答应。当然了，这一切都不好说，毕竟方辰是云天圣地的圣子，地位崇高。总之，花梦影看起来是追随者，其实早就是方辰的道侣了。明老苦口婆心地解释道。萧云婷听后瞪大了双眼开口道，这样花梦影也心甘情愿吗？拥有这么强大的体质，居然屈居于人下，他心甘情愿吗？萧云婷是真的无法理解，要是他有这个体质，绝对不可能成为别人的追随者，无论对方是谁。拥有这么强大的圣体，那些大势力完全是随便挑，而且还能立刻成为与圣子同级别的存在，以后修炼资源完全不缺，绝对可以成为顶级强者。别人就是愿意，这有啥办法呢？你也不要想那么多，之前花梦影并不是阴阳圣体，我倒是觉得花梦影能够成就阴阳圣体，这或许与方辰有关系。明老开口说道。师尊，您是说花梦影能够成就阴阳圣体，与方辰有关？萧云婷一脸震惊道。很可能是这样，到底是不是这样，也只有他们知道了。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云天圣子拥有的资源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你若是云天圣子，什么地级功法，什么神级神兵，那还不是随便挑？明老开口说道。这倒是实话，云天圣子的权力很高，享受的资源也多。不过这些东西对于方辰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萧云婷点了点头，显然也认同这一点。
这也是他想取代方辰成为云天圣子的原因。我会努力的，争取有一天取代方辰成为云天圣地的圣子。萧云婷认真说道。这样的话，明老不知道听了多少次，最开始还有些触动，可是听多了之后就麻木了。哎，不知道我的愿望还能不能实现。明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想要完全恢复过来是那么的艰难。这也让明老心中有了一个想法，要不想办法离开萧云婷，自己想办法总比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强。现在他的灵魂已经恢复了一些，虽然无法完全恢复，但是也拥有一定的战力，勉强能够在外行走了。如果自己在外面寻找机缘，或许有可能重塑肉身。虽然这要困难一些，可是好比把希望寄托在萧云婷的身上要强啊。毕竟萧云婷有反骨，同时还非常的坑人。最关键的是，明老他屡教不改，屡说不听，这让他极为无奈。也许是应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明老心中想到。圣灵峰，在花梦影离开几天后，方辰如同往常一般躺在一张椅子上晒着太阳。好徒儿，你还真是悠闲。为师在外面拼死拼活，你却在家里面悠闲自在。就在此时，一道愤愤不平的声音响起，立马惊醒了方辰。师尊！方辰心中咯噔一下，不由睁开了双眼。下一刻，一道倾国倾城、美若天仙的样貌出现在眼前，两人近在咫尺，几乎都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师尊，你离我太近了。方辰不由叹了一口气，看见就在面前的师尊说道。云天圣主并没有理会这些，双手抓着方辰的脸蛋捏了几下。好意思说这个？为师在外面累死累活，差点小命都交代了，你还有心思在圣灵峰上享受？还有，你师妹去哪里了？我听圣地的人说，你现在都不待见你师妹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等下你就去面壁3个月吧。方辰任由云天圣主捏着自己的脸蛋，一脸无奈道：师尊，您的事情都是大事，我又帮不上忙，我还能怎么办呢？还有师尊，我也没有享受啊，我可是很努力在修炼，现在我已经是归虚境7重天了，超额完成了师尊下达的任务。而且昔日我还击败了敖天宇，也帮我们云天圣地扬名，没有落下我们圣地的名声，甚至让我们圣地的名气更大。至于师妹的话，她一直将我视为仇人，而且给她的东西也不要，对我爱答不理，就算我心是石头做的，也直接心碎了吧。而且师尊，您的高冷气质呢？要是有人知道你是这样的，不知道多少人要惊掉下巴了。方辰的师尊名叫白洛央，是云天圣地的圣主，实力极为强大，早已经踏入了圣人境，而且对外极为高冷，容貌倾城，早年被称之为洛阳仙子。只是别人不知道，他这个师尊外表的高能只是假象。徒儿，我的高冷是对外人，不让那些家伙靠近我。白洛央松开了方辰，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淡然说道：我听闻你收下了一名追随者，还是月下殿的圣女，你的口味还真是变了，就连青梅竹马的小师妹都不要了，要一名月下殿的女子。他对方辰选择道侣并没有任何限制，只是觉得月下殿的女子终究不干净。最重要的是，花梦影与林洛薇一直不对付，这些都是云天圣地的弟子都知道的事情。梦影与其他月下殿的人不同，况且梦影一直都喜欢我，我自然不会放弃。方辰一脸无奈道。在收下花梦影的时候，他就想到今天，他有什么不同？月下殿的女子不都是一样的吗？难道他还出淤泥而不染吗？白洛央扭头看向方辰问道。你还真没说错，梦影确实出淤泥而不染。方辰开口说道。徒儿，你彻底没救了。花梦影被气到了，几年没有见，这个徒弟性格大变，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的修为确实长进不少，这让我很欣慰，不愧是为师挑选进入我们圣地的。其他的不说，对于方辰现如今的修为，白洛央还是极为满意的。短短几年时间，修为就突飞猛进，现在更是达到了归虚境7重天，而且之前还击败了上古皇族第一天骄敖天宇，让人族的气势大涨。洞河仙府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次你要好好准备，将上古皇族的天骄全部镇压。如果有机会，将这些家伙全部宰了一个不留，让那些上古皇族去哭吧。白洛央咬牙切齿道。想到那些上古皇族，他就一阵愤怒。我倒是没什么，如果将这些上古皇族的天骄全杀了，那些上古皇族不找我拼命吗？那些天骄可都是上古皇族的未来，杀1-2个估计没什么，如果全部杀了，那些人还不疯狂？方辰提醒道。那就算了，找2个重要的杀吧。云天圣主刚才说的也只是气话，方辰真要那么做，他还要阻止。毕竟年轻一代死的太多，上古皇族真的会发疯的。年轻一代的天骄就是他们的未来，真要是年轻一代都死绝了，整个上古皇族都没有了未来，那些人还不疯狂啊？对了，你是如何发现小师妹将你视为仇人呢？云天圣主皱起了眉头，这个他倒是没怎么注意，因为他收下林洛薇之后，人经常不在圣地之中。其实是一个意外，曾经我在林家救下了他，小师妹好像脑子有问题，将我当成他的仇人，然后一直找机会找我报仇。你说师尊，我能不躲着他吗？换成是你的话，难道你不跑吗？方辰一脸无奈地说道。当然不会跑，为何要跑呢？直接反杀就是。云天圣主毫不在意道。方辰不由一愣，随即向师尊竖起了大拇指。师尊，你还是我的那个师尊，跟以前一样狠啊！如果小师妹知道这些，该有多伤心啊！云天圣主哼了一声说道。这只是为师我可以，你当然不行了。或许这么说有些双标，但这就是人生，你今后会懂的。听到这话，方辰陷入了沉默。有时候他自己都没办法理解他这位师尊，性格极为跳脱，还有些无耻。反正一句话，自己作为师尊很有意思，也极为古怪。师尊，我经常在想，
如果天下人知道你是这样的，不知道有何感受？方辰说道。听到这话，云天圣主瞪了方辰一眼，沉声道：我必须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将为师上千年维持的人设给整崩塌了，为师饶不了你。到时候你绝对不是面壁3个月那么简单。说这话之时，云天圣主还揉着自己的拳头，一副想要动手的样子。师尊，不说这些，你这次回来是不是要帮助李寒月师叔解除身上的诅咒啊？方辰一脸认真地问道。寒月剑仙李寒月与白洛央是同时代的人，而且还形影不离，在方辰看来，两人仿佛一对一般。你是怎么知道的？白洛央脸上的笑容收敛，神情凝重了起来，同时看向方辰，也有些诧异。这事情知道的人不多，就算是李寒月本人也不知道。师尊，难道你忘了，你徒弟精通时空大道，能从时空长河之中窥探出一丝未来？方辰故作高深莫测地说道。请说人话。师尊白洛央瞪了方辰一眼，没好气道。师尊，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我跟他人有过约定，还发过毒誓，如果说出去，你徒弟就会暴毙而亡。而且我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他们是故意将这个消息放出来，为的就是吸引你与李寒月师叔过去。我还知道我们圣地之中有内奸。方辰一脸认真地说道。这事关重大，关系着云天圣地的未来，而且方辰也不愿意看见李寒月与师尊白洛央陨落。我们云天圣地的内奸到底是谁？白洛央的脸色怎么下来，一股杀意弥漫出来。10长老与14长老。方辰说出了这2个人的名字，继续说道，这2个人已经与天魔宗勾结，除此之外还有古老家族上官家。如果这次你与李寒月师叔过去，必然会遭受到天魔宗、妖族、蛇族、古老家族上官家以及天意魔域的联合围杀。面对这么强大的4大势力强者，再加上我们云天圣地的内奸，师尊你觉得有几分胜算？方辰看着云天圣主白洛央以及出现在旁边的李寒月，开口问道。在听见2人的交谈后，李寒月早已从虚空之中遁出。我先去宰了这2人。李寒月做事果断，在知道云天圣地的2名内奸后，立马想要动手除掉。等一下，暂时别动这2个人。白洛央叫住了李寒月，说道，如果我们现在将这2人杀了，那就打草惊蛇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把这2人清除掉。李寒月听后，这才停了下来，站在白洛央的旁边，不过全身的杀意已经说明了问题。李寒月恨不得现在就将这2个内奸给宰了。徒儿，既然你说出这个事情来，想必已经有解决的办法了吧？云天圣主看向方辰，笑着说道。你觉得这事情该如何处理为好？他对自己的徒弟怎么不了解？一旦说出来，那肯定想好了万全之策，不然绝对不会轻易开口。还能怎么办呢？守株待兔呗。现在的局面看似我们在明，其实我们在暗。只要联手一些强者，足以将他们全部留下来。最好带5、6件圣级神兵过去，将那些家伙全部镇压。方辰一脸激动道。白洛央听后微微皱起了眉头。还5、6件圣级神兵？你以为圣级神兵到处都是，那么好找啊？师尊，一定要准备圣级神兵。突然，方辰的神情严肃下来，认真说道，这次这4大势力不一般，尤其是天意魔域已经由天魔彻底复苏过来，他们拥有着切断大道联系的能力。如果你们深陷其中，将无法联系到外界，更加无法召唤圣级神兵。天意魔域究竟是有多强大，想必师尊比我更清楚。在天意魔域中，圣级神兵从来都不缺，若是你们没有圣级神兵抗衡，就算强者再多，最终也无法对付他们。在原著之中，对于这段剧情虽然没有详细描述，可是通过后续的一些事情，方辰也能猜到一些，知道他们的计划。天魔能够切断大道的联系，通过特殊的阵法将云天圣主白洛央等人封锁在其中，让其无法与外界联系，再通过神级神兵与几位强者联手，就算白洛央他们再强大，终究双拳难敌4手。而且为了这次的计划，对面谋划了很多年，出动的强者与圣级神兵众多。如果师尊还轻视他们的话，不带足圣级神兵进去，原著之中的惨案将会重现。对于此，方辰不惜暴露自己，要提醒师尊。这些你是如何得知的？白洛央皱起了眉头。